这细皮嫩肉的小娘们儿长得可真带劲儿啊！要不给我们几个乐呵乐呵？行啊，老子好久没碰过女人了，上赶着送上门来的，岂有不玩的道理？别过来，你们别过来！美人儿，我来了。麻子脸目露邪光，朝着女人扑了上去，拉扯将女人的头撞到破庙的柱子上，砰的一声倒地不起。这死了？哎，这死得更带劲！老子还没玩过尸体呢。我先来。女人下流的话充斥在耳边，沈乔不悦地皱了皱眉，是谁在说话？此时他的脑海里涌现出一段奇奇怪怪的记忆。天，他竟然穿越了，成了蛤蟆村3大毒瘤之一的恶妇，原身沈大妮儿，今年22岁，与裴衍成亲7年，育有2个6岁的龙凤胎。原身竟然趁着裴衍进山寻找猎物之际，丧心病狂地将孩子卖给人贩子换银钱。沈乔还没消化完这段记忆，就感觉有人在拉扯他的衣服，恶臭的嘴巴吐着污秽下流的语言。我的手断了！娘的，竟敢伤我兄弟！看老子怎么教训你！给我上，扒了他的衣服！沈乔也不跟他们废话，一个回旋劈，猛地踹在麻子脸胸口，随后掐住他的头，用力向右一拧，咔嚓，脖骨断裂，气绝身亡。这扎实了！有鬼啊！别过来！半晌后，惨叫声贯穿破庙。沈乔提着一个破旧的布袋走了出来，身后火势汹汹。沈乔这才开始打量四周，入眼望去，满目枯黄，地皮干裂，寸草不生。干枯的树上绑着2个衣衫褴褛的孩子，一男一女，约莫6、7岁的模样。这就是原身和裴衍生的龙凤胎，被亲生母亲差点卖掉的俩孩子，男孩裴玄，女孩裴珠。滚！我们不要你管！沈乔扯了扯嘴角，露出自以为温柔的笑，问道：我是你们的娘吗？滚开！我们没你这么恶毒的娘。妹妹，我们回家。沈乔也不怪俩孩子这么对他，原身带俩孩子非打即骂。唉，既来之则安之，我就代替原身好好的活着吧。循着原身的记忆，刚踏进院子，便被村长拦住了去路。沈大妮儿，反了天了，自己亲生的骨肉也敢卖！沈乔顿住，沈大妮，这名字真是又土又敷衍。村长伯伯，你听谁说我要卖孩子？王大福还未回答，身后传来一道矫揉造作的嗓音：姐姐，我见你带着俩孩子去了十里庙，那里都是人贩子，所以……说话的是沈大妮儿的继妹沈雪，今年18岁，是沈大高的第2任妻子所生。原身成亲后打孩子骂丈夫，甚至对宋清宇不死心，有一部分功劳要归于沈雪。你说我要卖孩子，当时为什么不阻止？你是孩子的亲姨，为什么要等到晚上才喊来村长围住我？他为何要阻止？等沈大妮儿卖了孩子，别说裴衍饶不了他，恐怕整个村子里的人都不会放过他。沈乔黑眸冷冷地看着沈雪：姐姐，对不起，我不该将你卖孩子的事说出去的。可是我不忍心姐姐误入歧途啊！小朱、小轩那么乖巧懂事，要是裴大哥知道了，会打死姐姐的。村长伯伯，我没有卖孩子，我是带孩子找吃食了。眼下绝不能承认卖孩子的事儿，否则刚传来就得被打死。别怕，告诉小姨，你娘带你们去哪里了？小姨，我娘要把我和哥哥卖掉。沈大妮儿啊，你还说没有卖孩子呀？啊，小猪都亲口承认了。我的2个孩子皆在家中，你们有什么证据说我卖孩子？听说10里外的破庙是人贩子交易点。王大福蹙了蹙眉，他记得沈大妮儿就是从那个方向回来的。村长伯伯，我确实在10里庙见到了人贩子，那群人贩子太可恶，我不能让他们荼毒我的孩子，所以连人带庙被我烧得干干净净。沈大妮儿啊，沈大妮儿，你是要气死我啊你啊！如今吹牛竟然不打草稿了。我说的都是实话，你老说我吹牛，我也没办法，实在不行您老人家跑一趟，看看人贩子死没死。村长爷爷，破庙的人贩子被烧死了，我娘也没有卖我们。沈乔看着裴玄，心下一阵感动。原身这么恶毒，他竟然还想着他，为他说话，真不知道原身怎么对这么懂事的孩子下手的。乖轩儿，不要怕他，有村长爷爷为你做主，你如实说话。妹妹，你就这么见不得姐姐好？我儿子都说了，我没卖孩子，为何你死咬着不放？难道非要孩子没了娘你才开心啊？
姐姐，我没有，我就是担心裴大哥知道了会生气，才多问了一句。姐姐，你千万不要怪我呀，以后我不问了就是。哼，3天2头往我家里跑，说点好听的是担心孩子，说难听点儿就是肖想姐夫。都18了还不嫁人，一天天的将姐夫挂在嘴边，咋的？你这么想当孩子的后娘？哎呀，行了，小雪也是担心孩子，沈大妮儿，你少说2句吧。啊！事情真相大白，我没有卖孩子。村长伯伯，您请回吧。王大夫噎了噎，刚想反驳几句，最终化为叹息，背着手离开了。你还不走？真打算住在姐夫家？沈雪再也受不住，捂着脸跑开了。她看向床上的梁小芝，柔声道：“你们饿了吧？娘给你们做吃的。”滚！我们没有你这恶毒的娘。我去做饭吃。来到厨房，沈乔差点跪地直呼老天。什么叫家徒四壁？这才是。倒是筐子里有一些干树皮，是裴玄捡来煮着吃的。这吃个空气呀，啥都没有。沈乔欲哭无泪。人家穿越不是千金面试公主，再不济还有个随身空间。似乎想到了什么，沈乔忍不住催动意念，再睁眼时已经来到另外一个地方。哎，这不是他200多平的30一厅吗？沈乔打开冰箱，从里面拿出一小块瘦肉、葱姜，又拿了点盐和大米，最后提了一大桶矿泉水。他准备做一顿瘦肉粥，粥类绵软好消化，最适合饿了很久的身体。文火开熬，不一会儿，一股馋人的香味传来。好香啊！我从来没有闻过这么馋人的香味儿。娘做什么好吃的？什么娘？那么恶毒的女人才不配做我们的娘！小心她在饭里下药，再把我们卖个人贩子。哥，我好害怕，万一娘又把我们卖了怎么办？不怕，哥哥保护你，不会让那个坏女人有机可乘。肉粥做好了，快来吃吧。我们不吃，谁知道你在粥里放了什么？我们才不吃，打死也不吃。好吧。沈乔无所谓的点了点头，端起碗吸溜吸溜，将一碗粥喝完了。裴柱趴在门檐下露出一个小脑袋，见沈乔蹲在锅灶旁喝得喷香，肚子里的馋虫仿佛要跳出来。哥，好像没毒哎，你看他都喝了。小猪猪，快过来吃饭了。裴柱眼前一亮，不顾裴玄的反对，一把推开了门。我来啦！说好的骨气呢？不行，不能让妹妹被这个坏女人给忽悠了。万一她在粥里下了药，妹妹若是吃了……想到这里，裴玄不做停留，推开门冲了过去。裴柱再也经不住诱惑，将碗放到嘴边，不许喝。耳边传来一声厉喝，裴玄气势汹汹地冲了过来，伸手要打落裴珠手中的碗。裴珠侧身躲过，仰头将粥喝得一滴不剩。他宁愿被毒死，也不要做饿死鬼。毒妇，你要干什么？我做了粥给你们喝呀。谁知道你安了什么心？你想再次把我们卖掉，好跟姓宋的私奔？沈乔皱起了眉头。6岁的小孩将私奔这种话挂在嘴边，到底是谁在孩子面前嚼舌根？儿子，娘决定痛改前非，好好对待你俩，以后莫要将私奔2字挂在嘴边，人家会笑话的。来，喝碗肉粥吧。他气鼓鼓地拉过裴珠的手就走。我才不要喝！我想喝瘦肉粥，他没下毒。那也不能喝，谁知道他打的什么坏主意。沈乔醒来时天色大亮，将昨晚剩的肉粥热了，他去喊俩孩子吃饭。儿子，闺女，吃早饭啦。良久无人应答，难不成跑出去了？他眯着一只眼，透过门缝望去，龙凤胎果然不在屋里。这灾荒年的，万一俩孩子走丢了，他要吃不了兜着走。沈乔围着村子转了一圈，也没见到俩孩子的影子。刚走到一处矮墙处，便听到一阵哭喊声：陈二狗，你放开我二哥！赶头爷爷的饼子，你个有娘生没娘养的杂碎玩意儿，肚子肥了。院内陈二狗身高马大，正骑在裴玄身上打，旁边3、4个孩子摁住他的四肢，让他动弹不得。裴柱哭喊着去掰陈二狗的手指，那是我爹留给我们的干粮，我们没偷你的饼子。我做了粥给你们喝呀。陈二狗飞起一脚将裴珠踹倒，看着裴珠被踹，裴玄目眦欲裂，咬牙切齿道：不许打我妹妹，否则跟你拼命！你学狗叫，爷爷就不打他，来给爷爷叫一声。沈乔顿时气血上涌，箭步上前薅住陈二狗的脖子，一把将他从裴玄的身上拽了下来。翻了天了，敢欺负我儿子，你来学个狗叫试试。哼，我当是谁呀？原来是贱种的娘，贱货来了！爷爷让你们学狗叫，都是玷污了狗。沈乔一巴掌抡圆了过去，还说不说？贱货，我跟你拼了！给我儿子道歉！沈乔死死捡住陈二狗的双手，单脚用力踩在他的小腿肚上，让他动弹不得。沈大妮儿，你快放了我，否则我娘饶不了你！废话真多，道不道歉？让爷爷道歉，不可能。乖儿子，你过来。
裴玄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一幕，这个女人竟然为我出头，天上下红雨了吗？她竟然温柔的叫我乖儿子，她还是沈大妮吗？这小子莫不是被打傻了，愣在那里一动不动。裴轩，你过来，他怎么打的你，你给我还回来，以牙还牙，懂不懂？沈乔这句话仿佛给了裴玄底气，小裴玄抡圆了胳膊，朝着陈二狗扇去，狠劲儿十足。然而裴玄又瘦又小，一巴掌打在陈二狗身上，仿佛给他挠痒痒，脸都没偏一下。你没吃饭吗？使劲打！你过来，帮你哥哥一起打。裴珠很快反应过来，从地上找来一根棍子，气势汹汹地朝着陈二狗走来。沈乔暗道一声好样的，比他哥上道。裴珠扬起手中的棍子，将陈二狗一顿胖揍。陈二狗被打得哇哇乱叫。我告诉你们，我家裴炫裴珠有人生有人养，再让我听到你们满嘴乱吠，我撕烂你们的嘴，打断你们的腿。警告完毕，拉着呆愣愣的裴玄裴珠就要走，谁知陈二狗突然搬起一块石头朝裴玄狠狠砸去。我砸死你！沈乔来不及回头，躬身挡在裴玄身后，双臂护住他的头顶。一声闷哼，裴玄回头望去，沈乔一脸痛苦地捂着脑袋。血，娘头上流血了，娘！裴玄浑身僵住，看向沈乔的眼神颇为复杂，他竟然将他护在身后，用身体抱住他，这就是打小爷的下场。去你娘的小爷！沈乔飞起一脚踹了过去，沈乔一脚踹得不轻，陈二狗觉得肋骨都要断了。看着朝他走来的沈乔，陈二狗顾不得疼痛，咕噜爬起来，溜得飞快。娘，你没事吧？沈乔欣慰地笑了笑，没事儿。裴玄愣在原地，今天发生的一切都让他觉得不可思议。从前这个女人都是喊他小爷种的，现在竟然喊他小玄。今日不仅帮他出气，还将他护在怀里。哎呀，好痛啊！紧接着往地上倒去。裴玄身形一顿，看着倒下的沈乔，张了张嘴唇，颤着音喊道：娘，你怎么了？地上沈乔内心勾起一抹笑，这孩子自打见了他，还从未叫过他一声娘呢。准确来说，是自打会说话以来，从未叫过沈大妮儿娘。沈乔暗喜，看来他的努力没有白费。乖儿子，我没事儿，让你担心了。谁担心你了？天，我竟然担心这个恶毒的女人，还叫她娘。沈乔头痛的厉害，不想动手做饭，直接从空间拿了速冻小馄饨下着吃，诱人的香味四处飘散。沈乔忍不住咽了咽口水。篱笆院外有几个妇人探头探脑，嘀嘀咕咕：你闻到香了没呀？闻到了。哎呦，也不知道沈大妮做了什么，怎么那么香啊？8成是肉。哎呦，这年头树皮都啃不上，她哪来的肉啊？黑脸妇人捂着嘴惊恐道：听说人肉最香，莫非沈大妮将孩子煮着吃了？哎呦，还真有可能，快去告诉村长。门外的妇人一哄而散。沈乔听到动静，隔着篱笆望去，不好，他忘记这是灾荒年了，馄饨的香味飘了出去，遭人眼红了，赶快吃进肚子才是要紧事儿。娘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馄饨，你们快点吃。裴玄从匣子里掏出一根银针，在馄饨里探了探，银针没有发黑。沈乔无语，防他跟防贼似的，他都想跑了。大力的拍门声打断了沈乔的思绪。沈大妮，你给我出来！你个小娘养的，犯了天了你！还敢打我儿子！张寡妇气势汹汹的来找沈乔。蛤蟆村最好的戏角子就是张寡妇和沈大妮儿，还有一个是沈大妮儿的奶奶王氏，人称大娘一丈青。他们分别有个优雅的称号。张寡妇人称母大虫，彪悍十足，能打能斗；沈大妮儿人称母夜叉，心狠手辣，毒打孩子，辱骂丈夫。最后一位就是沈大妮儿的奶奶王氏，人称大娘一丈青。沈大妮，你个小娘养的贱货，可从小才勾搭不成，把气撒在我儿子身上。你那个野种儿子偷了我儿子的饼，你还要打他，丧尽天良啊你！如今更是恶毒的把自己的孩子煮了吃了。乡亲们呐，我们不能放过这个恶毒的妇人，要是他将我们的孩子抓来煮了，可怎么办呢？我还没找你呢，你倒先找上门来了。狗娘养的娼妇，让你打我儿子，老娘跟你拼了！沈乔站在原地一动不动，在张寡妇距离他只有1厘米的时候，沈乔身形快如闪电，侧身躲过。张寡妇惯力冲击刹不住脚步，一头撞在墙壁上。你们都看见了，我可没碰他一手指头。张寡妇摸了摸额头上的大包，疼得他冷汗直冒。他双目猩红，恶狠狠瞪着沈乔。沈大妮，我撕了你！吃瓜群众嘶了一声，心中暗爽，这大包咋越看越顺眼。平日里张寡妇嚣张跋扈，看得他吃瘪，甭提多开心了。村长来了！不
不知谁喊了一句，沈乔一脚将张寡妇踹翻在地，朝着人多的地方倒去，瞬间昏迷不醒。娘你怎么了？你千万别死啊娘！这个沈大妮实在奸诈，打架专门往她的软肉上掐，大腿根、胳肢窝、肚子、胸部全是私密处不能说的地方。张寡妇恨得牙痒，听说村长来了，她竟然倒在地上装死。村长爷爷，陈二狗用石头把我娘的头砸破，他娘还找上门将我娘打死了。他听说沈大妞吃孩子的消息，马不停蹄赶来。当看到活生生的龙凤胎时，就知道是村里的妇人嚼舌根。干什么啊！一天天的闲着没事干，你们是吃饱了还是喝足了？大老爷们一天到晚的忙着找水源，你们倒好，闲着没事叽叽喳喳的一整天的，就不能省点力气去附近找水源去啊！村长，这可不是我们闹啊！这个沈大妮指使他儿子闺女，将我家二狗打得鼻青脸肿，肋骨都断了一根。你看看！哎呦，这打得也太惨了！其实内心打得好，陈二狗这个小杂碎早就该收拾了。平日里仗着张寡妇不好惹，猴急摸狗，欺负弱小。不是这样的，村长爷爷，我爹进山之前给我留了饼子，陈二狗非说是我偷了他的，他就将我骑在身上打，4、5个人按着我的手和腿，我娘气不过，将我们拉开。陈二狗竟然用大石头砸我的娘，可怜我娘被砸得满头是血，如今又被张寡妇打得昏迷不醒，他是不是死了？村长爷爷，我娘要是死了，我们岂不是成了没娘的孩子？明明是他打的我肋骨都断了。村长啊，你看看我的头，我的脸，都是沈大妮打的。一听说您来了，就倒在地上装死。王大夫朝地上看了一眼，沈大妞脸色发白，连眼睫毛都不颤一下，看样子不像是装的。你还有你，说怎么回事？被点名的村民躲躲闪闪，我们没看到，啥也没看到。一个泼妇，一个毒妇，得罪哪一个都不行。被问话的村民们生怕殃及池鱼，热闹也不看了，纷纷逃散。你们回来了？行了，人都这样了，你还想怎么样啊？想赔他医药费？村长，你这是向着他呀！你儿子打破了他的头，他打断了你儿子肋骨，扯平了。啥？哎呦，村长，你这心都偏到胳肢窝了！看看我这头，这么大一个包，竟然说扯平了，不带这么欺负我们孤儿寡母的。裴珠拉着裴玄来到村长跟前，将伤展示给王大福看。村长爷爷，您看看我的手，还有我哥哥的脸，全是被陈二狗打的。我娘被张寡妇打成这样，昏迷不醒，求村长爷爷给我们做主，不能因为我爹不在家就欺负我们病弱妇幼啊！小杂种，竟然学我娘说话，信不信爷爷打的你连你爹都不认识？裴玄拉起裴珠，瑟缩躲在王大福身后。村长爷爷，快救救我们！陈二狗当着您的面都敢喊我小杂种，还要打我，可知背地里是如何欺负我们兄妹俩的？王大福睨了眼地上的沈乔，真装死。看了眼叽叽喳喳的张寡妇，王大福心烦。一路子货色。等沈大妮儿睡醒了，你俩一起去山上找水源，一天天的吃饱了没事干，找不到就不许回来。哎呀，村长，你心也太黑了吧！我一个妇道人家去找水源，那山上不是狼就是熊，我要是死了，我家二狗怎么办呢？你还有你，2个时辰后，要是沈大妮儿醒了，押着他俩进山。沈乔本想装晕考验下2个孩子，没想到倒地后真晕了。可悲的是他在地上躺了2个小时，2个没良心的小崽子也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。屋内，裴玄透着门缝看向沈乔，眼神意味不明。哥哥，他不像是装晕，哪有人在地上躺1个时辰的？不要总是疑神疑鬼。沈乔捂着发昏的脑袋，撑地而起。娘，你没事儿吧？沈乔心中一软，娘没事，还是女儿贴心，不像裴玄那个小崽子，透着门缝直勾勾盯着他，眼神带着一丝怀疑。你是真晕还是假晕？真晕又如何？假晕又如何？左右我在你心里是个十足的恶人，解释再多也没用。不冷不热的一句话，让裴玄浑身不自在。等我进山后，你们2个将门反锁，无论是谁都不要给他开门，知道吗？裴玄紧紧抿着嘴唇，一言不发，但眼神中的不安却透露出了他内心的想法。沈乔挑了挑眉，小崽子是在担心他吗？内心不可微察的柔软了几分。交代完毕，沈乔头也不转便离开了。哎呦，沈大妮，你个小娘养的泼皮贱妇，凭什么你打了我儿子，打了我，老娘还要跟你一起上山呢？哎呀，吵什么？行了，才1个时辰就醒了，看你也没什么大碍的，收拾，你
俩跟着进山吧。村长伯伯，2个孩子在家我不放心，麻烦村长伯伯多去看看。哎，这沈大妮儿真转性了，竟会关心孩子了。用得着你交代，我自然会派人照看孩子。随着太阳升高，山里逐渐暖和起来。一路上，张寡妇不甘地骂着，男人们从刚开始的看热闹，逐渐变得不耐烦，纷纷用手堵住耳朵。再骂，将你的嘴堵上。堵上？你堵一个试试看！你个天杀的小贱妇！你不要脸，我还要脸呢！不知廉耻，跟一堆男人上山，你倒开心自在。也不知道裴野那个绿王八怎么受得了你。堵住耳朵的男人们纷纷放下手，竖起耳朵听，劲爆。哟，你羡慕我有男人啊？你要是想伺候，村子里男人多的是，要不你选一个，我教你2招。听到沈乔这么说，男人们哄堂大笑。张寡妇，你没男人，我没女人，咱俩天作之合呀，要不你选我？呸！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的德行。老娘就是再长，也不选你这个德行的癞蛤蟆。就你那样的，还想肖想张寡妇？王赖子挠了挠锃亮的脑袋瓜子，脖子一梗。怎么地？都说寡妇最怕深长夜，光棍最怕睡凉床。他没有男人，我没有女人，这全村还能找出比我俩更相配的吗？也是，寡妇配光棍，2全其美。哎呀，一个个的跟断了嘴的葫芦盖似的，没个把门的。再污蔑老娘，就打断你们的第3条腿。夜色渐深，沈乔从空间拿出打火机，又找了堆干柴点着。突然，远处传来了狼嚎，直接将地上四仰八叉的7人惊醒。什么东西在叫啊？好像是狼啊！狼！哎呦喂，我的个亲娘哎！村长这个黑心秃噜皮是要害死俺呐！明知山有狼，偏往狼山行啊！这时，狼嚎由远而近，张寡妇吓得噤了声。当一双双绿油油的眼睛靠近时，她3下5除2爬上了就近的大树。沈乔惊呆，膀阔腰圆的张寡妇还有这身手。好姐姐，你拉我一把呗，我保证以后每天钻你家被窝。呸，说错了，我保证以后绝不钻你的小院，我看见你绕道走。哎呀，去你丫的！少污蔑我名声！你嗓门大，站得高，呼喊救命，喊得越大声越好。我呸！老娘才不喊呢！让狼群咬死你！哼，你可以不喊啊，等我们被咬死了，你也跑不掉，除非你一直在树上挂着。好多狼，好多狼啊！我们今天晚上要挂在这儿了，完了！王赖子吓得2腿颤颤，一股尿意袭击而来，他连忙夹紧了双腿。大家不要慌，先围成一个圈，将火把拿在手里，火堆不要灭，大家听我指挥，分工合作。最初的惊慌过后，沈乔慢慢冷静下来，从空间里掏出了6根电棍，打开开关，分发下去。1人1根棍子，记得不要触碰顶部。等狼扑过来时，将棍子打向它。这些狼饿了许久，瞪着绿油油的眼珠子，对着几人垂涎3尺。领头的恶狼张开血盆大口朝他们扑了过来。沈乔率先冲了上去，一脚踢在头狼身上，拿起电棍，噼里啪啦打了上去。头狼嗷呜一声倒地抽搐。沈乔顺势拿出匕首，一个翻身利落，踩住狼的后背，准确无误地刺进恶狼的脖子。王赖子等人见状，有样学样，拿起手中的电棍，朝着扑来的狼群打了上去。这丫头疯了吗？竟徒手战狼群！未免引人怀疑。沈乔快速收走了几人的电棍，趁着夜色偷放进空间里。今日运气好，这些狼饿抽了，一棍子下去，跟失心疯似的乱抽搐。还好今日带了匕首，一刀下去，让他有命无回。来，咱们赶快回村吧，有狼肉吃了，还找啥水源？大妮儿，你真厉害啊！杀狼的手法是你家裴眼教的吧？是啊，有个会打猎的相公还真不一样，关键时刻能救命。沈乔笑笑不回答，算是默认。你们几个将狼带下山，就说是咱们合力打死的。众人扛着狼，狼狈地赶路，却激动不已。那可是狼肉啊！他们多久没吃肉了？这大汗年的，可有口福了。狼皮还能卖钱，想想就觉得美滋滋。沈乔却对狼肉无感。回到村子后，他没空去村长家凑热闹，直接回了篱笆小院。屋内昏黄的油灯下，手里藏了什么？裴珠立马将馒头和鸡蛋拿了出来，递向裴玄。这是娘给的，她说是从坏人手里抢过来的，还有土豆和红薯，让我俩不别省，使劲吃。哥，你说娘是不是变好了？看着裴珠手里的馒头和鸡蛋，裴玄的思绪有些飘远。他不仅在临走之前留下了食物和水，还温柔地喊他乖儿子。他很迷茫，他娘真的变好了吗？还是说又在打什么坏主意？这时外头的门被人拍响。小猪小炫，来开门呐！我是小姨。是小姨。他说过无论是谁敲门都不要开。可是小姨不是外人，她比娘待我们还要好。说完不顾裴玄紧皱的眉头，
去开了门。可怜的孩子，饿坏了吧？小姨给你们带了吃的。小姨，娘给我们留了吃的。顺着裴珠的目光，沈雪竟然看到了白晃晃的大馒头和鸡蛋。沈大妮竟然这么好心给孩子留吃的，这是想收买人心，这可不行。我努力了这么久，让这2个小崽子厌恶沈大妮至极，可不能让她搞破坏。小猪，难道你忘了她以前是怎么打你的？裴珠摇了摇头，她没忘。从前的娘凶神恶煞的，只会打人骂人，可是现在的娘明显变好了。你忘了，她卖你们之前也是好吃好喝的待你们，你们放松警惕之后，就连哄带骗的把你们带到破庙卖掉。裴玄猛地抬头，是了，那个女人将我们卖掉的时候，也是这般好吃好喝的哄着。我就说怎么可能变得那么快，原来又在打坏主意。她留给你们的食物也敢吃，万一下药了怎么办呢？小姨，食物没毒的。裴玄皱了皱眉，很是反感沈雪的行为。亏他以为这个小姨很好，现在看来爹说的话是对的。裴衍说离你们小姨远点。这时门口响起了脚步声，3人齐刷刷望去。这么晚了，谁会过来？难不成是裴衍？沈雪暗搓搓地想着，不由自主地将头发拢到耳后，露出一抹自以为撩人的笑。别人都是绿的，你为啥那么滑？啥？沈大妮，怎么是你？你怎么回来了？这是我家，我想回来就回来，关你什么事？还有，你搔首弄姿的是在等谁啊？我不放心2个孩子，过来看看不行吗？就沈大妮这好吃懒做的性子，指不定害怕上山，偷偷逃了回来，看他怎么告诉村长。由于急着向村长告状，沈雪没多停留，便回去了。沈乔回了屋子，四仰八叉往床上一躺，原身这副身体实在弱不禁风。沈乔累得不想动，不知不觉睡着了。娘，我可以跟你睡吗？沈乔眯着眼睛对裴珠笑笑，来吧，乖女儿。裴玄一个人躺在床上睡不着。今日裴珠说要跟娘睡，他不让。可是裴珠说正好试探下娘是不是真的对他们好，娘真的会变好吗？裴玄很茫然。沈乔却翻来覆去的睡不着，他觉得身上好痒，头也痒。在挠头皮的时候，忽然摸到一个芝麻粒大小的凸起物。当看清手里一只黑黢黢挣扎着爬行的虫子时，一道惊雷将沈乔从头劈到脚，炸得他脑瓜子嗡嗡响。我的娘哎，这不就是传说中的狮子吗？也不知道空间里的淋浴能不能放出来水。催念一动，沈乔一个闪身便进了空间，走进浴室，尝试着放了水龙头里的水。天不亡他，明天可以洗澡了，美滋滋。等出来的时候，发现裴珠不见了。小猪，你回来了吗？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？你妹妹呢？她回来了吗？她不是跟你睡了吗？她不见了。什么？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这个女人终于露出真面目了。裴珠刚和她亲近，她就将小猪搞丢了，说是不见了，谁知道她打的什么坏主意？最好祈求小猪没事。没有多想，两人开始在院子里寻找，黑灯瞎火的，啥也看不见。裴珠，小猪，猪猪，娘，我在这儿。小猪，你蹲在这里干嘛？哥哥，你快走开，我在拉屎。沈乔默默无语，裴玄尴尬死了。娘，我拉了好久，到现在还没有拉出来，我好难受啊。猪猪，娘去拿药，你等我一会儿。当沈乔拿着开塞露让裴珠撅起屁股的时候，裴珠一脸难为情。娘，拉不出来就算了，不需要你用手给我抠。这丫头语不惊人死不休。这是药，娘给你上了药，你就能拉出来了，乖乖配合。爽。裴珠觉得肚子一顿舒畅，这种舒爽的感觉很久没有过了。小丫头拉的还挺臭，不行，再臭她得忍着，不然这小丫头会以为她嫌弃她呢。娘，你回去吧，别站在这儿，我又拉不出来了。听裴珠这么说，沈乔逃离似的离开了现场。拉完后，裴珠扭扭捏捏的进了屋子，脸红的像熟透的虾子。娘，我回来了。天哪，刚和娘亲近一点点，就发生这么尴尬的事儿。裴珠想找个地洞钻进去。第二天一早，沈乔左手挎2个破木桶，右手挎2个破木桶，拔腿往外冲。裴玄皱眉：你干什么去啊？宝贝儿子，你和妹妹好好在家待着，娘去领水。沈乔索性跑到家门口的柴火垛旁边，闪身进了空间后，提起木桶，拿着木盆打开水龙头，象征性的装满2桶水后，将木桶和木盆拿出来。他又偷偷的绕到篱笆小院，扣了扣门。啊，娘，怎么那么多水？沈乔撒谎眼睛都不眨。村里的枯井突然冒水了，好多人排队领水呢。你娘我拿的容器多，水装的自然多。你把桶和盆腾给我，我再去领点水。乖儿子，村长的儿子就给这些水，多了不给。不等裴玄回话，沈乔连忙吩咐他：
乖儿子，你会生火吗？帮娘烧火，娘烧水给你俩洗洗。沈乔从原身的嫁妆箱子里拿出篦子，给裴珠刮虱子。裴玄坐在灶堂边，看着不远处一大一小的身影，裴玄淡淡的笑了。他娘竟然给妹妹梳头，以往这种情景在梦中才会出现。察觉到视线，沈乔转头望去，恰巧与裴玄对视。裴玄慌张躲开眼神，沈乔勾唇一笑：小轩，你过来，娘看看你头上有没有虱子。我不刮，我头上没虱子。乖儿子，娘看看，要是没有就不给你刮。兄妹俩睡一块，头上没虱子，他可不信。你也有虱子啊？沈乔全身汗毛再次直立，头皮发麻。那么裴炎，沈乔打了个寒战，想到那么帅气的男人却顶着一头虱子，简直无法想象。水烧开后，沈乔将家里的土陶罐挪到屋里，裴玄愣愣地看着，忍不住开口问：你弄缸干什么？给你俩洗个澡。洗澡？裴玄愣住了，很快反应过来，我们洗个头就行了，洗澡太浪费水了。而且他都很长时间没洗澡了，身上的泥儿能搓下来一缸。娘亲好不容易对他们兄妹温柔一些，他可不想恶心到他。我不洗了，香水留着吧。不行，必须得洗，等你爹回来了他也得洗。裴珠倒没有那么多顾虑，听说要洗澡，欢快的像个小鸭子，恨不得扑腾在水缸里。帮裴珠洗好后，沈乔将洗澡水倒出来，看着乌漆抹黑的水，裴玄拉紧了衣领。男女授受不亲，我自己洗。开玩笑，这么窘迫的事情我才不要展现出来，太丢人了。沈大妮儿在家吗？来人是王小福，村长王大福的儿子。王小福扛着一条狼腿，大摇大摆地走进院子。哎呀，真没想到你们几个进山竟然能遇到狼，还打死了5、6只。我们是3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，瞎猫碰上死耗子。这狼饿坏了，多日不曾进食，根本没有力气跟我们耗。我们拿起棍子一打一个准，还是村长人好，让小福哥给我们送条狼腿来。谢谢小福哥。行了行了，少恭维我，我那是给你送的吗？是我爹看不得2个孩子受苦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不许胡乱打这条狼腿的主意。你看那2个孩子受成什么样了？今晚啊炖了，你孩子好好补一补。小福哥放心，俩孩子就是我的心头肉，我这就将狼腿炖了。王小福扯了扯嘴皮子，他咋就不信沈大妮儿的话呢？还有这个沈大妮儿，张口闭口孩子是他的心头肉，也不知道当初是谁将孩子的口粮全抢走，对孩子非打即骂。临走之前，王小福警告地看了沈乔一眼。我告诉你啊，最好对这2个孩子好一点。沈家，沈雪一脸菜色地坐在院子里。昨日他去村长家告状，刚好看见同沈乔一起进山的几人，他们竟然扛着狼回来了。沈雪悄悄回了家，将这件事告诉了他娘赵莲花。哼，你奶奶最疼沈大妮，她有了好东西，不应该孝敬她老人家吗？此时屋内传来王氏的拍床声，沈雪不耐烦地打开房门，一股恶臭袭来，她嫌弃地捂着鼻子。老不死的，你又要干嘛？王氏是沈大妮儿的奶奶，如今病倒在床，被压了多年的赵莲花终于翻身，不给王氏吃喝，2天喝1小碗水，3天吃个糙饼子，只要人不死，他就这样3天2头的吊着他的命折磨他。死妮子！水，你个老不死的，你怎么还不死呢？想喝水，怎么不找你大孙女啊？我让你喝，我让你喝，吓死你个老不死的！赵莲花刚到裴家门口，敏锐地嗅到一股肉香味，五脏庙瞬间闹了起来。这个死丫头，有了好东西不知道孝敬分享，倒是关起大门吃独食。赵莲花的3角眼折射出恶毒的光，叉着腰踏进裴家院子。小崽子竟然吃独食，忘记你曾外祖母怎么疼你们的啦？也不知道孝敬老人家。赵莲花眯了眯小眼，直接连盆带肉端走，盆里的狼肉散发着诱人的香味儿，馋得他口水快要流出来。外婆，狼肉可以端走，那我和小猪能去看看曾外婆吗？呸！不知死活的小崽子，就想上门打秋风啊！外婆，你不能走，这是娘给我们做的狼腿肉。嘿，小兔崽子，外婆将肉端给你曾外祖母吃，怎么着？你想拦着呀？亏你曾外祖母那么疼你们，倒是养了个白眼狼。赵莲花狞笑着，对着裴珠白嫩的小脸狠狠掐了一把。裴珠痛呼一声，裴轩急了，一把扯开赵莲花的手。外婆，你为何掐妹妹？赵莲花猛地一甩，裴玄趔趄在地，裴珠大哭出声。赵莲花这才满意，准备端着狼腿离开。沈乔不知道何时进来，冷冷地看着他，手里还拎着剁完狼腿没来得及清洗的菜刀。赵莲花吓得护紧了怀里的狼腿，带着空隙冲出门外，拔高嗓门：哎呦，乡亲们，快来看看呐！沈大妮谋杀继母了！好事的妇人隔着篱笆探出头来，
沈乔将刀扔在一旁，冷眼看着赵莲花做戏。这老货比沈雪还会做，倒打一耙的本事炉火纯青，他倒要看看赵莲花怎么演。哎呦喂，可怜我婆婆那么疼沈大妮，疼她的2个孩子，她倒好，做出来的狼肉舍不得分老人吃一口。我这个当媳妇儿的不忍心老人家受苦，特意讨要1、2块肉，没想到沈大妮拿着刀要砍我呀！裴玄气得小脸通红，握紧了拳头，狠狠瞪了赵莲花一眼。你胡说，明明是你上来就掐，还掐了妹妹的脸。裴珠捂着脸从屋里出来，眼眶里噙着泪水，白嫩的右侧脸颊红彤彤一片。是你掐的？是我掐的又怎么样？小丫头骗子不敬长辈，我替你教训教训她。口口声声小辈不敬你，你这个做长辈未经允许闯入我家，直接抢走孩子的吃食，还掐孩子的脸，你有做长辈的样子吗？再怎么样也不能掐孩子吧？赵莲花没有王氏压着，简直要上天呐！就算沈大妮不孝，她这个当外婆的怎能说抢就抢？谁说我抢了？是你奶奶想吃，我才来拿的。小炫也说了，可以拿走。亏你奶奶对你那么好，你有了好吃的，竟然不想着孝敬她。这群人竟然指责我，还有沈大妮这个死丫头，怎么变得能说会道了？离奇的是，她竟然护着小崽子。自然是该孝敬，只不过奶奶的那份肉早已准备好，你若是想吃，跟我说便是。为何要掐裴珠的脸？你瞧瞧，脸都被你掐肿了。赵莲花咋那么不要脸呢？抢孩子的东西吃，还掐孩子的脸，孩子才多大？你瞧小脸都红了。就是，这和当初的沈大妮有什么两样啊？听到人群中的反应，沈乔一噎，咋要扯到他头上来了？不行不行，要及时逃离止损。走，我们把肉给曾外祖母送去，顺便看看她。啥？沈大妮要去看那个死老太婆？哎呀，万一被她发现我虐待老太婆怎么办呢？千万不能让沈大妮过去。哎，又想上门打秋风啊？告诉你，门都没有。继母，你为什么非要阻止我去看望奶奶？先前听裴珠说过，自从王氏病倒后，他和裴玄多次看望都被赶了出来。今日赵莲花再次阻止，沈乔觉得有猫腻儿。继母，今天我非要去看看奶奶，若你阻止就是心虚。我心虚什么呀？那你就不要阻止我们。哎，不能去！沈大妮，你奶奶就是你气病的，还不知死活的往前凑，非要气死你奶奶，好找宋秀才再续前缘。喵的，沈乔现在听到宋青雨的名字就烦，好不容易让2个小家伙对他改观，赵莲花又提你俩快去看看曾外祖母，若她不想见娘，娘就不进去。好的，娘。裴珠溜得飞快，裴玄深深地看了沈乔一眼后，跟上了裴珠的步伐。哎，小兔崽子不能去！赵莲花大骇，顾不得阻止沈乔，连忙去追裴珠和裴玄。跑到一半，赵莲花突然停了下来。沈乔想调虎离山，门都没。还好小雪在家里，她不会让2个小崽子见到王氏的。沈雪掐王氏掐得正起劲儿，压根没注意到院子里溜进来俩孩子。死妮子，有本事掐死我！死老太婆，那你就死吧！王氏被掐得直翻白眼，在他以为差点死掉的时候，砰的一声，门被打开了。裴眼呆愣愣的，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。小姨，你在干嘛？这2个小兔崽子怎么过来了？他娘呢？哎，你曾外祖母吃东西被卡住了，小姨刚给她抠出来。忽然，王氏剧烈的咳嗽起来，捂着脖子，死死盯着沈雪。哎呀，奶奶你怎么了？在靠近王氏时，沈雪低声警告道：“给我老实点，否则我掐死2个小崽子。”曾外祖母，你怎么了？是被卡住喉咙了吗？小雪，曾外祖母需要休息，我们不要打扰她好不好？裴玄直勾勾地盯着王氏，2人四目相对。很快王氏移开目光，他总觉得曾外祖母不对劲儿。还有刚进来时，他分明看到了小姨狰狞的嘴脸。小炫呐，快出去吧，别打搅曾外祖母休息好吗？赵莲花死死拦住沈乔，气得沈乔想打他，奈何在古代孝敬大于天，殴打长辈是犯法的。难不成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，怕我知道？我是怕你气到你奶奶，你什么德行大家都清楚，你少往你奶奶跟前凑。沈乔索性不管名声了，一把推开赵莲花，飞奔至沈家。哎呦喂，大人啦，继母难当啊！从我进了门，老的非打即骂，小的有样学样，我怎么这么命苦哦？众人开始劝解，有的人狠狠唾骂了沈乔几句。赵莲花洋洋得意，等回过神来时，发现沈乔不见了，完了！赵莲花急得冒火，急忙爬起来推开众人。
追了上去。他什么意思呀？我好心开导他，他倒好，反推了我一把。要我说呀，这赵莲花有猫腻，王氏身强体壮的，怎么说病就病了呢？或许年纪大了受不住饿，也有可能。但是赵莲花为啥非要阻止沈大妮见王氏呢？连带着也不让俩孩子见。他不是说了吗？害怕孩子上门打秋风。裴玄握了握拳，嘴唇抿得紧紧的。以前曾外祖母身强体壮，膀阔腰圆的，何时瘦成了猴子模样？为何曾外祖母胳膊上全是淤青，还有脖子上红彤彤的一片是怎么回事啊？沈乔冷冷地望向赵莲花，目光锐利如刀，仿佛要将她洞穿，冰冷刺骨。姐姐，你为何要掐奶奶？就算奶奶不同意你嫁给宋秀才，你也不能如此狠心。赵莲花眼珠子转得飞快，顺势接话：就是，就算再不满，也不能掐你奶奶呀！亏她以前那么疼你，你竟然冲到我家来，对你奶奶发泄不满，大逆不道啊你！听到沈雪的污蔑，王氏的瞳孔猛然增大，浑身绷得紧紧的，伸出手指着沈雪：你奈何说不出来，只好看向沈乔，结结巴巴道：他掐。沈乔急忙按住王氏的手，并递给他一个安抚的眼神。外面看热闹的妇人不断地往院子靠近，沈雪计上心来，尖利的嗓音提高几分：你信吗？反正我不信。有热闹看喽！王翠花领着几位妇人尾随赵莲花看热闹。刚到沈家，就见沈雪跌坐在地上，哭得凄凄哀哀。娘，曾外祖母被卡喉咙，喘不过气了。姐姐，奶奶被我救回来了，她需要休息，你不要打搅她。不能让沈大妮儿过去，就她那狠辣劲儿，大嗓门一嚷嚷，岂不人尽皆知？喵的，母女俩绝对有猫腻。沈乔那个怒火蹭蹭往上直冒，手握拳头，单腿使力，一脚将沈雪蹬到一边。沈乔推开吱吱作响的木门，简直不敢相信看到的一切。简易木板搭成的床上躺着位枯瘦如柴的老妇人。看到沈乔来了，王氏使劲地转着眼睛看他，眼泪在窝里转着，但没有掉下来，仿佛有千言万语对他说。沈乔心中闷闷的疼，他知道这是原身的情绪在作祟。奶奶，我接你去我家。可怜王氏瘦的只有60多斤，沈乔掀开被子，不嫌弃恶臭，一把抱了起来。为什么曾外祖母变成了这个样子？她好可怜呐！姐姐，奶奶都说了是你掐的，你还想将奶奶带到哪里去呀？非要将她折磨死你才开心吗？赵莲花也在一旁添油加醋，试图把虐待老人、忤逆不孝的罪名扣在沈乔头上。沈大妮也真是的，屡教不改，骂丈夫打孩子就算了，就连将她当眼珠子疼的王氏也狠得下心掐死。就是这种恶妇活着干嘛？老天来道雷劈死她吧！沈雪勾了勾唇，目光阴冷。沈大妮儿，你想将王氏带走，门都没有。裴玄直勾勾地盯着沈乔，似乎有话要说。你也怀疑是我掐的？不是，我想告诉你，我和小猪进来的时候，刚好看到小姨的手放在曾外祖母的脖子上。小雪，你怎能胡说？看热闹的妇人也呆住了。无论如何，他们也不信沈雪能干出来这事儿，纷纷指责裴玄。小孩子家的，怎么能说谎呢？8成沈大妮教的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自己心思歹毒，还要教坏小孩子。我没有撒谎。小雪，你为何要冤枉小姨？小姨对你那么好，从前的打你骂你都是小姨护着。裴玄头一次那么厌恶沈雪，从前怎么没看出来他那么虚伪？他有些不安地看向沈乔，眸中的担忧溢于言表。有娘在，不要担心，你去喊村长过来。裴玄很听话的一溜烟跑开了。赵莲花心虚，连忙上前拦住裴玄。小兔崽子想干嘛呀？还要找村长？不怕你娘跪祠堂进猪笼啊？然而赵莲花拦住了裴玄，却没能拦住裴珠。裴珠逮着机会从另一侧溜走了。沈乔无视众人的嚷嚷，大步走进厨房，准备找点吃的喝的喂王氏。看到沈乔手里的罐子，赵莲花目眦欲裂。沈大妮，你要干嘛？家里就这点水，你不许给我拿走！说着便要夺沈乔手里的罐子。沈乔高高举起，赵莲花扑了个空，咚一声，赵莲花摔倒在地。沈乔闪身来到王氏跟前，打开罐子。头脑昏沉的王氏猛然张开双目，眼睛亮得惊人，一把抱起罐子，咕嘟咕嘟猛灌，脖子剧烈的咳嗽。姐姐，你又要害奶奶，奶奶被你敲得喘不过气儿了，你怎么能如此歹毒？沈乔被他吵得心烦，一巴掌抡圆了扇过去。既然说我恶毒，那我就坐实这个罪名。说着，啪啪又给了沈雪2巴掌。死妮子，你敢打我女儿？你忤逆不孝，殴打妹妹，等你爹回来看怎么收拾你！好烦，好烦，好烦啊！
沈乔觉得脑袋瓜子要炸了，他一把脱下王氏的黑布鞋，把袜子扯下揉成团，转身捏住赵莲花的嘴。赵莲花还未反应过来，嘴里就被臭袜子塞满。他瞪着眼，不可置信地看向沈乔，脑子一片混沌。娘！沈雪突然大叫一声，却不敢上前。王氏身上又脏又臭，臭袜子不知道穿了多长时间，他有些嫌弃。赵莲花一把扯掉袜子，哇的一口吐了出来，随后两眼一翻，晕了过去。娘，村长来了！干什么啊！折腾完小的又折腾老的呀，你就不能消停消停你？村长伯伯，你要给小雪做主啊！我姐姐差点把奶奶掐死，现在又将我娘打晕，还将我的脸打肿了。沈大妮儿，你看你将妹妹打成什么样了？小雪心地善良，乖巧懂事。乖巧懂事，心地善良。哼，村长伯伯，你恐怕不知道我打他的原因吧？沈乔撸起王氏的袖子，朝着王大夫看了一眼。村长，你看奶奶胳膊上的淤青，新的旧的纵横交替，沈雪竟然诬陷是我掐的。我已经几个月的时间没见到奶奶，好好的一个老人瘦得不成人样。村长，您见多识广，您看看这些淤青，是我今日掐的吗？王大福探头望去，果然王氏胳膊上满是淤青，有的已经青到发黑，一看就知道是长年累月积下的淤痕。姐姐，奶奶脖子上的淤青明明就是你掐的。沈乔一把扯开沈雪，擒住她的手，照着王氏脖子上的掐痕比对。村长，你看我奶奶脖子上的掐痕与沈雪的手指非常吻合，到底是谁掐的？相信村长心里跟明镜一样。我没有，是奶奶卡住喉咙了，我将异物抠出来的时候，不得不卡住奶奶的脖子，所以才有了五指印。奶奶是被什么卡住的？你倒是说说看。枣，对，是枣子。众所周知，如今大旱，咱们连野菜树皮都吃不上，你哪里来的枣子？众人直犯嘀咕，就连王大福也问了一句：你哪来的枣子？爹爹去年从县城带来给我的，我不舍得吃，便孝敬给奶奶了。沈大高在县城米铺做工，时不时会带些小零食，说不定真带了枣子给沈雪呢。是啊，他这么解释也说得过去。沈大妮又要冤枉人，小雪那么善良，做不来这事儿。闭嘴吧你们！奶奶，等会儿我问你什么问题，你点头回答我，可好？王氏点了点头，沈雪却吓得出了一身汗。奶奶，是沈雪掐的你吗？你身上的淤青也是她掐的吗？王氏点头如捣蒜，指着沈雪费力吐出几个字：是他掐我。儿媳孙女趁着儿子不在家，对他非打即骂。王大福见状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沈雪一口气没上来，晕倒在地上。不管是真晕还是假晕，沈乔都不打算放过他。您身为一村之长，向来赏罚分明。赵莲花趁我爹不在家虐待我奶奶，沈雪是帮凶，希望村长公正严明，以村规处置。等他娘俩醒来，去祠堂罚跪3个时辰，反省反省。村长，就罚跪3个时辰，那我奶奶这一身伤怎么算？沈乔不依不饶，王大福被他烦得有点头疼。3天，罚跪3天行了吧？你也看到了，我奶奶全身是伤，瘦的只剩一把骨头。我不放心再让她待在沈家，我想把她接到裴家去住，到时候我爹回来，希望村长做个见证。你一个外嫁女，不好将奶奶接到你家吧？再说了，你家也没有多余的房子呀。若沈大妮儿将王氏接到裴家，沈大高一家的名声可就毁了，不孝的罪名谁也担待不起。沈大高带着沈小高闹了起来，他这个村长也吃不消。村长，难道你眼睁睁地看着我奶奶死吗？还是说我奶奶跟你有什么恩怨，您要见死不救？你胡说什么呢？接走就接走，等你爹回来，本村长还要教训他呢。纵容妻女，殴打长辈，王氏你接走吧，本村长给你做主了。沈乔满意转身，将王氏捞进怀里抱起，大步流星离开沈家。裴玄、裴珠紧随其后。从前王氏身高马大，现在瘦得跟猴一样，沈大妮儿抱着毫不吃力。看来这个赵莲花没少虐待她。谁说不是呢？以前赵莲花被王氏压着无法翻身，现在趁王氏病想要她命。赵莲花和赵雪被人拖往祠堂，赵莲花醒来听说此事，吵着闹的要见村长，一直喊冤。沈大妮，你个毒妇，非要害死老娘你才开心呐！等你爹回来，看他怎么收拾你。娘，省点力气吧。沈雪闭着眼，一句话都不想说。如今的沈大妮儿行为做派实在诡异，她实在想不通，从前只知道动手打人的沈大妮儿，何时变得能言善辩，就连力气也这么大。娘，奶奶睡谁的房间？睡我房间。回头发现裴玄直勾勾地盯着他，欲言又止。怎么了？家里没水了。沈乔一拍脑袋，差点忘了，
荒灾年哪来的水？你俩看着曾外祖母，娘去打水。洗好澡后，沈乔拿来剪刀给王氏剪指甲，惹得王氏热泪盈眶。你懂事啊，奶奶，嫁人了自然要懂事，以后奶奶尽管放心，我不会再惹你生气了。奶奶别动，小心剪到肉了。王氏瞬间一动不动，任由沈乔给他剪指甲。沈乔惊急地发现王氏的虎口处竟然有厚厚的老茧，想到乡下人要干农活，有老茧也不足为奇。以后，沈乔才知道，原来王氏手上这些老茧不是白来的。你帮曾外祖母涂药，娘去做饭。曾祖母刚涂上有点疼，你忍着点，不过很快就清清凉凉的，很舒服呢。裴玄则紧皱着眉头，将食指和中指搭在王氏的脉搏上，片刻，裴珠小心翼翼地问：曾祖母没什么大碍吧？没事，曾祖母身体无大碍，就是饿着了，浑身无力，也说不出话。裴玄松了口气，紧皱的眉心舒展开来。傍晚来临，微风渐起，夹杂着一丝凉意。如今3月时节，却大旱半年，干裂的地缝无法种植庄稼。若裴衍他们找不到水源，逃荒是迟早的事儿。裴珠吃饭速度很快，一碗面条粥早就下了肚，现在正踮着脚去盛锅里的面条。娘还没吃呢，你少盛点。好吧，要不要喊娘来吃饭？你等会儿把碗洗了，我去喂曾祖母，让娘过来吃饭。裴玄轻手轻脚地走过去，还未靠近，沈乔率先打开了门，倒把裴玄吓了一跳。你吃饭了吗？沈乔挑了挑眉，没有啊。裴玄避开他的眼睛，垂下眼睑。你快去吃吧，我来喂曾祖母。虽然他的声音很小，但沈乔还是听清了。哟，这是知道关心他了。小家伙咋长那么好看？鼻梁高挺，乌黑发亮的眼睛就像2颗葡萄镶嵌在脸上，薄薄的嘴唇微微抿起，给人一种冷僻孤傲的感觉，妥妥的男主小时候啊。我儿子怎么长得这么帅？沈乔直勾勾地盯着裴玄，裴玄小脸一红，低着头跑开了。我去看曾祖母。小家伙害羞了。娘，快吃吧。好。沈乔心中一暖，冲着裴珠微微一笑。还是闺女好，闺女就是贴心小妙。娘，你今晚要陪曾祖母睡吗？你想跟娘一起睡？哥哥也想跟娘一起睡。哦。沈乔挑了挑眉，眼角染上一丝笑意。裴玄看着傲娇，难以接近，没想到内心却想依赖他。也是，6岁的小娃娃正是渴望母爱的时候。沈乔答应下来，然后去烧热水。裴珠捂着嘴笑了笑，来到房间对裴玄说：娘说今晚陪咱俩睡，曾祖母睡她那屋。什么？娘还是娘吗？竟然要陪着我们兄妹一起睡，这在从前从未有过。从前她蛮横不讲理，比张寡妇还凶。现在呢，不仅会对着我温柔的笑，做美味的食物，更离谱的是，晚上还要陪我们兄妹一起睡。你们爹爹是不是晚上从不洗脚啊？裴玄懵了，一时没反应过来，什么意思？你们爹肯定是个邋里邋遢的糙汉子，不然你俩怎么脚都不洗就上床睡觉？过来洗脸。我不要。裴玄往里缩了缩。娘，我先洗，哥哥脸皮薄，等会儿让他自己洗。我们小猪猪最爱干净啦，要做小仙女，不做小邋遢，不像你哥哥邋里邋遢的，和你爹一样，2个小邋遢。我爹不是小邋遢。娘，我爹爱干净的，一点都不邋遢。还真不能说他们爹一句不好。你看，2个小家伙要炸毛了。好吧，你爹不是小邋遢，既然不是小邋遢，那就过来洗脸洗脚。我自己洗。我去拿床被子，等会儿过来睡。来到3室一厅，从柜子里拿出一床蚕丝被，夹在胳肢窝旁，正要离开，忽然桌上的手机响。沈乔惊喜不已。我不去了，打地铺吧。过了半晌没人回应，裴玄只好认命的去搬黑黢黢的破棉被，心里划过一丝失落。说什么要陪我睡，看吧，都是假的。你磨磨唧唧的在干嘛？还不上来？你是真的陪我们一起睡吗？废话真多。沈乔不耐烦了，一把将裴玄捞在床上，利索脱了衣服，盖上被子，熄灯睡觉。她真的变得像梦中的娘了，身上香香的，被窝也是香香的，就连铺的床都是香香的。难道娘的味道就是香香的？听着耳边均匀的呼吸声，裴玄想，她今天一定累坏了吧，竟然这么快就入睡了。沈乔确实累坏了，但他却睡得
的不安稳。梦中他被绝望的情绪所包围。南越126年春，北方3年大旱，颗粒无收。他达国的士兵驱赶而来，攻城略地，最后占领北方，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，所过之处寸草不留。他带领着一家老小，跟随蛤蟆翠的大部队逃荒，所到之处浮尸遍野，一子而食。悲惨的是，他那个便宜相公竟然受伤昏迷不醒。他拖家带口一路南下，老的老，小的小，残的残，翻了半天只找到25个铜板。沈大妮这个败家娘们，银钱当真是少得可怜，就连首饰簪子也没有，也不知道裴炎有没有，临走之前是否给小家伙留了点儿。不过沈乔不好意思开口问裴玄，不然好不容易刷上来的好感度会下降到冰点。沈乔将25个铜板揣进怀里，背着背篓就要出门。他有点不放心俩孩子和一个老人在家，索性将空间里的电棍拿了出来。小轩、小猪，这是娘留下给你们防身用的，记住顶部千万不能触碰，若有坏人来，拿着手柄部按一下这个小红点即可。还有锅里煮了鸡蛋，蒸了土豆，中午的时候你们可以拿来吃。又交代了王氏几句，沈乔背着背篓大步离开。他留下的这是什么东西？打狗棒吧？哎，不要乱碰它。哥，你说他会不会去找宋秀才？听到妹妹的话，裴玄忍不住开始难受。他每次去县城只有这一个目的，不过他昨晚说过，他要去买些布匹，还要给他们兄妹2个买衣裳鞋子。或许他真的改变了。不会的。裴玄的眼神突然变得坚定起来，拔腿跑到门口，看着远去的身影，他突然大声喊道：娘，早点回来。好。沈乔扬起一抹笑意，冲裴玄挥了挥手，郁闷的心情一扫而光。沈乔背着竹篓，脚步轻快，心情好了，哼起了小曲儿。如今大旱，也不知县城乱不乱。夕阳落下，沈大高和沈小高一人扛着半袋子大米，哼着小曲儿往家赶。打开篱笆门，发现院子里空荡荡的，就连他娘也不在。我去村西头找找，你去村东看看，你娘是不是在那砍大山呢？父子2人一东一西去寻找，最后才得知，他们2人不在家的日子，沈大妮儿竟然闹翻了天，不仅将王氏接到了自己家，还把赵莲花和沈雪关到了祠堂。这其中必然有误会，我家小雪心地善良，怎么可能殴打奶奶？还有莲花，平常被我娘压得大气都不敢出，说她虐待老人不给吃喝，这谁信呢？王大福很为难，他不能做言而无信的人，说好的罚跪3天就得跪3天。沈大高急坏了，不停地跟村长说好话，希望村长能够网开一面，让他们母女早点出来。而沈小高却和他爹不一样，听说此事后，骂骂咧咧地往裴家赶。沈大妮儿，给我出来！反了天了，竟然敢殴打我娘和我妹妹，看老子不锤死你！哥哥，大舅舅来了，咋办呢？小兔崽子，沈大妮儿呢？你叫他出来，看老子不宰了他！我娘进城了，你找她何事？小孽种，你娘跟相好的跑了，把你俩丢在家任我收拾，收拾不了老的，还不能收拾小的吗？今日就要好好教训教训你这个孽种！不许污蔑我娘！切，小杂碎，你要瞪老子！砰的一声，裴玄被沈小高踢了好几米远，裴珠吓得小脸惨白，跑过去抱着沈小高的小腿就咬。沈小高吃痛，大手薅起裴珠的衣领，抬手就往一边顶，咚的一声，裴珠脑袋撞在房子的土墙上。不许打我妹妹！谁敢砸老子？奶奶，你怎么站起来了？你孽障！王氏使出全身的力气吐出2个字，差点站立不稳。沈小高顿时来了气势。奶奶，事到如今你还要护着沈大妮儿，护着她生的小杂种吗？奶奶想护着，也要看自己有没有这个本事。滚！这个字王氏吼得颇有气势，奈何刚指着沈小高吼完，瞬间头重脚轻，栽倒在地上。曾祖母，要是曾祖母有事，我娘不会放过你的。小兔崽子，口气不小啊，看来是还没教训够。沈小高四处找趁手的家伙，准备狠狠打裴玄一顿，出心中那口恶气。目光落在沈乔留下的电棍上，伸手便去拿，不小心摁到了开关，发出噼啪的声响。沈小高从没见过这种东西，一愣，伸手就要去碰。你别！裴玄来不及阻止，沈小高碰到棍子，如同跳踢踏舞一般，整个人剧烈的颤抖了起来。裴玄、裴珠全看呆了。哥哥，他这是怎么了？不知道，人来疯吧？啊，哥，这样下去他会不会死啊？沈小高仿佛身体被掏空，软趴趴的倒在地上，神情恐惧，仿佛见了鬼。有鬼啊！沈乔赶着小毛驴儿晃晃悠悠的来到村口，就看到像风一样的影子
从眼前一窜而过。风真是个神奇的东西，不到1刻钟，村长的家门口便围满了人。蛤蟆村的村民热心善良，闲着没事干，总喜欢关心人家的事儿。很快，赵莲花和沈雪虐待殴打王氏的消息传遍了整个村，还是从他亲儿子口中得知的。沈大高磨破了嘴皮子，快要说动王大福放赵莲花和小雪回家，谁知被沈小刚挤嗓子，嚷嚷的全村禁止，丢脸丢到姥姥家了。沈大高还说他俩善良，你儿子亲口承认了赵莲花母女虐待王氏，不给吃喝，还让上天惩罚他俩，你连你儿子都不如啊！你继续罚跪3天，不6天，1天只给吃1顿，饿不死就行。瞧瞧这都干了什么事儿啊！差一点我村长的威严就将不复存在了。王氏养了个什么玩意儿？裴玄看到沈乔回来了，双眸发亮，心脏瞬间被一股暖流塞满。他回来了，他没骗人。曾祖母晕倒了，我的头好疼。谁干的？沈乔气得双目喷火，双手握拳，手指捏得咔吧作响。这棍子我拿着也没事儿啊，怎么舅舅跟人来疯似的？莫不是真的有鬼？说完，惊恐地看了看四周，捂着嘴巴躲到了裴玄背后。哥哥，我害怕。本就受到惊吓的沈小高疑惑地四处瞅了瞅，却发现什么也没有。听说大人是看不见鬼的，莫非？哥哥，他在那儿。裴珠惊恐地指着暗处的角落，仿佛看到了恐惧的东西。妹妹不怕，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，这些脏东西不会找我们，是会找大舅舅。本就被电棍吓得虚脱的沈小高闻言止不住的双腿打颤。你休要吓唬我，莫非真有的什么脏东西？不然怎么解释那根棍子？我拿着仿佛被雷劈了般，5脏6腑犹如被撕裂，四肢百骸毛发炸起，差点大小便失禁。而小偷崽子拿着却什么事也没有。而裴珠却适时尖叫一声，朝着空气胡乱挥手。不要找我们，不要找我们没有干坏事。你去找大舅舅，他虐待曾祖母，打小孩子，你快去找他。裴珠转头对裴玄挤眉弄眼，裴玄会意，学着裴珠方才的动作，挥舞着手臂。不要找我们，要找就找大舅舅。沈小高惊恐地环顾了一周，却什么都没看到，冷汗一下子就下来了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不要找我呀！我也没干过坏事，要找我娘和我妹妹。冤有头，债有主，我可没有虐待过我奶奶呀！要是找我娘，找我妹啊，是他们2个不给奶奶吃喝，还打奶奶的。沈小高尖叫着狂奔，引得村民探出头来看热闹。看着沈小高湿淋淋的裤子，裴珠捧着肚子哈哈大笑。裴玄不明所以。妹妹，你笑什么？大舅舅尿裤子了。是大舅舅来了，不过他被我们赶跑了。而沈乔已经来到王氏跟前，在鼻子处探了探气息，感觉到微弱的气息，沈乔松了口气，急忙问裴玄：村里有大夫吗？让他给小猪和曾祖母看看。娘，哥哥已经为曾祖母把过脉了，曾祖母是气急攻心，半个时辰后就会醒来。啥？宝贝儿子会医术？安抚好王氏后，沈乔交代了裴玄、裴珠几句，扛起锄头，气势汹汹地往沈家赶。敢欺负他的宝贝闺女和儿子，气晕他的奶奶。沈小高活得不耐烦了。沈小高回到家后，仍然失魂落魄地低喃着，状如游魂。沈大高气得在院子里来回踱步，时不时地对着沈小高骂上几句。一进院子，沈乔拎起锄头就往沈小高身上打。沈大高眼疾手快，一把擒住。你要干什么？你当着爹的面竟然敢打弟弟！打弟弟要趁早，他作恶多端，气坏祖母，脚踹外甥，教训他都是便宜他了。沈大高此刻脸黑得不行，搁在平常，他一个眼神吓得沈大妮儿不敢上前，现在倒好，竟然敢忤逆他。快将锄头放下，嫁人了不学好，净跟着你奶奶学一身臭毛病，你爹我可不惯着你。讲的就像平常多惯着我似的。猛地将沈大高推了个趔趄，举起拳头将沈小高一顿胖揍。疼痛使沈小高清醒，当即出手跟沈乔对打起来。沈大妮儿还没找你算账呢，你倒是乖乖送上门来啊！可打！只听嗷的一声，沈小高捂着猪头脸躺在地上，沈乔一脚踩在了沈小高的猪头上。快放开你弟弟！放开！你滚远点儿，我就放开。我是你爹，你竟然敢让我滚！沈小高趁我进城虐待祖母，殴打我的女儿和儿子，今日只是简单的教训他一顿，若以后再敢来犯，我可不顾及亲情血脉，将头拧断。我沈大妮从今日起改名沈乔，奶奶王氏由我抚养，
从此以后跟沈大高没有关系。沈大妮，你说什么胡话呢？将奶奶接到你家去，诚心毁爹的名声。人家沈大妮儿啊，不，沈乔将奶奶接过去，那才是明智之举。瞧瞧王氏跟着你，怕是有命无回。就是，撺掇着婆娘和闺女虐待生养自己的老娘，还要名声，我呸！假正义，假正经。我没有啊，莲花和小雪也不是那样的人，定是沈大妮看不惯他们。从前他就不喜欢继母和妹妹，处处找茬，现在竟趁我不在家污蔑他们。我呸！王氏怎么养了个畜生不如的儿子呀？还不如养条狗呢，那狗还知道看家护院呢。就是啊，王氏被虐待的跟猴子没什么两样。沈大高竟然还说赵莲花不是这样的人，呸！娶了媳妇忘了娘。沈大高回来到现在有瞧过你老娘一眼吗？你娘瘦得跟猴子似的，身上全是掐痕淤痕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就你眼瞎心盲，还拿赵莲花当好人呢，全是污蔑。不知道我大女儿如何收买了你们，竟然为她这么说话。莲花被我娘压榨的大气都不敢出，说她虐待，呸！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，感谢大家为我说话，请大家为我做个见证，以后我沈乔跟沈大高一家断绝关系，祖母王氏由我直接抚养。沈大高没想到沈乔说出这样的话，气得浑身战栗，手指发抖，口说无凭，立字为据，我这就找村长为我立字据。不许去，我是你爹，你要忤逆不孝吗？忤逆不孝也是跟你学的，你都可以对奶奶不管不问，我也可以跟你断绝关系。有吃瓜群众坐镇，王大福又在气头上，二话不说在沈乔的断亲书上签了字，拍着胸脯表示，作为一村之长，守护村民的健康安全是我的责任。沈大高纵妻虐待，不忠不孝，本村长做主，让王氏跟着你过，你们断绝关系。裴衍回来后若不同意，你让他直接来找本村长。哎呦喂，天杀的沈大妮，哎呦，饿死我了！忤逆不孝的东西啊！哎呦，怎么不去死啊？娘，别骂了，先省省力气，女儿会想办法出去的。哎呦，你一个姑娘家能有什么办法呀？天杀的王大福，还有你那个没用的爹哟！哎呦，要是一直关下去啊，我们娘儿俩岂有命活呀？娘，女儿这里有一个主意，可以让我们尽早出去，不知道娘愿不愿意干？什么主意啊？只要你说，娘就干。沈雪缓缓起身，伸手打翻了香案上的油灯，天干物燥，欲火即燃，香案上的垫桌布很快燃烧起来，顺着风势往祖宗灵牌的方向燃去。哎呦喂，雪儿，这是要干嘛呀？火烧祠堂可是大罪呀！娘，你快跑出去，就说祠堂窜出一只耗子，打翻油灯着火了。哎，那不行，你待在这里太危险了。快去迟了，女儿就要葬身火海了。赵莲花不再迟疑，拔腿跑了出去。沈雪勾了勾唇角，眸中闪过一丝冷光，来到供台前，迅速将祖宗牌位以及摆在最高处的族谱收入怀里。没一会儿，就听到外面凌乱的脚步声，还有赵莲花凄厉的嘶喊声。哎呀，村长，快救救小雪呀！我让她跑出来，她非要护住祖宗牌位，我的小雪还未出嫁呢，若是被烧死了，我可怎么活呀？沈雪抱着祖宗牌位从火光处冲了出来，看起来颇有点英勇就义那味。村长伯伯，快喊人救火，里面还有不少祖宗牌位呢。接着毫不犹豫地转身冲进火海中，继续抢救余下的祖宗牌位。王大富急得直跳脚，祠堂被烧，他这个村长有不可脱卸的责任。村长伯伯，余下的祖宗牌位被我抢救回来了，身子摇摇欲坠，接着就软弱地倒了下去。哎呦喂，我的雪儿，你个傻孩子！哎呀，是命重要还是祖宗牌位重要啊？你竟然舍身去护着，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娘也不活了。快，掐人中！沈雪深吸一口气醒过来。村长伯伯，雪儿有错，没有护住祠堂，请村长伯伯责罚。他的眼泪扑簌簌的滑落，只是一味的将所有过错揽在自己身上。看着一地抢回来的祖宗牌位，还有沈雪故作坚强而又楚楚可怜的模样，王大福心脏软了几分。沈雪是个好的，村里谁人不知啊？或许虐待奶奶是受了赵莲花的牵连啊！不怪你貌似将祖宗牌位抢过来，算是大功一件，我也算对得起蛤蟆村的列祖列宗了。虽然祠堂被烧，王大福心疼的直抽抽，好歹祖宗牌位以及族谱被护了下。翌日，村口闹哄哄的，沈乔凑过去问了两句，这才知道有一只耗子打翻了祠堂香案上的油灯，沈雪拼死将祖宗牌位护了下。村里的人个个对他赞不绝口。沈乔暗暗撇了撇嘴，以他对沈雪的了解，能拼死护住祖宗牌位才怪。哟，我当
是谁呢？这不是沈大妮吗？这是要去哪儿啊？难不成又要去找野男人呐？张寡妇叉着腰走来，说话阴阳怪气。沈乔没闲工夫搭理他，扭头就走。哎呦，你们还不知道吧？昨日鸡毛山上惨叫连连，听王赖子说，巡水小分队8成是遇到了熊瞎子，活着的可能性不大。哎呦，沈大妮呀，你男人没了，你也成了寡妇了。张寡妇，没有依据的，不能胡说。是不是真的？过几日就知道了。昨天你们都去祠堂了，不知道鸡毛山上的惨叫声有多凄惨。我看此事啊，十有八九。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，村民们一脸凝重，无人有兴趣八卦鸡毛山的事儿。先是祠堂被烧，村长有可能让大家众筹；其次，巡水小分队若遇了害，那么寻找水源之事8成腰斩。接下来大家要面临逃荒，村民们表情一个比一个凝重，都不想搭理张寡。此时的沈乔已回到家，将早饭做好了。裴玄总觉得他娘有心事儿。娘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啊，乖儿子，快点吃吧。你有心事啊？奶奶，没什么，就是累着了。沈乔扯了扯嘴角，勉强露出一抹笑。他脑海里全是裴衍没了的话，也不知张寡妇的话有几分真假。虽然他没见过裴衍，但他也不想2个孩子没了爹。我吃好了，去村长家看看。沈雪和赵莲花被放出来了，沈乔害怕他俩作妖，想探探村长的态度，顺便打听打听蛤蟆村的巡水小分队如何了。沈乔走后，裴玄很不放心，王氏让他跟在后面看着。走到半路，陈二狗拦住了裴玄。走开，小子阿岁，爷爷有个好消息告诉你，你爹死了，你娘就要给你找后爹了。不许诅咒我爹，不许污蔑我娘。我可没胡说，你爹是真的死。想到今早沈乔的态度，裴玄有一瞬间愣神儿，他就说看着他娘不对劲儿，难不成爹爹真的遇到危险？不许胡说八道，不然打烂你的嘴。我可没胡说，昨日蛤蟆山传来惨叫，巡水小分队去的就是蛤蟆山，你爹肯定死在里面了。你别不信，过不了几天你娘就会改嫁。从村长家回来，沈乔就发现裴玄不对劲儿。乖儿子，怎么了？你会改嫁吗？啥？娘好好的改什么嫁？娘，陈二狗说爹爹死了，娘会改嫁，给我找4、5个后爹。沈乔握紧了拳头，随即周身的温度降低到冰点。先是张寡妇，现在又是他儿子，母子俩合起伙来恶心人是吧？娘，你是真心对我们好的，对吗？当然，小轩，以后不要听别人瞎胡说。你爹活得好好的，一定会平安回来，娘也不会找别的男人。娘，我害怕爹爹出事。裴玄抱住沈乔，再次放声大哭。他真的好怕，爹爹去鸡毛山快半个月了，至今未归。陈二狗说的有模有样，他又担心爹出事了，娘真的会丢下他们找别的男人。儿子别怕，娘一直在你身边。晌午时分，沈乔准备做午饭，却听到门外传来凌乱的脚步声，紧接着一道矫揉造作的声音传来：姐姐在家吗？我们来接祖母回去了。都断亲了，我们毫无关系，你接谁的祖母？怎么说话呢？一点礼数也不懂。沈大高黑了黑脸，对着沈乔厉声呵斥：姐姐，都怪我不好，让姐姐对我产生误会。祖母她老人家有些痴呆，经常会自残，我跟娘根本就没有虐待她呀。再说了，爹爹没有在断亲书上签字，怎么算断亲呢？姐姐，你不能让爹爹担上不孝的名声，还是让我们将祖母接回去吧。瞧瞧，这说的是什么话？颠倒黑白也不打个草稿。沈乔气急，拎起灶堂下的火棍朝着沈雪扔去。哎呀！沈雪灵活躲过，却软软的跌坐在沈大高脚下。姐姐看不惯我，也不能冲爹爹的扔火棍呢，传出去姐姐就是忤逆不孝。爹爹，我的脚好疼啊！好你个沈大蔫，当着我们的面都敢欺负妹妹，还敢对爹忤逆不孝，今天我要打死你！我去你妈的！沈乔忍不住爆粗口，他招谁惹谁了？一家人跑到他家来耍威风，还有这个沈小高，看来上次的教训还不够，竟然还敢再到他面前叫嚣。沈乔猛地薅住他的后脖颈，往他屁股上狠狠一蹬。沈小高啊大叫，扑向驴棚的方向，驴被吓得夯夯直叫，加上豆子吃多了，扑哧扑哧喷出来几个小屁。好巧不巧，沈小高倒地的位置正对着驴屁股，几个驴屁下来，沈小高被熏得脸色发绿，口吐白沫。逆女，这个殴打弟弟妹妹，刚出生就该掐死你！沈乔活动下手腕，扫向驴棚，只见沈小高脸色发绿，翻着白眼，捂着口鼻，缓缓起身，刚要踏出驴棚，谁知瘦驴撂蹶子，抬起后蹄一脚将他蹬回原位。沈小高摔了个四仰八叉，双手撑地，
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。谁知驴哼哼叫了2声，翘起尾巴噗噗噗。这一幕让沈乔想到举起手来的画面，没忍住扑哧笑出声。逆女，你还笑？老子的话你当耳旁风是不是？想来平时老子太惯着你了，让你变得目无尊长，欺负弱小。你什么时候惯过我？从小到大，你面对我时从来都是含着一张脸，好吃好玩的东西从来只带双份，唯独缺少我的。寒冬腊月，赵莲花为了在你跟前献殷勤，用芦花为我做了一件极厚重的袄子，我被冻得瑟瑟发抖。你说我装模作样，一鞭子抽下去，满地芦花洒满雪地，飞得满天皆是。那件袄子本是做给小高穿的，我想着男孩子家皮糙肉厚筋动些，没想到大妮仗着奶的撑腰抢了去。当家的，当年我就给你解释过了，真的不是故意虐待孩子呀。事到如今，你还要捏你继母的错，从小你就不学好，都是被你奶奶惯的。快点将你奶奶交出来，该让爹背上忤逆不孝的名声，惯得你。奶奶去孙女家住着，怎么就能成了忤逆不孝了？姐姐将奶奶接来，如今村里都在议论，说爹爹不孝，不奉养奶奶，却扔给女儿抚养。我为何将奶奶接来？你心里没点数吗？要不要我将李正请来，查查事情的缘由？沈雪和赵莲花打了个眼神儿。爹爹，不如让奶奶暂时先住2天，等过段时间，爹爹再来接她。你们俩先回去吧，爹爹也很久没见到奶奶了，我去看看她。来都来了，一起看看奶奶吧。想到王氏瘦骨嶙峋的模样，沈雪勾起一抹笑。等会儿爹爹问起，他就说是沈大妮儿接过来后不给吃喝，生生将奶奶饿成这样，将这个大锅甩在沈大妮儿头上，想想就兴奋。看我干嘛？想看看我到底死没死？赵莲花瞳孔一缩，一股熟悉的压迫感迎面袭来，吓得她腿脚一软，再次跌坐在地上。完了完了，这老家伙怎么站起来了？说话还这么利索，万一将事情抖落出来，那我和小雪不是要背上一辈子不孝的骂名啊！他向沈雪看去，沈雪递了个眼神儿，知女莫若母。赵莲花立刻会意：娘，你吓到莲花了，儿媳妇也是你的家人，你就不能对她友善一点？面对亲生儿子的指责，王氏气得脚步不稳，差点摔倒。裴玄立马搬了个凳子放在院里，沈乔扶着王氏坐下，王氏坐在凳子上喘着粗气骂：逆子，平常老娘太惯着你了，导致你忤逆不孝，刚出生的时候就应该掐死你。沈大高捂着脑袋，他总觉得王氏骂的词有些熟悉，乍一想这不是他骂大女儿的词，他娘竟然原封不动地回了他，看来是为他的大女儿出气来。娘，这半月不见，你怎么瘦成这样了？你当真不知老不死的为何说话如此利索？他不是口不能言吗？说起话来竟然脸不红气不喘。沈乔的话我爹或许不信，但老不死的说出来，我爹肯定会产生怀疑。沈雪的眼睛咕噜噜转着，口吐白沫的沈小高时，他的眼泪说来就来，捂着嘴哽咽出声：哥哥冤死过去了。只见沈小高翻着2个斗鸡眼，嘴唇皱成4方形，2个鼻孔朝天，扩张能看到里面的鼻屎。娘，大舅舅为何脸对着驴屁股？他是想比一比他的脸比较大吗？沈乔差点被他逗笑，他努力憋着。是咱家驴看不惯有人说话没个准，索性放了点气。他不能在小孩子面前说个屁字，很不文雅。顿了顿，沈乔一副教育的口吻：这做人说话可不能像驴放气一样，没个准可不行，做人要实实在在的。若是乱喷些虚无缥缈的东西，就像这驴气一样，不仅是臭气熏天，而且害人害己。沈雪一怔，气得胸口发堵。虽然沈乔的说话方式很委婉，但他还是听出来他在暗讽他说话如同驴放屁，没个可信儿。你好狠毒的心肠，他是你弟弟呀，你竟然让驴放屁熏他！沈乔无语，沈大高也跟着寒了脸。瞧你家驴干的好事，走回家，这里有鬼啊！爹爹，咱们带着哥哥回去吧，瞧他被折磨成什么样了。好，改日再找你算账。站住！逆女，你要干什么？沈雪说我将奶奶接来，便是给你扣上不孝的帽子。孝与不孝不是嘴上说说，需要实际行动来表明。听说你从县城带来了2袋米，怎么不见你分给奶奶丝毫？我也是你的女儿，灾荒年的，怎么不见你分我一口？休想打那2袋米的主意！我告诉你，你将奶奶接来，你就要负责她的1日3餐。想要米，买
门都没有。只要你奶奶跟我回去，大米少不了她的份儿。至于你嘛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你过得是好是坏，与我何干？我跟你回去。赵莲花一怔，与沈雪二人齐齐失色。王氏昔日的泼辣历历在目，此时接过去，岂不是自讨苦吃？沈大妮，我们已经断亲了，还是你亲自断的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奶奶王氏由你抚养。难道莲花不想将娘接过去？察觉到沈大高脸色不对，沈雪立马落泪。姐姐，是你将断亲的事嚷得人尽皆知，如今看爹爹带了米来，又撺掇着奶奶打米粮的主意。姐姐，为何你总是看不惯我们？既然已经断亲，那我们就毫无关系。你也不是我的女儿，休要打米粮的主意。你的奶奶我会亲自奉养，但前提是跟我回沈家。他都说了，奶奶由他抚养，若将老太太接过来，指不定怎么拿家里的米粮接济沈大妮呢。沈大高一听也是，依他娘的性格，确实能干出来这事儿。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，你养就你养，看你坚持到几时。王氏听到这话，气得手指哆嗦，浑身打颤。不孝。沈雪说，断亲书上你未签字便不算断亲，现在请签下你的大名，从此你我父女恩情断绝，奶奶也不需要你尽孝赡养。沈大高脸色发白，这个逆女竟然真的敢。眉头松动几分，但装还是要装一些的。娘，我没你这种不孝的儿子。既然娘不认我，那我就签字吧。沈大高悲痛欲绝地签了字儿，跪在地上冲王氏磕了3个响。儿以后不能在娘跟前尽孝，望娘保重身体。行了，别装模作样了。若真心孝顺，又怎会在断亲书上签下名字？这种又当又立的行为，实在令人恶心。快点滚，不要在我家门口唧唧歪歪。恶灵终于散去，沈乔只觉得四周空气清新许多。这时裴珠喊了一声：娘，你锅里煮的什么呀？怎么一股臭臭的味道？哎呀，我的臭咸菜！沈乔拔腿往锅前冲去，掀开锅盖一看，苋菜都煮化了。该死的恶灵，闲着没事儿跑到他家逼逼赖赖，害他白白浪费了一锅菜。娘，这是野菜吗？对，娘前几天刚挖的。裴玄蹙了蹙眉，明显不信。这个时间哪能挖到野菜？娘最近说起谎来越来越顺口了。午饭沈乔包了饺子，饺子包的太好吃了，过年的时候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。王氏跟着附和：3年没吃过十足肉馅的饺子了，跟着乖孙女儿天天像过年。那是。几人吃的有些撑，揉了揉圆滚滚的肚子，沈乔打算到处走走，消消神儿，在村子里转了一圈又一圈，惊奇地发现他经过的地方背后总有人在指指点点。喂，听说了吗？裴衍在山上遇险了，你瞧沈大妮那开心的样，指不定啊找好了下家呢。你说裴衍真遇险了，同他一起巡水的人岂不是同样遭遇危险？哎呦，听你这么一说，倒还真有可能。娘，爹爹会平安回来的，对吗？沈乔走后，张寡妇一步三晃地走来了，很快加入了长舌妇的阵营。裴衍这次能活下来呀，算他命大。就昨天跟他一同巡水的大柱跑回来了，说裴衍带领一众人进了深山，深山悬崖峭壁，毒蛇猛兽居多，能活着回来的那是神仙。沈乔打他也就算了，还连累他被罚到山上找水源，害得王赖子跟个狗皮膏药似的缠着他。想到王赖子那样，张寡妇隔夜饭都能吐出来。哎，不跟你们聊了啊。张寡妇嘚瑟地扬着嘴角，准备去沈乔家幸灾乐祸一番。前几次输给沈大妮儿，这次他得找回场子，除出心中那口恶气。然还没到家门口，就见沈乔带着俩孩子赶着毛驴出了门。驴车？沈大妮家何时买驴了？娘，我们去县城干什么？带你们买点衣服鞋子，还有些好吃的。娘，家里的衣裳鞋子够穿了，不需要浪费银钱再买。那就买点好吃的糕点。可是糕点很贵的。不怕，我有钱。好耶好耶！娘，我要买好多好多糕点。对了，还要给曾祖母带一份哦。望着远去的3人1驴，张寡妇恨得咬牙切齿，恨不得用眼刀子将沈乔戳几百个窟窿。
呸！他能带孩子买糕点，母猪都能上树。想到这里，张寡妇健步如飞，扯着大嗓门围着村子喊了一圈。哎呦，不得了啦，不得了啦！此时村庄的十字路口聚集了不少的人。我跟你们讲啊，此事千真万确，沈大妮那个贱妇是一刻都不能等啊！前脚听说裴衍遇险的消息，后脚就将2个孩子带到县城卖了，你说狠不狠毒？不可能吧？这段日子乔他对2个孩子挺好的，还将王氏接过去抚养，不像你说的那么恶毒啊！再说了，卖孩子那是他亲生的，你懂什么呀？沈大妮那是装的，她从前什么德行，你还能不知道啊？狗改不了吃屎，她若能变好，老娘端盆狗屎自己吃。还有裴衍啊，这次进山十有8九活不成了。张寡妇啊，没根据的事可不许乱说。乱说？我可没乱说。沈雪啊，你也真是的，沈大妮如此对你，你竟然还向着她说话。却笑了笑没吱声。村里人都知道她是最心善的姑娘，经常被姐姐欺负的可怜兮兮。不过也有不少人对沈雪虐待王氏的事儿耿耿于怀，但没有人会说出来。哎呦呵，刚听到裴衍死了的消息，就带着2孩子进城，能憋着什么好心思？他是想将孩子给卖掉，然后再找个大户人家的老爷当小妾。你说这王氏巴巴的住到孙女家，不就是指望着孙女的卖身钱，吃香喝辣的？最后一句话，他是冲着颤巍巍走来的王氏说的。张寡妇想借机出心口那口恶气，今日正是教训王氏的好时机。沈乔又不在家，这老不死的王氏，他一掌便能拍出几米远。休要胡言乱语，裴大哥怎能遇害？掌心却被尖利的指甲刺破，死死隐忍住，才没暴露自己的情绪。裴大哥英勇无比，怎么可能会死？也绝不会遇害，我不信。你姐姐的男人死了，你那么激动干什么呀？你诅咒裴大哥，就是诅咒同行的6人。我只是说句公道话，张寡妇闭上你那张臭嘴！我家相公吉人自有天相，此次巡水定能平安回来。哎呀，王大娘，快回家看看吧，你孙女婿受伤了，进气少出气多呀！啥？再敢胡乱嚼舌根，老娘打断你的腿！王大娘，我可不敢撒谎啊！这裴衍浑身是血，我们哥儿几个抬出来的时候就已经进气多出气少了。你孙女呢？快喊她准备后事吧。待看清眼前这人，王氏一口气没上来，翻了个白眼，晕厥过去。看来张寡妇说的没错，裴衍是遇险了。这沈大妮儿啊，不，沈乔可不就成了寡妇了？是啊是啊，王氏还不许人家胡说。不过张寡妇也真是的，乌鸦嘴真毒，以后还是离她远一点吧，省得我们倒霉。我就说吧，遭报应了，死了还不让人说。看着躺在床上气息不稳只进不出的2，众人叹气摇头。这个沈乔啊，心太狠，知道裴衍遇险的消息，带着2孩子跑个没影儿。可怜呀，那王氏本想跟着孙女儿享清福，没想到摊上这事儿。要我说呀，就不该意气用事断了亲。这下好了，2人说不定都挺不过今晚。挺不过好啊，这灾荒年生的活受罪，等断了气通知我一声，我来挖个坑帮忙埋掉。围观的人让开一条道，王大夫来到裴衍跟前，在鼻息处探了探。请大夫了没啊？请了呀，大夫说挺不过今晚，就让我们准备后事。沈大妮呢？去哪儿了？听村里妇人议论，沈大妮带着2孩子去了县城，打算把孩子卖掉，然后去富贵人家当18房小妾。什么？王大夫当即气得头发竖立起来，立马拉住刘成的手喊道：快掐我人中！还好及时掐了人中，王大夫才不至于被气得晕倒。这个沈大妮儿，我就不该相信她的鬼话，说什么会对2个孩子好，会赡养奶奶，关键时刻跑得没影儿了。村长发恨，人群中开始交头接耳，顿时整个院子阴云密布，气压降到了极点。沈乔赶着小毛驴回来时，发现自家院子乌泱泱围了一群人，他好奇地踮起脚尖，发现什么也看不到，只好将人群扒拉开，嘴里不停地说着嚷嚷：沈大妮回来了！又叫他沈大妮，他不是说了改名沈乔吗？他很不喜欢这个土了吧唧的名字。再说了，他回来不是很正常吗？为啥他家院子围满了人？突然沈乔心头涌上一股不祥的预感，3步跨2步冲进了屋子。床上躺着一个模糊不清的人，床下边并拢的矮凳上躺着王氏，两眼紧闭，纹丝不动。沈大妮儿，你还知道回来？这是我家，我为何不能回来？你王大夫被他这副油盐不进的模样气得险些背过气去，指了指床上的人。大夫说挺不过今晚就准备后事吧，然后咬牙切齿地看向沈乔。还有你，把2孩子
卖到哪里去了？听不懂你说什么。说完便上前查看王氏，然后将王氏平放在地面上，将衣领处的盘扣解开2粒，拍了拍肩膀喊他：奶奶，我是妮呀，奶奶快醒醒！叫了几声没有反应，观察了一会儿，沈乔判定他可能是心脏骤停，开始为王氏做心肺复苏。众人不解这是什么操作。沈大妮儿，你干什么？人都去了，你还要折磨他？没良心的东西，我打死你！村长爷爷，为何要打我娘？当看到2个仙童式的龙凤胎时，王大夫僵住了动作。谁乱传说沈大妮儿卖孩子去了？村长，我刚才就说了，是村里妇人嚼舌根传的。言下之意就是村长你自己信了长舌妇人的话，不关他的事儿。裴玄歪了歪头，看向王大夫身后躺着的人，越看越觉得熟悉。爹！裴玄箭步冲到床前，亮晶晶的泪珠在他眼里滚动。看哥哥一脸伤心欲绝，裴珠将头埋在胸口，双手捂着脸，肩膀剧烈的抖动起来。我苦命的妮呀，奶奶，我苦命的娇娇孙女啊，年纪轻轻就要守寡，我对不起你娘啊，让老婆子死了算了。王大夫揉了揉眼睛，震惊到不可置信。王老婆子活过来了，沈大妮还有这本事啊！快来看看你相公，用你刚才的方法把他按活。娘，你快救救爹！他觉得现在的娘是个神奇的存在，既然能将曾祖母救活，那么爹爹一定会醒。快，你帮裴衍按按。沈乔深呼吸一口气，觉得压力山大。他能够将王氏救醒，是因为他没死，只是背过气去了。迫于目光的压力，他还是忍不住上前查看一番。他手脚麻利地扒了裴衍身上的粗布麻衣。沈大妮儿，你为何一直盯着裴衍的胸口看？你不会这个时候了还想着？他让沈大妮儿去施救，结果倒好，盯着裴衍的胸口，眼睛都不眨一下。大夫怎么说？大夫说挺不过今晚，你就得当寡妇，你最好想法子将裴衍救回来。裴衍若是死了，一来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二来大家寻不到水源，可能要逃荒，这孤儿寡母的没个当家的男人可怎么活啊？村长，我又不是大夫，将奶奶救醒纯粹侥幸。听到沈乔的话，王大夫全身的力气仿佛被抽干，差点跌倒。是啊，他也是急了，竟然试图让沈大妮救活裴衍。他只是个横行霸道的村姑，会不会医术，王大夫一清二楚。好好给他擦洗身子，让他体体面面的走。散了。希望裴衍能够挺过今晚，他只能好好为他祈祷。众人散去，裴玄、裴珠立马扑进沈乔的怀里，王氏也忍不住坐在一旁抹眼泪，哭了一会儿。裴玄，娘，你能将爹爹救活的，对吗？好，娘尽力。触及到小家伙快要落下来的泪珠，沈乔立马改口：我一定。我刚为爹把了脉，爹爹还有气息，若是有好的药材挺过今晚不是问题。可是裴玄低垂了头，眼神沮丧。家里穷成这样，哪有钱买名贵的药材？就算有钱快马加鞭跑到县城，一来一回恐怕也耽误了救治爹爹的时间。再说了，今日他跟着娘去县城，县城里乱作一团，各大铺子纷纷关门倒闭，想必药材都买不到。沈乔突然想到空间里有不少药材，消炎的、止痛的、退烧的，啥都有。而小家伙略懂医术，不如两相结合，能不能将裴衍救活？娘怎么还没回来？可能没水了吧，娘去打水了。说话间，沈乔抱了一个小箱子进来了。小猪，你和曾祖母出去等着，需要热水的时候帮我们端点过来。小轩，娘要为爹爹处理伤口，你在跟前帮忙打下手，怎么样？可以。这个举着，照在你爹的伤口上。这是什么东西？竟然能散发出和太阳一样的光芒？娘在哪里搞的这么稀奇古怪的玩意儿？还有之前的电棍。沈乔拿出缝合针，紧张地咽了咽口水。大学选修课上，他只给人体模型缝合过。回到家时出于好奇，曾经拿鸡蛋剥皮练过，但就是没给人缝过。不行，儿子在旁边看着，此举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调整好心态，沈乔聚精会神地开始缝合伤口，一拉一扯间，看得裴玄头皮发麻。半个时辰后，伤口终于缝合完成。娘，爹爹的伤口不出血了。娘现在头晕眼花，等会儿你用这个将你爹的伤口进行清洗。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闻所未闻，他忍不住问道：娘竟然懂医术？娘不懂医术，那娘怎么会缝合伤口啊？嗨，在娘小的时候，你曾祖母养了一头猪，那头猪特别调皮，总喜欢跳出猪圈乱跑。有一天受伤了，肚皮上有一个大大的口子，娘就拿起绣花针将伤口缝上了，结果那头猪就活了。晚饭谁都没吃，
裴玄、裴珠更守在床边，眼巴巴地等着裴妍醒来。到底是孩子的爹，他没传来之前，裴妍是孩子们的精神支柱，占据的位置比娘还重要。若今晚真挺不过去，不知俩孩子得伤心成什么样。你俩吃点馒头垫垫，不然你爹醒来会心疼的。娘，爹爹会醒过来吗？会的，你俩吃完就去睡，等你们醒来，爹爹也就醒来了。午夜时分，万籁俱寂，揉了揉惺忪的双眼，他才发现自己趴在床头睡着了。看了看身旁的人，他的脸色变得有些潮红，将手放在额头上，烫得沈乔缩回了手。发烧了，起码得有41度，怎么办啊？对了，退烧药。喂了2粒退烧药后，等待了半个时辰，裴妍的烧不仅没降，反而更烫了。直到鸡鸣破晓，裴妍的体温才降到38度5。直到天色大亮，裴妍还没有醒来。沈乔急了，在屋里来回踱步，想到2个孩子醒来，看到裴妍紧闭双眼，半死不活的模样，不知伤心成什么样。不行就人工呼吸吧，反正把所有方法用一遍。裴妍若还不醒，那就只能听天由命了。沈乔来到床上，深吸一口气，轻轻捧住裴妍的脸，脸颊有些发烫，他的心突然狂跳起来。不管了。沈乔嘟起嘴巴，缓缓朝裴妍靠近。干什么？他其实刚才就有了意识，迷迷糊糊间，一双柔软无骨的小手贴在滚烫的脸颊上，他以为是梦，等醒来时却发现沈大妞这个恶毒的女人正撅着嘴巴想亲他。裴妍瞬间恶心的不行，见沈乔不曾正面回答他的问题，裴妍冷声一笑：哼，你又想打什么坏主意？干！什么叫聊天死啊？想好好的跟裴妍沟通真难。爹爹你醒了，我以为再也看不到爹爹了。看到俩孩子，裴妍既震惊又心疼。谁给俩孩子收拾的这么齐整？沈大妮儿？不可能吧，一个从来不会管孩子死活的人，怎么会有心思给孩子梳洗打扮呢？爹爹，是不是伤口又疼了？爹爹，你昏迷不醒，我们都快吓死了。娘衣不解带的照顾了你一宿，还给你擦洗了身子。爹爹，娘现在可好了，就跟神仙似的，不仅给我们做好吃的，还做了漂亮的衣裳，也不打我们了。啊，所以沈大妮儿到底在打什么坏主意啊？站住！相公喊我干嘛？是不是伤口又疼了？为妻来为你擦药。看到他脸上挂着细细碎碎的笑，裴妍打了个激灵。这个女人又在打什么坏主意？我告诉你，只要我活着一天，你就别想着打坏主意。若是想跑去找宋秀才，我也不拦着，但我绝不允许你做伤害孩子的事儿。裴妍认为沈大妞突然变得那么殷勤，对应了一句话：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先前骂他没本事，毁了他与宋秀才的姻缘，对俩孩子非打即骂，他就不信一个人能在短时间内变好。沈乔蹙了蹙眉，扫了眼裴宣、裴珠，歪着脑袋对裴妍扬起一抹笑。相公烧糊涂了，净说些胡话。还有，相公干嘛对人家那么凶啊？孩子是我的亲生骨肉，我怎么会伤害他们呢？疼他们还来不及呢，是吧？小轩、小朱。裴宣、裴珠齐齐点头。娘不会伤害我们的，她对我们俩可好了，爹爹千万不要凶娘。看吧，俩孩子都这么说了，相公就不要凶我了，不然我会难过的。沈乔的眼睛不停地眨巴着，带着一股说不出来的猥琐。燕打了个激灵，厌恶地瞥开了眼，同时心里有些发酸。他不在的这些日子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俩孩子现在竟然和沈大妮统一作战，他一把屎一把尿将孩子拉扯大，竟然有种为他人做嫁衣的感觉。对了，相公，我把我奶奶接过来了，通知你一声。沈乔丢下这么一句，推门出去了。父子3人在屋子里嘀嘀咕咕半天，也不知道在聊些什么。沈乔和王氏坐在屋外，一人干了2碗粥。我住在这里，孙女婿会不会不高兴？不会，他现在还指望我照顾，没能力不高兴。水源寻不到，村长该急了，过不了几天就要组织大家逃荒去了。要是离开住了几10年的村庄，还真有点舍不得。看了看天，艳阳高照，丝毫没有下雨的意思。逃荒是迟早的事儿，土匪都开始横行了，他大早晚得打过来。奶奶，你真的很有远见，我觉得我们得为逃荒的事儿提前做个准备。逃荒路上不比家里，做点干粮带在身上，简单便捷，又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。两人说干就干，沈乔打起精神来，从空间搬出来一袋面粉，做成了油茶面，又弄来大米，做成锅巴，装进布袋里，这些都是干的，易保存。路上的时候直接拿着就吃了。娘又做
好吃的了，我去看看。说完，一溜烟的跑走了。屋子里只有裴衍和裴玄大眼瞪小眼。相公，吃饭啦！冲裴玄摆了摆手，锅里给你留着饭呢，快出去吃吧。裴玄走后，裴衍的脸色立马沉了下来。我的伤口是你缝的？沈乔一愣，原来是小家伙将缝合伤口的事告诉了他爹。是啊，你怎么会缝合术呢？小轩没告诉你吗？沈乔突然露出一抹不怀好意的笑，看得裴衍眉心一跳。小时候我家母猪划破了肚子，我拿起绣花针缝了起来，没想到那只猪竟然活了，我就在你身上试了试，离奇的是你也活了。裴衍气得想骂猪，一不小心扯到胸前的伤口，疼得他皱起眉头。哎呀，相公你怎么了？是不是伤口疼了？趁裴衍不注意时，一把扯开他的衣领，看着伤口不再渗血，沈乔别过了脸。伤口恢复的不错。无耻，恶心。裴衍如何了？不等沈乔回答，张寡妇的大嗓门先嚷嚷开了。哎，你也别伤心，这人死不能复生，我们大家伙啊带着铁锹帮你挖坑来了，趁早埋上，省得发臭了。可惜大家脸上都挂着悲伤和凝重，没有人跟他一起笑。尬了几秒后，冲赵莲花挤了挤眼。幸亏你们断了亲，不然这一家老小啊就缠上你们喽。真是老天开眼，让裴衍一脚蹬了天。我倒要看看沈大妮这个小娘皮带着一老两小怎么活。拿着铁锹干嘛？瞒你吗？嘿，沈大妮，别耽误大家伙的时间了。村长可是说了，明日起我们要去逃难，到时候啊，可没有人挖坑埋你家裴衍了。张寡妇，闭上你的臭嘴！哟，人死了还不让人说呀？闭嘴，闭嘴！沈乔伸了伸懒腰，左右转了转脖子，将手腕捏得咔吧咔吧作响。哎呦，沈大妮，你搔首弄姿的勾引谁呢？哎呀，裴衍尸骨未寒呐，就开始扭来扭去。哎呀喂！砰的一声，众人齐刷刷往墙上望去，只见沈乔一个回旋踢将抓寡妇踹到了墙上，抠都抠不下来的那种。哎呦喂，我的腰啊！哎呦，疼死我了！哎呀，村长，快救救我呀！村长！王大夫被他吵得心烦，看也不看他一眼。命苦啊！你说说这都是什么事儿啊？好好的一个人说没就没了，也怪我就不该让他去山上寻什么水源的。王大夫说完，竟然捂着眼睛蹲下哭了起来。沈乔同样被吵得心烦，看了看驴棚内，那里有一堆裴玄不穿的鞋，都是破了洞的，还没来得及扔，用来堵张寡妇的嘴不错。哎呦，你个小娘养的贱蹄子，快将老娘从墙上抠下来！哎呦喂！张寡妇骂也骂不出来，只觉得嘴里一阵滂臭，胃里翻江倒海想要涌出来，奈何被臭鞋堵住了嗓门，硬生生的咽了下去。村长伯伯，我家相公活得好好的，别哭了。真活了？真活了，早上还喝了2大碗粥呢。王大夫第一个冲进屋里，当看到坐在床头上的裴衍时，激动得快站立不稳。裴衍，你醒过来了！村长，裴衍惭愧，水源被土匪占领了。醒过来就好，醒过来就好啊！裴大哥。然而裴衍看都没看他一眼，继续跟王大夫聊天。走，娘，我不走。裴大哥刚醒过来，我得看看他。沈雪刚说完，就察觉到周遭多道视线打量他。完了完了，这些人肯定误会我对裴大哥有意思。赵莲花态度强硬，拎着沈雪就挤出了人群。丢人现眼的玩意儿，他死不死关你什么事儿啊？沈雪为着裴衍没搭理他的事儿委屈，如今又被赵莲花逮着骂了一通，眼泪汪汪的，非常委屈。哎呀，你瞧瞧你，娘还没说你2句呢，就哭。我告诉你啊，收起你的小心思，别再想着裴衍了。赵莲花知道他的心思，但也没戳破，只好嗔道：哎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该嫁人了，省得一天到晚在家霍霍我。哎呀，嫁！一天到晚催着我嫁，马上就要逃荒了，谁还有心思娶媳妇呀？凭什么沈大妮儿那么好命，嫁过去不用伺候公婆，想吃啥吃啥，作天作地都没人管，天天穿着新衣裳在我面前晃，还有那张脸，不就是拿了裴衍的钱涂脂抹粉，养得白嫩嫩的，胜过我10倍。说到底就是奶奶偏心，就沈大妮儿烂到家的名声，她竟然挟恩相报，逼着裴衍娶了她。十里八村还能找到比裴衍更出色的人吗？你身受重伤，又要逃荒，真怕你路上撑不住啊！可是附近的村子都走了，我们若是跟不上大部队，就落单了。裴衍没说话了，他也发愁逃荒路上怎么办？一家都是老弱病残，他这个主劳动力还受了重伤，别的不怕，就怕沈大妮儿起了歪心思，将孩子卖掉。晚饭做了疙瘩汤，将疙瘩汤放在木质托盘上，因怕烫着裴玄，沈乔只好端进了里屋。裴衍连忙捂住自己的肚子。
将脸扭向一边。先前还没觉得多饿，怎么肚子先不争气的想起来了？还是在这个女人的面前？你又想打什么坏主意？你是复读机吗？你说我是鸡？沈乔转身就对上了将后槽牙咬得咯咯作响的裴雅。你要这么认为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我明明说的是你不断重复一句话，谁让你断字取义？还有，我明明好心给你送饭，你总是怀疑我别有用心，这样下去我会伤心的。沈大妮给他送饭，他这么好心吗？裴雅愕然，眯了眯眼沉思。沈大妮变得和从前不一样，她不信一个人会无端的变好，最好的解释就是沈大妮居心不良，别有所图。沈大妮，我警告你，不要触犯我的底线，否则我让你好看。又来，复读机又开始重复了。我去你妈！从见面至今说的最多的就是这2句话，难道裴衍不会说别的词？沈乔不想跟他吵架，不然在2个小家伙面前树立起来的温柔形象就会崩塌。你老是警告我不要触犯你的底线，那你要告诉我你的底线是什么，这样我才能注意，不然哪天碰到了你又要生气。裴衍气急，后槽咬咬的咯咯作响，无名怒火直窜胸膛。沈大妮明明知道，却还装无辜，忒不要脸了。哎，问你又不说，还骂我厚脸皮，这样下去我只能一点点试探了。相公可不能怪我。说完，柔弱的小手在坚挺的胸膛上画了个圈，酥酥麻麻的感觉差点让裴衍跳起来。滚！我还以为这就是你的底线呢，看你表情挺享受啊。滚！谁他娘的享受了？男人，你是在玩欲擒故纵吗？谁欲擒故纵？他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？谁教他的？恶心，不要脸！相公不能说脏话哦，会教坏小孩子的。你裴衍气的脸色铁青，毛发直立。从前的沈大妮无理取闹，他还能对付几分，如今厚颜无耻，竟让他毫无招架之力。软的怕硬的，硬的怕横的，横的怕不要命的，不要命的怕沈大妮这种不要脸的。爹爹娘，你们在干什么啊？裴衍顿时收敛了怒气。娘做的疙瘩汤可好吃了，爹爹怎么还不吃？快吃吧，不然小家伙该担心了。裴衍阴了脸，裴珠很没有眼力劲儿的加了句：爹爹快吃啊，娘好不容易做的呢，可香可香了，一滴都不许剩下哟。快吃，不然我用嘴巴喂你。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娘，你和爹在打什么哑谜？你爹说娘做的疙瘩汤真好吃，他会当着你的面喝完的。裴衍被沈乔的厚颜无耻震得胸口一把夺过他手中的疙瘩汤，3口并2口灌到肚里。爹爹好喝吧？裴衍违心的点点头，刚才喝得太急，啥味儿都没尝到。王氏蹑手蹑脚的从屋里出来，压低嗓音问沈乔：我来洗碗吧，你去把被子衣裳收拾下，明早咱们跟着大部队出发。奶奶，其实你没必要那么小心翼翼。听沈乔解释一通，王氏放下心来。那也不能赶你走，你是他明媒正娶的妻子，违反7出之条不可休妻。奶奶放心，他不会赶我走的，他舍不得我。屋内2个小家伙在跟裴衍聊天，裴玄像个小大人似的安慰他爹：您放心吧，娘将逃难需要的东西收拾好了，明日啊您就往驴车上一躺，啥也不用操心。是啊爹，咱家有驴车，娘说今晚美美的睡一觉，明日一早咱们打足精神出发。沈大妮将逃荒所需的东西收拾好了，家里还买了驴车，他不去找他的老乡好了吗？裴衍有点消化不了现在的情况，他不在家的这半月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桩桩件件震惊的他下巴落一地。逃荒时人多易冲散，你们俩紧紧跟着爹，哪里都不许跑，知道吗？知道。还有，你娘要做任何事都要告知爹爹，不许跟着他见陌生人，明白吗？他还不放心沈大妮儿，所以他必须让小家伙时时刻刻监督他。2个小家伙沉默了，他们不知道要不要答应爹爹的要求。爹让他们监督娘，心里好过意不去。小轩、小猪，洗脸洗脚。还好没有答应爹的要求，不然娘听得要伤心了。 2个小家伙如蒙大赦，乖乖地蹲下身子洗脸。裴衍眯了眯眼，平日里让他俩洗脸洗脚，哼哼唧唧半天不厌，今日竟然自己动手，乖巧的不得了。晦涩的目光移到沈乔脸上，发现这厮竟然在打量他，嘴角带着揶揄。裴衍知道刚才交代孩子的话，怕是被沈大妮儿听到了。相公，这么想了解我的一举一动，不如你亲自监督我如何？不要。脸字还没说出口，就被沈乔捂住了嘴巴。孩子面前不许说脏话。裴衍硬生生地将脸字吞了下去，满脸懊恼。谁要了解你？也不知沈大妮儿吃错了什么药，动不动就对他说一些露骨的话，让他想发火，却只能闷在心里。裴衍蹲在床上1天1夜了，也没见他上过茅房，难道他尿床了？一把掀开裴衍的被子，朝他2腿间的被褥下摸去。沈大妮要干什么？再饥不择食，也不能当着孩子的面。不要脸，不要脸！没尿床就好。裴衍
疑问。对了，都1天1夜了，你要不要去茅房？裴衍将被子盖好，刚刚那股子劲儿还没平静下来，突然听他来了这么一句，当即耳朵红到了脖子根，脸却依然阴沉。不用你管，我怕你憋坏了。爹娘，你们不要吵架，我俩以后保证乖乖的。是啊，爹和娘只要不再吵架，让我每天吃1顿都行。要是爹娘再吵下去，小猪一定会哭的。和娘没吵架，娘是关心爹呢。爹，你想上茅房跟儿子说声就行，我扶着你去，不能把身体憋坏了。爹不用扶，自己来。说完，裴衍一手扶床头，另一只手捂着胸膛，吃力又艰难地下床。裴衍双腿发软，倒在地上。沈乔撇了撇嘴，准备像拎小鸡仔一样将裴衍拎起来，嘴里再骂他一句：活该，让你逞强。谁知这家伙看着手，却重得像猪一样。沈乔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将他拉起来，谁知这厮站起来后便将沈乔推开了，非要自己扶着墙去茅房。别逞强了，待会儿掉进茅坑沾一身翔，别想让老娘洗。粗俗，真他妈比驴还倔。门被拍得啪啪作响，划破了寂静的夜。裴衍，快开门呐！谁啊？门刚开了一条缝，刘成就挤了进来。裴衍呢？屋里呢，你自己去找，我要去睡会儿。睡什么睡啊？赶紧都喊起来！村里的大部队要出发了，到时候把你们一家落下。一路上走走停停，王大福忙得脚不沾地，额头的汗一甩一大把。他没想到在村子里这些人还服管教，怎么出了孙子乱哄哄的闹成一团？不是你家的狗咬了我家的鸡，就是你的脚踩了我的鞋。一时间哭喊声、怒骂声声声入耳，鸡飞狗跳。停下！停下！停下！大家是去逃荒，不是去吵架。路上能不能消停点啊？万一吵吵闹闹引来土匪，看你们怎么办？王大福又发了一通脾气，众人皆噤了声，但蛤蟆村上下50余口人，全靠王大福一人管着，他多少有点吃力。走了10里路，又开始闹哄起来。王大福跑前跑后，一双老腿差点跑断。哎，你们就不能消停点？我爹快累倒了。村长，我这里有一个法子，可保证蛤蟆村的众人不乱阵脚，村长也有喘气的功夫。能有什么好法子？只要你路上安安静静的，就是给我爹积德了。什么法子？说说看，我倒要看看这个沈大妮儿能想出什么样的好法子。村长，咱蛤蟆村50余口人逃荒，就您一个人管着，难免有些吃力。我提议成个小分队，每个小队选2名壮劳力看管盯梢，一来有人为村长分忧，二来有劳动力盯梢孩子，也可避免自家孩子被丢。这个主意不错呀。大部队走走停停，有些妇人开始嚷嚷着歇脚。歇！眼下没吃没喝的，万一土匪打过来，跑都来不及。趁着天黑，赶紧去找水，别等天亮了，连树皮都没得捡。我去。他不会趁机跑了吧？娘会不会丢下我们跑路？不会的，娘现在变得那么好，一定不会丢下我们的。娘，我陪你一起去。你还太小了，天又那么黑，万一走丢了怎么办？我跟你娘一起去，我看着他啊，不，我跟着他，人多力量大嘛。爹，你就放心吧，有曾祖母跟着呢，娘就算起了想跑的心思，她也不敢。他爱跑不跑，关爹何事？什么娘想跑？爹和哥哥在说什么？爹是担心娘一个人找吃的不放心，什么跑不跑的，你听错了。裴珠没心没肺，有什么话不能说给他听，因为他会一股脑的全倒出来。裴大哥，你的伤好些了吗？本想过来看看的，又怕姐姐生气。对了，姐姐呢？娘去找吃的了。啊，姐姐一个女人家怎么寻找吃食啊？万一……小姨，没事的话请回吧，我爹要休息了。万一什么？先前听姐姐说宋秀才也要跟着逃荒，就是不知在哪个队伍中，这人海茫茫的，万一姐姐找不到，遇到坏人可怎么办啊？哼，他跑不跑与我何干？看来裴炎果真不在乎沈大妮。我就说嘛，这种恶毒自私的女人，裴大哥怎么会喜欢？裴玄的小拳头握得咯吱作响，咬牙切齿地睨了沈雪一眼。将曾祖母接来之后，我娘就没搭理过你，什么时候讲过宋秀才逃荒的事啊？说完，一脸担忧地看向裴炎，希望他爹不要被小姨3言2语给糊弄。裴珠也跟着点头。从前觉得小姨温柔亲和，怎么现在的小姨老是说谎话，还是贬低娘的坏话？被裴玄揭了面皮，沈雪灰了脸，却不好发作。裴大哥，姐姐去了多长时辰了？天快亮了，姐姐再不回来，只怕
裴大哥，你也别担心，姐姐不回来也好，省得再虐待俩孩子。沈乔前世退役之前，在部队没少训练，自然知道如何荒野求生。他和王氏跟着村里的壮劳力左拐右拐，翻了几座山丘，少说也有2-3里路吧。眼前依旧赤地千里，寸草不生，空间里的大米又不能明晃晃的拿出来，沈乔愁得团团转。沈乔往大缸里掏了掏，掏出油茶面，用水冲了，一共冲了4碗。沈乔想躲到空间里吃肉，便没有冲自己的那份。娘，你怎么不吃？娘不饿。娘是想省下来给我们吃吧？裴玄撇了撇嘴，感动的想哭。娘，你吃我这碗吧。娘真不饿，你吃吧，娘去如厕。说完一溜烟的跑开了。这个女人这么好心，竟然将东西省给他们吃。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吗？还有沈大娘给我的惊喜，真是一个接着一个。这是啥呀？闻着这么香。刘成看了看手里的野菜饼子，又看了看培养碗里的东西，瞬间觉得野菜饼子不香了。沈乔找了个隐秘的地方，躲到空间里，吃饱喝足后才出来，还顺便带出来4个熟鸡蛋。一人一个，快吃吧。你奶奶不吃，你吃吧。奶奶，我没胃口，吃不下。沈乔连忙捂住自己的嘴巴，都怪在空间里吃得太饱，没忍住打了个饱嗝。我刚才吃过了，鸡蛋你们一人一个。真的，我刚才都打嗝了，真吃饱了。王氏不疑有他，以他孙女的特性，偷偷躲起来吃饱的可能性比较大。在哪弄的鸡蛋？都说了不要问，不是偷来抢来的，你们吃就是了。怎么那么多废话？沈乔先前还在欣喜有空间在手，万事不愁，现在是愁的一个头两个大。他不敢暴露空间，真的不敢暴露。出发了，出发了！顺着这条路走半个时辰，能上官道，过了南平县，再走10天半个月，咱就有水喝了。哎呀，村长啊，这要走半个多月，那这半个多月岂不是要渴死在路上啊？是啊，村长，带的水本就不多，撑不了半个月的。再说了，过了南平县就一定有水嘛，万一打过来怎么办呢？别吵吵，别吵吵，这是最短的路线了，天无绝人之路，路上肯定能找到水喝，大家有信心一点。我们不要肯定，要必须找到水喝。村长，你组织我们大家去逃荒，却给了我们一个不确定的答案，那还不如留在蛤蟆村自生自灭呢。你的意思是本村长害了你们呀？啊！太心酸了，实在是太心酸了。他一把年纪操心劳累，结果村里人还不领情。不想跟着逃难，可以滚回蛤蟆村，别在这里唧唧歪歪的影响旁人。哟，王老婆子，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啊？有这个空隙，还不赶紧将你那孙女看好，省得她跟人跑了去当小妾。王老婆子，你咋过来了？瞧你那窝囊样，被一群妇人气得哭哭啼啼，哪有一村之长的气度？你若是不想跟着我们逃难，现在带你家二狗回去还来得及，不然你就自行离队，别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。村长，王婆子骂你没有村长气度，你不去指责他，反而指责我，你是不是怕他？胡说！王大夫强忍住心虚，手指发颤的指责张寡妇：是你搅乱人心，休要挑拨离间。行了，你要么给我滚到队伍中好好待着，要么就滚到蛤蟆村自生自灭。你说这沈大高也是够狠心的呀，这老娘女儿都不管了，一家人悠哉悠哉的坐在牛车上，吃的是好米好面。哎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沈大妮儿和他爹断了亲，王氏也不认这个儿子了，他不管他老娘也合情合理啊。呸！好歹是生养自己的亲娘，为了赵莲花那个老妖精和自己的亲娘断了关系，还推到大女儿的头上。谁不知道赵莲花和沈雪虐待王氏？就沈大高那个眼瞎心盲的东西，不相信自己的老子娘。说这话的就是与赵莲花不对付的王翠花。沈乔听到熟悉的名字，不由抬头望去，只见王翠花唾沫横飞地斥骂着沈大高。沈乔不由得对他高看了几眼。整个蛤蟆村总算有一个心眼清明的妇人。忽然一阵阵马蹄声打过了他的思绪。沈乔回头一看，一支6匹马的队伍从后面赶来，很快就要超过他们。这支马队绝不是善类，你们做好准备。沈乔来不及多想，他也觉得这队人马不是善类，他们看模样30来岁，背上的包袱鼓鼓囊囊，看着不像是吃的。重要的是他们的眼神就像杀过人似的，刚才骑马经过那一趟，恐怕已经摸清蛤蟆村的底细。你跟村长说，走了这么长时间了，休息一下吧。正好大家走累了，前面有片荒地，咱们就去那儿歇着吧，省得挡了人家的路。说完噔噔噔地跑到队伍前面，跟王大福说了此事。王大福一声令下，蛤蟆村一队人下了官道，拐进了前面的荒草地。
村长，不如建议大家先啃干粮垫吧垫吧，别着急做饭了，等晚上找睡觉的地方安顿下来再说嘛。这里离官道近，天干物燥，万一着了火就不好了。王大夫觉得言之有理，踱步到队伍前方，站在牛车上扯着嗓子传达，趁着天亮多走走，走得越快他们越安全。看我堆的猪圈怎么样？猪圈堆得不错，让你爹住进去正合适。突然感到一道凌厉的视线正锁着自己。开个玩笑，别当真啊。沈乔挪了挪腿，下意识靠近裴衍，伸手探向他的额头。你要做什么？我还能做什么？就是想看看你有没有发骚啊，不发烧。都怪裴衍，扯他胳膊干嘛？好端端的竟然嘴瓢了。裴衍牙齿咬了又咬，胸膛的火气窜了又窜。这个女人是上天派来气他的吗？那你到底有没有发烧啊？沈乔捂住自己的嘴巴，舌头都快打结了。我好得很，没有发骚。裴衍说完愣住了，脸红到了耳朵根。沈大妮儿，你无耻！好，我无耻，千万别气啊！好不容易缝上的伤口别崩开了。看着沈乔远去的背影，裴衍脸色发青，眼神有一丝窘迫，一闪而过。从前无论沈大妮儿如何骂他，他总是面无表情，心里不起一丝波澜。现在他总能牵动他的情绪，让他暴怒如雷。这种无法控制的情绪，他很不喜欢。众人歇得差不多了，在王大福的带领下开始赶路。王大福召集各队小队长，商量晚上休息睡觉的事儿。我先前来过这儿，再往前走是何家村，过了何家村有一座破庙，不如我们再走上半个时辰，到破庙中歇息如何？哎呀，破庙好啊，最起码女人孩子能住进去。虽然到了春日，但风寒冷冽，万一受了风寒就不好了。走，赶快出发去破庙。紧赶慢赶，蛤蟆村一行人终于在伸手不见五指之前找到了刘成所说的破庙。安排大家做点热汤热水，妇人孩子吃了进去休息，老少爷们留在庙外看守咱们的牲口和粮食。裴衍在俩孩子的搀扶下小心翼翼地下了驴车，坐了一整天屁股都麻了。王氏立马搬起小板凳让孙女婿坐下。奶奶坐吧。王氏的手僵住，随后一喜。你孙女婿喊我奶奶了。裴衍未曾开口喊王氏一句奶奶，应该说从他逼迫裴衍娶自家孙女时就没开口喊过。王氏激动地围着沈乔转了一圈又一圈。孙女婿是不是接受我住他家了？是不是不怨我了？哎呀，你呀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可要好好的跟着阿衍过日子，以后不许再想着那个弱鸡崽子一样的送秀才，听到没？听到了。沈乔将大锅支起来，头朝下撅着屁股在大缸里掏啊掏，实际上他是将空间里的臭鳜鱼拿出来，而大缸是他与空间的媒介点。他打算烧个臭鳜鱼汤，可是当臭鳜鱼汤出锅时，哎呦，鱼都臭成这样了，还不舍得扔啊！唉，这和大便有什么区别呀？也不知裴家老小吃不吃得下去，反正啊，我闻着就想吐。哎呦，鱼臭了咱就不吃了，扔了吧。奶奶相信我没错的，这鱼不仅不会吃坏身子，还相当美味呢。娘，我不想吃大便。谁跟你说这是大便？女孩子家家的，不可以说话那么粗俗。娘，这鱼汤怎么这么臭啊？是不是鱼坏掉了？没有，这是臭鳜鱼。别看它闻着臭，吃起来特别香，尝尝看，香得很。我不吃。见沈乔吃得津津有味，裴珠咽了咽口水。娘，我想尝尝。好，好吃，太香了。爹，哥哥，娘没骗我们，真的非常香，非常好吃。裴衍拉着裴玄后退，王氏则用一言难尽的表情看着母女俩，纷纷摇头。想不到你俩有这癖好。大妮，来我这里。哟，王翠花，跟他走那么近，也不怕沾了一身骚？难不成你也想找汉子当小妾？张寡妇，你再满嘴喷粪，老娘撕烂你的嘴！翠花姐，有些人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，天天想男人想疯了，不然怎么老是把汉子挂在嘴边呢？我说呢，怪不得他嫉妒咱有男人，所以呀。说着，王翠花故意靠近沈乔耳边，压低了声音嘀咕：哎呦喂，沈大妮，你个遭天杀的贱妇，敢说老娘？我又没指名道姓。常言道，石头丢进猪圈里，哪只猪被砸中了，叫的声音就最大。果然啊，我挠死你！不料沈乔突然飞起，一脚踢在他腰上，直接给他踢飞出去，一头扎在王赖子的裤裆底下。好姐姐，不带这么热情的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怪不好意思的。去你娘的不好意思！张寡妇猛地起身，一头顶了上去。王赖子捂着下身，疼得满地打滚。张寡妇顾不得身上的泥土，叫嚣着再次冲进破庙内。哎呦喂，哎呦！
让我听到你在孩子面前讲些不着调的污言秽语，老娘将你舌头打个结，让你知道花儿为什么这么红。扯头皮的感觉从大脑传到每一个毛孔，张寡妇不停地哼哼唧唧，哆哆嗦嗦。王氏提着裤腰带从暗影处回来，眼前这一幕让他呆了呆。发生了啥？他就蹲个坑的功夫，怎么他孙女儿将张寡妇打趴下了？莫非孙女得他真传？两道惨叫凄厉无比，拉开了血腥夜晚的开端。惨叫声同样惊醒了庙内的妇人，因为那惨叫声一道是张寡妇嘴里发出来的，另外一道来自庙外。沈乔竖起耳朵听了听，发现有打斗声，但不激烈。他突然想到半路上遇到的那队人马，不许乱叫，别让歹人知道庙内有妇人和孩子。奶奶，帮我看好俩孩子，裴衍还在外面，我去看看。王小福和刘成带领下的5个汉子们正奋力地和抢劫的人对打。王大福气得哭天抢地，天杀的，竟然抢我家的牛，丧尽天良啊！很明显，那些人专门是干抢劫的，打架稳准狠。蛤蟆村的爷们儿瞬间落了下风。遭天问的玩意儿，我们蛤蟆村的爷们儿也不是吃素的，打死他们！该死的歹人竟然趁他不备，狠狠一脚踹在了胸口上。王大福两眼一翻，晕了过去。爹，2个大老爷们儿跟个缩头乌龟似的躲在这里，还不抄家伙去帮忙？沈大高狠狠瞪了他一眼。我可不想去帮忙，还有这个沈大妮，有这么对长辈说话的吗？哎，算了，为了不引起歹人注意，还是暂时忍了这个逆女。你家不也是如此吗？让我们拼死拼活的上阵，他躺在驴身上看热闹，咋有脸说别人呢？沈乔懒得跟他废话，他家裴衍受伤了，能冲锋陷阵吗？沈小高没吃2斤屎都说不出来这话。沈乔活动了下筋骨，刚要冲进打架的队伍，突然一片哀嚎声响起，几个歹人扑通倒在地上，捂着腿痛苦的哀嚎。仔细一瞧，地上零落散着几颗石子，顺着石子飞出的方向，沈乔看到躺在驴车上的裴衍坐直了身子。沈乔眯了眯眼，裴衍不是普通的猎户吗？古代的猎户这么厉害吗？刘成及其众人不可思议地看了看自己的双手，他们也没用力，怎么这些人全部倒下鬼哭狼嚎？刘大哥好身手啊！哪里？他有进山打猎的经验，身手一向不错，或许真的是瞎猫碰到死耗子。你怎么出来了？还不进去？沈乔收回视线，似笑非笑地瞥了眼男人的左手。哦，你是在担心我吗？裴衍本就怕掷石子被发现，心里存了些不安。少自作多情。嘿呀，这都被你发现了，我还以为你是真的担心我呢。孩子呢？庙里。突然破庙中传出阵阵哭喊声，还有一波歹人。小轩、小卓，奶奶！前来抢劫的是白日遇到的6支人马，外面3人，破庙里3人，分工还挺仔细。王氏手持木棍，动作迅速，他当胸一脚，狠狠踢向迎面而来的歹人，将那人踢得倒飞后，又猛然一个回旋，单腿横扫，将一左一右逼来的2个歹人横扫在地。放下从前的恩怨，现在我们合力将歹人制服。沈乔手握锄头，一扬手，手中的锄头狠狠砸向歹人的大腿上。张寡妇踟蹰片刻，咬咬牙，扛着锄头加入了混战。刘成带领人冲了进来，同时愣住。蛤蟆村3大毒瘤果然名不虚传，歹人见对方人多势众，都扛着锄头，就连女人都这么能打。此时不逃焉有命在？躺在地上的3个歹人互相使了个眼色，突然跃起，拎着被砸伤大腿那人，冲开破庙的窗户逃了。快追！王氏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捂着胸膛，大口地喘着粗气。到底是老了，不中用了，就连3个贼人都对付不了。哎，沈乔这才想起王氏利索的身手，在原身的记忆中，他好像确实挺能打。奶奶的身手行云流水，刚劲有力，难不成是自学成才？奶奶年轻时打架打得多了，这是练出来的。不过你的身手也不错，跟奶奶比过之不及。不知谁喊了一句，众人开始附和。对，杀了他们！若不是3大毒瘤能打，恐怕死的就是我们了。杀人犯法，虽然这世道乱，但咱们也不能知法犯法。再说了，若杀了他们，那3人回来寻仇怎么办？本村长建议留他们一命，将他们的腿打断绑起来。村长说的有理，咱们各家还有孩子呢，咱不能教孩子杀人。就这样吧，将他们3人腿打断绑起来，我们连夜出发，这地方不能待了。行，就按村长说的办吧。吓坏了吧？不怕。娘和曾祖母好威风，小猪以后也要做像娘和曾祖母一样厉害的人。小猪以后说不定更厉害，娘看好你啊！沈乔揉了揉他的脑袋，突然想到裴珠手持木棍打陈二狗的那一幕，说不定王氏的基因隔代遗传呢。裴玄抿了抿唇，看了沈乔一眼，欲言又止。他也想抱着娘的脖子，
亲昵撒娇。他也想说以后他会变得更厉害，会保护娘亲，可是他有些不好意思，同样的话被妹妹说了，若他再说，颇有点跟妹妹争宠的嫌疑，万一惹娘厌烦怎么办？沈乔自然不知道裴玄的小心意这么多，察觉到他想说什么却又不敢说的样子。小轩，你是不是担心你爹？裴玄一愣，娘不问，他差点把爹给忘了。离天亮还有1个时辰，大家别睡了，收拾收拾赶路。行，村长，俺们这就收拾。他们也怕余下的3人来寻仇，索性趁着天不亮赶快走。再说了，荒郊野岭的，万一那3人搬来救兵，将他们全杀了怎么办？哎，看见我家二狗了吗？陈二狗没看到啊。哎呦，我家二狗啊，我的命怎么那么苦啊？没了丈夫，又没了儿子，天杀的歹人哦，定是他们掳走了我的儿子，都怪你。好端端的一口大黑锅朝着沈乔砸来，气得他胸口疼。你家二狗10几岁了，长得人高马大，被人掳走他不会叫呀。刘成追过去时，3个人骑马逃走，根本没有掳走孩子。与其在这咋咋呼呼的大叫冤枉别人，倒不如分头寻找。沈乔理解张寡妇丢了儿子心痛难耐，但也不敢什么帽子都往他的头上扣吧。村长，咱先停一停，让妇女和孩子们老实待在破庙里，男人们在附近找找。我觉得陈二狗应该没跑远。众人合力寻找，沈乔也加入了寻找陈二狗的队伍。庙外瞬间安静下来。裴岩躺下，突然听到驴车下传来悉悉嗦嗦的声音，一颗毛茸茸的脑袋正低头偷吃他家的锅巴。裴岩侧头拎住他的脖颈，将其薅了出来。陈二狗，陈二狗，你躲驴车下面干什么呢？刘成踢了踢蹲在地上像鹌鹑一样的陈二狗，借着月光看清了地上的锅巴碎屑，不由得怒斥：好你个二狗子，全村人找你都找疯了，你倒好，躲起来偷人家东西吃。关你屁事，我想吃就吃，让开，别挡我路。陈二狗找到了，陈二狗找到了。哎呦喂，我的儿啊，你去哪儿了？娘找你找得好苦啊！陈二狗委屈巴巴地看了张寡妇一眼，本想告状，接触到裴衍阴冷的眼神，吓得一哆嗦。裴衍将陈二狗偷东西的事说了，众人听了唏嘘不已。其余人纷纷检查自家包袱有没有少东西，发现只是少了些吃食后，才松了口气。少他娘的满嘴喷粪！你和沈大妮那个贱人合起伙来欺负我们孤儿寡母！就是，见自家老娘来了，陈二狗顿时有了底气，双手叉腰跟张寡妇一模一样。村长，咱们蛤蟆村的队伍一向是纪律严明，最忌讳偷鸡摸狗的事儿。张寡妇先是冤枉我分散他注意力，导致二狗丢失，现在看来分明是他们母子贼喊捉贼，分散咱们的注意力，趁咱们寻人之际让他儿子偷东西。张寡妇平日在村里嚣张跋扈也就罢了，你儿子偷鸡摸狗，咱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现在是啥境地呀？刚打跑坏人，就指使你儿子偷东西。众人七嘴八舌的指责，张寡妇惊得愣神，忘了替自己狡辩。你说说你就不能消停一点啊？平日里搅得蛤蟆村鸡犬不宁也就算了，如今大家都在逃荒，食不果腹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，你倒好，把大家当猴耍呀！村长啊，你别听沈大妮胡言乱语。平日里我虽然爱跟人拌嘴，但绝对不会戏耍大家，并指使儿子偷东西，借我100个胆子我也不敢的。谁信？你信吗？反正我不信，陈二狗平时没少干这事儿，都是张寡妇护着，这次也一样。算了，以后离张寡妇母子远一点，省得被他家偷的连裤衩子都不剩。哎呀，以后啊，别管他们了，让他们母子自行离队吧。千防万防，家贼难防啊！张寡妇认为，眼下认错是最好的选择。逃荒在外，他们母子2人绝不能被蛤蟆村的人孤立，否则孤儿寡母的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村长啊，二狗他还小不懂事，一时嘴馋失了分寸，我以后一定勤加管教。躲在人群中的沈雪眸光闪了闪。村长伯伯，俗话说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张寡妇已经带着儿子认错，也说了会严加管教，不如给他一个机会，让他继续留在蛤蟆村的队伍中。对，村长给我个机会吧，我一定会严厉管教二狗。再说了，我能打能骂，逃荒的路上能帮大家不少忙呢。沈雪心中比，面色却不显露出来。她才不是真的为张寡妇求情，只要能给沈大妮儿添堵，她不介意张寡妇留下来祸害全村。如今逃荒在外，大家囤点吃食不容易，若轻飘飘的接过，恐怕不会长记性。不如这样，陈二狗偷了大家多少东西，张寡妇按价赔偿，或者拿他的食物赔偿也可。姐姐，
张寡妇孤身带着儿子，已经怪可怜了。二狗吃不上喝不上，才起了偷吃的心思。现在让张寡妇赔偿，岂不是在吸他们的血？既然你那么心善，不如你替张寡妇赔偿吧。村民们满含期待地望着沈雪，眼神里的炙热怎么都掩盖不住。姐姐，你为何要针对我？明明是你要张寡妇赔偿的，怎么非要拉着妹妹替她？切，你说张寡妇可怜，既然觉得她可怜，替她赔偿点儿又何妨？难不成你可怜她是假，故意替她求情，让众人觉得你心善？姐姐，我没有。沈乔才不理会绿茶妹妹的装模作样，他上去拍了拍张寡妇的肩膀。沈雪替你求情，就一定会替你赔偿。他家好米好面很多，替你赔偿了，也不过就是指甲缝里露出来差不多，机不可失啊。沈雪妹妹，你就好人做到底，借我家点米面赔偿，等有了我再还给你。他说借，其实和明抢有什么区别？这个年头，谁家借了能还上？沈雪的嘴气得歪了，被张寡妇缠得不行，只好拿自家做的干粮替张寡妇赔偿给大家。睡梦中，沈乔再次来到空间的3室一厅。当看清里面的摆设时，他惊了一跳，梦中也能进入空间吗？先前都是催动意念实体进入，如今他睡着后进入空间，是不是平白无故的会在驴车上消失？沈乔一边担心，一边捞着个苹果继续啃着。这时手机滴滴发出声响，拿过一看，原来又弹跳出几条信息，其中一条是救治培眼成功，奖励避孕套50只，是否领取？操，慧毛救了裴衍要奖励他这个东西啊？就裴衍厌恶他那样，两人这辈子都用不到。再说了，他也不想和裴衍深入交流。等度过逃荒大关安顿下来，他要去做生意，买大房，然后跟裴衍和离，孩子归他。沈乔想得挺美，毫不犹豫地点了否，没想到手机卡住了，点了10几下否，画面依旧卡住，一动不动。气急之下，沈乔点了是。已领取50只避孕套，会在48小时之内发送，请注意查收。找你姥姥的，他要那玩意干啥？还不如辣椒种子来的实在。紧接着下一条信息弹跳出来，暴揍歹徒，解救蛤蟆村村民成功，奖励番茄种子1份，请注意查收。沈乔毫不犹豫地点了是，他现在才明白，空间里的手机相当于一个系统，但凡他做了好事之后，会通过手机信息发送奖励，点击接收后，奖励就像网上购物一样，48小时之内发货。看来穿越到架空的南越还不错，空间里不仅有吃有喝，做了好事还有奖励。为了奖励，他就暂且忍耐裴衍那张千年寒冰脸吧。吃饱喝足后，沈乔害怕外界的躯壳凭空消失，到时候引起慌乱就不好了，没敢多待，催动意念便出去了。驴车上，沈乔一个机灵醒了过来，两个小家伙一左一右睡得香甜。裴衍在前排赶驴，背对着他，王氏走在后面，驴车上的大缸正好挡住了他的视线，所以现在沈乔很迷惑，他睡着后进入空间，有没有在驴车上凭空消失？他搞不清楚状况，有些急，抬眸朝裴衍看去，只能看到这男人的后脑勺，乌黑的墨发用发带竖起，竖得一丝不苟。沈乔眯了眯眼，不知道乌黑的墨发底下有没有藏着狮子。想到狮子，他忍不住打了个寒战，感受到强烈的视线盯着自己，裴衍机不可见地蹙紧眉头，转过身，恰巧与沈乔四目相对。嗨，你看我干嘛？裴衍被雷住，愣了半天没回过神儿。我什么时候看沈大妮了？真是个自作多情的女人，明明是她偷看，不许看我！你不看我怎么知道我在看你？相公想看人家就直说嘛，干嘛不敢承认？少自作多情。从前的沈大妮儿从不会笑着逗弄他，不是冷着脸插着腰骂他，就是冷嘲热讽。虽然现在沈大妮儿不骂人了，说话也条理分明，但莫名就是气人，气得让人无法反驳的那种。逗弄裴衍的感觉真不错，就跟逗大号裴炫似的，好玩又刺激。这样也好，多逗逗他，省得他一天到晚闷闷的不说话，憋出病了。官道上逃难的人比先前多了不少，有一些是有家底的富人，马车居多，有的还带着丫鬟仆人。看来咱们走这条路是对的，官道上富贵人家居多，他们选择的地方定然不会差。看来村长挺有先见之明啊。眼下那民越积越多，若到了南平县，怕是不容易进城了。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，说不定南平县的县令大人心地善良，打开城门让咱们进去呢。这是王大夫的儿子王晓在队伍前后来回穿梭传话：大家加把劲儿啊，再坚持2个时辰，走过这道官道下方，
有一片空地，咱们就可以休息、生火、做饭了。王大福带着蛤蟆村众人下官道时，空地上已经坐满人。裴岩捂着胸口自行挪动，下地后慢慢行走。爹，你伤口还没有好全，小心点，有啥事儿就喊儿子帮忙。爹爹饿了吧？小猪不饿，给爹爹吃。爹爹不饿，你们吃吧。沈乔呆呆愣愣地看着这一，羡慕的同时，胸口也有些发酸。没错，他有点吃醋了。他走了一路，脚都磨破了，也想让两个小家伙关心下。你先坐下歇会儿，这顿饭奶奶来做。沈乔心情闷闷地坐下，时不时地瞄几眼龙凤胎。那咱没必要那么省，两个孩子都在长身体，而你和那个谁的身体还需要补充营养，吃这个东西不行的。娘，那我们吃啥？我去换点其他吃食。请问我能不能用手里的这些东西？哟，这不是大名鼎鼎的沈大妮儿吗？我家青雨的马车刚骑到这里来，你后脚就捧着东西眼巴巴的凑过来呀，狗鼻子挺灵啊！这女人是宋青雨的妾室李双双。打扰了。沈乔脸色黑了黑，转身就走。他没想到随便找个马车换东西，竟然遇到宋青雨和他的妾室。站住！我还真是佩服你，到这境地了还能追上来，眼巴巴捧着两瓢乌漆麻黑的东西，想要讨好我家青雨。让开！哎呦，我的腿！沈大妮，你推我干什么？你嫁不成青雨，何苦拿我来撒气呀？我操，这是招谁惹谁了？刚才我看得真真的，人家根本就没碰你家主子一根手指头，不能仗着有钱就欺负人呐！就是，看他后排装了一马车的书，想必是读书人。这读书人也能干出来仗势欺人的事儿？你们一个个恶的老眼昏花看不清，明明就是他推了我。沈大妮，我告诉你，就算你今日打死我，我家宋青雨也是不会娶你的，你连做妾的资格都没有。娘的，忍无可忍，无需再忍。沈乔抓了一把瓢里的油茶面，扣住李双双的下巴，迫使她张开嘴一把塞了进去。你竟然敢！贱人！娘的，还堵不住嘴。往地上抠了一把干巴巴的泥土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再次塞进李双双的嘴巴。你在做什么？表哥，他欺负我。沈大妮，我早已跟你讲清楚，如今你我皆已婚嫁，你别再来纠缠我了。宋公子说的哪里话？我不过是想用家里的东西与人换点吃食，宋公子却下车跟我说话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您对我余情未了呢。不要脸的贱人，竟然敢当着我的面勾引表哥！我要抓烂这个贱人的脸！沈乔还没来得及抬脚踹他，这丫竟然踩在自己呕吐物上摔倒了。宋公子，提醒你一句啊，这近亲生出来的孩子多半脑子有问题，不过现在看来似乎没这个必要。就李双双这蠢到家的智商，生的孩子也好不到哪去，除非基因突变。裴玄和裴珠等了又等，迟迟不见沈乔回来，不禁有些急了。娘会不会遇到危险了？怎么去了这么久还没有回来啊？要不咱们去看看？不行，娘说过让我们俩不许乱跑，再等等吧。可是我肚子好饿，曾祖母做的树叶饼我一点都不想吃，我想吃鸡蛋了，我嗓子火辣辣的疼，好想喝水啊。两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议论着，忽然头顶处的光线暗了下来，裴珠眼睛一亮，娘回来了。小猪、小炫，你娘还没回来吗？没有。你来做什么？裴大哥，姐姐还没回来吗？刚才我见姐姐捧着两瓢东西去找了宋秀才，不知为何将她的小妾打了一顿。宋秀才带的人多，我怕姐姐吃亏，所以来问一下。沈雪说完，小心翼翼看了眼裴眼，发现对方一脸阴翳，顿时心中一喜，面前却装作担心。宋家家仆众多，我怕姐姐闹下去会吃亏的。裴大哥，我奶奶呢？我这就让她把姐姐喊过来。王氏去找村里的妇人砍大山去了，此时不在这里。沈雪是故意挑着点过来的，不然她才不敢在裴家面前说些有些没的。裴玄的小拳头紧了紧，下嘴唇被他咬得发白。他不相信娘会做这样的事，小姨说的一定是假的。沈乔并不知道自己遭到了怀疑，回来后发现一大两小，脸色凝重，他也没在意。我跑了好几家，终于遇到一户好心人，他们很喜欢我做的油茶面，索性换了些土豆红薯，你们看还有鸡蛋呢。一大一小两个男人默默的不说话，只有裴珠两眼放光的跑了过来。娘，你回来了，带了这么多好吃的呀。你个小馋猫，看了吃的眼珠子都亮了。曾祖母呢？沈乔的目光落在裴玄身上，故意找话题。裴玄却移开了目光。沈乔觉得奇怪，虽说平日里小家伙没有裴珠热情，但眼神里对他的热切是止不住的。今日怎么回事？裴眼虽目不转睛，但眼角余光却瞥到沈乔带来的东西。这么多东西他是在哪里弄的？
的，答案不言而喻，看来真的是去见老情人了。你这么盯着我干什么？你是不是饿了？这个土豆给你吃。你去见了宋清宇？裴衍怎么知道他刚才遇见了宋清宇啊？难不成你跟踪我啊？若你想打孩子的主意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沈乔无语，一直以来也没见他多客气过。他绞尽脑汁去想换吃的，结果人家倒好，莫须有的帽子直接扣在他头上。从穿来至今，试问他做的哪一样对不起他们？还有裴璇，跟他爹一样，也是认定了他对他们好是包藏祸心吧。真悲哀呀！无论我做的再好，都得不到你们的信任，想融入你们的家真难。抬头望了望天，沈乔觉得分道扬镳也不错，还有空间在手，万事不愁。只是他有点舍不得裴珠这个小可爱，还有裴璇。小轩，我很伤心。裴璇并未回答他。你说以后都会相信娘，可我刚换取食物回来，你就板着脸不理我，说我做错了什么事，你可以直接讲，可你偏要学那渣男的行径，一声不吭令我伤心。你爹不信我，可你也不信我。从我回来至今，你一句话也不跟我讲。看着裴璇脑袋越垂越低，沈乔继续道：既然你不需要我这个娘了，那我们今天就道个别吧。驴车和干粮留给你们，等你曾祖母回来，我带着她自行离开蛤蟆村的队伍。娘，你不要走，爹和哥哥不信你，小猪信你。小猪乖，以后咱有缘分，自会相见。不要不要，娘要走就带我一起走，我和曾祖母还有你，咱们一起逃亡。爹爹坏，相信小姨的话，不相信娘，我不要爹爹了。裴衍一怔，他的女儿竟然不要他了。不哭了啊，你俩都不哭了，是爹的错，爹不该不相信你娘。这是咋了？妮儿啊，你收拾行李干啥？这个家容不下我了，我要收拾行李离开蛤蟆村的队伍。奶奶要和我一起吗？啥？王氏惊呆了，他就出去砍了会儿大山，怎么一转眼孙女闹着要离开？曾祖母，你快劝劝娘，让她不要走。到底发生了啥？你告诉奶奶，奶奶给你做主。奶奶，这个家容不下我，我的儿子不相信我。娘，你不要走，是儿子的错，儿子不该不信你。可你不信我，认为我别有用心。儿子错了，娘，我不该听信小姨和爹爹的话，错怪了娘。只要娘不走，从今往后我只信娘说的话。裴衍顿住了，他没想到他在孩子们心中的地位如此重要。都说母子连心，就算沈大妮儿从前做了十恶不赦的事儿，孩子还是渴望母亲的爱。孩子的哭声令沈乔心痛不已。不哭了啊，你是个小男子汉，不可以掉眼泪啊。只要你爹不赶娘走，娘就不走。我什么时候赶他走了？爹爹，你不要赶娘走，你快说啊！裴衍动了动嘴皮，半天憋出一句：我什么时候赶你走了？都怪小姨跑到爹爹跟前说娘要跟人私奔的话，娘说了小姨是外人，咱们不能相信外人说的话。又是沈雪，他就说好好的，儿子突然不理他了，原来是听信了妖精的话，准确的说是他们的爹听信了妖精的话。王氏总算听清楚了来龙去脉，原来这个大乌龙是沈雪搞出来，这个小娘娘从小到大惯会挑拨离间。气冲冲的去找沈雪，却被沈乔拦了下来。奶奶，马上要赶路了，事情闹大了不好。我忍不下这口气，从小到大他就喜欢挑拨离间，欺负你，每每害得你被你爹打，你都嫁出去了，他还是不省心，还要挑拨你们夫妻之间的关系。奶奶，夫妻关系若坚硬无比，谁又能挑拨得了呢？王氏愣住，他自然知道孙女儿和孙女婿的关系，若不是他携恩相报，沈乔也很想将沈雪暴打一顿，但现在不能。刚刚演了一出苦情大戏，他的目的是让两个小家伙从此以后对他死心塌地，让裴衍心生愧疚。娘，你不走了对吗？小轩，我真的很生气，我说过不能相信别人的话，可你就是不听。是爹爹说娘，你爹不长脑子，难道你也没长脑子吗？娘若真的别有用心将你们卖了，早在你爹没回来之前便卖了。还有那个宋什么玩意儿，我一拳就能打倒他，干嘛要跟他跑？娘，你不走了吧？走？可干嘛要走啊？驴是我的，吃的喝的都是我的，要走也是你爹走。娘，你也不要赶爹走，好不好？好，你俩别哭了，娘怎么会赶爹走呢？万一你爹走了，又跑到妖精那里去了怎么办呢？再说了，你爹有伤在身，离了娘，他可怎么办呀？男人，瞧老娘多关心你，感不感动？
望着絮絮叨叨的女人，裴衍再次陷入迷茫。她似乎真的变了，变得一点都不像沈大妮儿了。她的这招欲擒故纵玩得挺溜啊，若她真想走，石头牛都拉不回来，怎会因孩子的几句话就改变？也不会因为她有伤在身而故作关心。确实孩子离不开她，她也暂时离不开他。路上走了2个时辰，直到申时才慢了下来。突然，不远处的大地传来一声闷响。什么声音？我也不知道呀，感觉地在晃，难道……沈乔的话一下子提醒了裴衍，他顾不得伤口痛，大声朝着沈乔喊：“快上来，要地洞了！”此时人群开始骚动，王大福敲着盆站在牛车上大喊：“大家站在宽阔的官道上，不要乱跑，不要拥挤！”远处一道霹雳轰然倒下，由远而近，大地开始摇晃。哎呀，哎呦，这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哎呀，有老鼠，有老鼠啊！眨眼间，逃荒的灾民们乱成一团，有不少人纷纷倒下，后面的灾民们犹如无头苍蝇一样，纷纷掉头逃窜。前方发生了大地震，将隐藏在暗处的老鼠震了出来，汇聚成比丧尸群还可怕的鼠群过境。但凡鼠群过境的地方，皆留下森森白骨，宛若地狱。一切都来得太突然，毫无预兆。保护好俩孩子，孩子在你在，孩子不在你亡。前方的人纷纷往后逃窜，不得已他们只能顺大流往后。好在他们家的驴够听话，王氏和沈乔2人合力，2人各一边薅住驴车上的缰绳，拉住驴耳朵，在后方居民涌入的惯例下迫使后退。大家往后撤退，扁担挑子该扔的扔，一定要护好自家孩子，千万不能被踩到地上，千万不能摔倒，往后退，往后退。大部分人都听着指令，丢下手中沉重的包袱、粮食袋子，抱起自家孩子，跟随大部队就跑。但也有一些极品舍不得丢下车上的米粮，比如沈大高家。沈小刚将大米从地上扛起来，沈大高你个没用的东西，连个牛都拉不动。哎呀，小雪，快将衣服捡起来呀！啊，老鼠啊，快跑快跑，快跑快跑，往左边跑，快往右边跑。人畜呼喊嘶叫，连成一片。沈乔第一次发现如潮水般涌出来的玩意儿是老鼠，吓得他差点肝胆俱裂，大喊一声跑。裴衍顾不得伤口疼痛，抱起俩孩子从驴车上一跃而下。我这跑！几人如同连体鹰般冲在最前面，带头狂奔。驴也撂蹶子跑，车上的物件也不要了，逃命要紧。村民同样被黑压压如潮水的鼠群吓得魂飞魄散，撒丫子就跑。沈大高一家连忙丢下手中牛、衣裳物件，抱头鼠窜。王小福赶紧弯腰躬身，将王大福背在身上。带好孩子，将东西扔了，跟上裴衍和沈大妮儿。沈乔以每秒几十米的速度疯狂逃窜。由于4人加俩孩子连在一块儿，逃窜的时候3个大人合力，不一会儿便冲在最前面。蛤蟆村众人吓得腿软一阵，看到前方摇晃的红旗子，顿时有了主心骨，舍弃手中的物件，疯狂追上小队长。不知跑了多久，总算逃离至官道5里外的山坡上。蛤蟆村除了腿脚不便的老人跑不动遭了殃，其余人全部侥幸活了下来。沈乔一家5口只顾逃命，根本不知后面老鼠过境，留下森森白骨的场景。直至跑了离官道20里之外，才彻底解除危机。沈乔只觉得全身发软无力，如一滩烂泥般跌倒在地上，浑身肌肉抖动的厉害。王氏同样如此，只有裴衍噗地吐出几口鲜血，随后两眼一翻晕死过去。爹！裴玄、裴珠哭得撕心裂肺，肝胆俱裂。沈乔心脏被揪得生疼，裴衍本就重伤在身，不宜走动，这下好了，不顾伤痛，抱着孩子狂奔20里，也不知小命是否保得住。小猪、小轩不哭啊，爹没了，你们还有娘呢，娘绝对不会离开你们的，不哭，不哭啊！我不要爹死，娘，你救救爹呀！爹，我要爹！裴珠扯开大嗓门，哭声震耳欲聋。许是哭声能渲染气氛，周围的灾民们、孩子们也跟着放声大哭，一时间全是哭天喊地的嘹亮。王大福见众人哭得厉害，老泪瞬间流了出来。不过他身为一村之长，他没有哭的资格。哭，一个个就知道哭。能在地龙大翻身、鼠群过境中活下来，那是不幸中的万幸。所谓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咱们要强打起精神，想法子找吃的，努力活下来才是要
要紧事。我们全都死绝了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？是啊，我老娘儿子都没了，全村的人就剩下我们几户了。老天哪，你不睁眼呐！王大福没有时间管其他村的村民，而是吩咐王小福喊来其他小队长开会。沈乔手足无措地哄着两个小家伙，越哄越哭得厉害。当他意识到自己说错话后，恨不得抽自己2个巴掌。你孙女婿还有气儿呢，他还活着呢。啊，别没死！裴玄的小眉头皱得紧紧的，伸出2根手指搭在裴眼的脉搏上。娘，爹没死，他还活着呢。这是铁打的身子吗？狂奔20里竟然还活着。轻轻掀开裴眼的衣领，胸口处大长疤不停地冒着鲜血，血液与衣服粘连在一起，被线缝合的地方微微裂开。沈乔倒吸一口凉气，这情况比第一次昏迷不醒时还要糟糕。黑匣子丢了，里面的烧药也没了，我怎么救爹爹呀？怎么伤得这么重啊？他本来就重伤未愈，现在又狂奔逃命，能活下来算命大了。哎，真是命苦啊！荒郊野外的，去哪儿找大夫啊？哎，天不睁眼呐！这可咋整呢？这血不停地往外冒，也没有止血的草药，要不烧点草木灰止血？不行，不能用草木灰止血。娘，你一定有办法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娘尽力。沈乔现在只能说尽力而为。刚才他听着裴眼的心跳声强劲有力，或许他真命大。村长，我懂一些治疗外伤的法子，麻烦你找几个人把裴眼抬到人少的地方，我试试救醒他。姐姐，这个时候你就别逞强了。我要救我的丈夫，怎么在你眼里就成了逞强了？裴大哥昏迷不醒，姐姐又不会医术，我自小与姐姐一起长大，你哪里知道治疗外伤的法子？万一不小心，小雪和小猪可就没有爹了。裴眼是他的，沈大妮儿想害死裴大哥，门儿都没有。姐姐，你是不是想跟宋清雨私奔啊？所以趁着给裴大哥治疗伤口的机会伤害他。只要裴大哥死了，你就能光明正大的跟宋清雨在一起了，是不是？沈乔这下彻底怒了，背后讲他也就算了，如今更是当着众人的面污蔑他，叔可忍，神也不能忍。他飞快地扬起巴掌，风驰电鸣的电光火石之间，某人脸上多了一个巴掌印儿。沈乔并未停下，此起彼落，上下交加，一鼓作气，左右开弓，啪啪啪，照着沈雪的小脸打了10几下，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我的底线，真当老娘是吃素的？儿子，刚才娘有没有凭空消失？裴玄摇了摇头，眼神带着懵。娘怎么能凭空变出来东西呢？她还是娘吗？她是天上的神仙吧？沈乔松了口气，只要不是凭空消失进入空间就好。处理伤口的整个过程，沈乔只用了10几分钟，跟第一次比明显熟练许多。娘好了吗？好了。那爹爹什么时候醒来？娘只会处理伤口，不会医术。先前见你把过脉，想来儿子略懂医术，你来为你爹把脉看看。裴玄点了点头，伸出2指朝裴眼的脉搏探去。娘，爹误带了，1个时辰便可醒来。村长，麻烦你帮我问问，谁有多余的衣裳？裴眼的衣裳被血渗透，不能穿了，需要换件干净的。哎，好，你等下，我帮你问问。妮儿，你咋处理的伤口？奶奶记不记得小时候我给咱家的猪缝肚皮？你不会是？王氏惊愕地睁大双目。妮儿，你胆子也忒大，这人和猪能相比吗？奶奶别嚷嚷，我也是死马当成活马医。他还以为孙女真的会处理伤口呢，还真的以为裴眼教了他2招呢。没想到，真是胆大包天，竟然将裴眼当成猪，将裴眼身上沾满血污的衣裳脱了，喷发强劲的肌肉差点怼到沈乔的脸。他忍不住打量2眼，摸了摸鼻子，没有流血。给男人穿衣裳还是头一次干，沈乔累得满头大汗，擦了擦汗，准备将裴眼放下，冷不丁地对上一双黝黑深邃的眸子。沈乔愣了愣，突然无比认真地开启了关怀模式。伤口疼不疼？要不要我给你呼呼？不需要，我的伤口是你处理的。我和小轩一起处理的，他好像懂点医术，不知是谁教的。裴眼眸光闪了闪，没有回答沈乔的问题，而是低头打量自己的伤口。世上找不到几个会用缝合术缝合伤口的人，所以沈大妮儿真的只是给猪缝过肚皮吗？沈乔若是知道裴眼内心所想，一定会无比认真的点头。我真的给猪缝过肚皮，你就是那只猪。爹，你醒了。爹，你没死，真是太好了，我差点就没爹了。
爹没事儿，别哭了，都成小花猫了。天色微暗，各处点起了篝火，灾民们三五成群围成一堆，面色愁苦，神情悲痛。其他村的灾民也纷纷抱团组队，大家都知道，若单独去逃荒，只怕怎么死的都不知道，不如抱团取暖。如今行李包袱都丢了，9成以上的人都没了户籍，以后成了流民，走哪儿都被驱赶。这驱赶倒是不怕，眼下要紧的是怎么才能活下去呀？是啊，这没了食物，撑不过2天，咱蛤蟆村的人一个一个都得死去。我建议有粮食的全上交，等挺过难关，大家再一起想办法。我同意这么干，不过9成以上的人都丢了粮，眼下只有沈大高一家存粮多，也不知道他愿不愿意上交啊？沈大高家当然不愿意上交。当王大夫提出意见时，赵莲花叫嚣的厉害。老娘拼死护下来的粮食，凭什么上交啊？你个老不死的，竟然打我们粮食的主意！你们没本事护住粮食，关我们屁事儿！休想让我们上交！王大夫被骂得差点站不稳，他好心好意找他们商量，结果被指着鼻子，喷得狗血淋头。沈雪捂着肿成猪头的脸，心中愤恨，这个老不死的，他被沈大妮暴打时也不见他拉一下，现在倒舔着脸分粮食来了。沈乔点了点脚尖，有些好奇，问王氏：奶奶，前面闹哄哄的，发生什么事？不知道，咱去看看。于是2个人抄着手准备吃瓜，刚将头探进去想看看发生了什么，却被赵莲花怨毒的指着骂：是你们祖孙俩出的主意是不是？老不死的小不死的，就见不得我们过好日子。2人被骂懵了，王氏率先反应过来，一脚踹在赵莲花的肚子上。赵莲花头朝下翻了个跟头，啃了一嘴泥。你最好给我闭嘴，否则就不是啃泥那么简单了。 No 作 no die， 谁给赵莲花的大脸？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她和奶奶。泥人还有3分血性。向王大夫询问了情况，沈乔才知道各队小队长提议粮食共享，抱团取暖，共度难关。凭什么让我闭嘴啊？哼，你们一个个的打我家粮食的主意，跟土匪有什么区别？我呸！我今天就不交能咋地啊？赵莲花未说完，就听到耳边啊啊2声惨叫，沈小高飞了起来。沈乔真的想一脚将赵莲花踹飞，但是在村长和奶奶面前，他要保持良好的形象。哎呦喂，我的儿啊！天杀的沈大妮又打弟弟！哎呦，沈大高，你还管不管你的大女儿？逆女，你又打弟弟，反了天了你！谁是你的逆女？早就断亲了，我也不算打弟弟。我劝你啊，你最好别用手指着我，我可不敢保证沈雪会不会飞起来。从小到大，沈大高和赵莲花惯会拿长辈的势头压人，尤其是沈大高，打起原身来毫不手软。若不是奶奶护着，只怕原身早就被打死。断亲了，我还是你爹，我要打死你！我还是你娘呢，想打你就打你。沈雪害怕像沈小高一样被踹飞，爹，要不然就依了姐姐的意思，将粮食上交吧。瞧沈雪这话说的，莫名其妙又给扣上一个大帽子。你们一家非说是我出的主意，我若不将它变成事实，都对不起你们。既然沈大高一家不愿意跟我们拧成一股绳，那便离开蛤蟆村的分队，自行自灭吧。接下来我们还要继续逃荒，不能让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。此言一出，全场皆惊。王大夫听了直啧舌，沈大妮儿不愧是蛤蟆村3大毒瘤之一的毒妇，自己的亲爹都要赶出去。哼，你个贱皮，从小一肚子坏水儿。沈大高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就是你大女儿干的好事。秋风打不到，现在想着别的法子，将咱们赶出蛤蟆村呢。沈大高脸色难看至极，恨不得下一秒拆了他。奈何王氏在身边，他不敢收拾大女儿，瞪了一会儿，便蹲在地上装听不见。贱皮子，老娘跟你拼了！沈乔后退一步，快速捡起一块尖锐的石子，朝一旁趴在地上唧唧歪歪的沈小高屁股上狠狠一掷。沈小高吃痛嗷了一嗓子，捂着屁股失控，势如破竹般朝着赵莲花冲了过去。哎呀！赵莲花瞬间懵了，便被沈小高一头顶飞了出去，趴在地上哼唧2声晕了过去。娘，你咋了？儿子不是故意的呀，娘！沈雪和沈大高3两步冲到赵莲花跟前，掐人中的掐人中，抹眼泪的抹眼泪。让他们分担一些粮食是不可能了，眼下我们要抓紧找吃的找喝的。我建议每家派出1个人，随小分队队长出发寻找吃食。至于沈大高一家，暂时留在蛤蟆村队伍中，以后找到的食物水，咱不分给他们就是。村长，此次地动山摇，鼠群过境，往南平县迁徙的不止灾民，还有蛇鼠虫蚁、老鼠传播疾病，速度极快，随时有感染10亿的风险。我建议往西南方向逃荒，
前往蜀地。蜀地乃流放和发配的蛮夷之地，此处穷山恶水，我们往那儿逃，岂不是自寻死路？哎呀，不行，怎么能去那穷山恶水的地方？我们是正经的良民呐，到了那儿岂不成了被发配流放之人？就是，不能去那儿啊！沈乔一听，蜀地啊，虽说在古代是5大流放之地，但是在现代可是美食天堂啊！且蜀地易守难攻，素有蜀地不灭，国家不亡的说法。此次灾难，除非将户籍缝在胸口处的，咱们有90%以上的人丢了户籍，没了户籍便是流民。官府对于流民不会接济救治，只会驱逐绞杀。若我们再往南平县方向赶，恐怕还会涌出耗子，届时生吞血肉，留下森森白骨。那我们拼尽逃到这里，仿佛是一场笑话。沈乔知道这番话又勾起蜀群压境，所过之处留下森森白骨的回忆，但为了活命，他只好硬着头皮往下讲。最恐怖的是，耗子繁殖力惊人，1年8胎，1胎10只。你们想想，我们遇到的蜀群大军1个月后会壮大到什么规模？到时候恐怕我们都成了耗子的盘中餐，留下森森白骨，最后被苍蝇环绕，蛆虫爬满。沈乔说完忍不住恶心呕吐起来，一个传染俩，王大福也忍不住犯恶心，2个传染仨，3个传染一群。各队小队长们脸色煞白，纷纷跑出去大吐特吐。裴衍的肚子咕噜翻涌，他觉得刚才吃下的仙人掌马上就要从嗓门顶出来。2个小家伙不明所以，一脸懵地看着弯腰大吐的人们。爹，是不是仙人掌吃多了，脸色都染成绿色了？沈大妮儿，好好的非要提森森白骨，蛆虫啃咬血肉。想到那个画面，忍不住想吐啊！不能想。村长，我听说书的讲，蜀地虽然是流放的蛮夷之地，但土地富饶，旱涝保收，我们去了那里可以开荒种田，即便没有户籍，政府也不会过多管制。裴衍很意外沈乔能说出这么一番话。从前的沈大妮儿无论如何也讲不出如此条理分明的话，所以眼前这个人到底是谁？虽说现在是4月，但乍暖还寒，咱们没了棉衣被子，只怕要席地而眠。西南方向气候温润，气候不冷，更是适合咱们迁移，况且雨水充沛，不愁找不到水源。王大福点了点头，赞同地看了裴衍一眼，言之有理。王大福招呼各队小队长出去开会，最后一致决定前往西南蜀地。众人走后，裴衍直勾勾地望向沈乔，眼神中夹杂着一丝探究。沈乔被裴衍看得心里发毛，还好他表里如一，根本没有破绽。你老盯着我干什么？我知道自己长得貌美如花，平易近人，但你眼珠子都不转一下，盯得人家都不好意思了。讨厌！你到底是谁？接近我和孩子有什么目的？哎呀，这都被你发现了。没错，我的确不是沈大妮女儿。你他是发现孙女儿跟之前不一样了，但没想到眼前的人竟然不是孙女儿。王氏不敢相信，确定性的再问一遍：女儿，你是？我本是9天仙女下凡间，名为沈乔仙子。王母娘娘不忍人间疾苦，特意将我打下凡间，拯救苍生。前些日子撞破了脑袋，突然恢复了记忆。你们别走啊，我还没说完呢。你们不想听了吗？还是和小时候一样异想天开，总幻想自己是个仙女。这故事啊，听得我耳朵都起茧子了。村长，此次下西南，我们有一点要着重预防。哪一点？说说看。蜀群过境时，除了咱们村的人，其他村子也有侥幸活下来的，他们或多或少有被老鼠咬伤的。万一他们感染上食疫，也随着咱们赶往西南，只怕咱们就危险了。我建议咱们即刻出发，趁着天黑，尽早跟他们远离。是啊，村长，咱们刚挖了仙人掌，若是他们找不到吃的，届时抢咱们的咋办？所以事不宜迟，咱们赶快出发吧。即刻出发并不难，只是你的伤，我怕半路上你身体撑不住啊。我的伤不碍事，给我2个棍子拄着即可。王大福同意了裴衍的建议，让各分队小队长悄悄喊上自己管理的几户人家，在深夜出发。蛤蟆村50余口人悄悄地离开了，只是却没有人通知沈大高一家。娘，快起来，他们都走了。谁走了？快跟上，他们在那里！天杀的，我们不交粮食，竟然真的想将我们逐出队！快收拾东西，别丢下了！赵莲花这一嗓子惊动了其他村的村民，王大福带领大家不紧不慢的前行。此时他还不知道赵莲花嚎的这一嗓子给他们带来多大的灾难。村长啊，等等我们呐！当看到赵莲花身后呼啦啦一群人时，气得差点原地爆炸。村长，您不地道啊！就因为我们没有上交粮食，您就将我们落下，说什么一村之长守护村民是您的职责？我呸！纯粹扯淡放屁！王大福脸色阴郁地看向各队小队长，小队长心虚地低下头。行了，既然赶上了，就跟着吧。
本村长只管蛤蟆村的村民，其余闲杂人等请自行离开。切，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呗！你走你们的，我走我们的，凭什么让我们离开啊？王大福气得胡子分了叉，只能双手紧握拳头，狠狠地瞪了赵莲花一眼。你瞪我干啥呀？私自丢下我们，你还有理了？村长伯伯，不要生气，我娘一时着急才说重了话。行了行了，我怎能跟妇人一般见识？娘，这个猪头是谁？声音虽小，沈雪却听得清清楚楚，顿时脸色一绿。人是人，猪是猪，你要学会区分人与猪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娘。该死的沈大妮，一定是他教裴珠说的。亏我以前对小兔崽子这么好，现在的心完全偏向了他娘，我偏不让他如愿。村长伯伯，我向您介绍一个人，他想加入我们的逃荒队伍，并将粮食上交。沈乔突的瞳孔一缩，是宋青雨和李双双。丫的，他就知道沈雪这个小婊子不安好心。在下宋青雨，龙潭县的秀才，身后这位是在下的妾室，家中父母在鼠群过境中遭遇了劫难，至今下落不明。听闻贵村的人粮食断绝，在下恰好有1马车米粮，可以让贵村的人连撑3天。我没有别的恶意，就想跟各位父老乡亲组团逃荒，路上也安全些。听完男子介绍，裴眼双眸微微一沉，居然是宋青雨，沈大妮儿爱而不得的男人。沈乔嘴角挂着浅浅的冷笑，他还真小瞧了这个绿茶妹妹啊！这位秀才公，俺们蛤蟆村50余口人，老朽管理起来有些力不从心。再说了，我们此次逃荒往西南方向去，西南方向的属地乃是蛮夷流放之地，你一介有功名的秀才，也不好跟着我们去这犄角旮旯吧。村长说的对，我们村的人数已经够多，不需要让外人加入。我们不需要外人的粮食，我们村已经拧成了一股绳，若再有外人加入，这股绳松了怎么办？姐姐，你忍心看着宋秀才单独逃荒吗？关我屁事啊！姐姐，宋秀才好可怜的，他爹娘都没了，你想想啊，他娘的！他说的每一个字都在挑战沈乔的忍耐底线，实在忍无可忍，索性噌的上前拽住他，像扔抹布一样扔在地上，还踩了2脚。村长，我建议将他赶出逃荒队。我有长相俊朗又能干的夫君，有乖巧听话的儿女，我们一家过得幸福美满。他偏要毁我名声，难不成他18岁了还没嫁出去，起了给秀才做妾的心思？我就说呢，这沈雪怎么会和宋秀才认识啊？原来起了嫁人的心思，自己又不好意思说。那也不能往姐姐身上泼脏水吧？人家都嫁了人生孩子了，这小丫头心思忒狠毒，竟然毁她姐姐名声。这种人不能留在逃荒队里，人家沈大妮带领大家找到了仙人掌，解决了口渴问题。人家裴眼之所以受伤，是为了村子找水源所致。对，咱不能信了别人的3言2语就拆散人家家庭。沈大妮，你不许污蔑我！你是不是忘了曾经3天2头跑到宋秀才家，让他跟你私奔的事？你都说了是曾经，沈雪，你为何非要拆散我们的家庭？你到底安了什么心思？沈雪张了张嘴，不知该如何回答。她总不能说拆散了你们家，她好好嫁给裴眼吧。这位姑娘，我与沈大妮结已婚嫁，请勿毁人名声，拆人家庭。亏我之前还觉得这个姑娘是个好的，没想到心肠比汉沟里的臭虫还要恶心。沈雪存了害人的心思，但当众被人指责，脸皮受不住大哭起来。宋青雨再没脸皮跟蛤蟆村组队，驾着马车自行离去。众人翻过丘陵，踏过平原，行走几十里，依然遍地干涸，找不到水源。王大夫急得团团转，众人也累得哼哼歪歪，瘫软在地上。哎呦，这可咋办呢？眼看天都黑了，找不到水喝，岂不是要渴死？把仙人掌拿出来吧，今晚先凑合着，明天再想办法。王大夫让小队长们集合，再找一些劳壮力，寻找树枝，搭建临时帐篷。现在呢，各队小队长带领大家找吃的，妇人和孩子们留在这里。那个裴眼家的走了。来了。这有男人和没男人也没啥区别嘛，还不是和大老爷们们一起出来找吃的。一律王八整天缩在壳里，带着2个小杂碎舔着脸吃女人找来的食物，呸，真不害臊。小杂碎骂谁呢？小杂碎骂你呢。张寡妇的声音戛然而止，转而阴沉着脸。嘿，沈大妮，你张口骂人什么意思啊？你什么意思？我就是什么意思。你的意思是想打架了？你过来呀，别以为我真怕你，你尽管放马过来，这次老娘定将你打趴下。抱歉，
我的马变成了一只猪，他就站在我面前，我放不了。张寡妇四处瞅了瞅，没看到什么猪，当瞥到沈乔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，顿时明白被骂了。你个天杀的沈大你结巴的样子真可爱。好姐姐，再不出发可就跟不上队伍了。你滚开！姐姐这么狠心呐，3天2头的打我，若是将我打没了，咱家二狗可就没爹了呀！闭嘴！再多说一句，老娘弄死你！好姐姐，我还是劝你一句，早点给狗儿找个爹，你也不用跟着大老爷们儿出去找吃的了。滚！一个死皮赖脸的光头癞蛤蟆，从前扒墙头，现在缠着我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赖样，猪都比他好看。沈乔被张寡妇的样子逗得想笑，2个巴掌紧紧捂着嘴巴，才不至于笑出声来。笑，你笑个屁呀！对啊，我就是在笑屁。好姐姐，我最后警告你一次，别让我听到小杂碎3个字，否则我保证你会悄无声息的消失。你休要吓唬我！只要你不挑战我的底线，我也没必要吓唬你。但有些事我说到做到。我就是多嘴问了一句，你别找我啊！没指名没道姓的，我可没说你。对不住，我误会你了，都怪我们村的寡妇，她家男人死了之后，天天嫉妒别人有男人，阴阳失调，阴阳怪气，还想给儿子找个爹，天天阴阳我，我一气之下怪罪了你，对不住。你骂我？我又没指名道姓，你干嘛要对号入座？你走啦！沈乔扬长而去，不理会张寡妇结结巴巴颤抖的手。来到一棵大树旁，沈乔悄悄进了空间，从空间里面搬来3袋红薯，拿着铁锹挖个坑，左埋一个右埋一个，终于埋完了。张寡妇追上来时，沈乔正蹲在地上擦汗。好姐姐，你过来。我就不过来，咋的？看看这是什么？红薯，竟然有红薯！张寡妇吓了一跳，揉了揉眼睛，再次睁开。我不是在做梦，竟然真的有红薯啊！哎呦，快挖！张寡妇徒手挖红薯，一挖一个，一挖一个，激动的2脚一蹬晕了过去。沈乔无奈，只好照着他的人中掐了下去。哎呦喂，老天显灵了！你嗓门大，将老少爷们喊过来装红薯。哎呦，蛤蟆村的老少爷们们，快过来呀！听闻喊声，众人呼啦啦赶来。好姐姐，我来了，我看谁敢欺负你。当看到满地的红薯时，王赖子的下巴差点砸到后脚跟。我的姐啊，你在哪儿挖出这么多红薯啊？哎呦喂，这么多红薯，咱家狗儿子饿不着了。去你娘的癞蛤蟆！再污蔑老娘的名声，将你的第3条腿打断，绕个圈喂狗去！王赖子本就没站稳，这一踢身形不稳，一头栽进了红薯坑里，头朝下扑棱着2条腿，倒栽葱了好大一会儿。众人满载而归，一个个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。这人一满足就想唱歌，于是老少爷们哼起了寡妇歌。4月以来4月8，寡妇庙里把香插，人家烧香为家庭，我今烧香倒为啥哟？5月农活实在忙，眼看麦子就要黄，人家卖黄丈夫割，寡妇无人来帮忙。哎呦，太欺负人了，太欺负人了！张寡妇抱住膝盖哭得伤心，红薯撒了一地，唱歌的老少爷们都傻眼了。你去哄哄我？哎呀，快去！众人催促完，连忙兜着红薯，脚底抹油。沈乔气得心绞痛，这群人太不仗义了，明明是他们唱歌调侃张寡妇，凭什么烂摊子丢给他？你是不是有病？别人轻飘飘讲你2句，你就哭。平常你骂人那张嘴脏的就跟吃了大粪似的，啥都往外喷。自从孩子他爹死了，我是又当爹又当娘的，谁不想当个温柔的小女人？若我不强势跋扈些，村子里人人都要压我一头。你不坚强，软弱给谁看呢？说着说着，张寡妇又哭了起来。再抬头时，发现沈乔已走远，他才不想听张寡妇逼逼赖赖，没打他一顿，就算对得起他了。老少爷们们兜着一大兜子红薯过来了，王大夫眼睛都直了。这些在哪儿找的？就在前方20里，是沈大妮发现的，一大片呢。往西南方向走准没错呀。
啊，苍天大地都在帮助我们呀！王大夫十分感激裴衍，他决定以后有啥问题要多问问裴衍的意见。各队小队长集合了，按人头分红薯了。红薯数量不多不少，按人头来分，正好一人一个，沈大高家除外。开玩笑的，沈乔算了好好的，可不能便宜了沈大高一家。来到自家帐篷，两个小家伙眼巴巴地蹲在火堆旁，裴衍拿着棍子正在翻红薯。曾祖母呢？曾祖母去捡石头了。裴玄直勾勾地盯着红薯，头也不抬地回答：捡石头干嘛？捡石头打火呀。可是曾祖母刚走，爹爹就将火攥着了。那你爹爹好厉害哟！听着他细细碎碎的夹子音，裴衍汗毛直立。沈大妮越来越不正常了。王氏揣着一兜石头过来了。奶奶，这石头也太多了吧？你要打火，随便2块不就行了？哎呀，这石头光滑又好看，没忍住多捡了些。能有多好看？沈乔拿起一块石头端详了一炷香的时间，还在那儿端详，跟石化了似的。哥，娘呆呆的在看什么？难道石头上有花？不知道。裴玄很疑惑，但他答应过娘，不该问的绝不多问，不该猜的绝对不猜。爹，娘在看什么？裴衍抬头细细打量了沈乔一眼，对裴珠道：你自己去看看。好嘞。裴珠噔噔噔地跑过去。娘，爹让我过来看看你。你爹让你看我干什么？他自己不会看啊？真没想到裴衍这个人还挺闷骚，表面上装得挺高冷，背地里让小孩子替他传话。望着手中的石头，沈乔想到之前看的一则视频，是贝爷荒野求生用石头制作露水坑，通过蒸馏原理，利用昼夜巨大的温差蒸发出水蒸气。沈乔开始找村长，让他组织大家一起挖坑。挖坑干啥呀？想不想喝水？想啊，做梦都想。看到这些石头和树叶了，我准备利用它们弄出一些水来。瞎扯淡嘛！王大夫压根不信，不屑地歪了歪嘴。村长，我没有扯淡，请你相信我，反正大家吃饱了，闲着也是闲着，就当挖着玩了。啊，行了，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。你吃饱了，我可没吃饱。王大夫走远了。沈乔无奈地叹了口气，最后的最后，他召集了全村的小孩子和他一起挖坑，就当带着小孩子玩了。收拾完毕，沈乔拍了拍手，对着一群孩子高喊：各回各家，各找各自的爹娘。明天一早，咱就起来采集露水。翌日，趁着太阳未出来，温度未升起之前，3人出了帐篷，过来检查露水，收集装备。果然发现石头上有不少密密麻麻的水珠。娘，真的是水！去喊你的小伙伴们收集水珠啦。好。王大福拄着拐杖在给小队长们开会，看着孩子们捏着树叶叠成的勺子，小心翼翼地捧着，不由得多看了2眼。这一看不打紧，眼珠子都瞪直了。哪里来的水？是裴玄他娘昨夜教我们挖坑收集的。走，去看看。王大福朝小队长们打了个手势，来到沈乔跟前。竟然真的是水！众人唏嘘感叹，王大夫有些懊悔，恨自己昨夜不该不听沈大妮儿的话，不然今天早上也能喝一口水了，哪怕只是一小口。东方跃起一轮红日，大地洒满金辉。王大夫组织大家赶路，有了这个采集露水的方法，大家仿佛有了退路，紧绷内心放松不少。加上村长说再走20里有座山，过了山到达泸定州，说不定有官府施粥呢。村民们犹如打了鸡血般，鼓足了力气，加快速度赶路。途中，沈乔看到了大片的洋胡子草，结合裴衍编的小蚂蚱，他内心冒出了一个想法。那个谁，你会编织草鞋、背篓、筐子之类的吗？裴衍皱了皱眉，不明白他为何突然这样问。你的小蚂蚱编得这么好，我想着草鞋、筐子之类的东西应该不在话下。你看这些草长得多好，若用它编织出来东西，不仅可以自己用，还可以在县城换钱、粮食等需要的物需。编草鞋、编织筐子、换物需，这是沈大妮想出来的法子。他的头脑何时这么灵光啊？怎么看都不像是他的风格呀。或许不骂人、不打孩子的沈大妮就是这个样子的。对于沈乔说她是9天玄女的事儿，裴衍想起来就忍不住笑了。如此天方夜谭的故事，亏他编得出来。沈乔第一次见着男人笑，哪怕是面对孩子，他也没给他一个好脸。若不是下巴的一圈胡茬影响了美感，沈乔差点就被他迷住了。可以编织。村长，这里有大片洋胡子的草，不如我们多薅一点，编织草鞋、筐子。谁会编织筐子？蛤蟆村的人善于打猎耕种，但编织东西却不擅长。还能是谁？沈乔颇为自豪地指了指裴衍。咱们多薅点洋胡子草，让他教村民编织。马上要路过县城了，多编点东西，碗锅碗瓢盆之类的。村长，反正我们也走累了，不如停下歇会儿呗。
顺便跟裴衍学习编筐子。不等村长吩咐，众人跨着大步去薅洋胡子草。裴衍告诉村长，他曾在一本书上看到过洋胡子草的根部可以入药，让大家薅草的时候连同根部一起拔出，将小颗粒的果实薅下来。听说能入药，村民们快开心疯了。他们这是啥运气？没想到路边不知名的杂草在逃荒时帮了他们这么大忙。简单一学，村民们很快就学会了。沈雪拿着一把洋胡子草，提着裙摆在裴衍面前蹲下，嗓音娇柔：裴大哥，你能教教我怎么编吗？我没空，你去找别人吧。我上次让宋清宇加入队伍，他生气了，不应该呀。他不是不喜欢沈大妮的吗？怎么会因为宋清宇而生气呢？一定是因为沈大妮说了我的坏话。姐姐从小就喜欢背地里说我的坏话，记得上一次她去找宋秀才，我拦着不让，她就说裴大哥打她，实在受不了才去找宋清宇的。哎，裴大哥这么好的人，怎么会打女人呢？裴衍面无表情地瞥了他一眼，说了这么多话里话外都在贬低那个女人，磨磨蹭蹭话里有话，一点都不如那个女人来的爽快。那天他还说两个孩子是累赘，一定会处理了他们，好跟着宋秀才远走高飞。说完了吗？说完了就滚。上一回就跟我说沈大年想跟宋清宇跑，若他真的想跑，还端着2套东西回来吗？恨只恨当时的自己胡听了鬼话，害得自己2个孩子伤心。若我当时再多说一句，那个女人肯定头也不转就走了吧。愚蠢不对马嘴，狗屁不通的一番话，只有傻子才听不出来是在故意贬低那个女人。裴大哥，你怎么能没完没了了。裴衍气得胸口疼痛，额头青筋突突直冒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他到底要干嘛呀？一而再再而三的在我面前提起沈大年和宋清宇，嫌我头上不够绿吗？当然是想让你休了我，娶她呀。沈雪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。裴大哥，你别听姐姐胡说，我没有那个意思。裴衍脸色有些难看，他抬眸凝视着沈乔。休要胡说。虽然沈雪看他的眼神让他很不舒服，但休妻再娶这种事儿绝不会应验。沈雪心中一喜，裴大哥果然是相信他的。姐姐为了跟宋秀才在一起，不惜毁我的名声，也要让裴大哥休了你。你怎么啊？话没说完，被裴衍像丢抹布一样扯着他的衣领丢了出去。裴大哥，你听我说呀！滚，别逼我动手。这个女人比从前的沈大妮还令人作呕，两面3刀，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行为，真是令人发指。沈乔很意外，裴衍竟然驱赶绿茶妹妹，还是说他看透了沈雪的小九九，搞不懂她的意思。沈乔索性不想了，捧着猫珠子来到俩孩子面前，玩起了穿珠子游戏。娘，你看爹爹脸好黑啊。他本来就黑，看什么看？娘，你是不是生气了？我为什么要生气啊？因为小姨啊。虽然裴玄不懂小姨3天2头到他家来是什么意思，但刚才的话他可是听得清清楚楚。原来小姨想嫁给爹呀，怪不得看爹的眼神就像他看到野猪肉一样。他觉得爹爹很危险，万一被坏小姨抢走，他们岂不是要换个娘？这时村长开始召集大家集合，众人肩上扛着草鞋还有编好的筐子，纷纷赶路。大部队走走停停，途经一座县城时，发现城门口外挤满了逃荒过来的难民。此时城门大闭，城外乌泱泱一大群衣衫褴褛的难民排起了长龙。王大夫倒吸一口气，踮着脚尖望了望，这里怎么那么多人呢？请问前方为何那么多人呢？王大夫拉住一个50、60岁的老妇人问：前方是吴大善人在施粥，已经施了半个月了，你们从外地来的吧？快去领粥喝吧。老妇人说完，扬着手中的破碗冲进队伍。一听有粥喝，众人纷纷炸开了锅，争先恐后的去排队。排了半个时辰，终于轮到蛤蟆村众人。他们每人领了一小口粥，在葫芦瓢里很不显眼，不过众人已经很满足了。逃荒快1个月，终于熬到大米粥的汤汤水水，虽然米粒只有几颗，但众人喝完意犹未尽。这个时候粥棚上方响起铜锣声，一个40多岁身穿青白色长袍的干瘦老头发话了：各位啊，家中仓库的粮食一夜之间被人盗走，无法再继续吃粥了。吴某准备去外地购买粮食，请大家再熬上个1、2天吧。此消息一出，犹如水星子蹦在油锅里，在人群中炸得噼啪作响。不少难民不依，开始扯着嗓子骂人：没粮？
我呸，在这装啥好人呢？对，说白了就是想让大家出钱买粮。他装模作样施粥半个月，以为赚够民心了，这不是施粥了。呸！干瘦老头在灾民团团围住，他们非要老头给个说法。老头无奈，在家丁的护送下想要偷偷溜走。他要跑，快拦住他！吴大善人躲避不及，被乌泱泱的灾民拦住去路，甚至有的人向他扬起了拳头。升米恩，斗米仇。沈乔冷冷地看着这一幕，转头对蛤蟆村众人喊道：乡亲们，想不想以后能喝到粥？想不想进城？众人翻了个白眼。想啊，真搞不懂沈大娘竟然问这么白痴的问题。吴大善人做了好事还被打，这些人将升米恩、斗米仇展示得淋漓尽致。我们不能做这种无情无义之人。现在咱们抄家伙，将吴大善人救出来。众人一听，纷纷有些退缩。沈乔见状，不免有些心寒，他怕自己成为下一个吴大善人。想到空间里的红薯，他不遗余力地帮助蛤蟆村众人。若有一天，他们也像变得贪婪无厌，岂不是也将他当成了仇人？沉寂半晌后，刘成和裴衍同时出列，手持木棍冲向前方。张寡妇上！老娘才不上！你想冲锋陷阵，别拿老娘当垫背打！怪不得连我也打不过，就这老鼠的胆子，三脚猫的花架，切！张寡妇气得脸上青白黑三色混合，牙齿咬得咯吱作响，五指用力握紧棍子，大跨步冲了上去。哼，老娘今天就让你看看到底是不是花架子！见孙女和张寡妇都冲了上去，王氏搓了搓手心，有点痒怎么办？一刻钟后，暴乱的灾民被打趴下，吴大善人被刘成搀扶起来。多谢各位相救，吴某感激不尽呐！这时城门来了，一群拿着刀枪剑戟的士兵威风凛凛的一字排开，守在城门口。谁敢在城门口滋生暴乱，格杀勿论！吴大善人看到马上的男子，激动的热泪盈眶。儿啊，你终于来了！你老子爹差点交代在这儿，多亏是他们救了我呀！自家儿子早就交代过他那点微薄的粮食救济不了千千万万的灾民，他可不听，非要大发善心。现在好了，救济了半个多月，差点被这些灾民打死。年轻男子利落地翻身下马，仅仅一个蹙眉，凌厉肃杀之气笼罩全身，来到王大夫跟前，双手抱拳：多谢啊，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。请问大人，此时城门打开，是否可以进城？年轻男子皱了皱眉，城墙守卫来报说他爹城外施粥未打，迫不得已他才打开城门营救他爹。可是县长大人有令，任何灾民不得进入城内，否则格杀勿论。似是看出年轻男子的顾虑，沈乔脸上堆了堆笑。大家别高兴得太早，咱们在城门外救了吴大善人，难免被那些灾民记恨。这些水是福也是祸，我们拉回去，万一路上被抢了也是麻烦。那怎么办呢？沈乔想听听大家的意见，笑了笑道：大家共同想想办法。所谓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，咱人多力量大，一定会想出好法子。这话倒没毛病，只是诸葛亮是谁啊？难不成是什么了不得的人物？我咋都没听说过呢？众人七嘴八舌议论，沈乔内心翻白眼掐人中。现在的重心不是讨论诸葛亮是谁，问题是这些水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等天黑了拉回去啊？拉到哪里去啊？这个是啊，他们连个落脚点也没有，拉到哪里去？你可有法子？虽然我有法子，但此刻我也想听听沈大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，会不会和我想的一样呢？先前进城买了这么多瓶瓶罐罐，定要物用所及。这些瓶瓶罐罐也装不完呐，顶多装2缸水，那剩下2缸呢？沈乔未曾回答刘成的问题，而是看向王大福。我们从南平县一路而来，遭遇鼠群过境，锅碗瓢盆、牲口、牛羊全丢了。如今就想进城买些东西，好维持接下来的生活。县长大人有令，任何灾民不得进入县内。看在你们救了我爹的份上，可以允许5人进入县内采购，天黑之前必须出来。那成啊！沈乔自告奋勇要进城，空间里还有250两银子没花。王大福指派他的儿子王小福、刘成、其他队的小队长一起进城。进城后，刘成等人找了家药店，将麦冬卖了100文。沈乔沿着街打听到东头的木匠家，花了100文买了辆板车拉着，又花了20文买了口大缸、罐子、锅碗瓢盆。吴大善人不愧是大善人，临走之前托人找到他们，送了5、6辆板车，每辆车上都有2大缸水，还有不少玉米大豆，唯独没有米。看来吴大善人家真的是没有米粮了。刚出城门，蛤蟆村众人便迎了上来，看着满满当当几大缸水，一个个激动的狼嚎尖叫。多亏了大妮儿啊，要不是让我们冲上去救吴大善人，哪来的水喝呀？哪来的粮食吃？
不敢鞠躬，这是大家伙的功劳。长，请您派几个人在灾民中找一些富户、商户、乡绅来买水。咱们不需要留那么多水，用现成的瓶瓶罐罐装一些，携带在身上。临走之前再喝个水饱，携带在身上的水省着点喝，能撑个4、5天。4、5天之后若没水了，咱们再想办法。虽说灾荒年的银子不值钱，但架不住以后升值。越往西南方向，灾情越轻，我们需要银子的需求越大，趁机多换点，为咱们安家落户打下基础。王大夫沉思片刻，目光亮得吓人，激动地招来几个小队长：你们几个快出列，去找需要水的商户富户，问他们要不要水。真没想到这些水不仅能换粮食，还能捞钱。虽然趁着灾荒捞钱有点不大地道，但是也没办法，都是为了活下去。沈大妮儿做的事一件比一件的令我意外，到底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不知道的？裴衍再次陷入了迷惑中，看来得找个机会试探一下。他记得沈大妮儿胸前有一个水滴形胎记，当时新婚夜洞房时他看到的。察觉到身后有道灼热的目光，沈乔回头，恰巧跟裴衍对视。裴衍脸色一红，有些心虚的别过了头。天哪，我到底在想什么？刘成以及几个小队长问了一路，终于找到富户马队。听说此人是龙潭县的张员外，10足10的奸商，逃个荒，守院护卫、丫鬟婆子小妾一大堆。带路，本员外要亲自去看看。刘成等人战战兢兢地在前面带路，手心虚汗直冒。实在是这个张员外太谨慎了，出门买个水，哗啦啦带了5、6个凶神恶煞的带刀护院。水啊，竟然真的是水！还是如此清澈的水，许久没见到过了。城门不开，他们也进不去。即便他有钱有粮，守卫的城卫丝毫不给面子，他就是想喝口水，也难于上青天。张员外，你看一下缸中的水，若确定没问题，咱们再商量价格，如何？张员外让几个护院前去尝了尝水，发现无异常后，张员外率先开口问：不知这位夫人打算将水价卖到多少？满2大缸水，不知张员外是否吃得下？张员外想也没想，直接回答：吃得下，吃得下。他家丫鬟仆人一大堆，小妾孩子更是成群，自家老娘渴得直冒烟，躺在马车上连哼唧的声音也发不出来。见张员外不墨迹，沈乔更是豪爽直言：200两，只要碎银子，外加2担粮食，如何？什么？200两？你怎么不去抢啊？贵吗？邵员外一家的命难道不值200两？既然这样，那咱们无需耽搁时间了。想要水的大有人在，尤其像你这样的富足商户，更是不缺银两。老爷，200两对于您来说不过是掉了根牛毛，眼下咱最缺的就是水。这世界一滴水比油还贵呢，他这满2大缸已经够划算了。再说了，老夫人也等不及了呀。张员外愣住，水有多珍贵他自然知道，这世界哪怕有钱也难买到一滴水。想想自家老娘跟孩子，张员外咬咬牙成交。当沈乔将白花花的200两碎银子交到王大福手中时，他激动的咯咯2声，抽了2下，直直的晕了过去。快掐人中，掐人中！众人合力掐了好一会儿，王大福才悠悠醒来。村长，200两银子，咱们村子男女老幼总共50口人，按人头来分，每人可得4两银子，请村长帮忙分一下吧。每个人脸上挂着喜滋滋的笑，只有沈大高一家铁青着一张脸。村长啊，大家都有银子分，凭什么没有我家的？你家跟我们不在一股绳上，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。200两银子不多不少，村里每个人分4两，唯独缺了沈大高一家。这可是沈乔早就算好的，多一个铜板他都不会找张员外要。呸，真不要脸！鼠群大过近视，让他交点米粮渡过难关，他死活不愿意。现在怎么有脸找村长分银子？就是，找食物的时候他们不去，就无大善人时，那2个大男人躲在一旁看好戏。进城采买时，他家一个铜板子儿都不出，怎么好意思张着嘴等乌鸦往他嘴里拉呀？就是，从没见过赵莲花这么恶心的人。你们不要说我娘了，要怪就怪我。若不是我身子不好，我娘也不会将米粮留下。你们要怪就怪我吧。从前沈雪泪珠子一滚，众人都会产生几分同情，如今看到她要哭不哭的模样，只觉得厌恶万分。那你家的米粮继续留着给你养身子吧。我们的粮食和银子也要留着养身子啊，谁还没个子女了？就是，当了婊子还立牌坊，最恶心这种人。退！哎呦，都是你这个没用的废物，看老娘吃瘪也不知道帮忙，咱们一家变成这种境地，都跟沈大妮脱不了干系。沈大高扭头，满眼怒火。都怪你这个蠢妇，早交粮大家一起吃，会变成现在这样吗？老子到现在连一口水都没喝。
你个杀千刀的，你竟然敢打我！打你就打你，老子还用跟你商量？沈大高抡圆了胳膊，照着他的另一边脸呼了过去。赵莲花一巴掌被扇懵，2巴掌被扇醒，张牙舞爪的冲着沈大高挠了过去。于是两人互撕了起来，你扇我一巴掌，我挠你一爪子，场面激烈。王氏面露焦急，眼神里一闪而过的心疼被沈乔精准的捕捉到了。奶奶，夫妻吵架很正常，打情骂俏暖心房，若您加入进去就变成家庭矛盾，成了帮倒忙的，咱们不去凑热闹了啊！王氏顿住脚步，深呼出一口气后扭头走了。有些事眼不见心不烦，这个耳根子软的不孝子，是时候让他吃苦头了。行了，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！不要以为你俩互撕演场戏，本村长就会同情你们，再吵吵嚷嚷的就滚出逃荒队，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。村长想让我们闭嘴，必须得公平做事，银子和粮食没我们的份儿也就算了，水也没我们的份儿，这不公平。从今日起，你们一家不再是村里的一员，即日起赶出逃荒队。你还有你，将他们一家绑起来，嘴堵上，生的4颗老鼠屎坏了一大锅汤。姐姐，我们知错了，求你不要让村长赶我们走，村长最听你的话了，你求求情啊！沈乔气得一脚蹬过去，他一直缩着就怕沾染一身骚，结果临了还要拉他垫背，还不拉下去，堵上嘴绑起来，生怕他嚷嚷的声音小，其他流民听不见。既然大黑帽子往他头上扣，他就坐实了恶妇的行径。刘成带领几个小队长，动作迅速地将他们一家绑了起来，对沈雪这种梨花带雨的模样毫无怜香惜玉之情，拿出一块破布堵上了嘴。娘，你救救儿子！娘！王氏狠心地别过头，眼里啪嗒啪嗒直掉，直到沈大高被堵上了嘴，也没回头再看一眼。自从儿子跟赵莲花好上，气死大妮娘，纵容赵莲花母女虐待他开始，他就没有这个儿子了，就当他生下来就死了。可毕竟是自己10月怀他养大的儿子，说不心痛是假的。早干嘛去了？一个大老爷们儿被一个蠢妇牵着鼻子走，我警告过你多少次啊？给过多少次机会？蠢妇说什么就是什么，后悔也晚了。你们一家人有多远滚多远，把这些糟心玩意儿给我赶走，咱们也远离这几颗老鼠屎，省得被他们啃得骨头渣子也不剩。逃荒日子艰难，大家一定要拧住一股绳，谁若生出歹毒的心肠，损害整个队伍的利益，这就是下场。沈雪和赵莲花堵着嘴也不消停，使劲的挣扎，嗓子发出呜呜的求救声，拼了命的嚎叫，打晕他俩！砰砰2下，赵莲花和沈雪白眼一翻，晕了过去。身强力壮的小队长们抬着晕倒的2人，薅着沈大高父子衣领，将他们拖到了5里之外，将沈小高身上的绳子松了后，又凶神恶煞的威胁一番，最后扔下一些粮食和水便离开了。他们最终心软，害怕这家人被绑着会遇到流民丧命，特意松了1人的绳子。只是心软是致命的弱点。爹，这夜深人静的，我有点怕，咱快点走吧。这邹人问的王大福，老子诅咒他不得好死！还有你奶奶和大姐，一个个心狠如蛇蝎，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娘和女儿？爹，咱们抬着娘和妹妹赶快离开这儿吧，免得其他流民过来抢咱手中的粮食和水。你哪来的粮食和水？他们临走前给我松了绳子，扔了些食物和水。爹，村长还是想着咱们的，要不然咱们追上去，诚心认错。爹，你打我干嘛？以为给点吃的就想打发我，老子偏要将他得了银两的事弄得人尽皆知，不让我好过，那大家都别好过了。沈大高眼里的阴质狠厉，生生吓了沈小高一跳。他一直觉得爹木讷老实，他娘和妹妹才是一肚子坏水的人，原来最阴狠的人是他爹。沈大高一家匆匆往回赶时，沈大福带领众人顺利的进了山，并找到了一个天然的山洞。山洞不大，容纳50口人绰绰有余，好在洞里干净。山里的夜异常的冷，燃烧的火堆却温暖了整个山洞。沈乔熬的粥又多又厚，生怕家人吃不饱似的，身上的水和米不停地往锅里倒。妞儿，省着点吃，这可是4、5天的量，你这一下子全倒光了，后面咋办呢？奶奶，咱敞开肚皮吃个饱，这大山里全是宝，说不定明日能猎到肉吃呢。你怎么知道明日能猎到猎物？这不是有你吗？听说你是村子里的打猎高手，明日你喊着刘成他们进山，一定能猎到猎物，我看好你哦。走，今晚露2手去，好久没打猎了，手有点痒啊。你想徒手粘大虫啊？别做梦，做点打猎用的器具，明日一早用。
成，还是裴兄弟想得周到啊。沈乔竖起耳朵听了许久，也没听见裴衍说了啥。沈乔撇了撇嘴，自讨了个没趣，索性往地上一躺，搂着俩孩子呼呼大睡。耳边传来了低微的鼾声，裴衍抬眸，有些不可思议地盯着沈乔。这个女人竟然打鼾，这若是以后睡到一起，我岂不是要被鼾声吵得睡不着？我竟然想着以后跟沈大娘睡一起，我怎么会有这么下意识的行为？我一定是饿昏了，都是我精神错乱。裴衍赶紧停止脑中所想，不停地在心里默念了无数遍若心经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他以后绝对不会跟沈大妮睡在一起，绝对不会，绝对不会，绝对不会，绝对不。当念了100遍的时候，裴衍才觉得耳根子凉了下来。他自觉自唱的般若心经不错，若他以后再产生这种荒唐的想法，就念这个经。翌日一早，刘成兴冲冲地招呼了几个胸肌喷起的腱子肉，来到裴衍面前。兄弟，长剑做好了没啊？做好了，咱们去猎2只。走吧。裴衍捞起做好的长剑，大步阔斧冲在前头，刘成等人兴冲冲地跟上。小轩、小猪，你俩跟着曾祖母，我去山上转转。你去哪儿？去山上转转呀。你爹的伤还没好，我有点不放心。娘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不行，山上太危险了。你和妹妹还有曾祖母在这乖乖等着娘。拍了拍小家伙的肩膀，露出一抹柔和的笑。乖乖等娘哦，一定要听话啊！外头艳阳高照，山林里却阴阴森森的，带着股腐败气息。沈乔也没有找裴衍，他上山的目的也不是找他，就是想躲进空间洗个澡。娘，身后响起一道怯懦的声音，正准备进入空间的沈乔却转头看到一个小小的身影，不是裴玄还能是谁？你怎么跟上来了？沈乔当即板起脸色训斥：你曾祖母若是找不到你，该着急了。你怎么那么不听话？若王氏知道，肯定不会让小家伙偷偷尾随他上山，所以裴玄偷偷跑出来的。眼下找不到孩子的王氏得有多着急？裴玄垂下了头，没有狡辩，也没有反。娘说的话你听不懂吗？山里那么危险，你怎么能不吱声就偷偷的尾随过来？万一遇到危险怎么办？娘，我错了，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娘，不要打我。裴玄吓得瑟缩一下，仿佛又看到了从前的娘凶巴巴打他的模样。沈乔有些心疼，很想立马将孩子搂进怀里安慰一番，但裴玄今日偷偷尾随确实做错了。他狠了狠心，咬着牙坐在一旁的空地上，一言不发。半晌，你认错倒挺快，就是不知心里怎么想的。若你下次再将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，娘以后都不理你了。你要知道，你现在才6岁，孤身一人进山，若遇到凶狠的野兽怎么办？一口将你吞进肚子里，连骨头渣子都不剩，最后消化成渣渣，变成粑粑拉出来。娘，我以后再也不独自去危险的地方了。娘，我错了，我就是想跟着娘，想单独和你在一起。看在小家伙认错态度良好，沈乔也没打算一直摆脸子，但该有的惩罚不能少。未来1个月内，洗碗工的称号非裴玄莫属。荣获洗碗工的称号，裴玄非常欢喜，只要娘能原谅他，哪怕让他洗1年的碗也愿意。沈乔也没心思打猎了，他怕王氏着急，索性带着小家伙回去。裴玄小心翼翼地看了沈乔一眼，欲言又止，想说什么就说，别吞吞吐吐磨磨唧唧。娘，我尾随你而来的师妹妹也知道，我让她告诉曾祖母我跟你出去了，曾祖母不会着急的。你们兄妹俩竟然是同谋，好啊！这2个熊孩子，一个放风，一个贞操实练，大胆的往山上跑，不教育不行了。沈乔一言不发，握着拳头就往山洞里赶。裴玄的小心脏扑通扑通跳，他又说错话了。完了，这下彻底惹怒娘了。我的本意不是如此呀，我就是想告诉娘不用太担心，裴珠知道我去了哪儿，曾祖母也会知道。孩子跟娘在一块儿呢，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？裴安一行人捉到8只野鸡，2只兔子。刘成提着野鸡蹙了蹙眉，全村50口人将这些兔子和野鸡全吃了，那也不够塞牙缝啊！想要大家美美的吃顿饱饭，还是得找大家伙。裴衍认同的点了点头。既然能猎到野鸡和兔子，就一定能找到野猪野羊。走，往山林深处看看。大约走了2公里，他们的运气还挺好，竟然遇到一只呼呼大睡的野猪，看体型里有个300-400斤。要是捉住这只野猪，全村也吃不完。嘘，
裴阳矮了矮身子，隐匿在草丛里，看着不远处酣然大睡的野猪，平日清冷的眸子此刻却闪着锐利的狩猎光芒。刹那间，裴影身形忽地跃起，如猎豹般扑向野猪。树上两人猛地从树上跃下，扬起手中的斧头狠狠砍去。野猪还没来得及惊醒，脖子上便多了3道致命的口子，当场毙命。到死也没弄明白，睡得好好的，小命咋就没了呢？血腥味太重，容易引来其他的东西，咱们得赶快出去。也是，那咱得赶快走。众人合力抬着野猪，兴奋的小心脏差点跳出来。沈乔回来后，直接让2个小家伙面对着山洞的墙壁撕过。不要觉得他小题大做，实在是6岁的孩子处在一个敏感叛逆的阶段，你越不让他做的事儿，他非要想方设法的去做。裴远一行人回来时，哗啦啦几十口人全围了上去，王大福更是激动的热泪盈眶。刘成的媳妇儿崔娘围了上去，担忧的打量了几眼，心疼的直落泪。瞧你一身的血，受伤了吧？傻媳妇儿，我这身上是猪血，就我这身体壮得跟头牛似的，哪能轻易受伤啊？没受伤就好，你哪次进山我都担心的吃不下喝不下。其他几个大汉的媳妇儿纷纷围了过来，嘘寒问暖，只有裴眼孤零零一人，显得有些落寞。快将你脸上的血擦擦吧，别吓到孩子。沈大妮儿这是关心我了？难不成他真的转性，想跟我好好过日子？一时间裴眼有些迷茫，擦了半晌后，眼神逐渐清明。若沈大妮儿不作妖，看在2个孩子的份上，他不介意。孩子们呢？裴眼注意到裴玄、裴珠不像其他孩子一样叽叽喳喳地扑过来，反而并排面对着墙壁，2腿立得笔直，身子站得板板正正。你们2个在干嘛？2个小家伙头也没回，沈乔直接回答：我在罚他们2个面壁思过，没有半个时辰，不许离开。沈大妮儿，你凭什么罚我的孩子？这又是你处罚孩子的新法子？或许是裴眼的声音太大，吓得裴珠放声大哭。沈乔上前去哄，却被裴眼一把推开，大吼道：你又要打他是不是？滚出去！裴珠哭得更大声了，裴眼急忙放柔声音去哄：小珠，不哭啊，他打你了没有？不要害怕，告诉爹爹。爹爹坏，爹爹吼娘，不要爹爹了，凶巴巴的。小珠乖，爹爹知错了。我不要爹爹，我做错了事就该受惩罚，娘惩罚的对。裴眼一愣，他竟然说要娘不要爹，那个女人究竟对他们做了什么？受了罚还为他说话？裴炫啊，我问你，他有没有殴打你们，威逼利诱让你们臣服于他？没有，我做错了事，娘罚我是应该的。裴眼抬眸与沈乔四目相对，他的眉头越皱越深。我问你，你到底有没有对孩子威逼利诱？为何罚了他们还要为你说话？沈乔冷笑，毫不畏惧地对上他的眼神。算，问你也是白问。算了，你算了，我可不能算。那你想干什么？他都已经不追究了，沈大妮儿还想怎么样？裴眼，我觉得我好悲啊！这么多日子以来，我当牛做马伺候儿女，就连你也是悉心照料。虽说做不到尽心尽意，但也尽了一个妻子的职责。就连你的伤也是我小心翼翼的包扎。我说过以后会改过自新，绝不会打骂孩子。可你们就是不相信我，纵然我做的再好，也无济于事。我从未让你照顾过我，我说过，你愿意当我的妻子便当，你不愿意，我也不勉强。无尽的悲哀从心头划过，沈乔坚定了自己内心的想法，他绝不会惯着这个狗男人。哼！他冷笑一声，握紧拳头朝着狗男人砸去。裴眼突然抬头，猝不及防的脸上被砸了一圈。你的孩子那也是我的孩子，犯了错就要认罚，轮得到你在这当胜负？沈乔又挥起一拳，裴眼伸手去挡，一次打不中，他便手脚并用。没一会儿，裴眼有些吃力。狗男人，老娘辛辛苦苦照顾你大半宿，你发烧的时候，老娘一夜没合眼，照顾你俩孩子，啥好吃的都紧着你们。逃荒的路上，你们坐车，我走着；你们喝水，我渴着。孩子犯错，我还不能让他们面壁思过了。沈乔越骂越气，手脚用力，再次朝裴眼胸前踢去。你疯了吗？裴眼双手交叉护在胸前，才堪堪遮挡住沈乔的一脚。震撼已不足以形容他的内心，就算沈大妮都王世真传，也并非短短数月练成如此身手。况且那些招式仿佛刻到了骨子里的记忆，非短短数月就能把握住的。对，我就是疯了！你以为我愿意当你的妻子啊？你就是一个一无是处的狗渣男人！说我对孩子不负责，你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。一进山就待个10天半个月，你管过孩子吗？孩子头上长满了虱子，你管过了吗？
老娘这就走。写不了休书，那咱就和离，我不伺候了，你们一家爱咋地咋地吧。哎呀，这好好的，怎么打起来了？裴燕紧紧咬着牙关，实在没忍住，呼的吐出一口鲜血。天哪！哎呦，怎么流血了？是沈大妮打的。哎呀，怎么又罚孩子又打丈夫的？我还以为她变好了呢，怎么又回到了以前的行径啊？你们都闭嘴！我家大妮就是变好了，肯定是裴妍做错了事儿，不然我家大妮是不会动手的。沈大妮是你孙女，你当然向着她说话了。你看看裴妍都被打吐血了。就是，女子殴打丈夫犯了7出之条，依我看，这种女人就要被休掉。裴衍刚带领大家猎了野猪、野鸡、野兔子，他们自然要向着他说话。咱们和离吧，我会带着奶奶离开逃荒队。娘，你不要跟爹分开，都是我们的错，我们错了，不该独自进山，以后再也不敢了。走开，我不是你们的娘。你呀，你不能和离呀，咱也不能离开逃荒队呀。娘，爹不是故意的，你不要生气了。你要是有气就打我吧。沈乔转身来到行李旁，往里面掏了掏，掏出一张白纸和一支奇形怪状的笔，刷刷刷，在上面写下和离书3个字。这裴相公多好的人呐，他天天闹着要和离，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准是又想着那个宋秀才，拔车想趁机跟他跑。你们1个2个少污蔑我家妮儿的名声，信不信老娘将你们的头打开花？众人对王氏还是有许多惧意的，吓得纷纷闭了嘴。签了吧。父亲不让我以任何理由休了你。哼，你看看清楚，这是和离书，你不会不认识字儿吧？这可不是休书，你也不算违背誓言。好，我签。他说不上来此刻的心情是什么感受，很复杂，很惆怅。尤其是那个女人拿出来的和离书，他曾想了多年的休妻，在他提出和离时应该开心才对，可为何胸口却如此闷痛？娘，不要啊！爹，你快认错，快说你误会了娘。我和妹妹本来就做了错事，娘只是罚我们面壁思过。爹，你真的是误会了。娘，爹他可能太累了，误会了你，你不要跟爹一般见识。爹，真的是我不听话，偷偷溜进山，还让妹妹帮我打掩护，娘这才罚我们面壁思过的。爹，你快认个错呀！裴玄急得两头跑，奈何两人僵持着，丝毫不相让。快点签，磨磨唧唧的，跟个娘们似的。娘，不要跟爹和离。你先让开。裴玄抱着沈乔的腿死活不让，他只是轻轻抬手拉了一下，小家伙整个人开始摇摇晃晃。沈乔并未注意，就听身后传来扑通一声，紧接着是王氏凄厉的喊叫。小轩！裴玄身子发软倒在地上，四肢不停地抽搐着，张开嘴哇哇吐了几口黄水。小轩！裴炎下意识丢下手中的笔去抚，却有一道身影比他更快。裴炎的手空了空，心头涌出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。他着急的神情不似作假，眼神里的关心丝毫不输于他。这样的女人不会无缘无故处罚2个孩子吧？裴玄的小脸红得厉害，沈乔将手贴了上去，发现额头烫得灼人，掀了掀他的眼皮，发现结膜充血。突然一股不好的预感萦绕在心头，这种情景似曾相识，他在视频里看过，好像是鼠疫。裴炎上前从沈乔怀里抱过小孩，将2指悄悄地探到脉搏上，骤然瞳孔一缩，冲着围上来的村民大喊：大家都离远一点！难不成是鼠疫？哎呀天哪，遭天瘟哦，老天爷不让人活了！我们是不是也被传染了？若是鼠疫，咱们岂不是只有等死的份儿？一个个的瞎议论什么呢？没个定论的事儿，别自个儿吓着自个儿。现在开始会猪毛，杀猪吃肉，就算死也要做个饱死鬼。娘，哥哥是不是要死了？妮儿，别提和离的事儿了，你看都吓着孩子了。裴玄突然晕倒，王氏没往鼠疫这茬想，下意识的以为孩子是吓到了。别瞎说，你哥哥没事的。娘不要离开我们，小猪保证以后乖乖听话。乖，娘不离开你们。沈乔轻声哄着，哄了好大一会儿，小姑娘才哭着睡着了。她怎么样了？别假惺惺了，你不是要和离吗？拿来，我签字。活假惺惺？沈乔极力压低声音，不停地眨着眼睛，克制心中想杀人的冲动。哼，快点签，迟疑1秒，你是王八。裴衍毫不示弱，一把夺过纸笔，一脸阴冷地瞪着沈乔。切，裴衍就是个王八，已经迟疑了10秒钟，还在那瞪他。
娘！呼喊声打破了两人无硝烟的战火，更是击垮了沈乔内心坚不可摧的建筑墙。我在。娘骗人！你明明答应过小雪会好好跟爹过日子，我们一家人不离不弃。娘是个骗子，爹爹是坏蛋，他误会娘。娘不骗人，小炫乖，娘会和你们在一起，不会离开你和妹妹的。爹，你再误会娘，我和妹妹就跟着娘一起走，让你一个人孤独终老。裴衍无语，他辛苦拉扯大的儿子，竟然对他说出这样的话，心好塞。爹，你说话呀！好，爹爹答应你。他正愁没台阶下呢，正好儿子给了。我们谈谈。两人来到一棵大树下，小炫突然发烧抽搐，虽然不知他为何不烧了，但我觉得跟食疫脱不了干系。一旦疫情发生很难控制，小炫还会起烧。裴衍抬眸定定地看着他，没有搭话。我知道你不信任我，无论我做了什么，你总是认为我对孩子别有用心。但今天的事情我必须跟你讲清楚。你前脚打猎刚走，我担心你的伤口，后脚尾随而上。临走之前，我言辞警告两个孩子，必须老老实实的跟曾祖母一起待在山洞里。谁知小炫竟让小猪放风，趁奶奶不注意偷偷溜进了山里。你也知道深山危险，毒蛇猛兽居多，一个6岁的孩子进山，危险可想而知。所以我罚他俩面壁思过，没有错。话刚说完，头顶被一阵阴影笼罩，裴衍的脸缓缓向沈乔靠近，一双深邃的眸子如黑檀般深不见底，波澜不惊。你要干嘛？这男人突然离他这么近干什么？深山野林，孤男寡女，光天化日之下朗朗乾坤的，你不会精虫上脑想那啥吧？怪不得他迟迟不签那封和离书，原来心里打着小九九。哼，你担心我的伤口？从前进山，他巴不得他死掉，他竟然会担心他的伤口。想想这句话有多么可笑，沈乔火大。你老抓着这句话干什么？咱们谈话的重点是，我让孩子面壁思过，并非无缘无故。你今日冤枉了我，你应该向我道歉，并且在我管教孩子时不得出手制止。你管教孩子？沈大妮儿，这句话从你嘴里说出来，真是讽刺。不要叫我沈大妮，如果可以，我希望你叫我沈乔。裴衍愣了愣，沈乔继续说道：看来让你道歉是不可能了。不过我要跟你讲清楚，从前的沈大妮已经死了，现在我是沈乔。我要跟以往的我道个别。或许以前的我对孩子动辄打骂，但如今我开了窍了，便是转了性子，心也会变。看着孩子的份上，我想跟你商量的是，咱们暂时和平相处，扮演好父母的角色，我想应该不难。到属地安顿下来后，我们再谈和离的事儿。我会想法子说服两个小家伙，绝不会让他们伤心。也请你放心，从此以后我不会动辄打骂孩子，我会尽一个母亲的职责，不会让他们受欺负，并悉心教导他们。沈乔淡淡的瞥向裴衍，观察着这个男人的神色，他一直冷冷的，面色平静，看不出任何情绪。其实他的内心已经掀起惊涛骇浪，眼前的这个女人是他又不是他。话已至此，该说的我也说了。如今小炫生病，我怀疑跟食疫有关，我希望带着孩子隔离起来，以免传染给更多的人。裴衍终于有了些许反应，迟疑了一瞬，答应下来。两人一前一后回到山洞。妮儿，小猪也发烧了。什么？我带他俩先隔离起来，你去找村长，看看村里的孩子有没有起热的，让全村人全部撤退10米开外。我带孩子隔离，俩孩子看不到我会哭，会伤心难过。你若相信我，请把他俩交给我。孩子就拜托你了。裴衍强忍着难过，喊来王大福。村长，吃过午饭召集大家，若有身体不适高热的，尽早找山洞隔离起来，尤其是孩子，一定要多注意观察。啊，这真的是食疫吗？王大福僵了半天才反应过来，吩咐自己的儿子：快将野猪杀了，按人头分，分完之后召集各小队长集合，若出现高热呕吐的，找山洞隔离。妮儿，等等我，奶奶帮你一起照顾孩子。沈乔顿住脚步，将两个孩子靠树放下，朝王氏摆出禁止的手势。奶奶，先别过来，我害怕是食疫。你现在还没有症状，也不知是否在潜伏期，但咱们该预防的要预防。哎呀，这个时候还研究这些干什么？俩孩子病成这样，我的这个心啊，火急火燎的。奶奶，两个孩子我一个人照顾可以了，为避免传染，奶奶还是不要跟上。咱们包袱里有大量的食物和水。交代完毕，沈乔夹起两个孩子飞奔，他怕王氏追上来，
时以来势汹汹，人人闻之色变，而王氏却不顾自身安危，要帮他照顾2个孩子。这种亲情让沈乔感动落泪。沈乔一边跑一边落泪，如今他要照顾自己的孩子，却腾不出手，照顾从小疼他爱他的奶奶，他很愧疚，很难受。他只求老天爷能够善待这个老人一点，不要让他感染上食疫，不要让他受苦受难。山洞逼仄狭小，有些阴暗潮湿。沈乔催动意念进了空间，将2个孩子放在席梦思的大床上，拿出额温枪量了量体温，裴珠高烧40度，裴玄也起了热，39度5，退烧药。沈乔扒开药柜折腾了几遍，终于找到了布洛芬玄液，按照说明书的剂量喂俩孩子喝下。俩孩子喝了药后躺在床上昏昏欲睡。沈乔催动意念出了空间，他要将这个逼仄的山洞收拾一番，省得裴衍追上来找不到孩子怀疑他，好歹做一番假象。果然不到1刻钟的时间，裴衍追了上来。裴衍进来后直接跨步来到2个孩子跟前，伸出2指探上脉搏，退烧了。他俩退烧了？这个沈乔压住心虚，仅仅一瞬恢复自然神情。曾在医书上看到过退烧的药草，刚在山里薅了点儿，给他俩喂下，便退烧了。什么样的草药？我不记得了。你连草药都不记得，竟敢喂孩子吃下？裴养怀疑地睨了沈乔一眼。虽退了烧，但脉为郁结，皮肤红热肿痛，病毒与正气相搏，出现热毒破血成瘀的症状。你可有方法治疗？有些复杂。裴养沙哑着嗓子吐出4个字后，头一次他觉得自己没用，他的黑匣子也丢了。父亲传给他的金针放在黑匣子里，此次病情需要针灸与药物相结合方能治疗。他的父亲总是能给他制造软肋，有了这2个软肋后，他再次蜗居在小山村不敢出去，生怕自己的身份会引来杀祸，而殃及了2个小家伙。先别泄气，我这儿有几张药方，你看是否能治疗此次食疫。药方是他在空间里用手机搜索查到的。裴阳扫过2眼，越看眼睛睁得越大，也越来越不可思议。你在哪儿弄的？你问那么多干嘛？当务之急不是将俩孩子治好吗？沈乔烦得很，2个孩子烧得昏迷不醒，他都快急疯掉了，急得他冒着暴露空间的危险将药方拿出来。这个狗男人还问东问西，还有那些村民们不配吃他空间的食物，一个个吃了他的东西还要指责他，真当他是圣母玛利亚呀。王大夫颓废地坐在洞外的石头上，灰白的头发乱糟糟的，胡子拉碴，叹息一声接着一声。村民们一个接一个倒下，症状和裴家的2个孩子一样，先是倒地抽搐，随后口中吐血，高烧不退。先前几个倒下他们倒没带他在意，依旧杀猪吃肉。可随着越来越多，他们村有2/3的人出现了这种症状，他们才陷入了恐慌。50岁以上的基本上撑不过去，身体呈紫黑色，抽搐半个时辰便一命呜呼。王大福派儿子和刘成去外面打听情况，听他们说外面的情况更糟糕，成千上万的灾民纷纷倒下，症状和他们一样，各大县城全部封城。皇帝更是下令阻止百姓北上迁移，全部赶往西南方的蛮荒属地。大妮儿，你奶奶想见你，她快不行了。王氏半昏半迷的躺在婚担架上，嘴里时不时溢出一口乌黑的血，浑身蜷缩在一起抖得厉害，时不时低喃2声。妮儿，我的妮儿。沈乔的鼻子酸得厉害，眼泪忍不住啪嗒嗒直落，将王氏放在地铺上，摸了摸她的额头，果然烫得烧人。村子里大半的人都倒下了，就我们这些身强力壮的还强撑着，老人也死了几个。也不知道王奶奶能否撑过去啊。老人家就想见你一面，否则会死不瞑目，我们便随了他的愿，送你到这儿来，好好陪他说说话吧。2人走后，沈乔将王氏也搬进空间。山洞阴暗潮湿，逼仄狭小，实在不适合生病的人住。空间暴露就暴露吧，这3个人的心都是离他最近的，血脉相承。沈乔相信他们绝不会伤害他。为几人吃下退烧药后，退到38度时，沈乔怕人醒来，将他们挪出空间，放在山洞的地铺上。果然不到半个小时，3人就醒来了。沈乔挨个摸他们的额头，果然不烧了，心里的石头放下了，可他却倒下了。突然身体打寒战，后背的汗毛直立竖起，这种感觉熟悉又陌生。躺下歇会儿，就感觉一股热流从鼻子流下，抬手摸了摸一手的血。娘，你流血了。娘，你将头后仰，我给你拍拍背。妮儿，你咋了？你怎么流鼻血了？妮儿，你能听到我说话吗？沈乔的意识逐渐模糊，眼前出现双重人影，耳边的声音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。他撑着膝盖勉强起身，突然眼前一黑，身体不受控制地向后倒去。突然手臂一紧，一双温热有力的大手紧紧扶住了他。你没事吧？耳边传来男人关切的声音。缓过神来，沈乔淡淡地瞥了裴妍一眼。药材找到了吗？找到了。快配药，喂他们吃下。沈乔说完，突然小腹痛
痛得厉害，这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，他不会这么倒霉催的吧？感染了10亿，又来大姨妈，老天爷不带这么玩他的。娘躺下歇会儿吧。好。沈乔气息微弱，弓着腰躺在铺盖上。啊，娘，你屁股上流血了，好多血，娘是不是要死了？真尴尬，孙女儿竟然来那个了，重孙女儿还那么大声的喊出来，还是在女婿面前。沈乔蜷缩在地铺上，脸色苍白，脸上布满细密的汗珠。裴衍微微蹙眉，不由分说的就拽住了他的手，两指搭上他的脉门。半晌后，他收回两指，脸色红了红。不通则痛，不容则痛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沈乔迷迷糊糊间猜想，裴衍是说他长时间没有男人滋润才痛的吗？狗男人，变着法的撩他，他都这副模样了。多注意休息，别熬夜。这几天我来照顾你。我感染了没？没有感染10亿，近日过度操劳导致气血瘀滞，我开2副药给你吃吧。王氏将包袱里的衣裳撕成巴掌宽的长条，厚厚一沓。妮儿，奶奶扶你到草丛里换上，黏糊糊的，身上难受。沈乔瞥了眼布条，顿时一个头两个大，蜷缩着身子不想起来。你们2个过来，跟爹爹捡些柴火熬药。沈乔侧身看了看，发现他们出去了，对王氏说：奶奶，你也出去吧，把布条给我，自己换。妮儿，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你生孩子都是奶奶帮忙接生的呢。不要，我自己换。他又没晕，怎么好意思让奶奶给他换？再说了，他也不想用那个布条，空间里卫生巾多的是，换上一个可保半天不侧漏。换好后，沈乔出了空间，直接躺在山洞的地铺上，2个小家伙趴在沈乔旁边嘘寒问暖。裴衍端着一碗药，神色淡淡。这是调经止痛的药，起来喝了。沈乔将手臂搭在额头上，虚弱无力道：我不想喝药，你端走吧。裴衍朝2个小家伙使了眼色，2人会意跑过来。娘，不许不乖哦，喝了药才能好。就是，我们都喝完了，娘一定要喝完。狗男人抓住了他的软肋，知道他不忍心拒绝小家伙的心意，竟然让2个孩子逼他喝药。沈乔接过碗，一饮而尽。苦涩的药汁刚灌进胃里就一阵翻涌，如喷泉一般直往嗓子眼顶。沈乔捂着嘴巴，另一只手不停地朝他们摆手，2个小家伙反应灵敏地跳开，只有裴衍皱着眉头。沈乔。裴衍咬牙切齿，脸色比锅底还黑。对不住，我真的极力忍耐了，没想到没忍住吐你一身。这个女人真是一如既往的恶心，总是想方设法地挑战我的底线。看在孩子的份上，我忍。裴衍阴含着脸，挑挑拣拣一堆药材放进罐子里，又重新熬了一碗。喝下去，不许吐。裴衍将牙齿咬得咯嘣咯嘣，将药碗递给沈乔时，手指都在颤抖。他觉得自己好贱，人家吐了他一身，他还死皮赖脸的。又熬了一碗药，贱也是为了孩子，没办法。对上裴衍咬牙切齿又极力隐忍的模样，沈乔没来由的气闷，这人怎么油盐不进，犟得跟头驴似的。他明明喝不得中药，吐完之后又要让他喝，摆明了要折磨他嘛。想想就觉得委屈，眼眶里氤氲着雾气，眼尾不知何时红了。沈乔不知道为何内心突然变得如此脆弱，按道理来说他应该冷血才对，怎么就因为不想喝药而委屈了呢？矫情啊！裴衍的心头微微一颤，他见过沈乔叉着腰大骂他没本事的模样，狠厉泼辣打人的模样，甚至没脸没皮喊他相公的模样，唯独可怜巴巴小女人的柔弱未曾见过。翌日，王氏和2个小家伙都没有起热，精神状态也不错。沈乔睡了10几个小时，醒来后发现小腹暖乎乎的，不仅没有了酸痛感，人还倍儿精神。你爹呢？爹爹去找村长了，让他喊几个人去山里采药。你爹还真是热心肠。是，别看我爹整天黑着一张脸，其实他的心肠可软了。他最喜欢我撒娇了，只要一撒娇什么都依我。娘，你多在爹面前撒撒娇，他也会很疼你的。他撒娇？沈乔打了个激灵，有些事情还是要靠天赋的。他撒泼在行，山洞内几十口人哼哼歪歪地躺在地上，动弹不得。刘成和王小福抬着一具尸体，愁眉苦脸。这一天天下去，早晚都得死干净，咱俩也是早晚的事。谁说不是呢？我媳妇孩子都病了，就剩下我一个，怎么就尽逮着老弱病残折磨呀？我恨不得将病痛都转移到我身上。咱们汉子身强体壮，能扛住些，就是可怜了家人呐。裴衍过来时看到的就是这副惨绝人寰的场景，单单40-50人横沉在地上，已不忍直视。他不敢想象外面又是怎样的生灵涂炭，哀鸿遍野。村长呢？刘成抬头看到裴衍时，眼泪唰地流下来了。兄弟啊，村长倒下了，
村里的人进气多出气少，我媳妇孩子也……刘成一个大男人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看到裴岩仿佛看到救命稻草般。裴兄弟，裴伯父临死前有没有留下医术药方啥的？你找找，救救咱们村里的人呢？药方倒是有一个，但不知管不管用。我过来便是喊兄弟们跟我一起进山采药，死马当活马医吧。真的？兄弟有药方？谁给的？不会是伯父留下的吧？不是，药方是沈乔给的。沈乔？哦，你是说沈大妮啊？他手里有药方，那肯定是裴伯父给的。自他嫁到你家，裴伯父就把他当眼珠子疼着。如此珍贵的药方，给他也无可厚非啊。裴岩愣住，他很疑惑沈乔哪里来的药方。刘成这么一说，倒不难解释了。沈乔又不会医术，拿出着那张治疗鼠疫的药方，就连他看了都忍不住啧舌。这个世上，他想不到除了他父亲之外，还有谁能够留下如此珍贵的药方。父亲当真是偏心的厉害，从小就疼沈大妮儿，她嫁过来后更是如珠如玉的宝贝着。沈大妮儿骂他，他忍着；打他，他受着；就连新婚夜都要屈居他之下。越想越屈辱，越想越屈辱。裴岩咬咬牙，平复下心绪，转头对刘成道：“赶快喊几个劳壮力进山采药，事不宜迟，采完让他们喝下。”哦，好。5日后，蛤蟆村的男女老少终于从死气沉沉变为哭哭啼啼，哭自己老爹老娘被埋了起来，哭自己体弱的儿女离自己而去。可日子总得往前过，如今活了过来，他们有种重获新生的感觉。王大夫到底年纪大了，这次10亿虽没能要了他的命，但也半死不活。尤其是全村50口人，如今只剩下40口不到，还没有到达蜀地。接下来的日子不知还能剩下多少人。王小福还要照顾他爹，腾不出手来子承父业，只好委屈裴岩暂代村长一职。裴岩临危受命，将此事告诉了沈乔。哟，当官的了呀？少阴阳怪气儿。我可没有阴阳怪气啊，我是发自内心的称赞。谁让你太敏感了？沈乔抱着肩膀似笑非笑地打量着他，忽然一股馊臭的气味传来，沈乔嫌弃地扇了扇：“姓裴的，你身上都臭了。”沈乔捞起新做好的衣裳，朝他掷去：“洞口外面有桶水，快去洗洗换了。”被这个女人嫌弃，裴眼心头莫名一酸，暗暗打量了自己一眼，胸前一大片黑褐色，头发上的酸腐味他自己都能闻到。他自己都嫌弃自己，摸了摸手中靛蓝色的粗麻衣衫，散发出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。裴眼没忍住，放在鼻子上闻了闻，真香。这是沈乔给我做的？什么时候做的？他怎么知道我的尺寸？这是什么？蟹裤啊！沈乔竟然给我做了这么贴身私密的衣裳。他什么时候这么贤惠了？就是做的有点小，哎呀，紧紧的勒得我难受。算了，凑合穿吧。等以后再让沈乔做几件大尺寸。呸！我在想什么呢？我怎么能指望那个恶毒的女人再给我做几件呢？不过这个恶毒的女人变得贤惠不少，若是一直这样下去，多好啊！沈乔正在聚精会神切着肉，忽然眼前暗了一下，猛一抬头就看到裴眼在一旁盯着他。怎么了？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我会误会你爱上我的。好好一个女人，偏偏长了张嘴。裴眼被雷得不行，攥了攥手心，转头出了山洞。姓裴的，回来。干嘛？这个女人喊我干什么？难不成又要说一些爱不爱的话？转了性子的沈大妮儿怎么如此厚脸皮啊？沈乔将篦子放在他手里，裴眼愣了愣。啊，给我这个干什么？去将头上的虱子刮了。沈大妮儿，我没有虱子。切！沈乔翻了个白眼。小炫当时也这么说，你知道我从他头上刮下来多少虱子吗？少说得有20个。沈乔比划了一下，仰头目光留在裴眼的头发上，眯了眼，凑近打量。沈乔大叫：“你也有虱子？”其实他啥也没看到，就是想炸一炸裴眼，让他乖乖用篦子刮一刮。我没有啊！裴眼有些歇斯底里，亏他刚才觉得这个女人还不错，怎么长了这样一张嘴？暴喝之后，裴眼觉得头皮痒得厉害，忍住想挠的动作，转身跑了。一口气跑了1公里，裴眼靠着大树喘气，看了看手中的篦子，仿佛下定决心般咬咬牙，将头发松开，用篦子挨着头皮刮了起来，直到刮了几百下，一个虱子毛也没见到。裴眼这才松了口气，还好头上没有虱子，不然他要囧得钻地洞。可恶的女人！裴眼拿着篦子兴冲冲地来到沈乔跟前。刮了1颗也没有，以后少冤枉我。了，以后不会冤枉你。
沈乔点头，笑眯眯地接过篦子，不打算拆穿裴炎。毕竟这么大人了，就算真有虱子也不会承认，他何必拆穿人家呢？不过这幼稚的模样当真跟小轩生气时一模一样，简直是大号裴玄嘛。他没忍住，抬手捏了捏男人的脸，就跟捏大号裴玄似的。没想到这气呼呼的模样还挺可爱的。厚脸皮。裴炎一把拍掉他的手，眼神厌恶，头也不回地走开。姓裴的，你的脸跟小炫的一样好摸呢。裴炎一个趔趄，险些摔倒。轻浮的女人，恶心的词儿张口就来，真当我是宋青雨吗？沈乔肆无忌惮的笑声充斥着整个山洞，突然发现枯燥艰难的逃荒生活多了一项乐趣。喂，身其位谋其职，身为临时村长，吃过饭后，你带领男人在山里打点猎物，我带领夫人孩子挖野菜。裴阳喊了村里的狩猎队进入深山，沈乔吃过后紧随其后。虽然是临时的村长夫人，大小也是个官。沈乔带领着一群妇人孩子挖野菜，挖着挖着看到了耸入云霄的榆钱树，一串串榆钱挂满枝头，就像一串串双灵冰挂，看花了人眼。天哪，是榆钱，是榆钱！这东西可好吃了，尤其是做成榆钱窝窝，香得不得了。可惜榆钱树太高了，咱们没人会爬树。哎，男人们在就好了。榆钱饭、榆钱窝窝头、榆钱饼子，沈乔脑海里全是这些东西。他咽了咽口水，指着参天高的榆钱树喊了句：“张寡妇，上！”凭什么我上啊？你少拿着鸡毛当令箭！我说不上就不上。哦，你不上？大家拧成了一股绳，你非要将绳子劈个叉，难不成想学沈大高一家？张寡妇一噎，沈大高一家就是不听指令，该劳动时不劳动，该上交时不上交，老想着吃现成的，所以被村长逐出了队伍。他和二狗能活下来，依靠裴眼带领村里人猎的野猪，二靠沈大妮手里的方子。不管沈大妮从哪里弄的那个方子，总归是他从手里拿出来的。张寡妇咬咬牙，恶狠狠地看向沈乔。哼，这是最后一次听你指令啊，下次别想找我。我也不想找你，谁让你爬树那么厉害？别磨叽，快上树。哎呦，老娘辛辛苦苦在树上折，你们吃得到欢快，一个个跟没吃过东西似的，饿死鬼投胎呀！张寡妇，人家丈夫猎来的肉，有本事你也别吃。张寡妇语塞，狠狠瞪了沈乔一眼，继续扯榆钱汁儿。他不能不吃肉，就算他不吃，他家二狗子也要吃。很快，沈乔带领妇人们摘了满满几十筐榆钱，差点将树枝薅秃了。张大姐，辛苦你了。张大姐，我摘了2筐，来，张大姐，给你1筐。我这儿也有，给你1筐。张寡妇张了张嘴，感谢的话说不出口，只是觉得心中突然没那么气了。与此同时，山林深处，裴眼注意到了狼的举动，抽出长竹剑，对准狼的眼睛，冲刘成道：“趁他们不备，赶快报仇！”几人会意，联合举起刀子，冲2只狼而去。刀剑结合，几乎瞬间2只恶狼倒下。有一只强壮点的狼倒下之前，嗷呜嗷呜连续叫了几声，声音哀鸣嘹亮，直冲云霄。不好，他在向同伙发出求救信号，赶快撤退，快走！来不及了，裴兄弟，快准备！榆钱树下，妇人们一人挎2筐榆钱。突然耳边传来阵阵狼嚎，是狼！而他爹打了这么多年猎了，还没有遇到过群狼，听着狼嚎声，怕是有几10只。我家当家的要是没了可咋办呢？贼老天不让人活呀！大家不要慌，听我说，男人们经常进山狩猎，有经验，对付几10只狼应当不在话下。大家带着孩子躲进山洞，千万不要出来。奶奶，你带领大家躲进山洞，我去看看。妮儿，你不能去啊！奶奶放心，公公在世时曾传授过我猎狼的经验，对付群狼我有绝招。深山处，狼嚎阵阵，刘成双眼通红，气得爆粗口：“姥姥的，我刘成从来就没有这么窝囊过，居然被一群畜生给围堵了！裴兄弟，今夜必须带着所有兄弟杀出去，不杀出去会被撕咬成碎片的。你带领村里的兄弟们冲出去，我去引开头狼。裴兄弟，你不能以身涉险呐，家中还有妻子孩子等着你呢。没时间了，再磨叽下去，咱们全部都得葬身狼腹。”裴眼说完，抽出身上仅剩的3支箭，刷刷刷射向头狼。头狼不愧是头狼，狡猾灵敏，轻而易举地躲过。头狼发号施令，群狼瞪着绿油油的凶光朝裴眼攻击，眼不做停留，伺机冲了出去，将狼群引开。都说狼狡猾，而头狼之所以成为头狼，那智商也是成了精的，只带出1/3的狼群攻击裴眼。
留下2/3的狼围攻刘成他们。该死的畜生，真当不给爷爷留半条后路？杀呀！跟这帮畜生拼了！狼群团结，围攻性强。不一会儿，刘成他们纷纷挂彩受伤。沈乔带着张寡妇赶来时，被围观的狼群吓了一跳，忍不住爆了句粗口。我去！从空间掏出准备好的电棍，扔给张寡妇。拿着棍子打向恶狼，记住，你千万不能碰棍子头部。哎呦，沈大妮，你个杀千刀的毒妇，你想去死？为啥老拉我当垫背的呀？再比比来来，葬身狼腹的就是你！沈大妮，我杀了你！张寡妇拿起手中的电棍，挥舞着打向冲过来的狼，执起短刀，狠狠刺向他的咽喉，一刀毙命。趁着空隙，沈乔又掏出几根电棍，塞给刘成等人。记住，千万别碰棍子头部，拿着它狠狠地打向狼群。不过一炷香的时间，20-30只狼全部抽搐到底，如同得了失心疯般。刘成等人合力手持大刀，霍霍砍向狼的咽喉，现场一片狼藉。快去救裴兄弟！还有10几只狼，在围攻他呢，怕是凶多吉少了。裴衍不愧是天生的猎人，面对猎物时从不手抖，非常善于伪装自己。只见他装作被狼群攻击的疲惫不堪，倒在地上有气无力。在头狼靠近时，趁其不备，抓起手中的剑，狠狠刺向他的咽喉，一击毙命。狼群群龙无首，攻击起来毫无章法。裴衍捡起地上的石子，暗暗发力，凌厉地掷向狼的眼睛。啊呜一声，狼惨叫几声，伤到眼睛，到处乱窜。沈乔带着众人赶到时，看到的便是群狼乱窜的场面。畜生，我在这里！沈乔毫不示弱，朝一只乱窜的狼发出挑衅。狼被打了眼睛，怒气横生，失去冷静，循着嗓音冲去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沈乔翻身跃起，绕到狼的背后，拿起刀子狠狠刺向他的后颈。这时的他浑身沾满狼血，手起刀落间，衣袂随风飘扬，英姿飒爽，使人眼花缭乱。这一幕不仅惊呆了众人，就连裴衍的心脏也漏掉一拍。到最后10几只狼被杀死，沈乔终于松了口气。这些狼能卖钱吗？如今外面哀鸿遍野，民不聊生，谁会买狼肉吃呢？那就将狼剥皮，肉剁成小块，做熟了带在身上。山里毕竟危险，野物众多，咱们还是想办法进城。沈乔想将治疗鼠疫的方子卖了。虽然皇帝放弃了灾民，但食疫这东西就像一阵风一样，你城门关再严实，它总能飘过去的。就连发达的现代都阻挡不了，更何况落后了几千年的古代。众人拖着狼回到山洞，山洞内的老弱妇幼欢呼雀跃。娘，爹！娘身上脏，别过来！两人异口同声，惊呆了急刹车的2个小家伙。爹和娘啥时候这么默契，竟然说一样的话？这是好事啊，说明他们不会吵架了。你俩快去洗洗吧，山涧里有桶水，也不知道谁接来的，正好够你俩洗。快走吧，咱们去洗洗，省得一身血吓到孩子。你先去洗吧，这个女人竟然想跟我一起洗澡，脸皮是城墙做的吗？真厚。那成。沈乔头也不回溜得飞快，在孩子面前出于礼貌，他不得已才喊他去洗澡，竟然不领情。不领情就不领情吧，他乐得自在。洗好后换上一身嫩黄色的细麻裙，沈乔刚出山洞，裴衍就过来了。裴衍眸中的惊艳一闪而过，淡淡问了句：你这什么打扮？还有那腰身怎么那么细，细到他的大掌一把能握住。自己裁的，好看吗？裴衍无语，不好评判，只能说人比衣裳好看。洞里有水给你留了，去洗吧。你哪来那么多水？我水多不好吗？非要问，一个大男人非要学妇人，打破砂锅问到底，有水也嫌弃，没水也嫌弃，真难伺候你。真是不知羞耻！这个女人说话越来越口无遮拦了。什么叫她水多？什么叫我难伺候？这什么虎狼之词啊！她一个女人怎么说得出口的？裴衍的脸色涨红的厉害，头也不敢抬，垂下眼睑逃也似的钻进山洞。沈乔叹了口气，这个男人比小家伙还难伺候，刚说他2句就恼羞成怒了。瞧他脸气得通红，跟火烧云似的。裴衍望了望日头，今日是第5天，还有半天的时间，5日时间就用完了。那个女人不会抛下我们，独自留在城内了吧？娘！2个小家伙没令他失望，无比热情扑向他，将他双腿抱住，一抱就舍不得分开。想娘了没？想，我都快想死了，想得我都快把这个城墙看穿了。我也想，
娘，你怎么去了那么长的时间？大家在外面等了好久，还有爹爹和曾祖母，他们都快想死你了。裴玄语不惊人死不休，竟然把裴衍带了进去。轰的一声，裴衍的脸红了，结结巴巴的解释：我可没想你，是两个孩子和奶奶想你想的厉害。是吗？是啊。裴衍又开始结巴，对上沈乔那双多情勾人的狐狸眼时，心重重的跳了一下。真是个妖精，惯会迷惑人心。王氏率先注意到沈乔身后一大队牛驴骡子车队，每辆车上载得满满当当，数一数，一头牛，2只驴，3只骡子，4板车吃穿用的东西。妮儿啊，咋那么多东西啊？谁给的呀？是县令大人给的，我帮他解决了一个难题，他就给了这么些东西，希望在我们去蜀地的路上能多下帮助。至于献10亿方子的事儿，沈乔不想当着众人的面说出，左右这事儿自家人知道就行了。也向蛤蟆村众人传递一个信息，这些东西全都是县令大人给他的。村民们听了，一个个上前夸赞沈乔，夸他能干，夸他是贤妻良母，夸裴衍10辈子修来的福气，娶了他这么一个好妻子。前不久他们还骂他水性杨花，朝三暮四，毒妇恶妇，什么难听的词儿都有，什么脏水都往他身上泼。大妮辛苦了，进城5天带回来这么多东西，肯定帮了县令大人不少忙吧？是啊是啊，竟然能认识县令大人，不得了不得了！先前我就看出来，人家大妮儿是个了不得的媳妇儿。你看，让姓裴的捡着了吧？还是你们看人有眼光，一个个净说些大实话，夸得不错，下次继续。你过来，我有事问你。沈乔笑盈盈的过来，被一群人夸着，心情自然好。他有种翻身奴奴把歌唱的爽感，心情一爽就想调戏调戏便宜相公。相公，你叫我干嘛？裴衍打了个激灵，能不能正常点说话？有话说有屁放。裴衍无语，真是一开口就聊不下去。见他如此，裴衍想问的话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你是担心这些东西路上被其他流民抢走？裴衍点点头，嘴巴抿得紧紧的。放心吧，县令大人送了一车菜刀、锄头、大砍刀，就怕别的流民也红。再说了，大部分流民都感染了10亿，连站起来的力气也没有，哪能对付得了蛤蟆村的人？行了，咱即刻就出发。你将骡子车后面的东西卸下来，分发给村民们，然后通知他们，我有话要讲。裴衍有些诧异，这女人吩咐他做事怎会那么自然且理所当然？村民们一个个眉开眼笑，每个人分得不少粮食、衣裳、水。还是大妮心肠好啊，美丽善良又大方，将那么多东西分给咱们，比大善人还大善人呢。就是大妮儿啊，太感谢你了，你就是个好人。各位，我不是好人，先别给我扣好人的帽子。这些驴子和骡子载的粮食物件全是县令大人给我个人的，我也并非分给你们，而是借用，懂吗？等到了蜀地安定下来，可是要还给我的。那些夸沈乔的人一个个气得脸红脖子粗。沈大妮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咱们是一股绳，既然拧成了一股绳，就要有难同当，有福同享。你这是做甚？就是，我以为他是个好的，没想到。沈乔掏了掏耳朵，他也想善良，但现实不允许。无大善人的例子让他至今心有余悸。沈乔怕，他是真的怕。升米恩，斗米仇的道理他懂。看吧，戒字他刚说出口，这群村民们就变了脸，一个个都想拿现成的，让他们到了蜀地再还都不愿意，实在令人心寒。有谁愿意借的？来我这里登个记，不愿意的哪凉快哪待着去。村民们一个个面面相觑，甚至有人喊来裴衍：你管不管你媳妇儿？身为临时村长，有守护全村之责，怎么能将粮食独吞呢？我只是个临时的村长，再说了，这几车东西也不是我的，我无权过问。众人无奈，又找来王大福，而王大福虚弱地摆了摆手：听沈大妮儿的。对于这群人，他已经没有耐心和能力去管他们了。自从病倒后，犹如墙倒众人推，人心的阴暗一面被他看得清清楚楚。你们不愿借呀，老娘愿意借，一个个脸上抹面，白吃白喝。呸，死皮不要脸！大妮是你们的爹还是你们的娘啊？管天管地，还要管你们的吃喝啊！众人瞪大了眼睛，沈大妮的死对头竟然为他说话，真是公鸡下蛋猫咬狗，不可思议。沈乔同样瞪大了眼睛。好姐姐，你要借多少？就算全部借给你也可以。全部借给我也行。张寡妇不由得拔高了嗓门，眼神里带着不可置信。你说话要算话啊，我全借了啊！张寡妇还没说完，村民们全部涌到沈乔跟前，争先恐后。
我愿意借，记我的名字，我叫张二牛。我叫李铁山，我也借。哎，是老娘先借的，你们都一边去。排队，不排队的没有啊。沈乔笑眯眯地拿着笔，在小册子上面写画画。抬头时发现大家已规规矩矩地站好，排成一条长龙，将每家每户借的粮食、衣裳登记好后，沈乔才坐在石头上歇下来。善良是好事儿，但你的善良一定要带一点锋芒。做一个外表有刺的人，才是成年世界里最温柔的法则。娘，你看我抓到了什么？愣神之际，身后就传来2个小家伙兴奋的叽叽喳喳声。娘，你看，蚯蚓。裴珠小手捏着一只扭动的蚯蚓，往沈乔跟前凑。不错呀，你俩竟然能找到这玩意儿。你俩在哪里挖的？这天干物燥的，这玩意儿还能活？沈乔捏着蠕动的蚯蚓陷入沉思，直到裴衍开口，沈乔才真正印证了心中的猜想。老一辈人说，蚯蚓出洞，风雨必稳。我也这么觉得。久旱逢甘霖，这场大雨若是来临，才是真正给了人们希望。望了望天空中的璀璨繁星，沈乔道：依我看，这雨一时半会儿也下不来，即便下了雨，顶多半个时辰了事儿。裴衍惊讶：啊，何以见得？难不成这个女人还会夜观星象？转了性子的她这么能耐，莫非真是9天玄女下凡间啊？蛤蟆村的逃荒队在裴衍的带领下，一直绕道往西南方向赶，直到天色大亮才歇下来喘口气儿。而裴衍却让大家将蓑衣和油布准备好，将粮食盖上，孩子们全部披上蓑衣斗笠，千万不可淋湿受了风寒。能下雨就好了，备啥蓑衣啊？他不信，出着大太阳能下雨。若真的能下雨，他宁愿站在大雨里，张开嘴巴喝个够。日升兄弟，相信我。那好吧，蛤蟆村的老少爷们儿、姑娘媳妇们，赶紧将你们的蓑衣、油布准备好，马上要下大雨了。众人看看日头，坐在地上，没有任何想动的意思。有一人打趣道：刘成，你就瞎扯淡吧，这大太阳的，你跟我们说要下雨，若真是下雨，我给你磕仨头，叫你爷爷。你们爱信不信，反正我准备去了。虽然他也不相信会下雨，但他的直觉告诉他，裴衍说的是对的。刚收拾完，突然乌云蔽日，一阵狂风裹挟着沙土粒子，带着充沛的雨水，砸了人一脸。下雨了，下雨了！快拿油布条将粮食盖上，别淋湿了。裴衍站在简易搭成的帐篷外，冲着妇人孩子招手：孩子老人躲进来，别被雨淋湿了，受了风寒。奶奶，你快带着2个小家伙躲进去。撑起一把油纸伞，高高举过裴衍的头顶，为他挡住噼里啪啦的雨滴。裴衍身形一顿，这个女人正常的时候还蛮顺眼的。大多数年轻的人看到天上砸下来的雨滴，有不少男人脱掉上衣冲进滂沱大雨里洗刷刷。乖乖，不愧是经常上山打猎的男人，在能见度极低的狂风大雨里，隐约都能看见抗起的胸肌腱子肉。突然眼前一暗，一抹高大的身影挡住了视线。你挡我视线了？是吗？沈乔没想到偷看别人的胸大肌被抓了个正着。你挡那么严实，我可就看你的了。这个女人怎么如此无耻下流？裴衍头也不回地钻进临时搭的帐篷。还不过来？小猪喊你呢。我一句话都没有说好吧？爹爹怎么睁着眼睛说瞎话？来了，喏，先前进城时闲来无事，为你做了几件衣裳，针线粗笔，不要嫌弃。裴衍神色微动，他难道真把她当丈夫看了？发什么愣？赶快找个地方将衣裳换了。瞧你这身衣裳破了，换下来直接扔了吧，我给你做了好几套呢。裴衍换好后，直愣愣地打量着衣摆。那个女人从未给他量过尺寸，怎么衣服裁得如此合身？我说兄弟，你在发什么愣呢？啊，没什么。去，刚才就见你盯着新衣裳傻笑，咋的？沈大你给你做了身衣裳，你还感动得不得了？你忘记他以前怎么对你的了？从前种种，譬如昨日死；以后种种，譬如今日生。况且他说过，从前昏了头，以后定会改变。而事实证明，他的确改变许多。我先给他个机会。想到从前裴兄弟过的日子，刘成忍不住摇头。兄弟，你也别怪我话多。虽然沈大你变好了，但你也得长几个心眼儿。万一逃荒路上再遇到那个姓宋的，他又闹着要跟人家跑怎么办？瞧瞧你，这又当爹又当娘的，明明和沈大你一样的年纪，人家长得貌美如花，肤若凝脂，跟18岁没啥区别。瞧瞧你，这硬生生的被搓磨的像是30多岁的糟老头子。哎呀，刘成真怕他这个兄弟到时候受情伤。裴衍无语。我没这么老吗？
我自认为自己长得还不错呀，怎么到了刘成的嘴里，成了30岁的糟老头子？话说回来，我管的确实有点宽了。不过那姓宋的小白脸跟你一比啊，他还差你一大截呢。这句话裴衍爱听，阴沉的脸逐渐缓和。怎么说？那姓宋的小白脸长得跟个娘们似的，读书人嘛，年轻的时候不显，等上了年纪，怕是到了床上不行。但是你不一样，特别是打猎那功夫厉害着呢，那腰身受劲有力的很。只要你跟沈大妮多深入交流，就你身下这一大坨，那肯定会让他爱你爱得死去活来。相信我，哥们儿。行走了10来天后，大部队终于停了下来。因为前方的路不仅山清水秀郁郁葱葱，而且土地潮湿，看着像有水源的迹象。沈乔装模作样的在腰带上绑了几个水葫芦，准备带领妇人们去找水和吃的。准备出发之际，后方响起阵阵马儿嘶鸣声，有一大队人马隔着他们不远处的空地停了下来，看着像是有钱人家逃荒来的。不仅家眷齐全，还带着棍棒刀戟的家丁。有一个员外模样的老头在小妾的搀扶下下马车歇息。这个员外好生眼熟，沈乔眯了眯眼，那不是买他水的张员外吗？而张员外身边的小妾更令人眼熟。沈乔瞳孔一缩，是他。没想到这个绿茶妹妹当真命大，竟然成了张员外的妾室。也不知其他3人怎么样了，不过他们是死是活跟沈乔无任何关系。沈雪一家人实在不值得他浪费一丁点时间。姐姐，等等我！一道不合时宜的娇柔声音在身后响起，沈乔并未停下，头也不太往前走。姐姐跑这么快作甚，难不成看到宋秀才心虚了，亦或者是看到妹妹活得好好的，心中害怕？沈乔顿住脚步，宋青雨也在一群马队中，他只看到张员外和沈雪，难不成几人组成逃荒大部队了？看吧看吧，只要一提起宋青雨，她这个好姐妹会自乱阵脚。别姐姐妹妹的称呼，我再不济也是正法，可不是上不得台面的妾室。妾室，提起这2个字，沈雪气得牙痒痒。托你的福，若不是你让村长将我们一家赶出逃荒队，我还遇不到张员外。现在我才明白，为什么有些人宁愿当有钱人家的妾，也不愿当农家人的妻。对了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丫鬟春妮，我取的名字。怎么样，好听吧？比你的大妮儿不知道高级了多少倍。他真没想到逃荒队停下来休息时竟然能遇到沈大妮儿。他命不该绝，一家人在寻找宋青雨的路上，意外发现宋青雨竟然跟张婉月合作组队了。为了能够将关系拴牢，沈雪勾引了宋青雨很多次，都被他厌恶地扔了出来。无奈之下，为了活命，他只好将目光放在比沈大高年纪还大的张员外身上。不用谢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沈大妮，你这理解能力，谁要谢你？他明明只是来炫耀膈应沈大妮儿的。他恨得要死，都是沈大妮儿害他成了糟老头子的妾室，恨不得饮其血啖其肉，哪个要感谢他？你不是谢我，那你找我干甚？我就是想告诉姐姐一下，宋少侠跟我是一个逃荒队的，姐姐要不要见他？那个沈大妮儿的老相好起来了。是啊，若不是他，还没有今日的我。说到底，我还要多感谢宋秀才呢。沈雪此意就是想刺激沈乔，以表明宋青雨宁愿待见他，也不愿多看沈大妮儿一眼。沈乔目光森冷地睨了张寡妇一眼。什么老相好，话可不许乱说。我夫君长得比他好看10000倍，一个连我夫君都比不上的人，值得相好2个字吗？张寡妇立刻噤了声，抱着罐子乖乖立在一旁。沈雪诧异极了，瞪大眼睛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一幕。张寡妇和沈大妮不是死对头吗？两人怎么没有掐起来？还有这个张寡妇怎么那么听沈大妮的话？真没看出来啊！你不仅是张员外的妾室，还是宋秀才的妾室，以一己之身伺候2人，佩服佩服！你胡说什么？你少污蔑我的名声，也莫要污宋秀才的清誉。有没有污蔑你心里清楚，毕竟你总是喜欢觊觎我的东西。看好你家主子，可别让他给张员外戴了绿帽子。沈乔大笑过后，朝张寡妇身后的妇人们挥了挥手：“快出发，找水源和吃的了，别被乱蹦跶的蚂蚱耽误了时间。走了走了。”
你真对那个小白脸没感情啊？废话，他比得上我相公吗？连我儿子都比不上。张寡妇点了点头，也是，那宋秀才就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白脸，哪里比得上身强力壮的猎户裴炎？那边沈雪警告了春妮几句，气呼呼的朝沈乔冲过来。张寡妇和沈乔扭着屁股左右一躲，中间空出好大空隙。沈雪速度太快，猝不及防的撞到了前面的石头上。多行不义必自毙，耽误我找水的时间。就是，咱们可不像妾室一般，只要床上功夫好，有吃有喝的，不用操心。走吧。沈乔率领一众妇人哗啦啦离开了。他总觉得沈雪当了人家的妾室后，脑子也变得不太聪明了。难道当了妾室的人都会自行降智？沈雪的采样取悦了沈乔，心情好，运气自然不会差。厄运的是，他们寻找水源时发现了一个山洞，一条地下小溪蜿蜒曲折，溪水清澈见底，不深不浅，顶多半米深的样子。沈乔用水葫芦装满，仰头尝了几口，发现水质甘甜清凉，连忙命人去喊村里的男人们。快，张寡妇，你带几个妇人去通知村子里的老少爷们儿，让他们把休息地转移到这里来。切记啊，不要大张旗鼓，此事悄悄进行。好，我这就去。张寡妇兴冲冲地冲两个夫人招手。自从她没再和沈大妞对着干后，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滋润。她觉得那个女人就像被锦鲤附了体，只要跟着她，总是能找到点东西。张寡妇又不傻，掐劲要强顶个屁用，又不管饱。既然沈大妞想使唤她，任由她使唤就是。她听话一点，狗腿一些。二狗子和他一路上有吃有喝，孤儿寡母过得相当自在。半个时辰后，蛤蟆村的男人们两眼放光赶了过来。大妞啊，你真是咱们蛤蟆村的福星啊！不仅能找到吃的，就连喝的也能找到，这是啥运呢？王大福更是激动的差点从担架上站起来，毒瘤竟然变成了福运女。这不管是张寡妇也好，王氏也罢，这几个人在逃荒路上帮了不少忙。其实这个沈大妮儿，要么能找到解渴的仙人掌、大红薯，现在又找到了干净清澈的水。王大福忽然不想好起来了，就这样一直躺在担架上挺好，直接摆烂摆到蜀地。人家这两口子管理起村子来比他强了不知多少倍。想到这里，王大福又哼哼歪歪地躺在担架上，吓得王小福赶紧掐人中。刘成开心的差点扒衣服光膀子。裴兄弟，想不想洗澡啊？自大汉以来别说洗澡了，就连喝水都难，也不知道身上长虱子了没。听到刘成的话，蛤蟆村众人一个个眼冒金光。别说是他想洗澡，他们人人都想洗澡，越想身上越痒，忍不住挠啊挠的。裴燕听到刘成的话，心生向往，但他还是让众人将水缸水瓢全部装满，他可不想喝洗澡水。夫人和孩子们先洗，洗好后男人们再洗。爹爹，娘说让你带我一起洗澡。我们先出去等着，等他们洗完了，爹再带你进去洗。知道了，爹爹。这是小炫和你的衣裳，洗过澡后换洗下来，脏衣服带给我一起洗。知道了。两人成亲后，他从未给他洗过个衣裳，就连晾晒都不在一根绳上。他真的慢慢变好了，越来越有贤妻良母的典范。另一边，沈雪捂着磕肿的脸回到张员外所在的营地。赵莲花见状，心疼的惊呼：哎呀，怎么了这是？脸怎么肿了？哎呀，怎么那么多血呀？沈雪直接跨过赵莲花，扎进张员外怀里，委屈巴巴的哭诉，时不时添油加醋两句。自从将沈雪收房后，沈大妞这个名字没少在耳边乱窜，尤其从沈雪嘴里得知自己花了200两买水是被那个恶毒的女人骗了后，他就发誓，若再让他见到那个女人，他绝不会放过。没想到冤家路窄，竟还真遇到了。最可恨的是，他还欺负了自己的爱妾，气得张员外火冒三丈，摆手招来几个拿着棍棒的家丁，让他们好好的教训沈乔一顿。沈雪雄赳赳气昂昂，带着3-5个家丁来到蛤蟆村的驻营地，准备好好的教训沈乔，出一顿恶气。到了地方却傻眼，连个影子也没见着。沈雪不甘心，带着家丁们到处寻找，恰巧不远处的山林里冒出袅袅炊烟。走，去看看。沈雪朝身后的人挥了挥手，循着炊烟的方向走去。当看到一众人在洞口外扎了营，原来他们躲到这儿来了。沈雪透过草丛寻找沈乔的影子，终于在牛车旁发现了他。给我教训教训那个贱人，最好将他的脸划花。沈乔正准备尝尝咸淡，突然头顶有几道暗影压下来，一抬眼，4-5个手持棍棒刀戟的男人正对着他的头砍下去。目光骤然一沉，猛一抬腿，朝着面前男人腿间狠狠一踢，右手捞起咕咚冒泡的疙瘩汤，狠狠朝着其余几人撒去。寂静的山林顿时响起杀猪般的惨叫声。就这3脚猫功夫，还敢在姑奶奶头上动土？
那人两眼一翻，原地昏厥，其余4人捂着被烫得起泡的脸，扛起大刀围攻沈乔。沈乔瞳孔一缩，侧身躲开一人，同时一脚踢向另一个人的手腕。那人吃痛，手中的刀咣当落地，他一脚挑起地上的刀，过手一扔，直直插进一人胸膛，当场毙命。其余3人吓得双腿发颤，相互对视的一眼后，捂着脸撒丫子就跑。沈乔嘴角抽了抽，就这水平还敢谋财害命。听到动静的妇人们纷纷围了过来，看着躺在地上胸前插大刀的死人，吓得尖叫：嘘嘘，别出声，咱们8成遇到强盗了，别吱声，将他们团伙引来了。此时沈乔还不知道这伙人是沈雪找来的，他以为是刘匪要谋财害命，正准备找个铁球将人埋起来，忽然发现前方的草丛抖得厉害。他眯了眯眼，问张寡妇：你去看看草丛里有什么，怎么一直在抖动？张寡妇得令，叉着腰将草丛里哆哆嗦嗦的沈雪揪了出来。是你？沈乔突然出声，吓得沈雪跌坐在地上。他忽然觉得从前的沈大妮对他心慈手软了。沈乔看了看发抖的沈雪，又想了想家丁衣上的统一标志，心下明了，这伙人是这个好妹妹找来的。看来这个张员外还挺疼他，让村里人戒呗。张员外想抢我们的水源食物，咱们不能让他得逞。沈雪瞅了瞅四周，想趁机逃，忽然一股大力薅住了他的头发，将他往洞内扯。沈雪不停地挣扎着：沈大妮，你要干什么？告诉你别乱来，否则张员外饶不了你。沈乔力气很大，五指死死抓住他的头发，拖到洞内的小溪边。沈乔直接将他的头埋在泥垢里，死死按住，让其动弹不得。到底是谁饶不了谁？沈雪，念在血缘关系的份上，已任由你在我面前蹦跶了。我饶了你多少次，你屡教不改，总是想方设法的害我，还真当我好欺负啊？你说，我若是杀了你，再将你埋在这山林深处，如何？你敢杀我？娘的，真是胆不怕杀不死的小强，让你看看我到底敢不敢。张员外的驻扎地，其余4人捂着满是水泡的脸，哭爹喊娘的跪倒在张员外脚前。十一娘被那个叫沈大妮的毒妇逮住了，只怕凶多吉少啊。是啊，老爷，我们兄弟折了一个，被了娘们一刀穿心呢。老爷一定得多派几个人过去，定要为兄弟们报仇，解救十一娘。什么？张员外大吃一惊，他的家丁们全是训练有素的打手，自逃荒路上以来，一直护着他们周全，无人敢惹，怎么就折在那个毒妇手中？还有他那娇滴滴的美人儿，听说那个毒妇从小就欺负他，这次被他逮到，不知要受多少委屈。张员外气急，顿时召集余下的家丁，生怕不够，还找宋青雨借了2人。张员外，你领如此多人作甚？张员外猛地一甩衣袖，眼神中透露出的怒火，简直能点燃周围的空气。杀毒妇，救爱妾，为家丁报仇。宋青雨不解，立在一旁逃回来的家丁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讲给他听，尤其是沈乔杀人那一段，描绘的绘声绘色，将他毒妇的形象突出的十分明显。沈大妮杀人，宋青雨觉得不可思议，在他眼里，沈大妮就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，每每见到她总是低眉垂眼，柔情似水，她怎么可能杀人？还有那个沈雪，提起这个人，宋青雨一阵厌恶。当初若不是看在他与他姐姐往日的情分上，他才不会心软，让他们一家进了逃荒队。有一些事情不可听一面之词，他们2人是姐妹，我想其中定然有误会，不如静下心来等消息，如何？等？我如何等？死的不是你的家丁，被抓的不是你的爱妾，这人手你爱戒不戒？不戒，老夫自个儿去杀了那个毒妇。张员外气愤地说完，带着一众家丁拂袖离去。宋青雨有些不放心，总觉得事情跟想象中的不一样，抬脚跟了上去。沈乔将沈雪折腾得死去活来，眼看着沈雪一动不动了，才将她从水里拉出来，往她胸口狠狠打了一拳。沈雪噗地吐出一口水，悠悠醒来。知道错了吗？姐姐，饶了我，我真的错了，饶了我吧。晚了。沈乔掏出匕首贴在沈雪的脸上，笑得阴森如魅。突然一股骚臭味传来，沈乔皱了皱眉，望向沈雪的双腿之间。这就尿了？我还没玩够呢。沈雪吓得面色惨白，两眼一翻，晕死过去。沈乔举着匕首愣在原地，杀还是不杀呢？杀了吧，留着他，万一再起坏心思，伤害奶奶和2个孩子怎么办？
正准备将匕首捅进沈雪的胸膛，洞外响起了小家伙喊声：“娘，我们将灰灰菜摘过来了。”咦，你们挖坑干什么呀？沈乔快速地收起匕首，薅着沈雪的头发往洞外推。他随时都可以杀了沈雪，但绝不能当着奶奶和孩子们的面。沈雪的脸已经被他划花，面目全非，已看不出原来的人是谁。不管奶奶能不能认得出，这次他都不会轻飘飘地放过沈雪。奶奶，这个人称是张员外的小妾，带领一帮人谋财害命，想抢夺咱们的物资和水源。哪个张员外让老娘看到，非剥了他的皮！谋财害命，竟然谋到老娘身上来了。奶奶，你将2个小家伙带到山洞里面去玩会儿吧，外面的事儿就交给我们就行了。其余的妇人和孩子们也可以躲到山洞里。张寡妇，你找几个人将张员外的妾室绑在树上，你嗓门大，跑得快，去给张员外递个消息，若想要水源和他的妾室，拿2000两银子来赎。我跑得也快，我这就将消息递给张员外。你不行，他能打能斗，3、5个大汉不是他的对手。若遇到危险，吼一嗓子，地动山摇，那狮吼功不是盖的。有钱这事儿谁不愿意干？张寡妇当机立断，勇往直前。不到1刻钟时间，张寡妇神色慌张地跑来了。张员外他带着10来个大汉杀过来了。你爬到树上去，豁开嗓门，喊老少爷们们过来应战。得嘞！张寡妇身形利索，嗖爬上了一棵大树。蛤蟆村的老少爷们们，快回来了！夫人孩子们有危险，快救命啊！张员外带领一众人气势汹汹地冲过来，当看到吊在树上的沈雪时，目眦欲裂，一口老血差点喷涌而出。你这个毒妇，竟然连自家妹妹都害！我可没害他，是他要害人。张员外，若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你给了他几个家丁，干了什么事儿？想必您心里门清儿。喂你个毛球子，少给我文绉绉的讲话！冲上去，杀了这个毒妇，为你们的兄弟报仇！宋清与姗姗来迟，摆着手大喊：“张员外，不可！”那10人瞬间冲了上去。沈乔右腿微屈，脚尖站地，做出备战状态。突然，不远处射出几支竹箭，箭法稳准狠，有3、4个人被射中了肩头。沈乔抬头与裴衍四目相对，这一刻，他觉得裴衍真爷们儿。竟敢欺负我们蛤蟆村的娘们儿，真当我们这些爷们儿是吃素的？老子打了这么多年猎，就连狼和狗熊都敢杀，你们算老几啊？其余汉子们也拿着刀枪棍棒冲了进来。仅仅一会儿功夫，张员外等人被制服在地，妇人们纷纷跑到自家爷们儿跟前，举着大拇指夸赞：“真爷们儿，3两下将他们制服了。”沈乔有样学样，冲到裴衍跟前，眨巴着水灵灵的大眼睛，往他胸口轻轻捶了一拳，掐着嗓子道：“死鬼，剑法竟然如此高超，百步穿杨也不为过。你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不知道的？”裴衍打了个激灵，刚想说出口让沈乔正常点说话，又怕他说出那句有话说有屁放，索性闭了嘴，忍着一身鸡皮疙瘩，任由这个女人发嗲。不远处的宋清雨看到这一幕，眼神暗了暗，那个女人的眼中再没她的影子，相反，她的眼仿佛重新注入了不一样的光芒，就像8年前他们出狱时一样。捂着微堵的胸口，宋清雨默默转身，悄然离去。你这个毒妇，快放了他们，否则要你好看！哦，怎么样我好看？报官，喊人，别太天真了。这是的，就算杀了你们，也没有人会管这个闲事。到底要干什么？自那日一别，想必张员外的水早就喝光了。喏，我们又找到了新的水源，甘甜清澈。张员外若是想要，拿2000两银子，1000两买水，1000两买妾。看到银子后，我们将山洞里的溪水连同你的妾室一同送给你。2000两？你怎么不去抢啊？1000两买水倒还可以，一个妾室哪里值1000两？这年头，他随便2两银子就可以买一个如花似玉的小丫头。带她去山洞里看看溪水，顺便让她尝尝。几人得令，押着张员外进去了。张员外刚进来时，便被这清澈的溪水所吸引。张员外，只要你肯出钱，这个山洞我们村子就让给你，绝不霸占。包括你那个小妾，你想一想，你的仆婢、妾室、家人，多少张嘴等着用水呢？考虑了半晌，张员外咬咬牙道：“我只给1000两，你们将山洞让给我，至于那个妾室，随你们处置。”1000两能买100个这样的农女了。他虽然银票多，但也知道什么该花，什么不该花。区一个妾，不值得他劳民伤财。好，张员外就是爽快，1000两就1000两吧。
那个小妾算饶头，白送你了。张员外看到满脸血肉模糊的沈雪，气血直冲脑门，一个仰头，差点背过气去。怪不得他说你是毒妇，果然狠毒无比，连自己的亲妹子都害。后4个字还未说出口，口中便被塞了一把破布。明明是他自己逃跑时被树枝刮烂了脸，休要赖在我头上。张员外不停地摇头，拿下口中的破布，张口便要大骂。张员外，你最好不要出声，否则我要反悔了。沈乔冷嗤一声，转身向大部队走去。走了几步，突然想到什么，目光悠悠地看着张员外。你最好将你妾室的家人看住了，如果他们冲上来找我的茬，耽误了我们的行程，那我们只好停顿下来，跟张员外抢夺水源了，届时你的钱就白花了。你休要出尔反尔，那就要看张员外怎么做了。有些碍眼的东西该处理就要处理掉。沈乔背着手大笑离去。张员外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看了眼瘫软在地上的沈雪，神情一阵厌烦。都被毁了脸了，他还稀罕个什么劲儿？冲家丁招了招手，在他耳边低语几句。家丁诧异出声：老爷，全处理了。张员外点了点头，摆摆手催促：快去快去，记住这事儿要悄悄进行，别让那姓宋的知道。沈乔举着1000两银票承诺，等到了蜀地安定下来，银子分给大家盖房买地，托关系安户籍。蛤蟆村村民一听，瞬间给打了鸡血一样亢奋，赶起路来不觉得累，冲劲儿十足。中间累了就啃干巴巴的饼子、野菜团子，渴了就喝葫芦里的水。总之赶路的步伐硬是没有停下。陪演的小跟班刘成敲着梆子，在队伍前后来回穿梭高喊：天亮了，各位老少爷们儿、姑娘媳妇们，停下来歇歇脚，吃口热乎饭了。众人这才如泄了气的皮球般瘫软在地上。王大福从怀里掏出一张地图，递给裴衍，神色奄奄地叹了口气：自从10亿好了后，我干啥都没力气，浑身跟散了架似的。此次赶往蜀地，我有心无力呀。人老了，不中用了，以后这村子就交到你手里了。首先王大福觉得自己老了不中用了，其次呢，他想摆烂。裴氏夫妇能打能斗，骁勇善战，不如将村长之位禅让，交给裴氏夫妇管理，这样他就可以一直摆烂一直爽。村长，这个使不得，我暂时代理可以，但是村长之位我不能接任。等到了蜀地安顿下来，您还是德高望重的村长。等到了蜀地，他便自由了，可不想困在小小的村落，整天处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。见裴衍推诿，沈乔直接挺身而出：村长，逃荒路上村子就交给我们吧，我们也会尽全力保村里人平安。但安家落户后，您还是咱们村子里的村长，您可一定要好好养身体，到时候村里还得由您做主呢。行吧，路上就麻烦你们夫妇2人了。其实沈乔的想法跟裴衍一样，等安顿下来后，他还要想方设法做生意，开荒种田买土地，没时间处理村子里的鸡飞狗跳、鸡毛蒜皮。裴衍的视线落到沈乔身上，刚才他是在夫唱妇随吗？他不愿接受村长职位，这个女人竟然和他说一样的，不知为何他的心突然痒了一下，这种悸动吓了他一跳。裴衍赶紧移开视线看太阳。沈乔将地图往胸口一塞，不小心扯开了一点点交叉的衣襟，露出莹白的脖颈。7月夏季正热，单单露出个脖颈，沈乔便没在意。喂，那个谁，你去捡点柴火过来。县城的相公不安排他做事，等着过年吗？裴衍僵了僵，闷闷地回答了声知道了，便转身离开了。先前还一口一个相公叫得香甜，现在又称他喂那个谁了。女人变脸的速度真快，不，女人变嘴的速度更快。沈乔太怀念疙瘩汤了，先前被沈雪耽搁的浪费了一锅没喝成，如今醒了下来，他又拿起水瓢搅起面絮来。搅和完毕后，裴衍抱着一大摞干柴干草过来了。沈乔不想看他用木头钻火，你去将牛车上的土陶碗拿下来，用水涮涮。裴衍听话的过去，沈乔趁机掏出打火机，将干草点燃，趁机放上干柴，
不一会儿火苗烧得红旺。我刚转身的功夫，这个女人就将火给点燃了。难不成还有火折子？那她藏在哪儿了？怎么从未见她拿出来过呢？裴衍的视线往她身上瞄了瞄，视线不由自主落在脖子以下。那个女人的皮肤这么白吗？怎么以前没有发现？愣着干啥呢？过来烧火呀！沈乔的大嗓门喊过来。裴衍回身，将土陶碗放到一旁，乖乖地蹲下身子烧火。沈乔的心情很好，一边哼着小曲儿，一边往锅里放水。裴衍抬头望向他，想从他脸上找出九天玄女的影子，可看来看去也未曾找到一丝仙气儿。喂，走神了，锅底的火快灭了。裴衍嘎囧嘎囧的，连忙低头往锅底递柴。多好看的一个男人呀，怎么原身就是不爱呢？虽然刚开始我也不喜欢，但最近这个男人表现还不错，性格也没那么冷，看着舒服不少。裴衍隔着雾气抬眸，视线正好落在沈乔的领口处。沈乔嫌天热，本就穿了薄薄的一层，刚才塞地图时将领口扯大了些。旭哥的是微微屈身，以裴衍的角度一垂眸，能看到无限好风光。将疙瘩续进去后，并未如想象中的漂浮起来，肯定是锅底的柴又不够了。沈乔气恼，让这男人烧过火怎么忽大忽小的？这样下去，疙瘩要糊成一坨了。火呢？沈乔抬眸提醒裴衍，这才发现他正盯着自己的胸前。他急忙直起身：臭流氓，你往哪看呢？明明是你故意露给我看。不信吧，竟然说他是故意的。不过他说故意的就故意的吧。沈乔轻咳一声，拿起一根筷子，在锅中缓缓地搅啊搅，一边搅一边故意扯了扯衣领。哎呀，好热呀！相公，你快睁开眼看看我。只要你睁开眼睛看看我，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。裴衍无语，他只是为了掩饰尴尬随口一说，没想到这个女人。裴衍的脸色陡然红得厉害，也不知是不是锅底的火苗映射的，总之又红又烫。哎呀，相公害羞了，瞧那脸红的跟关公似的。我什么时候脸红了？明明是火光映射的。这个女人说话怎么如此不自重？看到那男人尬囧又隐忍的表情，沈乔忍不住乐了，忽略他冷若冰霜的脸。这个男人还挺可爱，起码斗起来好玩。爹爹，醒醒！刘成伯伯喊你呢，快醒醒啦！谁在吵？怎么听着像是两个小家伙的声音？难不成我被刘匪抓了？就连两个小家伙也被抓来了？突然想到什么，裴衍猛地坐起身，咬牙切齿道：毒妇在哪儿？你在找我吗？我怎么出现在驻扎的营帐里？这个女人将我背回来的？这个女人有这么大力气？他明明记得这双柔弱无骨的小手抚摸着他的后背，勾得他心猿意马，一阵刺痛过后，他便没了意识。还以为你不放心我呢，正感动的死去活来，结果你一不小心被毒蝎子给蛰了，瞬间昏迷不醒，软成一滩烂泥，害得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你拖过来，胳膊都累酸了呢。裴衍皱眉，明显不信沈乔胡诌的话。你俩先出去找曾祖母，爹跟娘有话要说。两个小家伙对视一眼，意味不明的笑了笑，捂着嘴跑出去了。爹和娘终于要单独相处了，两个人要增进感情了，赶快将这个好消息告诉曾祖母去。帐篷内裴衍的目光一直在沈乔身上来回穿梭，试图找出什么可疑的东西。啊，你在看什么？还是说你想亲自检查，看我身上有没有你想见到的东西？请你自重，这个女人又想勾引我，这会儿又想趁我不备做什么？你一直盯着我看，到底是在怀疑什么？怀疑我身上有不可见人的东西？要不我脱光衣服给你检查一下？他都这么死皮不要脸了，裴衍应该不会怀疑他说的话了吧？即便他要搜，也搜不出任何东西，他就一口咬定这个男人是被毒蝎子蛰了。正想开口，突然腰间一紧，整个人失去重心，往男人的怀里倒去。沈乔突然觉得腰间被扎了一下，浑身僵硬，不能动弹。啊，这个男人还真是记仇。裴衍长臂轻揽住他的腰，3、5下将他外衣扯了个干净。这种事儿则好劳烦娘子亲自动手，为夫亲自检查即可。目光掠过布料极少的肚兜蟹裤，裴衍的目光沉了沉，未曾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。难不成他真被毒蝎子蛰了？不过这个女人的身材但我真是火了。沈乔的脸一下子就红了，气得暗暗骂了句狗男人死皮不要脸，面上却故意露出笑颜。相公，这逃荒在外的不太好吧？即便你有火要发泄，也要忍一忍，俩孩子还在外面呢。果然提起俩孩子有用，裴衍目光微蹙，3、2下将沈乔的衣裳穿戴整齐，撩开帘子走了出去。狗男人，狗男人！
沈乔内心将裴衍骂了100遍，到底用什么扎他？怎么不给他解开啊？看来会中医的男人惹不起，一言不合给你来一针，关键你还一时清醒，这种折磨真是一言难尽。沈乔扎他一针，他又还一针，这个姓裴的太不怜香惜玉了。他将他麻醉晕后，好歹搬到空间的席梦思大床上，盖着柔软的蚕丝被美美睡了一觉。刘成等人焦急地在原地来回踱步。昨夜火光冲天，不少大胆的灾民往前探查情况，不到1个时辰便回来了，只有裴衍至今未归。沈乔伸了伸懒腰，出了帐篷，正巧与裴衍迎面对上。众人连连摇头，看向裴衍的表情从不可置信变成了鄙视。这年轻人贼精的，竟然想出这样的馊主意，以为他们会上当。我相信你说的。你真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？完了，杀了人将子弹留下来了。不过那么多子弹，谁会把它拔下来？只有裴衍闲着没事干，非要钻这个牛角尖。这是项链吗？是你送我的。裴衍一将夺走沈乔手中的子弹，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了。他的直觉告诉他，昨夜的事跟眼前的女人有关系，但就是找不到证据，就连依据也找不到，诡异得很。望着男人远去的背影，沈乔松了口气。他发誓，从此以后不能小瞧裴衍这个男人，眼睛贼毒，看人的时候仿佛能洞察人的心思。若不是他脸皮够厚，还真对付不了这个男人。裴衍将黑风寨的事情跟刘成说了，让他敲梆子，召集大家集合。蛤蟆村的老少爷们儿、姑娘媳妇们，赶快集合了！黑风寨已被侠客能人团灭，咱们收拾收拾，赶快过去探路了。男人的墨发略微凌乱，衣摆处乌漆抹黑。沈乔的眸光闪了闪。你干嘛去了？新做的衣裳都弄脏了。裴衍神色复杂地看了他一眼，突然举着手中的子弹问：黑风寨数千流匪全部被歼灭，被人用这个东西先杀后烧，这事儿你知道吗？什么？黑风寨被人一锅端了，连寨子带尸体都烧成灰烬了。由于他的嗓门过大，瞬间惊动周围灾民，一个个围了上来。这位小娘子，你说黑风寨被人一锅端了，有什么证据吗？可不许胡乱传呀！我没有胡乱传，我相公去黑风寨看了，发现里面的流匪全被人杀死，烧成灰烬。不信你问我相公。众人的目光齐刷刷移向裴衍，直到他郑重点头，仍然一副不可置信的表情。不可能吧？数千为非作歹的流匪，怎么可能一夜之间被歼灭殆尽？莫不是天神降临？瞎扯淡的吧？哪来什么天神降临呢？若真有天神，还会让咱们还饿吗？可那年轻人不像是在说谎啊！难不成他在诈我们，想让咱们前去探路，等咱们被流匪抓过后，他们好钻空子？张员外处理了沈大高一家后，悠哉地在山洞外安营扎寨。宋清宇气冲冲地找过来：张员外，沈大高一家人呢？他本不想过问沈大高一家的事儿，但谁让他们是大妞的家人呢？两人虽没了情分，但他终究欠了他的，他的家人也理应照应一样。他们跟着老朽白吃白喝这么久，被我赶出去了。赶出去？宋清宇疑惑皱眉，显然不相信张员外的话。以沈大高一家的尿性，若被赶出去，早就哭爹喊娘，闹出很大动静了，哪会无声无息的离开？事情定有蹊跷。宋清宇再次追问，缠得张员外不耐烦，直接将沈乔的原话和盘托出。不是我要处理掉他们啊，是那个毒妇，就是那个沈雪的姐姐，她临走之前威胁我，让我尽快处理掉沈大高一家，否则她便要带着众人杀过来。我害怕呀，我也不知道他们村的爷们儿个个骁勇善战，无奈之下，我只好答应他的请求。那他们一家被我杀死了，就埋在后山。你休要污蔑他！宋清宇气得脸色涨红，额头的青筋突突直冒。怎么如此狠毒？活生生的人，说杀就杀！哎呀，不是我要杀的，是那个毒妇让我杀的。你还要污蔑他？刚才你分明就说他临走之前让你处理掉沈大高一家，这个处理掉就是让你将他们赶出逃荒队，而不是杀了就地掩埋呀！他绝对不相信沈大妮会变得如此狠毒，就连自己亲人也要杀。那个女人临走前是说让他处理掉沈大高一家，而非让他杀掉，难不成是他会意错了？不能啊，那眼神里的杀意他没看错呀。宋清宇闭了闭眼，神情悲痛。这大旱灾瘟年的，每天都在大量死人，像张员外这种杀了人即便报官也无人理会。一气之下，宋清宇跟张员外决裂，分道扬镳。蛤蟆村一众人走了近半个月，准备停下来歇歇脚，找些地方弄吃的。此处郁郁葱葱，甚至有蝉鸣鸟声传来，空谷幽响，空气湿润，完全脱离干旱地裂的地方。
裴衍带领男人们打点野味，他们有看家本领在，不一会儿野鸡野兔子就打到10几只。沈乔以及众妇孺来到山林，看着参天大树出神。哎，那是栗果吗？我眼神不太好，瞅着挺像。就是栗果，咱们运气真好，竟然遇到了树上饭。板栗在古代称为栗果，不仅顶饿，还营养美味，有树上饭的雅称。一众妇人兴奋极了，可惜没人会上树，纷纷将目光移向张寡妇。张寡妇这次倒没有逼逼赖赖的推脱，自告奋勇，十分爽快。我来爬，帮我找几根竹竿子，我爬到树上去敲，你们在下面接。哎呦，张姐姐人就是好。张姐姐，你在上面敲，我在下面接，接满一篮子，第一个给你。行了行了，少恭维我，快去找竹竿子。等等，虽然夏天戴帽子热，但板栗上有刺，戴上它可以防止刺扎进额头，省得到时候扒着你的头挑刺儿。你那啥嘴里吐不出那啥牙。张寡妇极力隐忍着自己不说脏话，但还是乖乖接过帽子戴在头上。虽然沈乔说话不中听，但胜在实用，他确实怕被刺儿扎。张寡妇背上竹竿，像猴子一样嗖嗖灵活利索地爬上去，手脚麻利地拿着竹竿敲打栗果。那么多栗果能捡好几筐子呢，多捡一点路上便不用愁了，这玩意儿顶饱。众人拖着麻袋满载而归，心情好的引吭高歌。开心的人运气总不会太差，路上还碰到野山菌子，红的黄的蓝的白的，啥样的都有。无论是红伞伞还是白杆杆，哪个吃了都有毒。沈乔怕糖板板，他不敢摘，但架不住其他妇人，他们摘了一筐又一筐，恨不得红的黄的蓝的白的全装下。野生菌子还是不能乱吃，咱们摘回去后让孩子他爹看看有毒无毒。俺们晓得呢，一会儿仔细辨认过才吃。男人们打了野味回来，咱们又摘了栗果，再拿些野生菌子炖肉，想想都要流口水了。听他们一说，沈乔快要流口水了，拖着满袋子山货回到扎营的地方。快，小猪被虫子蛰了，疼得大哭大叫呢。还有小炫，为了将妹妹的手上的虫子拿走，一急之下被树上的刺儿扎破了手指，2个孩子都疼得哇哇大哭。沈乔听到2个小家伙受伤，连忙跑过去，发现2小只鼻涕眼泪都在冒泡，哭得好不委屈。娘，我没保护好妹妹，让她被树上的大青虫给蛰了，妹妹疼得厉害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娘，好疼啊！沈乔心疼地将她揽在怀里，将食指放在嘴边吹了吹，从怀里掏出碘伏涂抹在裴珠手指上。被什么虫子蛰了？就是这个，我还被这上面的刺给扎破了手指呢。娘，好疼的。小轩很坚强，娘给你涂抹药药。帮裴玄涂好药后，沈乔的目光才移向小家伙所说的带刺的树和那个青色虫子。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，沈乔差点惊呼出声。这分明就是花椒树，这玩意儿麻麻的，提鲜入味，烧羊肉最好吃了。奶奶，你去多拿几个筐子来，顺便让村子里的妇孺过来摘花椒，这玩意儿炖肉可香了。啥？你说啥？这玩意儿炖肉香？先前他以为这东西红彤彤的是啥果子，摘了几颗放嘴里嚼了嚼，差点没将他的舌头给麻掉。张寡妇挎着一个大篮子，瞅着花椒看了好大一会儿，好奇心驱使下捋下一把，直接往嘴里塞。呸！哎呦，沈大妮，你让俺们摘的这是啥玩意儿啊？哎呦，又麻又苦，舌头差点捋不直，还以为是啥好吃的果子呢。谁告诉你那玩意儿可以直接往嘴里塞？这东西是做肉吃的佐料，香得很。等村里的男人们打来猎物，就用它来烹饪，保准你香掉大牙。瞎扯淡吧，还做肉吃呢？这东西若是做肉，那一锅子肉不都给糊麻了？我敢保证，你以后会爱上这玩意儿。裴岩等人满载而归，扛着山羊、兔子、野鸡回来了。孩子们围着他们又蹦又跳，尤其是陈二狗盯着那肥嫩的野味直流口水。趁大家不注意，猫着腰偷了2只野鸡就跑，还没跑2步就被刘成薅着脖子给拽回来。你个小兔崽子，偷鸡摸狗的毛病还是没改，老子今天就好好教训教训你。张寡妇挎着一篮子花椒走来，娘，快救我！这个姓刘的要打我。嘿，好你个刘成啊！刘成一个扫堂腿，将张寡妇绊倒在地下。张寡妇气得哇哇直叫，我挠死你！
刘成一个5大3粗的汉子，黝黑的脸上愣是被张寡妇挠出几个血印子。刘成的媳妇儿看见了，叉着腰破口大骂，蹦跳着跟张寡妇扭打在一起。沈乔这才发现刘成媳妇儿真不是吃素的，平时装的温柔贤淑，关键时刻泼辣无比。瞧人家护肤这劲儿，寒门村谁能比得上？你过来，喊我干嘛呀？明明是刘成想打我儿子，我占理。这个沈大妮不会又想趁机将我们母子赶出逃荒队吧？我来跟你说点悄悄话。张寡妇的小眼珠子滴溜溜转，她总觉得这个悄悄话不是什么好话。远处的大树下，张寡妇听到沈乔的话后，尖叫着跳起来。什么？你让我家二狗子跟着刘成、裴衍他们进山打猎？不干不干，我家二狗还小呢，不能干这事儿。闭嘴吧你！你儿子多大了？快12岁了，再过2年就要成亲娶媳妇儿了。难道你要惯他一辈子？俗话说惯子如杀子，你过度的宠溺和照顾他，不但对于你来说会成为一种负担，成二狗也挑不起生活的脊梁，你总有老去死了的一天。到时候你儿子屁大本事没有，谁都可以拿捏欺负，你想看到那样吗？张寡妇摇了摇头，她不想，可她余生的指望就只有这个儿子了。自从上次偷东西之后，陈二狗消停了很长一段时间，说明什么？说明在你强势严厉的管辖之下，他还是很听话的。日子刚好一点，你就放松。他又开始偷鸡摸狗，等到了属地，人生地不熟的，若他偷鸡摸狗的毛病改不掉，指不定会被人砍掉双手双脚，到时候你就守着残疾儿子过一辈子吧。还有啊，你为那男人守了多少年了？是时候改嫁了。大儿子若掰不正，你还可以生个小号，重新练练。你休要胡说八道，毁我名声！张寡妇涨得脸通红，但却不是气的，说明沈乔的话她至少听进去一半。若想好好待下去，就让二狗子跟着狩猎队去打猎。裴衍和刘成愿意将手艺传给他，这是天大的福气，好好珍惜吧，姐妹。太心疼儿子了，但是想到那句惯子如杀子，狠狠心咬咬牙，张寡妇同意让儿子进山狩猎。行了，咱走吧，剥皮吃肉，晒花椒。裴衍曾无意间说过，张寡妇的那个儿子身形灵活，嗅觉灵敏，偷鸡摸狗那灵活劲儿跟裴父先前养的老猎狗捕捉猎物时一样，可惜这份灵敏没用在正途上，如今他这么做也算扬长避短。沈乔将这事儿跟裴衍说了，他点头同意，而刘成咧着嘴在一旁插话。我早就觉得这个二狗子有当小猎狗的潜质，可惜张寡妇护得太紧，平时护得跟眼珠子似的，怎么今日竟然同意了？他怕他儿子没个本事傍身，连媳妇儿也娶不到，所以就同意了。也是，再过几年张寡妇就要当婆婆了，她总不能将她狗儿子护一辈子吧。刘成和沈乔2个越聊越欢，裴衍拉长脸，快剥皮吃肉了，这大热天的，趁新鲜下锅，馊了就不好吃了。对，咱们还打了野山羊，又有鸡又有兔，今日吃个满嘴流油。咱们喊几个人剥皮拔毛去。姑娘媳妇们，起锅烧水了。沈乔举着手里的花椒，对正在做饭的妇人们喊道：烧肉时将这个东西放进去，味道好的没话说，相信我，准没错。裴衍带领孩子们挖良姜回来了，将良姜往沈乔脚下一扔。这东西也是做肉的香辛料，放进去可以增香续腥。哟，你还懂这些啊？我觉得你有做厨子的天分。我的天分不及你半分。将良姜洗净后放入锅内，沈乔掀锅盖时，不小心被冒出来的水蒸气烫到了手，火辣辣的，疼得他龇牙咧嘴。王氏见状吓坏了，连忙跑过去关心：咋回事儿？妮儿被烫到了，没事吧？娘，你怎么了？娘，你疼不疼？肯定很疼吧？小猪给你呼呼。怎么那么不小心？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我自己的孙女自己疼，指望别人？呸！爹，娘都烫伤了，你不关心她就罢了，还指责她。哼，我不理你了。我也是，哼，爹爹好狠的心，一点也不关心娘。真的太过冷漠了吗？我也是第一时间上去查看伤口，见没什么大碍，说了实话而已，怎么一个个的都指责我呢？沈乔的内心又喜又酸，喜的是奶奶和2个小家伙对她的关心毫无保留，酸的是他自认为对裴衍也算熟悉的老夫老妻，想不到自己被烫伤了，他这么冷漠，装个样子不行吗？有些伤心，憋了憋心中的酸涩，沈乔轻呼出一口气，自己矫情了哈。没事儿，本就是我不小心，再说了也没什么大碍。王氏和2个小家伙急得团团转，沈乔安慰他们：没什么大碍，涂点草药就好了。我去山林找一找，看有啥草药没。娘，
我知道什么草药可以涂烫伤，我陪你去吧。沈乔按住他，娘认识那种草药，自己去就行了。你帮曾祖母烧锅，不然锅里的羊肉要熟不了了。他空间有烫伤膏，拿出来涂点就好了，只是不好随便拿出来。沈乔来到一棵大树下，四处瞅了瞅，正准备催动意念进入空间，忽然一只大手揽住他的腰，捉住他的双臂，将他摁在大树上，有登徒子。沈乔灵敏的抬腿上去就是一脚。你这个女人果然很多，踢哪儿不好，非要朝那地方踢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天知道裴野怎么出现在他身后的，这丫的会瞬移吗？悄无声息的，跟鬼一样。我好心来给你送药，谁知你不知好歹，这是要谋杀妻夫啊！哪个知道你来送药，也不提前说一声，跟个幽灵一样出现在我身后，还搂我的腰，我以为是哪个不要脸的登徒子呢，这一脚踹轻了呢。你裴眼疼得冷汗直冒，深吸2口气，一再压制自己的脾气。涂在烫伤上，1至2次，2天就好。完了，他那一脚用了10乘10的力，不会给踹坏了吧？那个还能立起来不？什么？裴眼一脸懵。沈乔咽了咽口水，脸颊红红的，试探的口吻，就是没踹坏吧？还能瑟不？愣了半晌，裴眼才反应过来，沈乔说的是什么。你这个女人怎么什么话都说得出口？廉耻之心呢？廉耻之心还有没有啊？出于对自家夫君的关心，我关心一句利不利，怎么就不能说出口了？裴眼实在不知要如何回答这个女人的问题。伤口还疼不疼？并非我不关心你，而是我不善于表达。沈乔无语，内心忽然有点小雀跃，直男要开始表白了吗？要不要接受？答应他，答应他。然而下一秒，你终究是孩子的娘，是我太过于冷漠了些。以后我尽量在孩子面前装作很关心你的样子，无论如何不能让孩子寒心。今日2个小家伙的指责让他心痛，是他的做法不对。既然这个女人在改变，他以后也要改，变成一个关心妻子的好丈夫。沈乔转身盯着他，嘴角勾着，被他气笑了。亏他以为这个男人在人前不善于表达，然后偷摸着跟着来，又是送药又是关心的。现在倒好，刚泛起的那丝涟漪消失得干干净净。我不需要你装作对我好，等咱们安定下来后就和离，我会给孩子讲清楚缘由，绝不会让他们寒心。你又提和离，为了孩子就不能好好过下去吗？沈乔听到为了孩子这几个字差点暴走，亏他以为这个男人对他有那么一丝丝感情，结果全是他自己的遐想。你装作对我好也很累，与其每天装的心累，不如一拍两散，各自欢喜。孩子双日子你养，单日子我养，如何？见裴眼一动不动，沈乔又道，当然，如果你不想养，也可以直截了当的跟我说，孩子的抚养权归我所有。沈乔，你又要闹哪一出？他烫伤了，我屁颠来送药，他却想着法子和我和离，我是哪句话又说错惹到他了？还有，什么叫抚养权归他所有？我们一家携恩相报，逼着我娶她，我还没说什么呢。这个女人倒好，一天到晚闹着要和离，哼，想和离一拍两散，各生欢喜，然后再去找那个姓宋的小白脸，哼，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？你想和离，找那个姓宋的再续前缘，让孩子管他叫爹，我告诉你，门都没有，这辈子我都不会同你和离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姓裴的，你有病不是？怎么你们一个两个都喜欢将我跟那个姓宋的联系在一起？沈乔暗中使力挣脱被钳制的手臂，发现这男人力气大得出奇，他只好抬起另一只拳头朝裴眼砸去。以后不要在我面前提宋亲语3个字，听到就烦。紧接着裴眼松开沈乔的手臂，连连后退好几步，闷哼一声，噗地喷出鲜血。沈乔惊呆了，这男人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弱鸡？虽然那一拳他使了全力，但裴眼的胸膛硌到他手上，生疼，就像打在铜墙铁壁上般。这就吐血了。我的旧伤啊！裴眼痛苦地捂着胸口，显得神思恍惚，气息奄奄。沈乔观察了好大一会儿，感觉不像装的，不由得生出些愧意，眼神偷偷闪躲着，不敢与之对视。哎呀，这可咋办啊？要不道个歉，再用药帮他治疗。对不住啊，我忘记你旧伤在身，下手也没个轻重。裴眼紧皱眉头，一言不发。我看看你的伤，若裂开了，我再给你缝上。沈乔小心翼翼去扯他的领口，却被一只手大力攥紧手腕。和离的事儿不要再提。话未说完，噗的又吐出一口鲜血。好，我以后不提就是，别吐血了，再吐小炫就得摔盆了。裴眼无语，这句话果然有用，狗男人果然不吐血了。你要不要紧？让我看看你的伤口。无大碍，能挺住。真不要紧？沈乔愣住，刚才还一副摇摇欲坠、气息奄奄的模样。快回去吧，太久了，孩子们和奶奶担心。我扶着你吧。
破天荒的裴衍没有拒绝，就这样沈乔搀扶着他回营扎地。明明受伤的是他，最后却变成他照顾裴衍，老天真会开玩笑。裴衍低垂头，眼神闪着意味不明的光，趁沈乔不注意，偷偷拔下插在穴位上的银针。这个女人心狠如丝，不放大招根本困不住她。还好她不再提和离的事儿，否则2个孩子要恨死她。两人回来时，板栗烧牛肉早就好了。裴衍特意扯出一抹温柔的笑，挺直腰板，在孩子们面前表现出一副故作坚强的模样，看得沈乔直抠自己手指头。他总觉得这个男人是故意表现给他看的，可他找不到证据。王氏掀开锅盖，一股浓郁的肉香味扑鼻而来，锅里的羊肉和栗果红白相间，看了让人垂涎欲滴。裴珠伸长脖子往锅看，口水收一收，滴到锅里了，大家怎么吃啊？裴珠下意识摸摸下巴，发现干干净净，气得嘴巴能挂个油壶。曾祖母又打趣我，哪里有口水？王氏被裴珠的模样逗得哈哈大笑。沈乔想帮忙盛菜，被王氏推脱掉。行了，你一边待着去，手都受伤了，也不知道闲着。裴衍盯着碗里的羊肉和板栗果晃神儿，普普通通一道炖羊肉，不仅卖相好，味道出奇的香，最关键的是一点也尝不出羊肉的膻味儿。这顿饭裴衍吃得相当舒坦，有种纯正儿时味道。这样的媳妇儿简直是个宝，怎么能轻易合理掉？可今天这个女人突然发疯，想是她说错了哪句话？到底哪句话说错了？裴衍左思右想，冥思苦想，刚想出一丝苗头，就被2个小家伙打断了。爹，娘让我问问你，需不需要他帮忙？裴衍愣了半晌，反应过来，他问的是今日吐血受伤之事，需不需要他帮忙？刚想到这茬，裴衍立马否决，他本来就是装的，要是让他上药，岂不是穿帮了？不用你娘帮忙，你告诉他手受伤了歇着就是，其余的我来做。烧开水洗刷油腻腻的碗，在经过沈乔跟前时，捂着胸口咳嗽几声。看吧，我旧伤复发了，都还在洗碗呢。我不忍心你的伤口沾水，这算关心吗？你去歇着吧，我来洗碗。不用，这点小事而已，我可以的。2个小家伙大眼瞪小眼看了半天，最后走到他们跟前，撸起袖道：爹娘，你们歇着吧，我们2个来洗碗，今日也算尽一尽孝道了。裴衍刚想拒绝，沈乔一口答应。行吧，洗碗的任务就交给你俩了，记得别被热水烫了，一定要兑点凉水再洗。知道了。2个小家伙异口同声，一个洗一个清，配合的天衣无缝。裴衍的眼睛抽了抽，看着2个小家伙洗碗的熟练动作，心脏一阵抽痛。他的孩子那么小，洗碗逃荒，吃不饱穿不暖，跟着他受尽苦头，都是他这个爹没用。你俩太小了，这种粗活交给爹就行。沈乔暗暗翻了个白眼，又在孩子面前扮胜负。他不顾忌有伤在身，爱洗就洗吧，左右疼的不是他。用完了，大家吃饱喝足后，准备进山林找水源。刘成拉着陈二狗，还有几个彪形汉子找到了水源。老少爷们们拿着罐子水壶，装得满满当当。沈乔告诉大家，水一定要烧开了再喝，不然会有虫子。有人不信，沈乔便提到了10亿。你们想一想，10亿死了多少人？他们的尸体腐烂后，全部化为尘土，再降下一阵雨，冲进河流里，各大河流交汇融合，那都是带着病毒的。你们不想再感染一次吧？所以还是把水烧开喝，保险一点。其实他是怕水里有寄生虫，只是这样的由头说出来大家不信。无奈之下，他只好胡扯乱诌。听到10亿2字，人人色变，乖乖的起锅烧水。清水县的10亿得到控制，县令大人层层上报，望朝廷解除封禁城门的命令，派太医院、各州府药堂广施良药，救万千灾民于水火。谁知上报的消息被奸臣秦构截胡，秦构派属下威胁清水县县令，逼迫骆氏医馆交出治疗10亿的方子。为了身家性命着想，县令只好将方子上交。只要能救万千灾民于水火，能解朝廷燃眉之急，功劳被他人冒领，又有何妨？万两黄金官升3品，从来都不是他想要的。一心为君为民的好官未曾料到，他前脚刚将方子上交，后脚就被陷害。就连南越帝也听信了秦构的谗言，将县令大人抄家流放。凡是跟县令大人交往甚密的人，皆被株连。就连骆氏医馆和吴迪也未能逃脱。骆宾气得破口大骂：先陈昏君当道，天下必反，南越必亡。吓得吴迪赶紧捂住了他的嘴。哎呦，我说姑奶奶，竟敢议论朝廷，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，嫌命长了不是？骆宾张了张嘴，将到嘴的话咽了下去。
如今陛下判他们流放已经是轻的了，好歹有条命在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面前的女人闭了嘴，无敌松了口气，议论朝廷，竟说出南越必亡的话，株连九族砍头都是轻的。为防止流放路上生出变故，骆宾一见女子实在危险，无敌让她绞了头发，脸上涂抹锅底灰，装作邋里邋遢的乞丐模样。才不要，我就嫁不出去了，若没了头发，我要当一辈子老女人了。无敌无奈叹了口气，哎呀，我娶你总行了吧？大家都被流放了，还要什么形象？骆大夫人美心善，一心救治黎民百姓，是个菩萨般的女子。她实在不忍心这样的女子被恶人玷污，能娶这般人也是她的福气，就是不知这位骆大夫会不会答应。骆宾破涕为笑，想什么呢？咱都要被流放了，路上是死是活还是未知数呢。死也要做一对苦命鸳鸯。无敌拉起骆宾，目光灼灼，神情认真。就这样，两人在流放圣旨来临之前拜了堂，成了亲。还未入洞房，抄家的官兵就来了，吓得无敌赶紧掏出锅底灰，胡乱涂抹在骆宾脸上。吴大善人将银票绑在头发上，用一根破烂的布条缠得死死的。没钱到哪里都不行，有了钱就算是流放路上也能少吃点苦头。直到天亮，吴大善人一家、县令大人张松全被戴上了脚镣手铐，押往西南属地流放。他们的运气还算好，押解犯人的衙役们感染了10亿，一个个倒下。你说咱领的这是啥差事啊？做好事的县令大夫偏偏被流放，奸佞小人升官发财。10亿方子拿到手，朝廷倒藏着掖着，可怜了咱们这些人，只能生死由命了。听到衙役们的议论，骆宾灵机一动，官差大哥们，我们为啥被流放？想必你们门儿清。实不相瞒，那治疗10亿的方子乃是神医后人相赠，我脑子里记得清清楚楚的。不妨为官差大哥们熬上一副汤药，预防10亿如何？哎呀，我咋没想到呢？县城的神医就在身边，咱们还怕什么10亿啊？人人都怕死，尤其是谈之色变的10亿。就这样，骆宾一行被流放的人路上得到了优待。蛤蟆村逃荒队出了大山，改走官道，刚上官道就碰到了逃荒大部队，人如蚁群过境，乌压压一片。下一站是锦城，锦城便是西南属地的都城，也是中心。听裴衍说，锦城若是封闭，大家只有守在城外等死的份儿。村里人因此事跟裴衍吵了起来，他们认为当时就应该留在清水县。果然，锦城城门紧闭，城墙上数百弓箭手全副武装，做好准备，蓄势待发。太守大人有令，尔等速速后退，不可硬闯城门，否则格杀勿论，一个不留。灾民全部赶往西南属地，是当今陛下下的旨，太守大人怎可违抗圣令，将我等拒之门外？再说了，我可不是普通的灾民，而是奉朝廷之令押解流放犯人的官差。尔等速速打开城门，不可违抗圣意。在此地，太守大人的命令就是圣旨，你敢忤逆，将他射成筛子。话音刚落，一支箭如穿云贯日，自高处城墙俯冲而下。官差瞳孔巨缩，还未来得及闪躲，那箭便射穿了他的胸膛，顷刻间毙命。这招杀鸡儆猴，并未震慑住万千灾民，但仍有人不怕死的理论。弓箭手再次准备，上方传出几道接连嘟嘟声，几乎是立即，站在最前排的灾民倒了10几个。快走快走，再不走命都没了。未来得及跑，又一波弓箭手准备将灾民当成人肉靶子，纷纷倒地。刹那间，不管是流民还是被流放的犯人，纷纷乱作一团，慌忙后退逃命。蛤蟆村的队伍一直在末尾眺望，见大家拼了命的跑，也随着大部队撤离。直到远离锦城2里路，上万灾民停下来哭爹喊娘，大骂锦城太守视人命如草芥，痛斥南越帝昏聩无能，弃千万灾民性命于不顾。而裴衍带领众人又退至原地方，上万流民万一暴乱起来，妇孺孩子们最是遭殃，不如先将他们安置在此处，静候佳音。裴衍前去探查情况，果然发现流民们暴乱不堪，最后有一名叫张玉的犯人组织起义。张玉是前任首辅，他为了众灾民，请求朝廷开仓放粮，广施良药赈灾，才被南越帝流放。上万流民对他的信服度很高，人望所归，加上他以汝南王托梦造势，拉拢了大量流民跟随。汝南王本是先帝中意的储君人选，遭到当今皇帝陷害，落了个满门尸骨无存的下场，好似一丝血脉尚留在人间。裴衍眸光微闪，转身回了驻扎营地，将此事告诉了沈乔。这
手无寸铁的灾民如何对付得了身穿铠甲、骁勇善战的官兵？再说了，张玉是被流放的犯人，即便打出汝南王世子的名号，可汝南王世子的影子都没看到，终究名不正言不顺。即便咱们躲得再好，还是会受到他们的牵连，届时被当成暴民屠杀殆尽，往回走是不可能了。眼下这路你怎么看？眼下这路，反也是死，不反也是死，索性反了吧。既然如此，那咱们去找张玉。既然要攻破城门，便要好好布防一番，不可莽撞行事，纸上谈兵。行，村里的事交给你了，我去找张玉。得民心者得天下，他不想再当一辈子缩头乌龟了。前半生已经埋葬在穷乡僻壤的蛤蟆村，后半生他想为自己而活，为孩子们，也为了……沈乔不知裴衍心中所想，看着他欲言又止半晌，最后咬咬牙道：此事我也要参与，将村子交给刘成和村长看管。此处易守难攻，安全得很，躲在这里他们不会有危险，等咱们攻进了城，再将妇孺接过来。两人将此事告诉了王大夫刘成，王大夫吓得支棱，从担架上爬起来，一点也看不出身体孱弱的样子。本想一直摆烂一直爽，眼下这情景不能再摆烂了。想做什么尽管放手去做，村子里的老壮力全部上阵，妇孺孩子我来看着。沈乔喊上张寡妇，让他带领妇人们伐木砍竹，多找些麻制作麻绳，山里的毒蘑菇多采些来。趁着无人的空隙，闪身进了空间。很长时间没看手机了，不知进献方子后，手机里的系统商城有没有奖励。刚打开手机，信息叮铃叮铃响个不停。看到奖励，沈乔有些失望，全是种子蔬菜一类，对眼下的情形没有任何帮助。突然又弹跳出一条信息：端平黑风寨奖励锦囊1份。打开锦囊，写着周围10里有消石矿，位置在西南方向，只有一个大概的位置，不是很具体，不过10里应该好找些。二人找上张玉时，听说你们也要加入起义军。张玉开口，字正腔圆，颇有前任首辅的气势。两人表明来意后，裴衍进献了2个攻城的法子。第2种方法最为实用，可惜没有火药。裴衍说出来后，叹气摇头。沈乔听完双眼发亮，他简直不敢相信，自家猎户相公还有这才能。在下以为攻城乃下下策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可用此计策。既然攻城乃下下策，那你为何又出了2个攻城的计策？这不自相矛盾吗？听闻大人的得意门生3年前被贬至此地，现为稽查司司长，专门督察流放的犯人，开采石矿。裴某想，大人既然组织了农民起义，却迟迟不肯攻城，想必是为了与那位门生取得联系，来个里应外合。张玉这才正式抬眼注视着眼前的年轻人，面色清冷漠然，寒眸中有丝淡淡的琥珀色，有种说不出的熟悉感。眼下局势非攻城门无退路，朝廷将灾民们往属地驱赶，若回去定会遭到官兵镇压，若不回去，此时的锦城说不定正调兵遣将，将上万灾民屠杀殆尽。实不相瞒，我等有山中狩猎的经验，一些简单的武器还是能制作出的。对了，后山中有大量的毒蘑菇、毒蛇，可让流民采来制成毒药，抹在箭头上，待攻城时可事半功倍。你小子先是找出来2个攻城计策，又说攻城乃下下策，不到万不得已时不可使用，现在又主张攻城，就连毒药的法子都想出来了，三言两语想炸出我的底牌。裴衍抿唇笑笑，没有说话。实不相瞒，我确实有几个死士跟随我来到流放之地，届时可派他们溜进城地信，等咱们攻城时，我那个学生趁机杀死太守，取而代之，并打开城门迎灾民入内。从张玉处回来，沈乔一直处于发愣懵逼状态，他觉得眼前的人不是裴衍，这人莫不是和他一样被借尸还魂了？你是谁？你不是裴衍？从前的我是什么样，你真心了解过吗？那现在了解迟不迟？这个女人说的是什么话？难道开始对我有意思了？这么突然，我还一点准备都没有呢。不过这事向来需要男人主动，怎么能让女人先了解？你想去哪里了解？就在这了解？这不太好吧？人来人往的，后山的山洞隐秘性强，不如你去那儿深入了解下我。狗男人，脑子里想的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儿？是你说要了解我的，我给你了解你还恼上了。沈乔总觉得裴衍这话有些熟悉，
乍一听，这不是在学他吗？这厚脸皮的劲儿，学了个10成10，比脸皮厚裴雅还得靠后排。好啊，只要相公喜欢，我无所谓的。那咱现在就去吧。裴雅浑身一僵，拦腰将沈乔抱起来，嗓音沙哑低沉。好。女人如水，这话果然不假。活了22年，从来不知道女人抱在怀里，身子是那样的软。她来真的。沈乔紧张的浑身肌肉紧绷。你在害怕？大了，我玩不过你，我认输。认输？裴雅唇角微微勾起，突然靠近他的脖颈。沈乔心头一紧。你干什么？光天化日之下，朗朗乾坤。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视。裴雅慌张地将沈乔放下来，脸色不自然地扭向一边。沈乔回头发现裴珠双手捂着眼睛，一本正经地念叨着非礼勿视。裴玄许是觉得捂眼睛显得没有诚意，又将身子背过去。爹，我们真的什么也没看到。哥哥，快走快走，别打扰爹爹和娘。沈乔的脸红得跟番茄酱似的，扔下一句我要去如厕，就跑开了。裴燕嗤笑一声，总算抓住这个女人的短板了。直到脸上的热度降了，沈乔才找了块石头坐下来。张寡妇挎着篮子找来了，看到沈乔时皱了皱眉。你咋脸那么红啊？刚刚跑了2圈，累的。沈乔不自然地轻咳2声。毒蘑菇采回来了吗？采了，每个人采了好几筐呢，不知道哪些有毒，索性都采了来。记得手机空间的提示，方圆10里有硝石矿，不如他去找找。天色微暗，裴岩扫了眼四周，没发现那个女人的身影。2个小家伙跑过来，爹爹，你看到娘亲了吗？你娘没跟你们在一块儿？有啊，2个时辰没见到她了呢。曾祖母也在到处找。你俩去找曾祖母，我去找你娘。那个女人不会去夜探城门了吧？这么危险的地方，她怎么敢？裴燕觉得心烦意乱，他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，可浑身的血液仍忍不住往脑门上涌。背起竹剑，腰上别2个斧头，裴燕准备就绪，阔步离开。刚走至山口，就见那个女人拖着一麻袋东西回来了。你干什么去啊？沈乔抬眸打量了他一眼，这男人全副武装的，是要找谁拼命吗？看到女人安然无恙，裴燕不由得松口气。不干嘛？你过来，咱俩将东西抬回去。里面是什么？等回去就知道了。喂，你弄这么多芒硝干什么？我要制作火药。嘘，先别告诉别人，等成功了再说。制作火药？你确定不是在开玩笑？自然不是开玩笑，不过制作火药的方法我只在某本书上看到过，不是很熟悉，需要多试验几次才能成功。裴燕半信半疑，一晚上都在沈乔的指示下干活，2人忙活了一晚上，做出了威力巨大的鞭炮。不过鞭炮的威力相当于前世的大雷子炮，沈乔有些受打击。别人穿越制作出的火药炸弹横扫千军，所在披靡不在话下，怎么他偏偏制作成了鞭炮？已经很不错了。若将萃取的毒液放在大雷子炮上，放进罐子里引炸，足以对付锦城的守卫军了。激动归激动，很快裴岩冷静下来，看向沈乔的目光带着探究。你在哪本书上看到的制作方法？先前在我爷爷的压箱底看到的，现在那本书早已随他埋在地下了，可惜那时候太小，没学全，不然以我的聪明劲儿，怎么能做出比鞭炮威力大一点的大雷子炮？哎，他不是说不会制毒吗？不诚实。10日后，沈乔拉着满满1牛车大雷子炮来到张玉的营地。你别小看这炮仗，若是点燃，人的整只手能炸飞。咱将它放在罐子里，置入城墙时自动引炸，里面放了萃取的毒液，届时城墙上的官兵就算不被炸死，也会被毒液毒死。穷乡僻壤的地方，怎能做出威力十足的火药啊？张大人，宜早不宜迟，今夜咱就攻城。先前派的死士早已偷摸进城，给我那学生递了信，只等咱们攻进城门时，他会趁乱杀了锦城太守，并打开城门，一切都已安排妥当。攻城后，咱们也会洗脱暴民的身份。城门打开后，张玉站在牛车上，由灾民护送进城，威风凛凛，气势十足。稽查司司长策马而来，身后跟着2000余守卫军。谁知司长翻身下马，单膝跪地，冲牛车上的张玉抱拳击礼。学生陆慎行见过老师。陆慎行，稽查司司长，清水县县令的外甥。沈乔傻眼了，世界这么小吗？这么巧遇到这么大一个官，他哪敢找人家要银子？如今我乃阶下囚，怎敢让大人跪拜？实不敢当啊！
只是我等被流放西南属地，乃是奉了皇命，而万千灾民赶往此地逃荒，也是奉了皇命。锦城太守竟然违抗圣旨，封闭城门，禁止流民犯人入内，违抗圣旨，按律当诛杀9族。陆慎行从地上起来，再次躬身行了一礼后，翻身上马，扫视一圈后，目光凌厉。锦城太守无缘无故遇害，想必是因为违抗圣旨，受了天谴。本官自会修书一封，将锦城太守违抗圣旨一事上报。如今锦城群龙无首，本官当临危受命，暂时接手太守一职。等皇帝派来新的上任官员，本官再卸职，重回稽查司。前太守违抗圣旨，诛杀受灾的黎民百姓，百姓们攻入城门，实属卑鄙无奈。现在本官遵从圣意，打开城门，引灾民们入城。沈乔对陆慎行佩服得五体投地，不愧是前任首辅张玉的得意学生。两人一唱一和，不仅三言两语将过错归在已经死了的锦仇太守身上，还将流民暴乱攻城的罪名摘了个干干净净。接下来陆慎行安排各地县城主簿登记名册，落户定居，流民们被随机分配到各县管辖下的小村落，而蛤蟆村非常不幸运的被分到了流放村。沈乔总觉得他们村不像是随机分配的，倒像是人为的。好在办完户籍落了户，流放村的房子田地可按人头分，不像别的流民需要租售。虽然村落名字不大好，与一群犯人住在一起，但好歹有房有田了，不至于成了黑户，没房没田还要做佃农。沈乔家被分得了2间土坯房，外加1间茅草屋。茅草屋狭小逼仄，勉强做个厨房，住人却是不行的。可只有2间房，他们家3大2小，这可怎么分配？那间小一点的留给妮和孙女婿，那间大的我和小炫、小猪一起住，中间隔个帘子，小炫单独睡一个床。好不容易安定下来，不必再逃荒，王氏是恨不得自己孙女与孙女婿单独相处。裴眼眸光闪了闪，没有发话，他对这种分配没有意见，认为非常合理。而沈乔就不干了，奶奶，你那么大年纪了，怎么能让你帮我们带孩子呢？这样吧，那间小的就给裴炫父子，那间大的呢放2张床，咱仨睡一间。夫妻2人分房睡，这不太好吧？分久了感情啊就淡了。裴眼背着手，仰头45度角，看天看云看太阳。他认为王氏说的话非常有道理，怎么从前没发现这个老太太那么明事理？有一种美叫距离产生美，分得越久感情越浓，小别胜新婚，懂不懂？对了，奶奶，小炫和小猪都6岁多了，怎能睡一个屋？哪怕隔着1张帘子也不行。都说男女7岁不同席，这样传出去让人笑掉大牙。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他是不会和裴眼睡一间房的。抱着软糯香甜的女儿睡不香吗？裴珠早就想抱着香香软软的娘睡了，一把抱住她的大腿，笑得欢脱。娘，我要和你一起睡。裴玄不停地摆着小手冲裴珠挤眉弄眼，奈何小丫头忒没眼力劲儿，气得裴玄背着小手来回踱步。爹娘的感情刚刚起步，我这个妹妹就横插一脚，机灵的时候挺机灵，犯浑的时候是真浑呀！哎呀，没眼看她了。裴玄只好将希望寄托在曾祖母身上，只要他不同意，娘还是得跟爹睡。谁知王氏思索片刻，点了点头，也是，你说的有道理。裴眼无语，刚觉得这个老太太明事理，现在倒好，3言2语被这个女人给忽悠了。他有些烦躁，拔腿就往外走，被沈乔喊住：“干什么去啊？去溜达溜达，顺便去找村长。先回来，将牛车上的行李搬下来，还有房梁，有些地方不牢靠，你来翻修翻修。”活儿还没干完，这男人就想溜。裴眼顿住脚步，这女人不跟他睡一屋，又安排他干活，尽管心中不满，但想到一家老弱妇幼，他就一个劳动力，干活也是应该的。不过这个女人指使起他来也太得心应手了吧，就像指使自家夫君似的。他不就是他的夫君吗？你说咱落户也是花了钱的，攻城门也是立了功的，那什么前首府怎么不说说好话，将咱们分到一个山清水秀、土壤富饶的村子？怎么分到这犄角旮旯来了？还流放村，全是犯人呢。裴眼露出一副看白痴的眼神，看着他说道：“山清水秀、土壤富饶的地方，能轮得到逃荒来的外乡人吗？这地方有大片土地未曾开垦，而犯人又没有权利开荒种田，现在全是咱们村的了，跟掉馅饼没什么区别。等过了农忙时，村里的汉子们还能去采石场干活，一天200万，一个月下来可得6000万，也就是6两。这么高！”沈乔突然觉得捡了大便宜，那个陆慎行还挺会办事儿。听到敲锣打鼓的声音，想到田地的事儿还没落实，想必要在村口宣布田亩的划分。集合了，集合了，村口集合了！
1刻钟后，村口乌压压挤满了人。这里除了蛤蟆村的45户人之外，其余的全是本村人，有10来户是良民，余下的全是被发配来的犯人家眷。进来的乡亲们，咱奉新任太守之令，按人头分田地，无论大人小孩，每人5亩地。接下来你们去富里镇那里登记姓名，因新落户的户籍可分得新田亩。王大福掰着手指头算了算，他家加上儿子、媳妇、孙子、孙女儿，呼啦啦10口人，是不是说明能领50亩田地呀？哎呀娘啊，这也太多了吧！不得不说，新上任的太守真是个父母好官啊，他这辈子都没种过这么多地。沈乔家5口人分了25亩，王氏跟王大富一样高兴，这辈子也没见过那么多田。在蛤蟆村是家有8亩地，已经算村子里的有钱人了。大多拿到田地的人个个激动的尖叫，有的甚至蹦跳起来，对天直呼遇到青天大老爷了呀。等他们去看地时，一个个都傻眼，这哪是田呢，简直是荒地嘛，寸草不生的那种。怪不得按人头每人5亩，他们还暗自高兴，结果全是没人种的荒地。晚饭过后，众人全聚集在沈乔家的院子里，他们劝导裴衍能不能跟上方说个情，哪怕多使点银钱也行。这犄角旮旯的地方还跟一堆被流放的犯人住一块，实在是膈应。裴衍将采石场上的事说了，田里不忙时，男人们还可以去附近的采石场上工，听说那里1天200亩，你们算算1个月可以领多少？刘成掰着手指头算，乖乖，1个月可以得6两银子，就算田里收成不好，也足够吃了。是啊是啊，虽然这地儿不咋地，但好歹挣得多，比那些犯人强了不止100倍。哎呀，知足吧知足吧。村长，你看看这些农具，若打造出来，能不能开垦荒田？王大夫一张张看下去，激动地掐着脖子，嗷地喊了一嗓子：哎呀，这些农具是你画的？裴衍眉头一蹙，从王大夫手里拿过农具图，图纸上的农具绘制得栩栩如生，就跟真的一样。他知道自从这个女人改变后，就变得很能干。没想到她不仅会绘制农具，竟然还绘制得那么像。我哪有这本事？我画画跟鬼画符似的。这图纸是一位流民大姐给我的，我也不认识她，就给了她2葫芦水，作为回报，她给了我农具的图纸。我想着大家被分了那么多的荒田，如今刚立秋，正是种土豆的好季节，咱不能浪费时间啊。先前还不知道那位流民大姐给我的图纸是干嘛的，今天看到荒地才明白过来，应该是新型农具，看来老天爷都在帮咱们呀。是啊是啊，咱这一路走来躲过多少灾祸，肯定是有老天爷帮着咱们呢。就是，大妮呀，就是咱们村的福星，随便碰到个流民大姐，一出手给的就是有用的东西，还不是人家大妮好心送了水，人家才给的。说明什么？说明人要心怀善良，才能得到回报。而裴衍却对沈乔的话半信半疑，他什么时候见的流民大姐？他怎么不知道？既然老天帮了咱们，那天机就不能泄露。不知有谁会绘画，照着我这图纸依葫芦画瓢儿，画出来后让铁匠打造出农具来，这样咱们开荒种田就不愁了。他打印出来的农具是彩色的，就跟拍的照片一样，一旦现世，恐怕会招来横祸。果然话刚出口，这2人自告奋勇地站出来。赵秀才将农具样子画了出来，吴铁匠挺身而出，说打制农具的活就交给他和家人了，10天之后保准做好。人群散后，裴衍直勾勾地盯着他，眼神带着探究的光。知道你想问什么，但农具图真的是那位流民大姐给我的，你爱信不信。他现在忙得很，可没时间跟裴衍解释。土坯房的周围全是杂草，屋顶瓦片还有裂缝，蚊子逮着缝就往屋里钻，咬得满身是包。可他空间里只有电蚊香叶，在古代毫无用处。这些1米高的杂草是招蚊子的罪魁祸首。今晚他要将这些杂草全部拔光。1刻钟后，沈乔伸出绿油油的手，拔草这活儿还真不是人干的，又累又脏，关键是被蚊子叮得满头包。也不知裴衍干嘛去了，一到干活时间就开溜，他也不干了。刚从空间接了一大缸水，小破门吱呀开了，裴衍提着2桶水阔步走来。哎呀，冤枉人家了，原来这男人带领一家老小打水去了。裴衍看着满满一大缸水，有些不可思议地看向沈乔。水缸满了？他去打水时明明记得这个女人在拔草，怎么这么快将水缸装满了？这个女人在哪里打的水？妮儿，你啥时候打的水？就在你们之前。娘，你会瞬移吗？我们刚才去打水就没看到你啊，临走之前你还在拔草呢。刚才拔草拔累了，我就将牛牵过去吃草，谁知这牛拔腿往屋后跑，好在牛车上有个装粮食的缸还没卸下来，
我追上牛之后，正好看到有人在打水，索性将牛车上的大缸装满水卸下来，咱们就这样前后错过了。原来是这样啊！只有裴衍抿了抿唇，若有所思。水多了正好，咱今晚好好洗洗。逃荒这么久，除了上次正儿八经的在河里洗了洗，到现在也没洗个热水澡，身上馊臭馊臭的。孩子们也该好好洗一洗，尤其是头发。上次那个女人说孩子长了一头虱子，还拿出鬓子让他刮。想到这个情形，裴衍头皮一阵发麻。家里1米高的水缸有几个？这也是沈乔上次在清水县买来的。当时裴衍很迷惑，这个女人怎么那么热衷于买缸？还有家里怎么凭空出现了那么多的水缸？明明记得牛车上就俩啊！这是土坯房子自带的缸，我看这水缸挺滑溜的，用它洗澡正好。小炫，过来洗澡了。他又提了一桶水，拿着一个大木盆来到另外的房间，将木盆里的水兑满后，又将水缸挪了进来，装满水。小柱，你在盆里洗。我也想用大水缸，木盆洗得不过瘾。小孩子用盆洗，大人才用缸，不然会淹死。快洗吧，娘给你搓背。你爹说的有道理，那水缸太深了，小孩子进去啊，容易淹死的。哼，现在你总向着爹说话。沈乔笑笑，目光瞥向满缸水的缸，就知道是那个男人给他准备的，还挺细心。那娘抱着你进澡缸洗。沈乔脱了衣服，抱着裴珠坐进澡缸里，让小丫头站在他的腿上。娘，为什么你这里好大，软软的，好想摸一摸啊？为什么不能摸？那哥哥能摸吗？什么？我们俩都不能碰？难不成这里只允许爹爹一个人摸？娘，你太偏心了，现在满心满眼想的都是爹，完全没有我和哥哥了。沈乔无语，死丫头，胡乱说什么呢？早知道不带他一起洗。裴衍的脸逐渐红了。直至后半夜，家人差不多熟睡了，裴衍借着月光打开了房门。男人站在院中，光裸着上半身，下身仅着一条薄薄的裤子，用水瓢直接舀起水缸的冷水，兜头浇在身上。后来觉得不尽兴，舀了半桶凉水，直接从脖子处淋了下去。微风一吹，泛起丝丝凉意，甭提多舒服了。忽然身后传来动静，裴衍猛地回头，就看到沈乔披头散发，呆呆愣愣地望着他。沈乔咽了咽口水，啧啧两声，身材不错呀，好想将这男人扑倒啊，怎么办呢？娘，你倒好了没？沈乔这才收回视线，提着尿罐子回了屋。这个女人真是……裴衍对沈乔极度无语，他不知道矜持是什么吗？对着男人的身子评头论足，虽然这么想着，但内心深处却燥热得像火在烧一样。裴珠睡着后，沈乔将尿倒了，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怎么也睡不着。耳边老是有嗡嗡嗡的蚊子在，他左手抓一个，右手扇在脸上，就是拍不死蚊子。另一旁王氏的鼾声响起，小丫头也睡得香甜，怎么蚊子就逮着他一个人要？睡不着，好烦呢。算了，进空间吧。吃完饭，沈乔就往村子李正家跑，他想盖房子了。这种逼仄狭小、闷热无比、破破烂烂的土坯房，他一刻也住不下去。沈乔在村子里乱窜，这人生地不熟的，他又不知道李正家在哪里。正好看到村口不少妇人嗑着瓜子儿闲聊天，索性上前堆笑问道：“各位婶子，我想问一下，李正家怎么走？”嗑瓜子儿的妇人将瓜子皮吐出，上下打量了沈乔一眼，目光落到他的脸上时，眸中闪过一丝惊艳，很快镇定下来问：“村里有2个李正，你找哪一个？”实不相瞒，我们是逃荒来的，不知道该找哪个李正。我想盖新房子，婶子认为找哪个合适？妇人见沈乔礼貌谦和，人长得也不赖，心生好感，立马笑着快步上前。哎呀，问我可就问对人了，走，我给你带路。流放村的村民这么热情吗？一下子沈乔给整不会了。不都说本村人会欺负外来户，这婶子看着能处。那就多谢婶子了。哎呦，客气个什么劲儿啊！别看咱们这是流放村，可村民个个热情得很。偷偷告诉你啊，那些被流放的家眷们，长得好看的大多是做那种生意的，你少跟他们打交道啊！家里的老爷们儿可要看牢喽。当然了，也不是所有人都这样的，
尤其是村里那个叫徐月香的，长得风骚媚骨，床上勾人的功夫那叫一流，不少汉子都拜倒在他的石榴裙下。你可千万要看好你家老爷们儿呀，别一不留神被他勾了去。沈乔嘴角抽了抽，这夫人怕是有社交牛皮症，跟谁都能自来熟。走这里，走这里，前方大树底下拐个弯就到了。这个李正姓张，村里的大事小事都是他做主，另外一个是副的，主要打杂，传话。沈乔很佩服他，聊这么嗨还不忘看路，这婶子是真的社牛啊。不过他还是礼貌朝他道谢。你这小娘子客气得很，我夫家姓孙，大家都称我孙大耳朵，一个外号，莫见外，你叫我孙婶子就行了。就是这里了。孙婶子指了指前方的小院，不等沈乔回答，直接走进院里，扯着嗓门大喊。那大嗓门一直从院里窜到里屋，直接把李正给炸了出来。你这个孙大耳朵，一天天咋咋呼呼，跟喇叭似的，这手里的事能大声嚷嚷吗？告诉你，我李正的位置没了，全怪你这张嘴。真有人给你送礼来了，那2大盒点心精致的哟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。那就是他找你，听说是逃荒来的。张李正大约40来岁，身材微胖，外人面前总是笑眯眯的，显得格外随和。沈乔礼貌地冲李正点头微笑。正在两人相互打量时，从屋子里冲出2个小男孩。来，好吃的点心。你们2个在干什么？怎么能随便吃人家东西？回屋去，等晚上再教训你。这都是我自己做的点心，家里也吃不完，想着都是邻里邻居的，就拿来给孩子尝尝。李正莫要怪罪2个小孩子。张李正满意的捋了捋胡须，连忙招呼沈乔坐下，扯着嗓子喊自家婆娘上热茶。李正莫要客气，我们刚搬来这里，以后仰仗李正的地方多的是，今日来有一事想麻烦李正。那个我先走了啊，有什么事儿你们先聊，我就不插一杠子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婶子，我就是个热心肠，平日里也就嘴巴碎了点，嗓门大了点，我就住在村子东头，有啥事儿都可以找我哈。我就先回去了，不打扰你们了。李正，我想盖房子，不知道要找哪些人帮忙，砖瓦在哪里购买？听到这话，张李正猛地站起来。什么？你们还要闲钱盖房子？话一出口，感觉管得有些宽，轻咳2声。那个，你还要盖砖瓦房，满打满算至少得20两银子。叔劝你啊，这刚逃荒过来，啥东西都得操办，这个钱还是省着点花比较好。李正大叔，我家5口人，就2间土坯房子，实在住不下，趁着手里头有些余钱，该花就花，盖了大房子，一家人舒舒服服的住了下来，才有精力挣钱不是？该劝的李正也劝了，可人家不听啊，无奈之下叹了口气道：想盖房子也容易，别看咱们村子名字不好听，村民大多数是犯人，但好处可不少啊。采石场那边就有烧砖窑，可以到那里购买砖瓦。还有啊，盖房子可以请那些流放的犯人，廉价劳动力不用白不用。看在点心的份上，张李正压低声音，不停地向沈乔出主意。采石场监工的头头有4、5个，你呀，随便给2人送点礼，这事儿好办得很。从张李正家出来后，沈乔直接拐了个弯，来到王大福家。村长，你们这房子破烂不堪的程度跟我家有一拼，要不要考虑重新盖？王大福将兜里的银子捂得紧紧的，连连摆手。不盖，有地方住就不错了，花那个冤枉钱干啥呀？等过2年再盖。全村上下就他一家盖新房，沈乔突然觉得他是不是有点超前了？将盖新房的想法告诉裴眼后，这男人竟然举双手双脚赞成。小朱小雀年龄也不小了，也该拥有单独的房间。奶奶年纪大了，挤在逼仄狭小的屋里，时间长了无益于身体健康。裴眼知道沈乔手里有钱，但不知他藏在哪儿。再说了，他也不会闲着，这几日正想法子挣钱呢。有人支持，沈乔乐得咧开了嘴。这事儿我找李正问过了，砖瓦就在附近买，盖房子的人可以让那些流放犯人帮忙，工钱想给多少就给多少。不过我并不打算压榨劳动力，该给的1分都不会少。面前的女人笑靥如花，裴岩只觉得眼前一阵眩晕。对了，待会儿我收拾几盒点心，再拿几瓶2锅头，你去采石场逛逛，给那里的监工头头送去，就说咱想盖房子，能否请那些犯人帮忙。什么是2锅头啊？就是一种酒，特别上头。沈乔边说边忙活，从他的百宝大缸里掏啊掏，掏出几大盒精致的点心，还有几壶酒。裴眼伸长脖子朝大缸里探了探，
他总觉得里面的东西取之不尽用之不竭。采石场都是一群男人，我一个妇道人家不好接触，对名声不好，这求人送礼的事儿就拜托相公你了。裴炎挑了挑眉，又垂眸看了看怀里的酒和点心，真是奇了，这个女人竟然会考虑名声了，变化还真大。见男人不说话，沈乔以为他不愿意，贼兮兮地冲裴炎眨了眨眼。相公，俗话说男主外女主内，这事儿就应该你去办，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啊？理儿是这么个理儿，可怎么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？不过裴炎也不想孩他娘过多的跟男人接触，点头答应下来，将礼品和二锅头放在自家牛车上。裴炎扬起鞭子，欢快地驾着牛车扬长而去。沈乔无所事事，想去集市看看，有头骡子记得给村长家了。他若去集市，不知要徒步多少里，驾着骡子车再买些东西，省心又省力。刚踏进村长的大门，院子里传来叽叽喳喳的声音。原来大多妇人想法跟沈乔一样，想去镇子的集市置办些东西，都来村长家了。王大夫一合计，大家都要操办东西，这地方又人生地不熟的，索性男女一同到镇上采买，大家相互也有个照应。沈乔来到活鸡活鸭摊子旁，指着鸡问：这鸡多少钱一斤？妹子，给你个实称价，10个铜板一只活鸡，鸭子9个铜板一只。沈乔掰着手指头算了半天，越算越觉得这鸡价格划算，这物价真低。他连忙掏出1两银子，递给宰鸡的小贩：给我来5只鸡。你这1两银子，我也找不开呀。那咋办啊？那是钱庄，你去兑换看看。沈乔顺着小贩指的方向来到钱庄，他前脚刚踏进去，就被一个长相妖艳的女人给拦下了。哟，沈大妮儿，你是有千里眼还是顺风耳啊？怎么我家青鱼跑到哪儿你就跟到哪儿？怎么阴魂不散呢？沈乔翻了个白眼，转身懒搭理他。这个女人真是命大，他还以为李双双死了呢，没想到还活在这儿，膈应着人。看来上次打的还不够。李双双旁边站着的正是宋青雨，此时正目光灼灼地盯着沈乔，气得李双双差点搅碎了手中的帕子。表哥，你说这个女人怎么阴魂不散呢？都是2个孩子的娘了，怎么成天想着勾引别人的丈夫？你勾引谁的丈夫了？我勾引你的丈夫了！李双双被打得脸偏向一旁，气得火冒3丈，脑门子充血，想也没想脱口而出：我让你勾引，我让你勾引！阴魂不散的鬼畜，3天2头的在我身后转悠找抽，居然想勾引我丈夫，也不撒泡尿，照照你那德行。宋秀才，请管好你的小妾，我脾气可不好，他再说些有的没的，当街打他都是轻的。气得李双双差点搅碎了手中的帕子。表哥，你说这个女人怎么阴魂不散呢？都是2个孩子的娘了，怎么成天想着勾引别人的丈夫？你勾引谁的丈夫了？我勾引你的丈夫了！李双双被打得脸偏向一旁，气得火冒3丈，脑门子充血，想也没想脱口而出：我让你勾引，我让你勾引！阴魂不散的鬼畜，3天2头的在我身后转悠找抽，居然想勾引我丈夫，也不撒泡尿，照照你那德行。宋秀才，请管好你的小妾，我脾气可不好，他再说些有的没的，当街打他都是轻的。后方裴眼从不起眼的角落出来，看着买鸡的女人，非常不解，他真的不喜欢宋青雨了。一个人从头到脚改变的也太彻底了。想到那个小妾的话，裴眼勾了勾唇，她是他的新欢吗？似乎察觉到什么，沈乔突然间转过头，当看到裴眼，先是一愣，随后露出吃惊的眼神：快过来啊，这男人忒没眼力劲儿了，没看到我提溜着2串鸡吗？你不是去采石场了吗？怎么过来了？事情办妥了，自然就过来了。谁知趁机办点私事的空隙，竟然看到了他暴揍宋青雨小妾的一幕。有拎包的人在，沈乔开始大买特买。哎，你说这2个坠子，小炫小猪佩戴怎么样？裴眼身上挂着大包小包，满头黑线，好看。你看都没看就说好看。沈乔嘟了嘟嘴，有些不满。我拿这把扇子像不像淑女啊？你到底满不满？裴眼不耐烦了，他觉得陪女人逛街就像在上刑，看着她挑挑拣拣，实在闹心。想买什么东西直接买就得了嘛，买完马上就走。买，刚才我摸过的、挑过的全部包起来。这就给您包起来。您稍等片刻。娘子真是好命啊，花钱如此大方，也没见您的夫君说个不字。想来这家是您当家做主。家是共同的，哪有谁当家做主一说？不过最主要的是，女儿得会挣钱，有了钱才有底气。过分依赖别人，都是在慢性自杀。您说的对，说的棒。女人应该隐
以你为榜样。女人挣啥钱呢？在家相夫教子，干家务就行了，哪轮得到她当家做主啊？我竟然买了这么多东西。沈乔拿着包袱在裴衍身上比划着，想找个地方挂上去，奈何2个胳膊全满了，就连脖子上还挂着2个。这个女人拿我当牛使吗？身上挂满了看不到吗？才不要傻傻的立在原地，让那个女人拿着包袱往脖子上套。那个女人怎么走这么慢？到现在还没追上来。扭头看时，发现那女人又钻进了一家成衣铺子，气得裴衍额头3条黑线加冷汗。逛起街来没完没了了是吧？不等他了，爱谁谁。心里虽这么想，但脚步却很诚实，乖乖走到成衣铺子旁，找了个台阶坐下，乖乖等着。不是让你去牛车上等着吗？怎么坐在这里了？好了吗？买好了，买好了。我竟不知这地方的物价这么便宜，给你买了4件衣裳，小猪小炫各2件，奶奶2件，我自己2件。别人都买2件，就连他自己也是2件，偏偏给我买4件。这个女人什么意思呀？难不成真的喜欢上我了？你为何给我买4件？当然是买2送2啊！啪，心碎的声音。他还指望那女人能说出什么话来，都是他自作多情了。裴衍转身就走，沈乔拎着包袱跟上。这男人变脸的速度快得跟翻书一样，不，比翻书还快。好好的逛个街，哪句话又说错得罪他了？阴晴不定，一点都没有小璇可爱。张寡妇看到用草绳绑成2串的鸡，惊得嘴巴大张。乖乖，竟然有10只鸡，你买那么多干嘛呀？能吃得了吗？谁说买鸡非要吃了？我留着它下蛋不行吗？你笑啥？他买鸡下蛋有什么好笑的？你买一堆公鸡下什么蛋呢？公鸡下蛋下公鸡吗？哎呦，公鸡母鸡我还是分得清的，笑话人也得拿出个证据。张寡妇笑得快憋不住了，就差在地上捂肚子打滚了。买鸡下蛋有什么好笑的？你买一堆公鸡下什么蛋呢？公鸡下蛋下公鸡吗？哎呦，公鸡母鸡我还是分得清的，笑话人也得拿出个证据。张寡妇笑得快憋不住了，就差在地上捂肚子打滚了。你买的不是母鸡，明明是杂生鸡。你知道啥叫杂生鸡不？就是没腌干净的公鸡。这种鸡给母鸡玩玩还可以，下出来的蛋呐，孵不了鸡，它自己也下不了蛋，但是战斗力还可以。你可以当战斗鸡养着玩儿。哎呦，什么？这种鸡竟然是没腌干净的公鸡，怪不得那么便宜。不下蛋也可以留着吃啊，我一天吃只鸡，馋不死你。你有钱你任性，花起钱来不要命，全村就你买的最多，独留沈大妮，干脆改名败家娘们得了。你这张嘴一天到晚不喷点粪，养得难受。沈乔跟张寡妇拌起嘴来，丝毫不相让。刚安定下来，老毛病又犯了，找抽是不？我自己挣的钱，我爱怎么花怎么花，关你屁事啊！张寡妇翻了个白眼儿，将脸扭向一边，却不敢再说话了。沈大妮儿是真的会抽她，她干脆闭嘴得了，闭一次嘴风平浪静，忍一时富贵一生。王氏早已做好了晚饭，是简单的野菜饼子。沈乔从空间掏出速冻水饺，在厨房下了几碗端过来。这是我上街买的，让人家用油纸包起来的，刚好在锅里回水热了热。野菜饼子就别吃了，吃点热乎乎的饺子，喝点热汤吧。我怎么不记得这女人买了饺子呢？到底是藏哪儿了呀？想不明白就不想了，那饺子确实挺好吃。晚饭后，沈乔安排裴衍搭篱笆，将买来的10只鸡圈养起来，但他又怕黄鼠狼将鸡偷走，又找了不少干草搓成绳子，将围栏围起来。左看右看，总觉得哪里不妥。裴衍却说没事儿，黄鼠狼不会来。沈乔不信，裴衍从厨房里拿来几个大蒜，用石头砸碎，撒在周围。这玩意儿味道冲，是黄皮子头好的直类克星，撒上点大蒜，保证黄皮子不会过来偷鸡。这便宜相公懂得还不少，简直像个百科全书。哎呀，他都不想合理了。翌日，张玉领着采石场的2个监工，牵着身后的一大堆犯人，数了数，至少10几个。裴衍告诉沈乔，张玉现在也是采石场的其中一个监工，每天啥事儿不用干，就监督其他犯人干活就行了。沈乔感叹，有关系后台硬就是好，哪怕被流放干苦力，也能捞个头头当当。啊，人给你带来了，快点扒房子吧，晚上采石场还要上工呢。虽然他有后台，但干做的样子一样不能少，至少不能给他的学生扯后腿。这么迅速，带着脚铐怎么干活？给他们解开，束手束脚怎么干活呀？这要是解开了跑了怎么办呢？怕啥呀？我这个犯人头还没跑呢，就算跑了有什么用？瞧瞧脸上是啥？张玉不耐烦地撩起额前的碎发，指了指额角墨色的刺字。沈乔这才发现，但凡流放的犯人，
人，额角都有不大不小墨色的刺字。张宇悠哉悠哉地躺在院子里，2、3个监工头头鞍前马后的端茶倒水。明明他是被流放来的犯人，过得却无比享受，觉得这地方比在朝堂上大杀四方快活多了，起码活得自由自在。锦城这个地方多的是他的心腹，还有蛤蟆村一众人，无论男女老幼，个个不简单。尤其是裴氏夫妇，能力强且低调的人，他不仅要收为己用，还要放到眼皮子底下。所以蛤蟆村一众人被分到流放村来，并非偶然，就是他张宇使了绊子来的。如今裴氏夫妇要盖房子，他当然要拼能力帮大忙。都晌午过了，这2个小家伙也不回家吃饭，怕是在外面玩疯了吧。沈乔沿着村子转了一圈，连个影子也没找到，打算去树林里找找。忽然跑来一大群小孩，手里拿着砖头、石头、棍子，正在追赶一位衣衫褴褛的小孩，吓得沈乔赶紧找棵树躲了起来。小子，哪里跑？再跑我砸死你！为首的孩子凶神恶煞，目露凶光，身上的肥肉一颤一颤的，那模样跟当初的陈二狗有一拼。小孩扑通摔倒在地上，摔得满嘴是泥。跑呀，你倒是跑呀！小男孩张开嘴，恶狠狠地咬了上去，胖子的手瞬间冒了血珠子。娘的畜生，竟敢咬老子！兄弟们，给我打死他！你若敢动我一手指头，定要你好看！一巴掌下去，男孩的脸肉眼可见的红起来。别说动你一指头，老子打死你也没人过问。沈乔气得火冒三丈，这群孩子是怎么了？怎么都喜欢群殴？他家小璇当初也是被一群孩子按着打，若不是他及时赶到，恐怕性命堪忧。沈乔眼疾手快，捡起脚下的石子朝他们的腿腕弹去。地上的小男孩茫然地看着一切，见鬼了吗？这些人怎么忽然倒下了？小胖子吓坏了，脸上的肥肉僵成了一坨，惊恐地看了看四周，叫了一声有鬼，撒丫的就跑。其余小孩听说有鬼，吓得连滚带爬，溜得比兔子还快。小男孩垂着头朝着沈乔的方向望去，看到沈乔时慌张跑开了。沈乔虽动了恻隐之心，但并不打算多管闲事儿，他暗中出手也是看在小璇的份上动了恻隐之心罢了。找不到俩孩子，他有些急了，刚到家准备让裴衍带几个人分头寻找，见裴玄、裴珠嬉闹着往家跑。娘，你去哪里了？当然去找你俩了，到饭点了还不回来，害得娘亲跑了一圈，脚都磨破了。今晚罚你俩帮娘倒洗澡水。知道了，娘。你俩出去玩可以，但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回家，危险隐蔽的地方绝对不可以去，听到没有？知道了，娘。小猪呢？娘，我会谨记你的话，绝对不会乱跑。行吧，去玩吧，不过不能跑远啊。小轩，记住娘说的话，这地方人生地不熟的，若跟人发生冲突，打得过就打，打不过就跑，受了委屈一定要告诉娘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裴衍正在屋檐的阴凉处拉开锯子锯木头，神色认真，似乎眼里只有木头。渴了吧？喝点水吧。裴衍毫不客气地接过，仰头将水灌了下去。他喝水的时候，喉结上下蠕动，由于喝得太急，有水珠子顺着脖子滑下一颗直线，最后没入衣领里。这该死的吸引力太过致命，感觉鼻子发热，一股温润的暖流蔓延至唇上。抬手一摸，手背上全是血。沈乔眼疾手快，捂住口鼻，弓着身子就跑。火气这么旺，阴虚则热呀！你还懂这个呀？看来裴伯父的医学术语，你耳濡目染学了不少啊。喂，你俩多久一次啊？裴衍有点懵。什么多久一次？哎呀，就这个。刘成嘿嘿一笑，露出一抹猥琐的笑。男人之间的秘密暗语，裴衍怎么看不懂？你打听这个干嘛？哎呀，这有什么可害羞的吗？大老爷们儿，谁家不谈论这事儿啊？我和我家那口子隔天一次，就这还算少的了。隔壁的二牛1天1次，媳妇儿天天哇哇叫，听得可清楚了。裴衍似乎不感兴趣，将锯子拉得夯夯响。他不想听关于人家一夜几次的事儿，跟他有什么关系？你不会7年前那次之后就再也没开过荤吧？你真无聊，跟个妇人似的扒过来扒过去，干活了。哎呀，不是兄弟，这怎么能算八卦呢？你没瞧见弟妹的鼻血直流啊？你自己也说了，阴虚火旺。啥叫阴虚火旺啊？那就是女人长期得不到滋润，身体出现了毛病。这种事儿啊，必须得男人主动，不要老等着女人反扑你。这主动权还是得掌握在自己手里。难不成那个女人长期火气旺盛，得不到疏解，才导致鼻血直流？改日偷偷把个脉看看吧。若真是如此，为了她的身体健康着想，我也只好勉为其难的牺牲自己。不仅如此，我还要身体力行的证明自己，掌握绝对的主动权。我在想什么呢？我一向是坐怀不乱，怎么竟为了那个女人的身体要牺牲自己呢？
说起来也不知道我那方面如何，一夜一次，2天一次，半个时辰，经验不足啊！唉。裴玄几人捉了会儿虫子，裴珠吓得捂眼睛大叫：“虫子走开！我讨厌虫子！”咱不捉了，玩其他的去。大牛二壮见小仙女害怕，也将手中的虫子丢了。咱来捅蝉蜕吧，这东西不仅能治病，还能卖钱呢。你怎么知道蝉蜕能治病？小时候听爷爷讲的。裴玄满口胡诌，反正他爷爷早死了，蝉蜕能治病是听他爹说的。我好像听到有人在哭。有吗？裴玄停下手中的动作，仔细一听，不远处还真有细细碎碎的呜咽声。谁在那里哭？你躲在这里干什么？小男孩瑟缩着抖了抖，又垂下了眸子。他是谁啊？他是流放犯人的儿子，爹娘都死了，就剩下他这个小犯人了，又不能去采石场干活，只能在村里到处流浪，跟狗抢食吃。他没有爹娘了呀，好可怜呐，还要跟小狗抢吃的。哥哥，我们帮帮他吧。不要到处同情心泛滥，娘说了，不该管的闲事少管。娘也说了，花要叶扶，人要人帮，赠人玫瑰，手留余香。懒得理你，自己的温饱都解决不了，还有那个心情管别人。我看你是吃饱了撑的。走了。说完去扯裴珠，谁知小丫头犟得很，一把甩开哥哥，噔跑到小男孩跟前。你好，我叫小仙女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楚林抬头望去，面前的小姑娘穿着粉色的衣裙，头上扎2个乖巧的小揪揪，笑起来开心又真诚，眼睛里好像有小星星，就跟天上的小仙女一模一样。他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，动了动嘴，又垂下了头。裴玄对这个妹妹简直没眼看，哪有向人家介绍自己时说自己是仙女的？小猪妹妹，你快离他远些，他是流放犯人的儿子，是个小贼啊！我看着不像啊，他长得那么好看，一点也不像小贼。裴珠歪了歪脑袋，低下头仔细打量楚林，长得比他哥哥还惊艳。裴玄不知道妹妹心中所想，若是知道，定能气死。楚林听着裴珠的话，不自觉地咧开嘴笑了起来。你看，笑起来多好看，哪里像小贼了？你们呐，就是嫉妒她的美貌。这个妹妹泛起花痴来，简直人畜不分，也不知随了谁。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玩？我们才不要跟流放犯人的儿子玩。小猪妹妹，你快回来！你们都没有爱心，我不想跟你们玩了，以后都不理你们了。娘给我好吃的好玩的，我也不分享给你们。哼，小猪妹妹，我们答应让她跟我们一起玩。忙活一天，裴家老小睡得香甜。墙外几个鬼鬼祟祟的身影扒着墙头，偷偷往院子里瞄了瞄。都说逃荒来的没啥可偷的，可这家不一样啊！不仅赶着牛车，载了一大堆东西，还要盖大房。最关键的是，那小娘们长得是杏眼桃腮，腰细屁股大，胸前鼓鼓囊囊的，比徐月香还他娘的勾魂呢！他家男人长得身高马大，咱就别瞎想了，赶快把牛偷走，趁夜转手卖了。屋内裴眼动了动耳朵，起身盘腿坐立，一双眸子在黑夜中变得凌厉肃杀。院外楚林踩着一摞石头，费力地爬上墙头。半夜饿得睡不着，本想去狗洞掏点食吃，谁知半路遇到几个鬼鬼祟祟的身影，商量着要去裴家偷牛。裴家不就是那个小仙女的家吗？既然他们拿他当朋友，那他不能袖手旁观。矮着身子贴着墙边，摸索到门前，从角落捡起一块石头，顺着墙缝砸了进去。啪嗒！谁？沈乔捂着酸痛的鼻子，猛地坐起来。谁砸他？紧接着又砸进来一块石头，这次好巧不巧砸中王氏的面门。王氏的呼噜声戛然而止，猛然起身。有人！沈乔冲王氏摆出噤声的手势，悄声来到门前。透过门缝观察，小男孩的动静也惊动了偷牛的几人。大痦子脸气得面目狰狞，上前薅住小男孩的脖子：“你这个小兔崽子，敢坏老子的好事，竟敢扔石头通风报信，活得不耐烦了，老子掐死你！”你想掐死谁啊？沈乔不知何时来到两人身后，大痦子脸吓得一下松开五指，连连后退几步。大哥，他们出来了，怎么办？怕啥？一个瘦弱的小娘们儿，老子一拳一个。老三儿，你的迷药呢？快将那个男人迷晕，这个小娘们儿就归你玩了。竟敢玩你娘，活得不耐烦了。沈乔直接左刺拳，一个右边腿，一个左正蹬，大痦子脸被砸得头脑震荡，眼睛昏花，直直往地上栽去。你不讲武德，竟然偷袭我大哥！马六竟然掏出一把刀，迎面砍来。小心！小男孩紧张的脸色惨白，忘记了呼吸。千钧一发的时刻，当啷一声，有什么东西打在他的手腕。我的手没了！哇，相公，
你好帅，正常点行不行？哎呀，相公来了，这几个小喽啰就交给你了，我在一旁帮你加油助威哦。这个女人又开始不正常了，又来了。不过她很受用。这位大哥，我就想卖牛偷个钱，没想着谋财害命，饶命啊！对，饶了我们这一次，再也不敢了。我管您叫爹了，饶命啊！爹，饶了儿子一命吧。沈乔嘴角抽了抽，这些人讨命求饶也太没底线了，竟然管裴衍叫爹，那岂不是要喊他娘？呸！竟然想占他便宜，简直是在侮辱他。沈乔气愤不已，带着侯三一顿胖揍，直接打得连他亲娘都不认识，才停了手。王氏和2个小家伙也听到动静起来了。你小林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楚林垂下眸子没有说话。奶奶很长时间未曾活动筋骨了，有些手痒，将晕倒的2人泼醒，加上断手的那人，4个一起上，陪奶奶练练如何？沈乔食指托腮，眨巴眼，想了一会儿，对跪在地上哭爹喊娘的侯三说：这样吧，待会儿将你的2个兄弟泼醒，你们4个人一起上，跟我奶奶对打，说打得过我就放你们走，说是打不过直接挑断手筋绑了进大狱如何？马六直接忘了喊疼，晕倒的大痦子脸咕噜从地上爬起，一脸不可思议地问沈乔：你说的是真的，不许出尔反尔。大哥，你没晕？马六的手还在滴血，疼得他差点晕厥，结果他的好大哥竟然装晕，这算什么好兄弟？气死他了！我说话算话呀，你们4个一起上。醒醒，别晕了。大哥，刚才的话我听到了，咱们4个人对付一个老太太，这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儿吗？马六的脸色煞白，这个瘦弱的小娘们儿有些功夫底子在，加上那个老太太眼神锐利，步履稳健，想必不是个简单的人物。她的一只手已经没了，可不想将命也搭上，干脆2眼一闭，直接晕死过去。大痦子脸倒没觉得傻，晕了就晕了，不影响他们打架。一个干巴瘦小的老太太而已，既然想找死，别怪他们3个不讲武德。3人将王氏团围住，同时攻击。不等他们出手，王氏直接屈膝矮下身子，攻击他们的下盘，伸出右腿横扫，直击他们的腿弯。3人一时立不住，齐刷刷倒地。王氏也没停下，顺手抄起地上的斧头，狠狠朝他们的手掌砍去。哎呀，老祖宗饶命！姑奶奶，我给您磕头了，别砍手啊！祖宗，您就是我18辈祖宗，饶命吧！紧接着一股尿骚味传来。算了，留你们一只手，恶心死我了，真是一点都不过瘾，还没打2下呢就尿了。饶命啊！我们就是想偷个牛，没敢干啥坏事啊！饶命啊，祖奶奶！依你之见，如何处理他们？直接吊在村口的歪脖子树上，无需交给李正处理。为何？不管怎么说，咱们都是外来逃荒的人，即便他们有偷盗之嫌，到底是本村的流氓混混，多多少少李正都会向着他们。这几人胆小如鼠，经此一夜，想来不敢再来惊扰咱们。想必奶奶活动筋骨的原因，也是想通过他们的口，将咱们不可惹的名声传出去，以此来立威。你说的没错，事情要闹就闹大，畏畏缩缩、遮遮掩掩，只会助长他人威风。只有疼了，才会长记性。娘，小林子为咱们家通风报信，万一被报复了怎么办？是啊，娘。本来裴玄对这个脏兮兮的小男孩看不上眼，但人家冒着生命危险来报信儿，让自家的牛免于被偷，他自然要心存感激。这种朋友值得交。他就是你说的那个和你们一起捅残退的朋友？2个小家伙齐齐点头。楚林听到朋友2字，冰冷干枯的心脏仿佛被注入了一股甘泉，甜丝丝的沁人心脾。你家住在哪里？父母何在？楚林眼神躲闪，垂下眸子不说话。他父母都不在了，他孤零零的一个人，好可怜。今日谢谢你能够通风报信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。这是一些吃食，你拿回去慢慢吃，吃完了再来找我要。还有2身新衣裳，我看着大小合适，给你穿吧。楚林没有接，再次垂眸不说话。娘，他不会说话，有时只会说2、3个字。裴珠再次抢答，你住嘴！裴珠吓得进了声，泪水在眼眶里溜溜打转。娘好凶，我不就多嘴说了2句话吗？为何要训斥我？娘在问话，你为何偏偏抢答？不知道的还以为小林子是你哥哥呢。怎么，你想让他留下来当你的哥哥？小心思被戳穿，裴珠面色通红，支支吾吾道：哪有的事，我明明见他可怜，发善心而已。沈乔之所以训斥裴珠，就是见他对这个小林子不一般。先前他就说过，小林子长得比裴玄还好看，绝不能让女儿走他的老路。他花痴可以，但女儿绝对不行，他就是那么双标。
还有他家的女人和那个老太太都有些功夫在身呐，4、5个人都不是老太太的对手。那老太太出手狠厉，招招致命啊，一坨的肋骨都给断了，侯三的牙齿被打落了，说话都漏风啊。王二哥，你可要给我们做主啊，将这家人给赶出去。张李正正气得胸口疼，几个地痞流氓凡事以王二为首。王二家里有些关系，虽只是个副理正，却处处越过他插手村里的事儿。裴家，王二眯了眯眼，裴家盖房子的事儿他早就说了，包括提着精致的点心去了张李正家，唯独没给他送礼。这事儿把他膈应的不行。李正，我有事找你。昨日这几人竟然翻过我家墙头去偷牛，不仅如此，还想偷溜进屋打坏主意。被我发现后，竟然拿刀杀我。本着同村的原则，留他们一命，挂在树上。这一次我不报官不杀人，下一次再有人打坏主意，就不会轻拿轻放了。那也不能将人的手砍断，牙齿打落，肋骨打折。初来乍到的，还是不要做得太绝。就是，这个娘们儿满口胡言，说我们偷他家的牛，这没有证据的事情，纯粹是扯淡嘛。空口白牙的冤枉我们，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们去你家偷牛了？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他们偷了你家牛啊？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家人打了他们，并砍断了他的手？不是玩还死不承认这一套吗？他也混了。村里的小贼可以见证，裴家人砍我的手时，他就在场。刚说完，马六就后悔了。昨日那小兔崽子明显是通风报信的，让他来作证，摆明了将他们偷牛的证据摆在众人面前。既然他们有证人，我也不怕，咱公堂上见。关老爷最是公正严明，想来不会包庇任何人。只能如此了。这事儿闹大，恐怕不好啊。咱们村犯人本来就多，上头多少人盯着咱们呢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张大哥，我看这事儿就算了吧。张李正气闷不已，胸膛憋着一个大疙瘩，上不来下不去。这个赖皮王二惯会拿上头拿捏他。张李正气得说不出话来。王二正了正脸色，既然要上报官府，那也是要讲证据的。自然有证据。各位都知道，我家正在盖房子，处处是打湿了的泥浆，院子里还留着他们的脚印呢。不如对比一下他们的脚印吧。大兀子连等人慌了神，糟糕，他们忘记这茬了。张李正一听有这事儿，心中的烦闷消失干净，自告奋勇地带着几人去查找证据。果然4人的血印儿全部对上，终于可以压王二一头了。这一次看他怎么说。将他们4个抓起来，扭送官府。张大哥，你身为理正，治理不严，怕是会同罪论处。万一采石场的事儿被他们抖落出来，只怕是你。张李正被气得脸色涨红，胸膛剧烈的起伏着，结结巴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明显被王二拿捏住了把柄。沈乔虽不明白是什么把柄，但明确知道张李正被王二拿捏住了，只怕此事报官不好收场。反正他也不想报官，刚才也只是随口一说吓唬吓唬他。若真是报官，那裴眼断人手，奶奶踹断肋骨的事儿也不好收场。拿定主意后，沈乔打算站出来当个好人。李正，酿在这些人是初犯，我便饶他们一次，官就不报了。不过，张李正松了口气的同时，嗓子也又开始提起来。不过什么？不过做错了事就要惩罚，不然下次不长记性。我记得不远处有一座采石场，那边的工钱是200文一天。这几人虽然干的是偷鸡摸狗的行当，但好歹是良民的身份，不如让他们去采石场做工，所得的工钱全部交到宫中，谁家有困难时都可以找李正拿钱帮忙。李正啊，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。马六等人啊，整日无所事事，偷鸡摸狗，打架斗殴，败坏咱们村的风气。这样一来，不仅能为咱们村子呀赚取利益，说不定还能掰正他们的歪心思呢。是啊，李正，采石场1天200文，1个月下来6两，4个人就是24两，1年下来，咱村子就可以修路了。这是一民一村的事儿，我觉得这个主意甚好。既然众口如一，我也不好服了大家的意见。来人呐，将他们绑了，送到采石场做工。刘成大哥说的对，但我们初来乍到的，行事作风太过狠厉，难免会引起村中人忌惮，确实被孤立就不好了。如今他们被送到采石场做工，待会儿我给张玉送点礼，让监工们在采石场狠狠地折磨他，只怕比死了还难受。你这娘们儿可真是狠毒啊！明明是刘成大哥说应该将2只手掌砍下的，我都是跟你学的，狠毒也是你狠毒。你刘成一时语塞，指着他结结巴巴说不出来话。你管不管你媳妇儿？她既然说你兄弟狠毒，管不了啊，不敢管。这女人疯起来连我都疼，可不敢惹急了。
不然当着众老爷们的面揍我，那岂不是很没有面子？耙耳朵。刘成朝他咕哝了两句，转身背对着裴衍锯木头。他也不知道耙耳朵是什么意思，最近跟村里人新学的词儿，应该是男人怕媳妇儿的意思。他觉得用在裴衍身上正合适。哎，你这个小贼，偷偷溜进来干什么？我来帮忙。小屁孩捣什么乱？滚滚滚！沈乔听到动静，将菜刀放下，看到楚林时吃了一惊。你怎么过来了？婶婶，我过来帮忙，我可以干活的，就想吃顿饱饭。不等沈乔回答，他的眸色有些泛红，带着哀求般看向沈乔。婶婶，我吃的少，干活多，求你不要赶我走好吗？小小的人充满希冀的哀求，沈乔心里不是滋味。看着和裴璇差不多大的小男孩，他动了恻隐之心。那你帮我添柴烧火吧，柴火添得好，中午一样有饭吃。真的吗？婶婶，我可以留下帮忙。可以，谢谢婶婶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昨日谢谢你的帮忙。听到这声感谢，楚林浑身紧绷，往锅底添柴的动作顿住，他生怕他再拿出一些东西感谢他。婶婶，如果真要感谢我，不如让我来你家帮忙吧，烧锅、喂鸡、打扫卫生，我样样在行，只要给口饭吃。意识到自己的态度与先前有出入后，楚林一马又变回楚楚可怜，小心翼翼带着祈求的模样。婶婶，求求你让我留下来吧。沈乔拧了拧眉，从昨日开始，这个小男孩便要卖身到他们家。他很感谢他的帮忙，但是真的不想收留。刚安定下来，流放犯人的身份复杂敏感，他怕生出祸端。如今他没有实力护不住别人，反而给自家招了祸。但孩子确实可怜，内心划过一丝心疼。这事儿需要和你叔叔商量一下，你等我一下。沈乔将这事儿告诉了裴衍，他愣了片刻，直接道：你做主就好。问了等于没问，他若不是纠结，能直接问裴衍吗？那我直接拒绝了。养2个孩子已经够苦了，再多一个我可吃不消。打定主意后，沈乔将内心的想法说了出来。刚转过身，裴衍在背后来了句：你若真觉得他可怜，可以问问张玉。我咋没想到呢？前首府大人一直感叹自己没个摔盆的，他是流放犯人，少崽子也是。关键是张玉有后台啊，肯定能护住小家伙。哎呀，相公，你真是我的解忧囊，爱死你啦！本因太过高兴，无意间脱口而出的一句话，却让裴衍爆红了脸，心脏扑通扑通跳个不停，僵硬着身体看了圈四周。胡乱说什么呢？这个女人真不嫌害臊。大庭广众之下那么多人，什么爱不爱的张口而出，她到底是知不知道金氏为何物啊？锅底不用添柴了，已经熟了，先焖着就行了。叔叔同意了吗？刚才问过你叔叔了，他说采石场有个新流放的犯人，是前首府大人，此人关系后台有些硬，即便被流放了，也能混个监工头头当的。他一生为国为民，未曾娶妻生子，是他此生的遗憾。如果他想认你当儿子，你以后便跟着他，他能庇佑住你。而我们家没有关系后台，刚逃荒至此地，只怕是……谢谢叔叔婶婶为我考虑。他知道裴家逃荒而来，虽然战斗力强，手中宽裕些，但无身份后台，收留了他确实是件麻烦事儿。刚才问过你叔叔了，他说采石场有个新流放的犯人，是前首府大人，此人关系后台有些硬，即便被流放了，也能混个监工头头当的。他一生为国为民，未曾娶妻生子，是他此生的遗憾。如果他想认你当儿子，你以后便跟着他，他能庇佑住你。而我们家没有关系后台，刚逃荒至此地，只怕是……谢谢叔叔婶婶为我考虑。他知道裴家逃荒而来，虽然战斗力强，手中宽裕些，但无身份后台，收留了他确实是件麻烦事儿。沈乔喊来张玉，今儿中午做了啥好吃的？8碗大锅菜，好吃美味，顶饱不伤胃。大人，你要儿子不要，只要你开金口，我立马给你送来。那你就送来吧。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大人看看这个儿子怎么样？楚林连忙上前跪下磕了个头。我叫楚林，爹娘曾是被流放的犯人，如今父母亡故，只余下我一人。他只简单介绍了自己，并未说出求张玉收留他为儿子的话。内心的深处，他想留在裴家。抬起头来，我看看你的样貌。楚林犹豫片刻，缓缓抬头对上张玉的眸子，好看的五官着实令张玉惊艳了一把。他很快镇定下来。你叫楚林，姓楚，你爷爷是不是叫楚风啊？你怎么知道？
你爷爷当年和我是挚友，受了汝南王牵连，被贬至此地。未料想我竟遇到了他的孙子，想来也是缘分一桩啊。沈乔觉得这简直是上天的安排，竟让他遇到好友的孙子，择日不如撞日。既然如此有缘分，那便认了亲吧。干脆当我的孙子吧。昔日好友的孙子若是当我儿子，岂不是差了辈分？他爷爷泉下有知，怕是要从地底下钻出来找我拼命啊。小家伙这次反应到灵敏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重重磕了个响头，诚意十足地喊了声爷爷。他没想到还有这等好事儿。他是在流放村出生的，从小听父母讲过爷爷的事。他是跟随汝南王行军打仗的幕僚。汝南王倒台后，爷爷上了断头台，年幼的父亲被流放此地，与同样是犯人的母亲成亲，并生下了他。小家伙的事情告一段落，沈乔心中如释重负，总感觉像了却了一件大事。有爷爷昔日的老友壁虎，又认了亲，想必小家伙过得不会太差。以张玉的能力，日后说不定能为小家伙转良级。房子很快盖好了，两个小家伙叽叽喳喳地选房间，一人先行霸占了一间。裴衍自告奋勇地找木匠，王氏和沈乔打扫残留，王大福召集众人开会。由于沈乔家刚盖的新房子，大家都想过来凑热闹，所以开会的地点选在他家。不少人围着新房子看了一圈，唏嘘不已。这房子又大又气派，花了不少钱吧？也没什么钱，加上工钱也就30两银子。乖乖，30两银子还不多，不知要存多少年呢。有钱就得存着，干嘛一下子花掉啊？沈乔却不认同，不将钱花掉，怎么会想法子挣钱呢？钱花没了，我才有动力挣钱啊。这仅仅是他个人的观点，每家情况不同，有人刚安定下来，将钱存着留点后路，无可厚非。再说了，他空间里有的是钱，除去卖米粮和卖水的不说，光黑风寨搜刮的就够他们全家用好一阵了。那个开会了哈，咱今日聚在一起商量点事儿。那个新型农具也打造好了，就是不知道该如何用。还有这贫瘠的土地到底能种点啥？这个季节种小麦如何呀？对呀，种小麦吧。种了小麦，冬天再来场大雪，瑞雪兆丰年嘛，说不定来年会是个丰收年。众人愁眉苦脸，七嘴八舌，叽叽喳喳个不停。王大福将目光转向沈乔，大妮儿，你觉得种些什么好呢？主意我倒是有，就是不知道大家肯不肯听我的意见。说说看吧。刚来到此处，我便观察了当地的气候、降雨等情况。结合当下的季节，最适合种植的是土豆，这个东西产量高、耐放，最关键的是顶饱。还有就是逃荒路上大家做菜用的花椒，我准备移植过来种下，等来年开花结果，咱们可以晒干做香料生意。一来工作问题能够解决，二来生计问题也不用愁。王大福有些激动，他说的这些东西咱都没见过，人人都喜欢稀罕玩意儿，说不定到时候能卖个好价钱。这个小4件柜放在西边最大的那间屋子里，还有这个大床也放那个屋。奶奶，为什么要将这些东西摆在我的屋里啊？什么你的屋啊？你和孙女婿一个屋，哪有夫妻俩分房睡？传出去像什么话？沈乔无语，让他跟裴衍睡一屋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晚饭过后，沈乔率先洗漱完毕，撒丫子跑进另一间最大的屋。那本来是留给裴衍住的，如今他要霸占，让他跟小璇挤一个屋。房子是他出钱盖的，他有理。裴衍的太阳穴跳了跳，就连呼吸也微不可察的颤了颤。那个女人也太心急了吧，这么迫不及待。沈乔半躺在床上，后脑勺枕在双手交叠的手臂上，小脚不停地抖啊抖，想问题想得出神。突然一抹高大的暗影遮住了光线，空气中有股淡淡的木质香，有点像冷杉的味道。你怎么进来了？沈乔抖腿的动作僵住，看到来人后立刻四仰八叉躺在床上呈大字状。这个女人就这么急，看到我连姿势都摆好了。我的房间我为什么不能进来？再说了，你不是在邀请我吗？谁邀请你了？告诉你，现在这个房间归我了，你去跟小炫睡。原来他要霸占的是这个房间，连我的床也要霸占，怪不得急吼吼的跑到这个房间里，看我进来就摆成大字形状，我还以为……该死的女人，竟如此不讲武德！你的房间跟我睡一个屋，你就不怕我半夜将你拆吃入腹啊？裴衍无语，这次应该我来说才对。裴衍皱了皱眉，忽然翻身将沈乔压在身下，靠近他的耳畔，声音醇厚沙哑：“求之不得。”啥？我没听错吧？以这个男人的尿性，
不应该厌恶的推开我，嫌弃的啐一口，不知廉耻，然后跑出去吗？怎么反而将我压在身下？身上的男人呼吸逐渐不稳，喉结不停地滑动着，鼻腔里到处都是他身上淡淡的木质香，燥得人浑身发热。沈乔的脑袋也开始发昏，然后就感觉到了什么。姓裴的臭流氓，放开我！今夜他要这个女人，他要一雪前耻，狠狠将她压在身下。裴阳，我错了，我不该抢你的房间。认错？这是咱俩的房间，哪里存在抢不抢？男人，你来真的？天雷勾地火，今晚他怕是要交代在这儿。你提前许说好，摆成大字的形状勾引我。既然你这么主动，我只好成全你了。他主动成全？沈乔一口老血差点喷涌而出，不，老血没喷出来，倒是有一股熟悉的热流，伴随着小腹处的丝丝疼痛席卷而来。你想浴血奋战吗？什么？突如其来的一句话令裴岩有些懵。我癸水来了。冷嗤一声，明显不信，继续对沈乔上下其手。好疼啊！不说来了还好，癸水二字刚说出口就疼得厉害，也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，疼得想吐。全身这个身体可真是害死他了，要吐了，要吐了！仅仅是干呕了2声，吓得裴岩利索从他身上滚下来，退避三舍，跳出几米远。上次被这个女人吐一身的场景历历在目，他可不想再被吐一身。虽然桎梏解除，但沈乔仍没有力气起身，眼前阵阵发黑，头晕目眩。自穿来后，这是第2次来大姨妈了。突然手腕就被一双温热有力的大手紧紧捏住，2指按在了脉搏上。裴岩皱了皱眉，他还真来癸水了。你没事吧？若不是为了霸占房子没吃多少东西，指不定他就哇哇大吐特吐了。真没想到原身这副身体，就算每日加强锻炼，依旧阻挡不了癸水而至时的疼痛，痛起来要人命。门吱呀响起，裴岩出去了。沈乔迷迷糊糊地睁开眼，扶着床头柜起身，身上黏腻腻糊的难受，他要赶紧换了。裴岩端着一碗药进来时，目光刚好落在盆里染了血还未来得及清洗的裤子，心绪复杂。这个女人动作还挺迅速的，这么快就换了衣裳，她不怕疼了吗？来到床边，床上的女人继续蜷缩着，额头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汗珠，脸色有些发白。裴岩微微蹙眉，割下药碗，不由分说将她拉起来，靠近自己怀里。我都这样了，你还不放过我？你太看得起你自己了，赶紧把药喝了。又要喝药？你不怕我吐你一身？他最喝不得中药，光闻到味儿，胃里都在翻涌。这是活血通经的药，喝了对你身体有好处。你拿走，我不喝。喝了也会吐，等于白喝。裴岩气得咬牙，这个女人真是比小孩还难哄。快点喝，我好不容易熬的，你喝了我就去小旋房接水。不喝。沈乔坚持，他宁愿痛死也不喝要人命的中药。不识好歹。裴岩放下药碗，转身就走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迷迷糊糊间，沈乔手腕处的那关穴位狠狠被扎了一下，疼得他一个机灵，猛地睁开眼。你干嘛扎我？喝了它，保证你不会吐。这个男人真是没完没了，他不喝药誓不罢休，他不信随便张2下便能止吐。没好气地端过药碗，仰头捏着鼻子，将中药一饮而尽。有糖吗？果然比小猪小穴还难伺候。那这是甘草，可以缓解口中的苦涩，拿它当糖吃吧。沈乔翻了个白眼，有气无力地倒在床上，谁家拿甘草当糖吃？好在瞌睡来了，加上喝了药的缘故，头沾枕头便迷迷糊糊睡了过去。裴岩将着手将甘草收起来，目光落在那盆血水里，皱了皱眉，还是将脸盆端了出去，搓洗干净后晾在院内的绳上，才推门进了屋子。床上的女人睡得香甜，墨色的乌发衬着她的皮肤更加白皙。看着空了的药碗，裴岩眸光闪闪，俯下身子轻轻亲了下殷红的嘴唇。沈乔毫无反应，睡得比猪还沉。他又亲了一下，女人仍然毫无反应。逐渐的，裴岩胆子大了许多。翌日，沈乔难得睡了个懒觉，醒来后已经40正了。沈乔来到院子，看到昨日脏污了的裤子被洗了，晾晒在晾衣杆上，吃惊地揉了几下眼睛。奶奶，我的衣裳是你洗的吗？没有啊，是孙女婿洗的。大半夜呼啦呼啦的洗衣裳，少得我都没睡好。这年轻人真不知节制，上半夜哗啦哗啦洗衣裳，下半夜跑到院子里哗啦哗啦的洗澡，洗过澡之后又洗衣裳。不过孙女儿和孙女婿好事将近了，两人感情好了，日子才能红红火火，以后他死了才能瞑目。沈乔震惊的下巴差点砸到脚后跟，那个男人给他洗衣服还是带血污的，没看出来啊。
沈乔对着镜子比划来比划去，总算将丹罗技盘好了。镜子里，他满意的端详着自己，嘟了嘟嘴巴，给自己一个香吻，颇为自恋道：“怎么长那么好看呢？”咦，沈乔将脸贴近镜子，发现自己的嘴巴有些肿，将手放上去轻轻触碰，有些火辣辣的疼。看什么呢？感觉我有点上火。裴衍将碗放在桌子上，眸色深了深，笑道：“秋季干燥，嘴角容易起皮，改日啊，给你买点梨子炖汤。”沈乔转过身，眯了眯眼打量裴衍，眼神充满探究和疑惑。这个男人不正常，一大早对他笑得那么灿烂，竟说出给他炖梨子汤去火的话。沈乔抖了抖身上的鸡皮疙瘩，狐疑地问：“你不会再打什么坏主意吧？”裴衍的心脏扑通扑通跳个不停，手心湿漉漉的。他不着痕迹地在背后蹭了蹭，颇有深意道：“我怎么敢呢？谅你也不敢啊！喝药。”沈乔浑身汗毛竖起，刚玩好的丹罗技差点支棱起来。裴衍，你不正常，你吃错药了？试问一个整日对你冷着脸不苟言笑的男人，突然有一天温柔地对你笑，还要张嘴喂你吃药，你什么感觉？沈乔以为在做梦，他狠狠掐了掐自己，疼得嗷嗷叫才停下手。裴衍脸色黑了黑，静静地看沈乔表演，良久才开口：“练了，赶快喝药吧。”沈乔嫌弃地看了看黑褐色的中药，拔腿就往外溜。不喝，打死都不喝，肚子不疼了，才不要喝那么苦的中药。一口气跑到村长家，沈乔让王大福组织大家去买牛粪。村长，既然要开垦荒地，肯定要施肥啊，不然种下去东西等于白种。他空间里有手机商场奖励的浓缩尿素，100克可抵1000斤复合肥料。牛粪是上等的肥料，买来后他再将浓缩尿素偷偷掺进去。哎呀，对，买牛粪，你不说我差点忘了。回去的路上碰到一群妇人坐在大树底下嗑瓜子儿，其中有一个长得标致的，在一群妇人里面显得格格不入。哟，沈妹子，过来聊会儿天呢。孙大耳朵冲沈乔招了招手，从兜里掏出一把瓜子递给他。这也太热情了，沈乔只好接过瓜子儿，跟一群妇人坐在大树底下侃大山。不少妇人的目光在沈乔和徐月香身上来回穿梭，有好似的掩着嘴唇笑道：“你们两个是流放村最标致的女人了，瞧瞧那身段，那模样。”沈乔倒没觉得有啥，人家夸她好看，乐得差点翘起来，嗑起瓜子儿咔咔响。不会说话就闭嘴啊！人家沈妹子是正儿八经的良民，什么脏的臭的都拿过来跟人家比啊！徐月香眼里闪过几分恼怒，但还是识趣的闭了嘴。人家没提名没道姓，这么贸然的冲上去，被打的还是他。他将目光移向沈乔，发现对方正在嗑瓜子儿，看都没看他一眼。果然是个漂亮的女人，甚至比他出色几分。也不知这个女人会不会抢他生意，听说是逃荒来的，逃荒来的只怕过得还不如他吧。哎呦，瞧我这张嘴哟，欠打！妹子，对不住，都怪我嘴瓢。闲聊天而已，大家想说啥敞开了聊。若是小肚鸡肠，还怎么做邻居？刚想起身发飙的徐月香，硬生生被这句话噎得站也不是，坐也不是。众人都不待见他，他也自讨没趣儿，跺跺脚，扭着身子走开了。见他走远，孙大耳朵吐出口中的瓜子皮。哎，你们听说了没啊？徐月香跟王二也有一腿呢，半夜爬墙头时我亲眼看到了。是吗？那王二的婆娘发现没？亏他还是个理正呢，竟如此败坏咱们村的风气，带头嫖啊！哼，他就是这样的人，娶不到儿媳，谁愿意将闺女嫁到这种阿扎的家庭啊？哪怕当着理正，人家也看不上眼。大家沉浸式嗑瓜子八卦，面部表情生动多彩，嘴巴不带换气儿的谈吐间已有人身败名裂，谁家的猫，谁家的鸡，谁家的媳妇儿偷了人，哪家的寡妇被敲了门，谁脾气好，谁脾气倔，谁爱不务正业，谁爱谁打情骂俏，谁又给谁戴了绿帽。就算是村里的大黄狗溜着墙根走，祖孙3代也能被扒秃了毛。沈乔的肚子又开始隐隐作痛，只怕是药效过了。他有点后悔没喝裴衍端过来的那碗药，
他想回家，但又不敢离开，生怕下一个被议论的对象是他。沈乔喝了药，又被裴衍扎了2下，觉得身体恢复不少力气，小腹处也没那么痛了。看了看日头，夕阳染红了半边天。沈乔洗了洗手，将空间里的菜肉拿出来，准备做晚饭。娘，2个小家伙满身泥泞，光着脚丫子卷着裤腿，一人手里提溜着一条鱼，邀功似的嚷嚷着：“娘，我们捉了2条鱼，快看呐！”沈乔从厨房出来，看到2个小泥人时，眼睛一阵抽痛。你俩去哪儿了？怎么搞成这副德行？快看快看，我们去河边捉鱼了，这鱼大不大？这鱼还没我的中指长呢，就这还算大。等等，他们说去捉鱼了，还是去河边？嘿嘿，娘，今晚咱们吃鱼怎么样？亲自捉的鱼，当然想尝尝它的味道。可以，等会儿熬鱼汤给你俩喝。沈乔钻进厨房，搬了个小板凳坐下，指了指裴玄兄妹，脸色变得严肃。你俩站好。2个小家伙还未从兴奋中缓过劲儿来，见沈乔面色严肃，相互看了眼后，乖乖地垂手站好。小猪小炫，娘并不想剥夺你俩的童趣，但是河边危险，你们出去玩时千万不能再去河边玩了，知道吗？边危险，不管是现代还是古代，每年溺死的大人小孩不计其数，跑到河边捉鱼这种事儿太过危险，必须要防患于未然。娘，我会浮水，小林子大牛二壮也会浮水，我们不怕的。啥？这么小的孩子竟然会浮水？那也不行，你们绝对不能玩水，也不可以去捉鱼，还有你的小伙伴们也不能去。2个小家伙垂下头，神情有些低落。沈乔缓了缓语气道：“如果你俩真想捉鱼，改日娘带你们去，咱们做个网兜捞鱼，但你们绝不可以下水。娘跟你们说的是认真话，不是在开玩笑，知道吗？”知道了，娘。那娘什么时候带我们俩去捉鱼啊？过2日吧。等你爹回来，问问他有没有时间，有时间可以帮咱们做个渔网兜。另一边，楚林提着2条鱼，光着脚丫子回了家，找了根手指大小的棍子，从鱼嘴穿过，再找了些干柴，用石头支起架子烤起鱼来。自从爹娘死后，他吃啥东西都是用烤熟解决。张玉提着2壶酒，哼着小曲儿回来了。爷爷，你回来了。乖孙子，在搞什么呀？爷爷，今天我下河捉了不少鱼，刚刚烤熟，爷爷您吃。楚林将鱼举到张玉跟前，黑黢黢的眼睛透着一丝紧张。他不知道鱼烤得如何，爷爷会不会喜欢。小小的人眼里充满希冀，就这么直勾勾地盯着张玉，生怕他不满意。张玉接过鱼，毫无形象地咬了上去，边咀嚼边满意的点头。不错呀，这鱼味道美味得很。爷爷喜欢吃，明日我再给爷爷烤。乖孙子，你现在的任务可不是捉鱼，爷爷让你看的书可看完了。楚林往后挪了挪脚步，低头看自己的脚尖。他今天跑出去玩了一天，又是捅蝉堆，又是捉鱼，爷爷给的书是一个字儿也没看。最主要的原因是书上的字儿他一个也不认识。你过来。爷爷，我错了，书上的字我一个也不认识，看也看不懂，所以今日跑出去玩了一天，请爷爷打我吧。是我思虑不周了。今夜时，我亲自教你读书写字，捕蝉捞鱼这种童趣不适合你。你要记住，你身后没有退路可依，唯有读书是你唯一的出路。沈乔想到那日的农具图，也是赵秀才临摹的，惟妙惟肖，不如找赵秀才商量下，让他在村里开办私塾。沈乔二话不说跑到村长家，打算让他做中间人帮忙说道说道。巧的是，赵秀才也在王大夫家。听说此事后，赵秀才不仅爽快答应，还乐见其成。办私塾的数敲定后，沈乔直接回了家。2个小家伙今日回来的特早，坐在小板凳上数蝉蜕皮，198、199、200、201。没了小林子的加入，数量少了一半。切，平时都是人家捅得多，你们净偷懒。现在知道人家的好了吧？人家要读书认字，不像咱们。娘，你吓死我了！小炫想读书认字了。娘，我想。小猪呢？娘，我也想读书认字。今日小林子一整天都在练大字，也不出门和我们一起玩。娘，谁教我们认字呢？是你还是爹爹？村里的赵秀才会开办私塾，娘会资助些银钱搭建学堂，到时候你们就可以和村里的孩子一起读书认字。和村里的小伙伴一起读书，那下学之后我还可以和村里的小伙伴一起捉虫子、捅蝉蜕，挣钱学习2不误啊！你个小生意精。夜色渐深，裴衍踏着月色回了家。沈乔正躺在床上敷面膜，裴衍进来时被这副鬼样子吓了一跳，家里怎么来了一只鬼？你是谁？裴衍五指微勾，眼神凌厉，朝着沈乔飞身而至。操，
这男人要掐我。沈乔暗道不好，急忙翻身滚至里侧，一腿横扫而出，朝男人的胸口踢去。这男人吃错药了，一言不合的就掐他。姓裴的，我杀了你！沈乔又羞又怒。沈乔，是你吗？裴燕眸色暗暗，唰地揭开女人脸上的面膜。你以为是哪个女人？臭不要脸！裴燕没有说话，拿起面膜摩挲着，又转脸盯着沈乔。你扎了我哪里啊？快点解开！他喵的这种姿势羞死人，要是腿能动弹，一脚将男人脑袋踢飞。裴燕这才意识到两人的姿势有些暧昧。你保证不对我动手？以他对这个女人的了解，解开穴位后，保准能踢爆她的头。我咬了你一次，你扎了我一回，咱俩扯平了。突然腿间一阵刺痛，沈乔僵硬的双腿放了下来，活动两下和平常无异。为什么要对我动手？你脸上贴着鬼面具，我以为哪个不要命的贼潜进来了呢。哪个不要命的贼穿成这样？这身衣裳天天穿，我不信你认不出来。对不起，关系太暗，我一时没认出来。这男人竟然道歉，完全不像他呀！转性子了，还是做了什么亏心事？你去哪儿了？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我去找活计，镇上没找到，便跑到了县城。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在县城的回春堂当坐诊大夫，每个月3两银子，看病的人越多，拿的工钱越多。对了，厨房给你留了饭菜，若是没吃的话，就去用点吧。裴岩点了点头，出去了。沈乔托着腮，若有所思。若是找活计，为何不跟家里通知一声，悄无声息的出去，又悄无声息的回来？最近总是神出鬼没，他想怀疑什么都找不到任何的证据。改日去回春堂看看，他到底有没有在那里坐诊。沈乔从空间搬出来木质折叠床，摆放在墙角的位置。裴远进来后，沈乔正在铺床，铺的是角落的小床。你睡小床，我睡大床。沈乔铺好后，直接脱下鞋子滚到大床上。裴远蹙了蹙眉，有些嫌弃地盯着那碍眼的小床。这床太小了，恐怕承受不住我的重量。放心吧，300-400斤都能承受住，你绝对可以。裴远来到油灯旁，对着油灯的火焰点燃了一根黑乎乎的东西，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传来，夹杂着丝丝艾草香，怪好闻的。你点的什么？驱蚊的香。你还会做蚊香？蚊香？裴远眸色深深，他这么理解倒没什么不妥。他点了点头。啊，对啊，就是蚊香。蚊子多的时候不拿出来，9月都快过完了，你拿出来了。要是早点拿出来，说不定可以靠卖蚊香赚一大笔钱。睡意渐渐袭来，沈乔打了个哈欠。我要睡了，记得将油灯吹灭啊。很快均匀的呼吸声传来，裴岩起身盯着床上的身影，眸色渐深。这一觉沈乔睡得格外舒心，连梦都没做一个，感觉神清气爽，精神焕发。裴岩在院子里劈柴，看到沈乔后头也没抬。锅里有粥和鸡蛋。睡得太香，起得有点迟了。昨天的蚊香自从裴岩点燃后，他的双眼皮就开始打架，紧接着一睡不醒，直到天亮。你那蚊香有没有让人嗜睡的副作用？裴岩劈柴的斧头差点砍到自己的脚趾头，好在他定力够稳。没有。没有吗？裴岩转身就走，被沈乔喊住。相公，你干什么去啊？这女人突然喊我相公，态度转变得也太快了吧？难不成……沈乔眸光微闪，屁颠屁颠地跑到他跟前，直勾勾地盯着眼前的男人。你这么盯着我做什么？总感觉他没憋什么好主意。发现相公长得真好看，相公不仅长得好看，有责任心，还特别能干，什么事都难不倒你。裴远眉心一跳，生出一股不好的预感。你想说什么？嘿，咱家的地你也看到了，全都是未开荒的荒田，今儿个大家一起施肥啊？什么肥啊？心中隐约猜到了什么，但他不愿意承认。昨个儿刚买的牛粪，今天村长要分牛粪施肥，奶奶已经过去了吧？咱也不能闲着呀，走，拿2个粪篓去挑粪。我就知道这个女人不要。沈乔放柔了嗓音，上前抓住他的手臂，轻轻摇晃2下。然而他的后背汗毛竖起，鸡皮疙瘩炸了一地。都说撒娇女人最好命，不会学着来呗。你怎么不去啊？他从未种过地，从未挑过粪，他宁愿上山打猎，茹毛饮血。我是女子，你可以打听打听，这活都是男人干的。若是我去挑，你不怕被笑掉大牙？笑就笑，我不怕。原以为找了个10项全能好相公，我感动的恨不得以身相许，谁曾想罢了，我只有挺起脊梁把田种，养家糊口担责任。唉，男人一生3块田，不耕别人替你耕。这个女人阴阳怪气，字字句句都在内涵我。不过她说的以身相许，也不知是真是假。哎，算了，妥协吧。自家田不耕，万一别人来耕，岂不是种满了绿油油的草？大丈夫能屈能伸，区挑粪而已。粪篓子呢？咱家没有粪篓子，你去刘成家借2个。还要我去借？
裴家分的田靠近大路，此时一辆马车的嘎吱嘎吱声引起了大家的注意。请问这位大姐知道赵秀才家怎么走吗？你顺着这条路往前走，左拐再右拐，右拐再左拐，然后一直往前走就到了。马车内，宋清雨听到熟悉的嗓音，愣了愣。大妮。裴燕放下手中的粪瓢，循声望去，只见马车上下来一位很美的男子，不是宋清雨还能是谁？裴燕心里有些不舒服，默默背过身去偷瞄沈乔的反应。只见那女人头也没抬一下，继续拿着手里的尺耙开垦土地。她松了口气，哎，你干嘛去啊？裴燕沉默，沈乔歪了歪头，语气略有些娇嗔：相公，我手起泡了，你帮我锄地呗。裴燕这才释怀的松了口气，将他的双手握在掌心。这些粗活累活交给我就行，你在旁边坐着吧。好，这男人何时变得这么温柔了？刚才还一副谁欠了他800两的模样。裴燕接过尺耙，只是眼角的余光瞥向宋清雨，只见那人神情些许落寞，转身上了马车，朝村里而去。裴燕勾了勾唇，手上的动作麻利许。到饭点了，下工吧，吃过饭再来干。裴燕难得信心，帮忙处理了手上的水泡后，又拿出自制的药膏帮忙涂抹。沈乔感觉晕乎乎的，今日的裴燕忒不正常，温柔的不像她。难得享受着男人的伺候，沈乔眯了眯眼，心里甜得跟灌了蜜似的。我和宋清雨哪个更好看？这不是废话吗？当然是宋清雨好看。若论好看，她自然略胜一筹。沈乔本是随口一说，裴燕的脸色却突然沉了下去。不过好看是形容女人长相的，论英俊，你略胜一筹。论身姿和气度，你还是略胜一筹。裴燕的神色这才缓和些，这才注意到两人近在咫尺，近到只要他稍微向前一些，便能吻到她的唇。看着面前明媚笑意的女人，裴燕喉结上下滚动，正要上前。爹娘，吃饭啦！裴珠的嗓音从厨房响起，吓得两人跟弹簧似的蹦开。吃饭了！天哪，刚才我在做什么？竟然差点沉溺其中。还有那个男人，是想吻我吗？过来！裴珠急忙上前，脸上充满八卦之色。啊，哥哥，你发现没？咱爹娘现在越来越像大奎他爹娘了，他们已经许久没吵架了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什么？说明咱俩即将要抱小弟弟或者小妹妹了。这是曾祖母告诉我的，只要爹娘感情好，来年准生小弟弟和小妹妹。真的吗？弟弟妹妹从哪儿来呢？难道从大坑里刨出来一个？也不怪裴璇会这么想。当时他好奇问小伙伴们，咱们都是从哪里来呀？有小伙伴回答，从树底下刨出来的，也有从大坑底下捡出来的，甚至有人说是从垃圾堆里捡出来的。曾祖母都说了是生出来，肯定是像生小羊那样生出来啊。那小羊是怎么跑到羊肚子里去的呢？裴璇的这个问题把妹妹难住了。裴珠沉思片刻，认同了哥哥的话。咱人跟羊不一样，看来咱们真的是从大坑里刨出来的。对，大牛二壮都是从坑里刨出来的，咱们肯定也一样。这几日咱出去玩时，观察看看，闲着没事多挖挖坑，看能不能挖出小弟弟和小妹妹来。好。沈乔不知道小家伙心中所想，吃完后主动收拾碗筷，被王氏按下。手都受伤了，就别想着干活了。奶奶干了一上午活，也辛苦了，碗筷交给我来洗吧。该表现的时候要积极表现，才能为自己获取最大利益。赵秀才家自从宋清雨来了后，赵秀才是前后的忙。赵兄不必客气，是我未曾打招呼便来拜访，扰了赵兄上课了。哪里，宋兄能够过来，小舍蓬荜生辉啊。哥哥，这人怎么来这里了？不知道，这人怎么阴魂不散啊？怎么哪儿都有他？我快烦死这个人了。这就是他的孩子，长得真是可爱。如果父母不曾棒打鸳鸯，我俩的孩子也该有这么大了吧？可惜没有如果。赵兄，学堂学子众多，不知赵兄一人可否忙得过来啊？忙不过来也得忙啊！既然答应下来教孩子，咱就不能食言。赵兄，在下闲来无事，不知可否来学堂帮忙，工钱随你开。实不相瞒，这所学堂是沈大妮出钱搭建，就连我也是他聘请的，我只负责教书认字，其余的……是在下考虑不周，感谢赵兄招待。天色不早，在下告辞了。回去的路上，再次经过沈家的地头，他让小头故意放缓了速度。而此时的沈乔正在给裴燕擦汗，擦过汗之后，这个男人又要喝水。裴燕移开目光，透过沈乔看向不远处的马车。你喂我？
啥？这么多人看着呢，你自己喝。手脏，手疼。好，喂你就喂你。谁让人家又是挑粪又是锄地，他仗着双手磨炮啥也没干，这么点要求并不过分。裴衍微微弯下腰身，让沈乔喂他，眼角的余光却瞥向路边的马车。离我这么远，我怎么喝？靠近点。裴衍上前一步，长臂忽然揽住沈乔的腰身，轻轻一拉，将两人贴得紧紧的，而那双眸子却死死注视着马车上的宋清雨，仿佛在宣示主权。你干嘛这是啊？这么……话未说完，面前的男人忽然擒住他的下巴，吻了上去。突如其来的吻，炸得沈乔脑袋晕乎乎的，甚至忘记了反抗。手中的碗啪嗒掉在地上，他也踮起脚尖，勾住男人的脖子，使劲往下压，回吻过去。裴衍身子一僵，突然推开了他，唇角不可控制地往上扬了扬，闪动的眸子望着走远的马车，又瞥了瞥四周。不少人看着呢。说完，弓着身子跑到地头坐下。该死，这个女人才主动那么一小下，我就又起反应了，真是没出息，没出息的裴小野。沈乔摸了摸鼻子，有些尴尬地朝目瞪口呆的众人摆了摆手。干活啊！脑袋一晕乎，忘记田里雇佣的人了，还有奶奶，他老人家还看着呢，尴尬，真尴尬。还有裴衍，明明是他先吻他的，他刚回吻过去就被推开了，这男人真矫情。王氏的嘴巴快咧到了耳朵缝。干活，小两口恩恩爱爱实属正常，年轻人嘛。莫非那男人开始对我有意思了？肯定有意思了，不然怎么解释突如其来的吻？当时沈乔是背对着大路的，根本没瞧见宋清雨的马车路过，当然不知道裴衍的一系列小心思。裴衍平复了一刻钟，才堪堪压下那股燥意，他甚至不敢抬眼看沈乔，他怕那股燥热再涌上来。沈乔莫名觉得这男人诡异，吻了我，现在又不搭理我，什么意思啊？拿我当猴耍吗？心中有些烦闷，沈乔跟王氏打了声招呼，便回家做饭了。推门进了房间，上个茅房这么久，还以为掉里边了呢。沈乔笑笑，扬起衣袖往他脸上拂了拂。香不香？一股沁人心脾的香味传来，勾魂动魄。裴衍眼神迷离，下意识地说道：香。裴衍，你掉茅坑里会这么香吗？裴衍脸色黑了黑，好好的女人偏偏长了一张嘴，不就打趣他两句吗？这么记仇。什么时辰了，还不快上床睡觉？沈乔直接蹬掉鞋子往床上一躺。睡不着？睡不着也要睡啊，熬夜多了伤阴，体内淤血滞留，气血运行不畅。你想下次来月事的时候痛不欲生啊？你给的药丸还没吃，我吃了再睡。你乖乖躺着，我去拿药。这男人越来越贴心了，就跟受了刺激似的。谁刺激他了？莫非是宋清雨？这男人吃醋了。裴衍接过碗放在桌上，将银针旁的蚊香点燃。你这香当真是驱蚊的？现在也没有蚊子了，无需点了吧？此香不仅驱蚊，还有安神的作用。裴衍躺在小床上，他将头扭向沈乔，笑得意味不明。你打呼，不燃香我睡不着。我打呼？我怎么可能打呼？没有人会承认自己打呼的。裴衍说完就闭上了眼，仿佛睡着了。沈乔郁闷至极，他侧了侧身，从空间掏出一支录音笔，按开开关，偷偷藏在枕头底下。他要听一听自己的呼噜声到底有多响。裴衍听到均匀的呼吸声，掀开被子来到沈乔跟前，就这么直勾勾地盯着他看了好大一会儿，才坐在床边解开了他的腰带。翌日沈乔醒得倒挺早，伸了伸懒腰，捞起枕头下的录音笔开始听。沈乔已经听了2个时辰，除了听到几声粗重的喘息之外，一丝呼噜声也没听到。裴衍根本就是在撒谎，而那几声粗重的喘息根本就不是他的。那男人在对我干坏事啊！这么一想，沈乔觉得浑身都不舒服，看裴衍越发不顺眼，光明正大你非要偷偷摸摸来，看似清冷如月，实则内心变态。如今他抓不到证据，不能轻易打草惊蛇。将这些土豆种完，还要去城外移植花椒树，事情总是忙得团团转。对了，上次听你说在回春堂找了份工，啥时候去坐诊啊？明日。裴衍对上他的眼眸，似乎想看出些什么。沈乔移开视线，抓紧时间种，别偷懒，今日之内将它种完。真是一丝压榨我的机会也不放过啊！晚上给你做好吃的。晚饭，沈乔做了4菜1汤。你在哪儿弄的兔子头？他就奇了怪了，他又没上山打猎，这个女人在哪里弄的兔子？找村里大爷买的，吃都堵不上你的嘴啊，非要问东问西。裴衍讪讪地闭了嘴，看来以后少多嘴，女人做啥他吃啥，省得挨批。晚饭后，裴衍望着手中的银针出神。那个女人似乎发现了什么，尽管她装得很像，但我还是从她的眼神里发现了一丝复杂。可今晚是最后一次了，若是放弃，
前些日子的努力就全部白费，该怎么办呢？门吱呀响，沈乔打着哈欠走了进来，脱下鞋子倒床就睡。果然，裴衍还是点燃了蚊香。沈乔侧了侧身子，使劲掐自己的大腿根。尽管大腿根被掐得很痛，双眼皮还是打架厉害，意识却很清醒，就是四肢软绵绵的，没有一丝力气。沈乔心中大骇，裴衍果然不安好心，要占他便宜。眼看着女人一动不动，裴衍才起身来到床前，感受到高大的身影笼罩而来，沈乔的心脏阵阵收紧。紧接着他的衣裳被解开，身上一片清凉，只留薄薄一层亵衣亵裤。沈乔气得咬牙切齿，等他能动弹了，一定踢爆裴衍的狗头。一双温热的大手探向肚脐眼2指的位置。这男人果然变态，竟然用药将我迷晕，趁机占便宜。两人要是光明正大的来一发，倒也不是不行，毕竟这男人长得还不错。可他是个人面兽心的变态啊，忍不了。裴衍捏起手中的银针，聚精会神朝着关元穴扎去，最后血海穴、三阴交穴等位置全部扎满了银针，身上大大小小总共13针。愤怒的沈乔突然嘎住，这男人在给他针灸，哎呀，误会大了，差点将人家当成死变态了。大约半个时辰后，男人拔下了银针，将他的衣服穿戴整齐。沈乔清楚地感觉到，男人对他的身体没有一丝亵渎，纯粹治病。他终于放下心来，甜甜睡去。听到均匀的呼吸声，裴衍眸色沉沉，他坐在床边盯着他发呆，还是睡着了好，恬静乖巧，像只慵懒的小猫咪。这一觉，沈乔再次睡到40正，起身找了裴衍一圈，愣没发现他人影。真能睡，太阳都晒屁股了。奶奶，裴衍呢？刚醒来就找孙女婿，看来是一刻也离不了。孙女婿去县城了，不是找了份活计干吗？每7日休息2天，估计要7天后才能回来。沈乔这才想起来，昨日他问那个男人什么时候去回春堂，好像就是今日。淡淡说了句：“我去镇上看看。”便驾着牛车出了门。刚到村子口，就听到张寡妇扯着嗓门喊：“哎，等等我呀！”瞧这红光满面的，咋的？你要成亲了？有人给我家二狗说亲，说的是村西头刘大家的女儿。村西头不是流放犯人住的地方吗？是啊，哎，虽说是流放犯人的家眷，但嫁给我家二狗后，他家女儿可以转2级，就不算贱籍了。我还以为你好事将近了呢，结果是你儿子要娶媳妇儿。不过二狗也太小了吧，这个年龄。哎呀，别老打趣我了，老娘这辈子都不会改嫁，好不容易到了含饴弄孙的年纪，才不要嫁个男人受窝囊气呢。哎，这俗话说得好啊，成家立业肯定要先成家才能立业呀。等我家二狗娶了媳妇儿，说不定就变得上进了呢。沈乔摇了摇头，专心致志地赶牛。他已经懒得跟张寡妇浪费口舌了。等等我呀！一道娇柔的嗓音传来。沈乔使劲抽鞭子赶牛，他一点也不想等，去个县城罢了。怎么那么多人凑他家牛车，跟组团似的？妹妹真是抱歉，我家牛真坐不下了。徐月香这才发现牛车上已经坐了5位妇人。这位姐姐，就让我凑一下牛车呗，我体重轻，身形小，累不坏您家老牛的。行了，赶快上来。徐月香扭着腰肢，轻轻一抬屁股坐在了牛车上。也不知道是哪位妇人看不惯他，伸出大脚板对准他的屁股蹬了下去。扑通一声，徐月香摔了个屁股墩儿。这位姐姐，你不想让我坐牛车就直说呗，干嘛在我坐上去时使坏呢？你在说我使坏？我刚过来，姐姐就说牛车坐不下，坐上去之后你又将我蹬下去，不带这么欺负人的。我都说了，牛车坐不下，你还厚着脸皮坐，自己坐不稳，又冤枉我蹬了你，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值得我浪费体力去蹬你？沈乔气得双眼冒火，他本来想尽快赶往县城，被这1个2个耽误的时间不说，好心让他坐上牛车，竟然空口白牙的冤枉他。没想到这女人骂起人来丝毫不留情面，不都是和我一样出来卖的人，她清高个什么劲儿？如此有姿色的女人能够在逃荒路上安然无恙，不知道伺候了多少男人，只怕连我都不如。大家都是同道中人，谁又看不起谁呢？就你装清高装得起劲儿，没点大病都说不出来这话。沈乔目光一沉，抬脚将徐月香蹬了老远。不是说蹬他了吗？这次是真的蹬他了。牛车上的几位妇人眼唇嘿嘿直笑，正在他们幸灾乐祸之际，全都滚下去，老娘一个人也不在。刚才我可没使坏啊，我连笑都没笑一下，不能赶我下牛车啊！你也滚下去，
沈乔发起火来，丝毫不留情面。张寡妇一噎，不情不愿地下了牛车。沈乔扬起鞭子抽了抽，老牛迈着欢快的小步伐走远了，只余下张寡妇一众人在灰尘中凌乱。哼，你个小娼妇，摔倒不会自己爬起来呀，非要逼逼赖赖讲那么多废话，招惹谁不好你非要招惹他，打死你个贱货！啊，我跟你拼了！柔柔弱弱的徐月香哪是张寡妇的对手，还未靠近便被他一脚踹了老远。都怪你这个娼妇，若不是你，老娘也不会被赶下牛车，气死我了！本想着进城买点提亲用的礼品，还被这个娼妇给搅黄了。我们家二狗的婚事若是黄了，我剥了这个娼妇的皮。紧赶慢赶，终于在午时赶到了县城。沈乔打算找到回春堂，将牛车拴到一旁，让裴衍没事时瞄两眼。回春堂？没听说过，你再寻别人问问吧。难不成裴衍骗人？他打听了这么久，没有人知道县城有回春堂啊！沿着长阳街一直逛了大半个时辰，也没见哪家铺面或摊位转让的。看来这地方一铺难求，想要挤进来很难。肚子有些饿，沈乔揉了揉肚子，进了一家名字独特的小食铺——大内密探零零嘴儿。这名字取得挺吸引人。小二哥，你们这儿有薯片卖吗？什么？店小二大吃一惊，小心翼翼地看了看四周，走进沈乔，低声道：“客官，我们是正经的零嘴铺，不卖你说的那个什么薯片。”这位妇人衣着虽说有些普通，但长相和气质看着也不像普通人啊，怎么口味如此独特？还薯片？他咋不说薯条呢？将老鼠切成一条一条的。薯片没有，那薯条呢？哎呦，这位客官，我们就是普通的零嘴铺子，别说那薯条薯片了，就连根鼠毛也没有啊，干净的很呐。什么？还大内密探零零嘴呢？连我想吃的薯条薯片都没有。把你们掌柜的叫来。小二心下了然，这是闹事儿的来了。公子，就是他闹事，非要吃什么老薯片、老薯条，长得倒是如花似玉的，没想到口味如此独特呀。就是你非要吃老鼠？老鼠？沈乔看了店小二一眼，狠狠掐了下自己的大腿根，使劲憋住笑。我只是问他有没有薯条薯片，他可能误会了，我并非想吃什么老鼠做的东西。对了，你是这儿的掌柜吗？对，我叫白修，是这儿的东家。既然你说的薯条薯片并非老鼠做的东西，那是个什么玩意儿？今日说不清楚便是找茬。小爷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沈乔笑了笑，转身将手探进自己的背篓，掏啊掏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薯条和薯片，递给白修。就是这个，是用马铃薯做的，就是你们说的土豆。这是何物？闻着倒是蛮香的，不知吃起来口感如何？他忍不住捏了2片放进嘴里，眼睛瞬间亮了。又香又脆，好吃啊！这就是你说的薯片？这是薯条，也是用马铃薯做的，口感也不错。白修尝了尝，顿时惊呆。外酥里嫩，咸淡合适，马铃薯味很浓啊！少爷，你好歹留2根，让我们也尝尝呀。自家少爷吃的嘎嘣脆，馋得他口水直流。白修理也没理，直接将剩下的薯条炫完，才想起来问：这零嘴你在啥地方买的？你告诉我地址，我去参观1、2，保准能做出来。实不相瞒，这些薯条薯片其实是我自己做的。你自己做的？你说是你做的，那你现在做一个试试。没问题啊，我现在就可以借你后厨一用。小爷都需要去考察后才能做出，我就不信这妇人能强过小爷。我若做出来了，你要如何？做出来了，我将整个铺子送给你。少爷啊，你这大话说的也忒快了，这送人头也不能送铺子呀，万一他真的能做出来呢？放心吧，一个乡野村妇没见过啥世面，就是想来铺子讹点钱，他做不出来的，咱就静静的看他表演。沈乔勾了勾唇，将厨房的门慢慢关上，只露出一个小脑袋。东家要说话算话哟。你为什么关我家厨房门呢？这是祖上传下来的秘方，可不能泄露了。告诉你，别偷小爷的调料，那东西很贵的。放心吧，绝不动你的调料一丝一毫。厨房里传来清脆的女声，紧接着便是乒乒乓乓的声音。白修竖起耳朵听，又扒在门缝里看了看，只见沈乔背对着他，阻挡了门缝里的视线。尝尝看。沈乔将炸好的薯条和薯片摆上桌，抬手邀请白修品尝。少爷，
他真的做出来了，那你的铺子还没尝呢，怎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啊？滚滚滚，收拾桌子去！切，说好的不能用我调料，用了就是作弊。放心，你厨房的调料我是一样没动，我用的全是自己秘制的调料粉，尝尝看。这比之前的还好吃。话刚出口就后悔，好吃也不能说出来。哎呦，瞧这张破嘴！薯条薯片现做的更好吃些，你自己也承认了，可要说话算话啊。这家零零嘴的位置是最好的地段，地靠南木书院长阳街，我不能给你，我将别处的零零嘴给你如何？我不要你的铺子。还未来得及说出下一句，你不要铺子，那你想要什么？不知想到了什么，白修摸了摸自己的脸颊，难不成你想嫁给我？知道自己长得英俊潇洒风流倜傥有钱有颜，怪不得这女人一进铺子就找茬。沈乔无语，这货不要脸加自恋的程度跟自己有一拼，既然是同道中人，那合作起来想必会容易许多。我早已成亲，是2个孩子的娘，今日主要想跟白掌柜讨论一下合作的事。听到成亲和娘2个字眼，白秀有些不可置信，竟然不是冲他这张脸来的。长得倒是俏丽可人，可年龄看着比我还小，怎么可能成亲了呢？8成是欲擒故纵，让他欲擒故纵，我倒要看看这女人能不能受得住我的脾气。什么合作？说说看。零零嘴目前没有薯条薯片，我想跟白掌柜合作，我负责提供这2样零嘴上架，说卖得好，我想成为零零嘴的供货商。切，就薯条和薯片，不消2日，我就能研制出制作方法。你想长期合作，想得挺美的呀。看吧看吧，我就知道这女人欲擒故纵，说是长期合作，8成是想跟我长期相处，一来二去日久生情，然后再趁机嫁给我，从而接收我的产业。算盘打得啪啪响嘛。行吧，既然合作无法谈成，那就先告辞了。站住！谈合作你又不肯，我走你又拦着，那你想干嘛？再拦我可要喊非礼了。我想好了，我要买断薯条薯片的方子，你开个价吧。买断可以，但是调味粉只有我家有，即便方子给你，你也凑不齐。你好大的口气啊！天才地宝就没有小爷凑不齐的。你知道花椒吗？你知道辣椒吗？白秀懵了一瞬，摇了摇头。他自诩走南闯北，还真没见识过花椒和辣椒。你可以从我这里拿货，我也可以只供你一家。必须只供我一家，咱现在就签字画押，不许反悔。行，那你要分我1成利润，我的货全供你家。咬咬牙跺跺脚，白修答应额外给1成利润。立了字据，沈乔眉开眼笑，拍了拍白修的肩膀。放心吧，弟弟，姐姐保准带你赚得盆满钵满。切，看着还没我大呢，还敢自称姐姐。我先回了，明日将薯条薯片做好送来。天色已晚，沈乔也没时间找回春堂，驾着牛车出了城。牛车太慢，无论沈乔怎么挥鞭子，他仍然吭哧吭哧地走。这样下去，天黑也回不了家。沈乔准备抄近道，反正空间机枪炮弹电和磁都有，哪个不长眼的敢触眉头？不介意10万伏特送他上西天。刚走到一半，有2个黑衣人手持大刀，正在追赶一位戴着白色面具的男人。那男人身形高大，捂着胸口跌跌撞撞，明显受伤了。算了，还是走大路吧，虽说远点儿，但麻烦少。3人大战了几个回合，2个黑衣人败下阵来。杀了这个臭娘们儿！要不是她碍眼，老子怎么可能受伤？2位大哥，我就是个过路的，没想碍你们的眼啊。大哥行个方便，我这就走，绝不碍你们的眼。过路的小娘子过的哪条路？黄泉路吗？黑衣人并不打算放过他，手持大刀向他砍来。沈乔侧身躲过。他会功夫，2人是一伙的，杀了他！2位大哥，我真是路过的，你们非要往黄泉路上引，那我只好带你们一程。砍着！沈乔趁机不备，从空间掏出2根电棍，直接戳在黑衣人的胸口上。2人跳了会儿踢踏舞后，口冒白气瘫软在地上。沈乔直接拖着2个黑衣人来到面具男跟前。喂，你的仇家，你自己杀了吧。面具男捂着胸口没有抬头。沈乔好奇蹲下身子看了看，当看到面具男的面具时，扑哧一声没忍住笑出来。这面具做的跟他的面膜似的，哼，太搞笑了。面具男眸色暗了暗，提起手中的剑，对准2个黑衣人的胸口狠狠刺了下去，捂着胸口逃也似的离开。我好歹帮了他，连句感谢都不会说，莫非这面具男是个哑巴？还有这高大的身形，怎么那么眼熟呢？沈乔回到流放村，奶奶和2个孩子都睡了，随便吃了点东西，沈乔便洗洗躺在床上，正打算进空间按会儿摸，忽听得门口响动。沈乔全身戒备，提高警惕，恶贼又偷东西。沈乔捞起旁边的板凳，推开门，朝庞然大物砸去。只听闷哼一声，庞然大物倒地，紧接着一道沙哑虚弱的嗓音传来：
你想谋杀亲夫吗？裴衍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嘘，小点声，别吵醒奶奶和孩子。好重的血腥味儿。打了只熊瞎子，许久未曾打猎，有些生疏了，竟然被他拍了一掌，恰巧拍到旧伤上。你不是去回春堂做大夫了吗？干嘛又要打猎？待会儿再跟你说。我帮你包扎伤口吧。不用，你早点睡吧，伤的也不重，我自己上点药就好了。待会儿还要剥熊皮呢，明日一早拿到县城去卖。见裴衍言辞拒绝，沈乔只好回去，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。他总感觉今日的裴衍古怪，好端端的怎么打只熊回来？不知过了多久，裴衍推门进来，不等沈乔问出口，裴衍直接解释：回春堂的掌柜要跟着儿子去外地，我想将回春堂盘下来，可惜手里没钱，只好出此下策，去隔壁山头猎了只熊，熊皮加上熊掌，能卖不少钱。明日一早我要驾着牛车去县城，万一回春堂的掌柜将铺子盘给别人。沈乔总感觉他怪异，平日不苟言语的男人，竟然一口气跟他讲了那么多话，这不像他平日的风格呀。没钱你可以找我要啊，你知道我兜里有钱的。能花娘子的钱呢？我身为男人，理应赚钱养家糊口，我可不想被人说成吃软饭的。已经吃了这么久了，还在乎别人怎么说吗？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，只在乎娘子今后会不会嫌弃我。我只想跟娘子共进退，齐心协力操持咱们的家。你吃错药了，竟然能说出这么深情款款的话。我说的是实话，等我将回春堂盘下来，每日所赚的银钱全部上缴于你，你让我往东，我绝不往西。沈乔吓了一跳，他怎么也没想到裴衍能说出这话，他这是在表白吗？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不能光说不练，要实际行动才行。沈乔也不愿意想明日还要早起做薯条薯片呢，盯着背对着他的女人，裴衍轻吐气息，缓缓移步小床前，合衣躺下。沈乔睡不着，半晌后扭头朝裴衍说了句：你受伤了，要不到床上来睡？回复他的是一片寂静。沈乔疑惑，难不成他睡着了？翻身下床，蹑手蹑脚的来到裴衍跟前，发现男人一动不动，睡得香甜。沈乔紧抿嘴唇，细细打量着裴衍，这男人真被熊瞎子拍伤了，也不知道伤得怎么样。他伸手将被子掀开一角，小心翼翼地探向裴衍的胸口。你这个女人，我都这样了，你竟然还想着亲热？谁想着亲热了？沈乔从他的身上爬起，后退几步。我就是想看看你的伤口，谁知道你装睡啊？如果你真的想，我也不介意。他不敢靠近这个女人，只能坐在原处过过嘴瘾。以他对这个女人的了解，自从她主动后，他总是躲闪这种话题，再不复从前的厚脸皮。若他靠近说出这种话，这女人肯定一掌将他拍出去，然后唾骂道：姓裴的，你想占我便宜啊？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啊！然而令裴衍没想到的是，沈乔拍了拍床边的位置，媚眼如丝。来吧，你乖乖躺下，我来服侍你。他就是想知道这个男人的伤到底如何，是否跟他想象中的一样。都主动到这份上了，不信裴衍不脱衣服。裴衍一口老血差点喷涌而出，脸色涨红。你让我躺下？两人唯一的一次也是他躺下，任由这个女人翻来覆去，奇耻大辱至今难忘。如今这个女人还要趁机侮辱他，裴衍快气炸了，他这辈子都不可能在下面。你干嘛那么生气？难不成他那些柔情似水的话都是假的？什么以后挣的钱全都给我，你让我往东绝不往西？呸！男人的嘴骗人的鬼，嘴巴说的天花乱坠，身体却很诚实，让他躺下都不肯。再说了，我也是关心裴衍的伤口，想趁机上点消炎药，怎么这男人怕成这样？忙活大半天，土豆还没削完，累得俩胳膊发酸发胀，主要没人烧锅，忙活起来费时费力。沈乔擦了擦手，准备喊王氏过来帮忙。刚走到村口位置，只见前方围满了人，就跟看把戏似的，里三层外三层。沈乔踮着脚尖探头，发现张寡妇正在暴打王赖子。呸！杂碎玩意儿！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肖想老娘不成，竟然肖想老娘的儿媳妇儿，30多岁的癞蛤蟆妄想吃10几岁的嫩天鹅，我呸你娘的！哎呦，饶命饶命啊！真不是我肖想，是那刘大非要将闺女嫁给我，说什么你这个婆婆又凶又恶，打起人来毫不手软，他家闺女嫁过去，定然会被你搓磨致死。哦，你个刘大，老娘不发威，你当我是病猫啊？竟然敢出尔反尔！老娘这就将他的脑袋拧下来当驴屎蛋踢！沈乔摸了摸肚子，有些饿了。他在人群中到处找王氏的身影。小老太太正站在最前排的位置，看得起劲儿，只怕沈乔喊她也不会回家。沈乔想着自家薯条薯片还没做好，就不去凑热闹了，脸下八卦神色回了家，撸起袖子洗了手，继续削土豆片炸土豆条。等沈乔刨完土豆片，王氏嗑着瓜子儿回来了。妮儿，
外面可精彩了，唱戏的都不敢这么演。你猜怎么着？张寡妇将刘大暴打了一顿，正骂得起劲儿啊，这副理正过来了，说他扰乱村中秩序，败坏村子的风气，必须要罚跪祠堂3天3夜，并交10两纹银作为罚款，否则将赶出村子。后来呢？后来呀，张寡妇跳起来将副理正骂了一顿，将他和徐月香的破事儿抖露出来，还有刘大他半夜找徐月香的事儿也被抖落出来。张寡妇怎么知道徐月香跟谁那啥的事儿？听他自己说，那日暴打了徐月香一顿，村里人都说他完了。徐月香的男人那么多，张寡妇铁定遭报复，他就开始警惕起来，连夜爬到徐月香家的大树上，观察进进出出的男人。晚饭都没吃，是伤口恶化了吗？啊，没胃口，伤口没事，已经好了。希望那个女人不要再问我伤口的事了。没胃口。沈乔想了想，肯定是他晚上做的饭菜口味重，裴衍怕伤口恶化不想吃，不如做点清淡的。我下面给你吃，怎么样？裴衍全身一僵，耳根子瞬间爆红，浑身的血液沸腾的叫嚣着：这个女人，这女人一而再再而三的撩我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竟然说出下面给我吃这种话，她的脸皮到底是什么做的？算了，答应吧。如果不答应，这女人不会善罢甘休的。行吧。先等我一会儿，马上过来。裴衍的心跳砰砰砰加速，连掌心都出了汗。那个女人出去干嘛了？洗澡了？好紧张，怎么办？他还没干过这事儿，偶尔见刘成拿个小册子跟他分享，他向来不屑一顾，瞄了2眼，用一句伤风败俗打发了。早知道。门吱呀开了，沈乔端着一碗面进来，当看到裴衍大口大口灌水时，蹙着眉喊道：面下好了，快吃吧。都说下面给你吃，还喝那么多水，都饱了哪还吃得下面？裴衍嗅到一股熟悉的味道，当看到沈乔手里的面时，燥热不堪的心仿佛被丢在了冰水里，滋啦一声冒着白烟，虽里头热着，在外面却浇了个透心凉。失落的同时夹杂着一丝窘迫，同时尴尬的想找个老鼠洞钻进去。啊，原来他说的是下面条啊，这误会大了。先放那儿吧，等会儿吃。空间的闹钟在凌晨5点准时响起，沈乔来不及吃早饭，赶着牛车就走。等等我，你坐后面，我来赶车。行吧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沈乔被摇晃醒，揉了揉惺忪的睡眼。回春堂就在里侧，要不要看看？沈乔点了点头，来都来了，肯定要看看。里面有个药童，大约16、17岁，见到裴衍点头哈腰的喊了句：裴掌柜。当看到沈乔时，双眸发亮，嘴里不停的夸赞：这位就是裴夫人吧？哎呀，今日一见才知道什么是仙人之姿，美人如画呀。谁不喜欢被夸？沈乔的嘴巴差点咧到了耳朵根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多大了？不等药童回答，裴衍瞥了他一眼，下巴绷得紧紧的，冲药童斥了句：没事做了是吧？药童缩了缩脖子，冲沈乔微笑点头，便忙活去了。饿了吧？咱吃点早食。这么一说，沈乔还真饿了。两人来到馄饨摊旁，点了3碗馄饨，沈乔1碗，裴衍2碗。沈乔尝了尝味道，感觉馄饨没自己做的好吃，馄饨皮倒不错，就是肉馅又老又柴，还有股子腥味儿。他瞬间没了胃口，眼看着裴衍的2大碗都炫空了，他将自己的碗推过去：你吃吧。你不饿？不好吃，我吃不下去。他觉得公然说人家做的不好吃很不礼貌，只好趴在裴衍耳边说。谁知男人脸色红红，嘴里不情愿道：不好吃你给我吃。吃了这碗他都炫3碗了，昨夜只有1碗面充饥，一早上肚子空空如也，馄饨什么味儿他也不知道。你嫌弃我吃过了？沈乔将碗端到自己跟前，正准备捏着鼻子吃下去，男人一把抢过，囫囵吞枣般将馄饨吃完，抹了把嘴道：不嫌弃。沈乔正准备付钱，就见馄饨摊的小贩唉声叹气：这生意是一天不如一天了，一个早上才卖了10文钱，这样下去早晚得喝西北风啊。老板，3碗馄饨多少钱？给3文钱吧。虽然馄饨确实不好吃，但1文钱1碗，着实便宜了些。想到这里，他笑了笑，对老板说：试试用碱粉和淀粉调馅儿，肉馅蓬松，口感更嫩滑，最后再放入芝麻油，去除肉腥味儿，
提鲜增香。你也是卖馄饨的？这人是不是傻呀？竟然将自家调馅的秘方告诉我。不过淀粉是什么东西？平日闲来无事，喜欢瞎琢磨。不瞒你说，尝了你家的馄饨，觉得面皮和汤底还不错，就是肉馅差点。馄饨老板一点也不生气，反而雀跃。我也这么认为啊。但是调了很多次馅料，总是发柴发硬，总算有人提出意见来了。不过你说的淀粉是什么东西啊？难道古代没有淀粉？沈乔试探问道。就是从蔬菜、瓜果、马铃薯中等植物中提取出来的粉质，你不知道吗？从来未听说过能从植物中提取粉质物，这位夫人莫非见过？沈乔笑笑，开始胡诌八扯。偶然在外地见过一次，不曾想这地方没有。见问不出什么，馄饨摊老板便直接沉默。走吧，我有事去长阳街一趟，你忙你的吧。去长阳街干嘛？前天谈了笔大生意，准备卖炸薯条和薯片，今日去看看行情。若是成了，咱就等着发大财吧。你什么时候谈了大生意啊？裴远觉得不可思议，这个女人神不知鬼不觉的，到底在干嘛？想到那日遇到，莫非那天她就是谈生意去了？怪不得心情那么好。都说了是前天，你听不懂吗？沈乔不耐烦了，驾着牛车就走，只许他神不知鬼不觉地开回春堂，就不允许他卖薯条薯片嘛。裴远心里有些发堵，他都说他赚钱养家了，谁知女人一点也不靠着他。白修伸长脖子望眼欲穿，他等的花快谢了，那个女人还没来。小二，再去看看那女人来了没有？少爷，连个人影儿也没见到啊！不会跑远点看看？站在门口能看到啥呀？店小二揉了揉屁股，从地上爬起，甩着白巾朝外走去。趁着姑父偷懒不错，谁让这大少爷一天到晚没事就骂他，让店小二去看看那女人来了没。结果跑了半天，他也不见了，指不定跑哪儿偷懒去了。等回来就扣他工钱。不行，他去看看。哪个不长眼的敢打小爷鼻子？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！沈乔收回阻挡的手臂，后退一步问：“白掌柜，是你啊？”哎呀，姐姐来了也不吱一声，上来给我一拳，还好我鼻子够硬，不然差点就有血光之灾了。姐姐，来，快里面坐。我可没有打你啊，我是在保护背后的薯片和薯条，若是被你撞倒，这玩意儿可就碎了。行，你有理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竟然是透明的，滑滑的，密不透风。沈乔拉开塑料袋，开始胡诌。这是我祖传的保鲜袋，将炸的东西放进里面，可以储存很长时间，拿出来后仍旧是外酥里嫩，酥酥脆脆，跟刚炸出来的时候没什么区别。切，啥都是祖传的，秘方是祖传的，调味粉是祖传的，净想着法子吊我胃口啊！行了，既然知道是祖传的东西，就不要想法子从我这里挖心思了，老老实实跟我合作，保准咱俩共赢，且待你发大财。沈乔说完，又开始向白修打听南墨书院的下学时间。南墨书院大约在5初下学，书院也有食堂，但学子们都跑出来吃。不如咱现在将价格定下来，将薯条薯片摆上，学子们下学后正好可以买些品尝啊。价格你来定，我的建议是先试吃一部分，卖一部分。姐姐，你是天生做生意的料啊！别拍马屁了，我并不会做生意，所说的这些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，如何实践就要看你的了。姐姐就是谦虚，做生意的点子说起来一套一套的，把我都说愣住了。白修的办事效率很快，找了2个膀阔腰圆的大嗓门，站在门口吆喝。有不少人被吆喝声吸引来，指着薯片问：“哎呦，这什么东西啊？”这叫薯片，马铃薯做的，可以尝尝看。那人尝了忍不住赞叹：“好吃，太好吃了！”来，大家都可以先尝尝啊，先尝后买。人渐渐多了，沈乔和白修忙得不可开交。忽然，不远处传来一阵惊喜的欢呼声，其中还有女子的尖叫声。宋夫子出来了！围得水泄不通的试吃区顿时一哄而散，只留下几个空盘子滴溜溜转。白修气得叉腰大骂：“这群学子真是的，人家姑娘们去看实属正常，你们男人看男人像什么话呀？”别发牢骚了，赶快把试吃盘收拾干净，等会儿说不定还会来。他也不知前方是个什么情况，要么这个宋夫子非常严厉，学子们都怕他，要么他非常受人敬仰，不管男学子女学子都喜欢他。前方走来几位身穿长衫的男子，身后追着一大群人。沈乔循声望去，一眼就看到人群中鹤立鸡群的宋青雨。切，好好的书院夫子，整得跟花魁出街似的。呸，长得还没小爷好看呢。这群人真是瞎了眼。
同宋清宇一同出学院的夫子们朝他拱手告别。宋夫子，明日再向你讨教策论的问题。今日本想邀你去家中小坐，只怕你一时半会儿走不开了。不管男学子还是女学子，全部以探讨课业为由，接近宋清宇，将他围得水泄不通。今日家中有事，恐怕无法为学子们解惑了。等明日开课，学子们再来找我。宋清宇说完，撩起袍子大步往前走。当经过零零嘴时，看到一抹熟悉的身影在忙忙碌碌，他突然顿住脚步，目光落在沈乔的身上，再也不曾移开。他怎么在这里？莫非听说我在南墨书院当夫子，特意赶来？若是从前，宋清宇定会厌恶地蹙着眉头呵斥，如今嘛，心中竟泛着丝丝欣喜。沈乔将试吃部分用小碗装好，朝宋清宇笑笑，客气而又疏离。各位夫子，尝尝铺子的新品薯片吧，保准好吃的香掉大牙。宋清宇一言不发，就这么直直地盯着他，仿佛有千言万语要讲。沈乔只觉得脊背有些发寒，抬头发现不少女学子都在看他，他赶紧朝铺子里面喊了一嗓子：白修，快过来帮忙了！沈乔朝着人群吆喝一嗓子，手持试吃薯片分发给最前排的人，当然宋清宇也有份儿。白修双眸一亮，暗暗拍了拍自己的大腿，虽然这小白脸长得不如他，但人气旺啊，站在这里是活生生的招牌，不用白不用。各位，我们零零嘴新品上市，大家先尝后买，觉得味道不错的呢，可以进铺子购买，不过每人只可以买2两啊，先到先得。话音刚落，人群蜂拥而至，差点将零零嘴的大门挤掉。白修乐得合不拢嘴，沈乔拍了拍他的肩膀：傻乐什么呢？赶快帮忙呀！沈乔随着店小二一起帮忙称重、打包、收银，忙得脚不沾地，期间连个多余的眼神也没给宋清宇。不到半个时辰，2大包薯条加薯片一扫而光。沈乔揉了揉咕咕叫的肚子，朝白修摆了摆手：我快饿死了，赶紧弄点吃的来。等我数完再吃。银子银子，他现在脑子里都是银子，哪里还顾得着饿不饿？沈乔饿得有气无力，正想钻进厨房弄点吃的，却见门口飘过来一抹修长的身影。定睛一看，宋清宇怎么还没走？我先回去了，银子你数好记账上。白修头也没抬，直接摆手：妈，知道了知道了，不用你交代。沈乔直接越过宋清宇，往看牛的大爷那里狂奔而去。他可不想引起没必要的误会，赶紧去回春堂找裴衍。赶着牛车左拐右拐，身后总算清静了。沈乔才催动意念，从空间掏出2根火腿肠、1包吐司，用吐司夹起2根火腿肠，张开嘴咬上去，正大口大口吃得起劲儿，忽然被一辆马车拦住了去路。沈乔赶紧急刹车，口腔里的火腿肠卡得他直翻白眼。大娘，一道温润的男声夹杂着焦急在耳边响起，沈乔翻着白眼说不出话来，眼泪鼻涕直流，简直形象全无。模糊间只看到一抹白影从眼前飘忽而过，紧接着整个身子腾空而起，一双大手环抱住他的胸骨以下位置，另一只手包住拳头开始往上冲击。沈乔觉得卡在喉咙里的火腿肠快出来了，刚要松口气时，听到耳边响起一声怒吼，那块火腿肠又滑了下去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不远处裴衍紧握拳头咯咯作响。这个女人说她谈了笔大生意，她忙好回春堂的事，闲来无事便往长阳街溜达，顺便看看这个女人在长阳街做什么生意。没想到竟然看到她和宋清宇搂搂抱抱的一幕，两人多亲热啊！尤其是那个女人，脸色红的就像煮熟的虾子，一双眸子氤氲着雾气，该死的娇羞可人。宋清宇还在温柔地拍着她的背，仿佛他刚才的怒吼吓到了那个女人般。裴衍越想越气，脸色陡然阴沉下来，手指紧握成拳，大步跨向两人中间，一把推开宋清宇，将沈乔捞进怀里，死死扣住他的腰肢。宋清宇意识不稳，被裴衍推得后退几步。宋清宇话刚出口，就被裴衍的怒喝制止。沈乔杀了2个男人的心都有，他觉得自己快死了，翻白眼已经不足以表达他喘不上来气的表现。他直接双手掐住自己的脖子，嘴里不停地呜呜哇哇着。裴衍这才发觉不对劲儿，半晌后，在裴衍的急救下，沈乔咔的一声吐出喉咙里卡着的火腿肠，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。原来这女人吃东西被卡住了。宋清宇眸色复杂地盯着两人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你丫的饿死鬼投胎啊！走路不看路，老娘驾着牛车走得好好的，你非要从中间横冲直撞，老娘死了做鬼也要拉你垫背。今日不赔个810两，别想走。
宋清宇闻言心里一痛，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眼前的女人是沈大妮吗？他可从来没有疾言厉色的对我说过话，哪怕只是拔高音量也不曾有。今日怎将我骂得这么难听？我身上没有这么多钱，这块玉佩成色极好，是我母亲留给我的，我自小就戴着，这个你应该知道，不如我将它配给你。玉佩，沈乔凑近看了看，成色果然不错，若是卖了应该能值个180两。刚要伸手去拿，却被裴衍一把夺过。娘子，这玉佩我替你收着，改天找个空隙将它当了，买补品给娘子补身子。姓宋的想将贴身的玉佩送给他的女人，试图用旧物唤起旧情，裴衍绝不允许两人再有旧情复燃的可能。宋清宇眼底闪过一丝恼怒，极快却被他压了下去。娘子刚刚被卡住身子，虚弱的紧，不适宜走动，好好在车上坐稳了，为夫带你去吃好吃的。沈乔无语，今日这男人跟吃错药似的，忽而眸色猩红，跟吃了火药一样，忽而柔情似水，差点让人招架不住。两人没管呆愣在原地的宋清宇，驾着牛车扬长而去。翌日，沈乔一大早起来吆喝着要收购土豆山芋，邻居们好奇过来打听：裴衍家的，你收购那么多土豆和山芋干什么？当然是领着大家发财了。沈乔说完，开始向众人画大饼。我呢，先试试水，若是能卖得出去，能找到商家收购我做的淀粉，届时带领全村发大财。到时候各位来帮帮忙啊！放心，工钱和午饭少不了你们的。众人一听，跃跃欲试，纷纷撸起袖子要帮忙。话说裴衍，他揣着沈乔给的一小袋调味粉和一张纸，驾着牛车找零零嘴。当看到大内密探零零嘴几个字时，嘴角抽了抽，这谁起的名字，幼稚的要死。这位客官，你要点什么？咱们铺子里是应有尽有啊。裴衍负手打量四周，白修摇着扇子从后厨出来了，不停地向门口张望着。沈姐姐怎么还没过来？天天让我等，等得小爷望眼欲穿。小爷早晚娶了她，到时候连人带方子全是小爷的。感受到一股冷厉的视线，白修挠了挠脖子转身。当看到裴衍时，脊背发凉。他貌似没得罪这人吧？怎么看他的眼神那么恐怖啊？这位客官，你要点什么东西？我们铺子里应有尽有。你是这的掌柜？是啊。这是我娘子沈乔托我给你的薯条、薯片炸制方法，袋子里是调味粉，若是不够了，可以去回春堂找我。他特意将娘子沈乔4个字咬得极重。他还真澄清了。哼，他告诉你他没嫁人？没有。沈姐姐说她早已嫁人为妇，是2个孩子的娘，是我不敢相信罢了。顿了顿，白修嘻嘻哈哈的上前，脸笑得快皱成了菊花。哎呀，原来你是姐夫呀，真是一表人才，气宇轩昂啊！沈姐姐嫁给你真是有福气。裴衍扯了扯嘴角，挂起一抹若隐若现的笑。有什么需要传达的，直接去回春堂找我，我会告诉我家娘子。说完，头也不转的就走了。白修伸长脖子望了望，见裴衍走远，才松了口气，拍了拍胸脯，满脸可惜。沈姐姐这嫁的是什么人呢？冷冰冰的一张脸，谁受得了？什么气宇轩昂啊！论英俊，小爷才能数第一。夸你2句，嘚瑟的不知道什么样了。我呸！就你那熊样，一点也配不上沈姐姐。裴衍突然又拐了回来，吓得白修的心脏差点从胸膛里跳出来。他拍了拍胸脯，讪笑道：姐夫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裴衍一言不发，冷冷地瞥了白修一眼，拿起桌子上的皮鞭。这人难不成要打我？赶牛的鞭子忘带了。白修这才松了口气，擦了擦额头的汗，起身将裴衍送到门外。姐夫慢走，慢走啊，姐夫，有空常来玩啊。娘以后不能在背后说人家坏话了，被逮到不止尴尬，要是挨顿揍，那小铺子的名声就毁了。沈乔请了不少人来帮忙，大多数都是富人，工钱10文钱一天，包午餐一顿。你们听说了吗？如花将徐月香给打了，连裤衩子都被扒出来挂在了树上。你们不知道徐月香有多惨，小脸又红又肿，头发都薅秃了几块呢。就是做生意就做生意呗，非要做副理正的生意，谁不知道如花是个醋坛子呀？泼辣又火爆，谁沾谁炸。王二能当上副理正，靠的还不是如花的娘家兄弟？这女人娘家硬气，活的才叫滋润，想
打谁打谁啊！如花是谁呀？如花是流放村第一泼妇加毒妇，她有亲戚在县城当官，在村子里横行霸道惯了，从来不讲理的。如今被副里正从娘家哄回来，想被打得半死。等她反应过来后，怕是要将毁她丈夫名声的人撕碎八瓣。好姐姐，你最近可小心着点儿。张寡妇眼神一凛，气势丝毫不输。我怕他，老娘曾经镇蛤蟆村靠的可不是说说而已，他敢撞上来，老娘跟他拼命。虽然嘴上这么说，但内心却虚得厉害。他怎么脑子一热，将副里正的阿扎氏抖落出来？几位妇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。这时从门外冲出来一个孩子，正是张里正的孙子大牛。裴婶子，小璇被人打了，你快去看看。沈乔赶紧丢下手中纱布，急忙冲了出去，就见裴璇趴在地上，裴珠拿着棍子要打王小胖，而楚灵和二壮被王小胖的跟班揍得毫无招架之力。两个小杂种，竟敢挡爷爷的路，揍不死你们，我就不姓王！王小胖狠狠拽住棍子，猛地一甩，裴珠倒在地上不停地哭。王小胖再次举起棍子朝裴珠的手上砸去。沈乔眼疾手快，从地上捡起一颗石子，使劲掷了上去。谁打我的手？这时从墙角冲出来一位黄衣姑娘，指着沈乔就开骂：你谁啊你？凭什么扔石子打我弟弟？沈乔眯了眯眼，面前的姑娘17、18岁，鼻孔朝天像只猪，满脸雀斑，皮肤又黑又黄，乍一看还以为是游戏里的猪刚鬣。哪里来的猪啊？你哪只猪眼看到我扔石子了？王梦娇是王二和如花的女儿，王小胖的姐姐，已经18岁还没有嫁出去，最讨厌别人说她长得像猪。你才像猪，你全家都是猪！沈乔左闪右闪，王梦娇就是打不到她，气得叉腰要直骂：贱人，长得狐媚风骚，一看就和徐月香是一路货色。你长得像癞蛤蟆，不但丑陋，还和猪是一路货色。长得丑不是你的错，出来吓人可就不对了。赶紧收拾收拾躲起来，少在这逼逼赖赖的。王梦娇气得脸色涨红，浑身发抖，哆哆嗦嗦说不出一句话来。王小胖见姐姐受欺负，捡起地上的石头朝裴珠砸去。沈乔见状，抬脚将王小胖踹飞。沈乔拎起王小胖的脖子，刚要教训一顿，王小胖的娘如花听到动静跑来了。哎呦，哪个不长眼的贱货敢欺负我儿子？哼，打他怎么了？小王八羔子年纪轻轻的满嘴喷粪，跟吃了屎一样臭。还有你家那只猪，关到猪圈里别放出来了，不吃2斤大粪，喷不出来屎。两姐弟仗着人高马大欺负我儿子闺女，脸呢？你们都不要脸，我干嘛讲武德？如花愣住了，她没料到这女人竟敢反驳。她将手腕握得咔咔响，拉足了架势，朝沈乔冲了过去。几个回合下来，如花渐渐落了下风。王梦娇见状，拎起棍子冲了上去，母女2人2打1。听到动静的妇人跑出来看热闹，张寡妇紧随其后。当知道跟沈乔对打的2人是王二的婆娘和女儿时，嘴巴一咧，开心的嗓子眼差点蹦出来。我有同伙了，从此啊，不怕单独被针对了。有了沈乔作伴，我放心得多。攻他下盘，一腿扫一个，出手要快。哎，快，薅他头发！我打死你个贱人！这次沈乔没再躲了，直接反剪住王梦娇的手臂，抬腿压下她的腿窝，令其动弹不得，击打着她的胸部、大腿根、小腹部就掐，力道十足。王梦娇被掐得哇哇乱叫，心中又愤又恨。徐月香躲在不远处，笑得一脸荡漾。打吧，使劲儿打，都打死才好。如花这个老娘们，二话不说将我暴揍一顿，恨得牙痒痒。还有那个王梦娇，长得猪头猪脑，18岁了还嫁不出去，跟如花长得一样丑却不自知，整天想着嫁俊俏的如意郎君。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长得丑想得挺花儿。裴岩赶着牛车来到村子口，便看到一辆低调的马车朝李正家而去。他伸长脖子看看，发现张李正和傅李正点头哈腰地迎接马车里的主人。马车右侧站着位凶神恶煞的黑脸小厮。马车内下来一位男子。这座大佛怎么降临流放村了？难不成他顺藤摸瓜，查到黑匣子被我拿走了？不对啊，我处事小心谨慎，那2人也被杀死，认路慎行，手眼通天，也不可能查到我。裴燕继续扬起鞭子，轻轻抽在牛屁股上往家赶。当看到满院子的土豆、山芋，还有磨碎的浆水，裴燕的眼皮子直跳。那女人又在搞什么？院子里大盆、小盆、小缸、大缸全部摆满，土豆、山芋堆成小山丘高，
家里一个人都没有。人到哪儿去了？裴兄弟，出事了！出什么事了？是沈大妮。我说如花跟谁打架呢？原来是你家婆娘。这如花被打得满脸是血，披头散发的，你家婆娘要完了。他就知道那个女人不会吃亏，打就打了呗。若不是别人找茬，那个女人绝不会主动动手。流程急得团团转，他看向裴炎。你要知道，如花的爹在县城里当官，听说是巡逻的监视，跟主簿大人关系好得不得了。万一王二跑回去告诉他岳父，明日将你家婆娘抓了，那可怎么办呢？裴炎这才抬眸，急匆匆往外冲去。今日过来，所谓何事？打听到汝南王世子的下落了？没有，学生派人手多番打听，终于找到了黑匣子。本来想顺着黑匣子查下去，谁曾想有人潜入了太守府，盗走了他。我的人多番追杀，却死在了流放村附近。学生猜想，盗走黑匣子的人应该是逃至此处，隐秘在了流放村。我会让人多留意流放村的人，事情得慢慢来，不用急。听说老师收了个孙子，并且亲自教导他学问。谈到孙子，张玉的脸上才露出笑容。年纪大了，最怕孤单，有个小家伙陪在身边，才觉得日子应该是温暖的。哦，对了，改日找个机会将我那孙子转成良籍，我还指望他继承衣钵考状元呢。陆慎行点头称是。临走之前，他告诉张玉，他的舅舅清水县县令也被朝廷流放此地，他想法子将人分到张玉手底下，希望他能帮忙照顾一二。裴衍正是这个时候冲进来的，他直接找到张理正，说副理正王二的家人仗势欺人，殴打他的娘子和孩子，请求他做主。张理正战战兢兢地等着陆慎行问话，听到裴衍过来请他主持公道，松了口气。大人，村里有妇人在斗口角，小的要去处理，请大人批准。王二听裴衍恶人先告状，当下急红了眼。你少污蔑，我家人一向安安分分，从来不会跟村里人发生口角，你少往我头上扣屎盆子。裴衍没理会王二的歇斯底里，径直走到张玉跟前。你孙子也被打了？什么？哪个小兔崽子活得不耐烦了啊？竟敢打我孙子！自从认了楚林当孙子，他自小被欺负的事儿，张玉可没少听。当时心疼得不得了，还没找到机会给孙子出口恶气，没想到他们自个儿撞上来了。等他们赶到时，就看到混乱不堪的场面。裴玄等人将王小胖骑在身下，按胳膊的按胳膊，按腿的按腿，捏起拳头朝他脸上招呼。如花被王氏锁住喉，啊巴啊巴的说不出话。沈乔反剪住王梦娇的双臂，不停地掐掐掐，哪里私密掐哪里。裴衍眼角加嘴角直抽抽，不停地朝沈乔使着眼色。沈乔心领神会，猛地松开王梦娇，后退几步，直直地倒在张寡妇身上。又来这招，这女人又来这招！哎呀，沈妹子晕过去了。王梦娇年轻力壮的，沈妹子年纪大了，腿脚不利索，打不过她呀。哎呦喂，我的沈妹子耶！沈乔被张寡妇掐得差点醒来，这娘们儿公然报私仇，早知道不往他这儿躺了。王氏见李正来了，连忙松开锁喉的手，如花趁这个功夫猛地挣开，王氏趁机扑通倒地，揉着大腿哀叫连连。哎呦，我的老寒腿呀，不能动了！如花仗着年轻殴打老人呢！众人大跌眼镜，下巴惊得2尺长。王二面色阴寒地站在一旁，如花发丝凌乱，连滚带爬跑到他旁边，尖酸刻薄地告状：哎呦，当家的，你来了！我快被那死老太婆给勒死了！哎呦，我没脸见人了！你闺女儿子都被他们一家按着打呀！爹，他装晕，刚才掐得我疼死了。爹，他们打哥哥，打我，打娘，打曾祖母，哥哥的手都破了，膝盖也破了。爷爷，王小胖打我，你个没人要的小兔崽子，犯人生的恶贼，竟然敢告爷爷的状！张玉眉头紧皱，目光犹如闪着寒光的刀锋一般，射向王小胖。王小胖一愣，被吓得哇哇大哭。不过是个被流放的犯人，竟然敢瞪我家儿子！大犯人带着小犯人，我呸！再敢瞪一个试试，老娘将你的眼珠子挖下来！王二捂了捂快炸开的脑袋，蹲在了地上。
这妇人和女儿简直跟猪一样蠢，尤其是这个蠢妇竟然指着张玉的鼻子骂。张玉虽然是犯人，但他不是普通的犯人。沈乔在张寡妇的摇晃下悠悠转醒，趁眼唇咳嗽的间隙，偷偷从空间拿出口红抹在嘴角。相公，裴雅含了眸子，大步上前将沈乔揽进怀里，恶狠狠地瞪着王二。副理正，希望你给个说法。王二刚想开口理论，王氏哎呦哎呦的再次嚎叫起来。我的腿啊，怕是不能动弹了。我年纪大了，经不住打呀。如花体型庞大，她要打我孙女儿，我硬是摁不住啊。可怜我的老胳膊老腿，哎呦，傅里正的家人仗势欺人了，我们逃荒来的外地人受尽欺负呀。陆慎行看得起劲儿，饶有兴趣地摩挲着下巴，啧啧两声。女人的战场相当精彩且凶残，比梨园的大戏台还能唱。大人，这孩子和妇人间的口角之争辱了大人的耳朵，我这就将他们领回家，好好教训。陆慎行没有说话，而是将目光转向张玉。妇人和孩子间的口角，若是口角能将人打成这样吗？你瞧瞧，他的嘴角流血，站都站不起来。还有那个老太太，年纪那么大了，你们也下得去手？我们是流放的犯人，活该被欺负，活该被打。寻衅滋事，恶意群殴，本官既然目睹，定会调查清楚。如花还在哇哇乱叫，王二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他立马闭了嘴。而王梦娇痴痴地望着陆慎行，就连鼻涕滑落到嘴里也不自知。大人要为民女做主啊！那个姓史的贱人掐得我浑身好疼啊！大人，陆慎行没理会他，而是饶有兴趣地看向装虚弱的沈乔。你来说，这个女人有些眼熟啊，是不是在哪里见过？既然要为老师出气，他总得走个流程。沈乔虚弱地咳嗽两声。大人容禀，小夫人没动他一根手指头，也不曾掐过他。他们母女殴打小夫人时，小夫人一直躲避，不曾还手。谁曾想一时的善良，竟为自己酿成大祸。小夫人现在胸闷气短，怕是……哎呀，快点掐人中，马上要晕了。沈乔翻了翻白眼，硬是没晕倒。好你个张寡妇，竟然公报私仇！淑花母女下手忒狠，你看看沈妹子都吐血了。她也不知道沈乔的嘴角为何突然多了抹红色，但这个女人一向能装，她这么说总没有错。陆慎星和裴燕同时望去，当看到嘴角的那抹鲜红时，不禁疑惑何时吐血了。张寡妇继续添油加醋。大人呐，王老太太年事已高，被如花打得还趴在地上呢，怕是腿都断了。本来老胳膊老腿的就不经摔，再加上摔断了腿，五脏六腑移了位，怕是不太好了呀。他不敢说时日无多4个字，怕王氏和沈乔以后找他茬儿。他聪明着呢，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。王梦娇见状，哭得眼泪汪汪，自以为梨花带雨能引人注意，谁曾想是丑上加丑。大人，他虽然没打，但掐得民女浑身疼。陆慎行捂了捂眼睛，转过身去看沈乔。相对来说，还是这妇人养眼些，对着那些丑八怪，隔夜饭都要吐出来了。你说我掐你了，倒是说说看，我掐你哪里了？若是说不出个所以然，便是空口白牙污蔑我。这让我怎么回答？那贼人反剪住我的胳膊，死死压住我的双腿，确实没打我，倒是带着我胸部的软肉就掐，还有大腿根和胳肢窝里侧，又疼又隐蔽，全是私密不能说的地方。打人不见伤，杀人不见血，这贱人好手段。王梦娇又羞又气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张寡妇见状，开始神助攻。大人，你看呐，小姑娘家的不学好，竟然空口污蔑人，仗着他爹是副理正，他外公是县城的监事大人，就仗势欺人呐。我没有污蔑人，我被他们母女打得浑身疼，还有奶奶小轩也受伤了。咱们大度点儿，让他赔个28两医药费吧。小姑娘家的哭得委实可怜。好你个贱人，打了我闺女儿子，想方设法的要讹钱，老娘1分1厘都不给，还要让你坐大牢呢。还有老犯人小犯人，不夹着尾巴做人，在老娘面前逼逼赖赖，明日就让我爹杀了他们。而刚悬下去的心脏还未来得及平稳，听到自家婆娘的话，吓得扑通跪在地上，不停地朝陆慎行跪地请罪。陆慎行倒是赞同赔钱，虽是逃荒来的，但也算良民身份。你家妇人和儿女围殴老人孩子，将人打成重伤，就按他说的赔个28两医药费吧。赔完钱，这事也就算完了。王二有丝犹豫，虽然28两对于他来说是小数目，但贸然拿出，岂不是明晃晃地告诉众人他贪污了？怎么不肯拿钱和解？
大人，28两对于小人来说是天价数字，实在拿不出啊。不过小人的小舅子是做生意的，不如过2日借了钱再赔他医药费。大人，过2日再给钱，只怕小人的娘子和奶奶受不住。既然傅理正拿不出银子，而我的家人又需要看大夫，不如将手上的金指环抵押赔付吧。哪有什么金指环啊？胡说什么呢？陆慎行朝黑衣扬了扬下巴，黑衣得令，上前擒住王二的手臂，将那枚金指环脱了下来，恭恭敬敬地递给自家主子。大人，我可没贪污1分钱呢，这是用我婆娘的陪嫁镯子打的。本官什么时候说你贪污了？收好，去铺子里抓点药，为你家娘子治伤。最后一个伤字特意上扬了尾音，沈乔听得心肝探颤。莫非这大人火眼金睛，看出了我在装？看出来那又怎么样？这陆慎行还欠着自己2000两，我只是不敢找他要而已。也不知道清水县县令和骆冰如何了，10亿方子是否控制住了疫情？裴衍将沈乔抱回家后，王氏也在2个小家伙的搀扶下一瘸一拐进了院子。裴珠赶紧将自家大门关上，并朝王氏摆摆手：“曾祖母，外面没人了。”哎呦，我的娘啊！第一次扮柔弱真不是人干的，还是打架实在些。放我下来吧，自家院子没有其他人了。演戏要演全套的。王家吃了哑巴亏，如花回到家，指着王二的鼻子就骂：“你个没用的废物！老娘嫁给你还不如嫁给一只猪呢！闺女儿子都被欺负成这样了，竟然还被那个贱人讹走了金指环！我早说就应该喊我爹帮忙，你非要凶我瞪我，老娘在人前给你3分薄面，你就想开染房了是不是啊？”有本事你现在就回娘家，看我不休了你！你知道你口中的老犯人是谁吗？啊，那是陆大人的老师，曾经的首辅大人。哪怕他们落魄至此，也不是我等可以欺辱的。若你再冲动，别说我的理政之位，就连你父亲也要下大狱啊！当家的，那咋办呢？如花别的不怕，就怕他爹丢了官位。这几天老老实实在家待着，不许出去乱跑乱闹。要不我回娘家躲一阵儿吧？行了，以后少往娘家跑。这几日乖乖待在家里，哪里也不许去。还有那2个也少给我惹事儿。王二训斥完就出去了。王二背着手往采石场的方向赶去，刚靠近陆慎行的住所，便被黑衣赶了出来。大人舟车劳顿，正在休息，闲杂人等一律不见。王二拐了个弯，朝徐月香家走去。徐月香看了一场大戏，在家里乐得唱起了曲子，娇柔妩媚的嗓音勾得王二魂都掉了。他撩起衣摆别在腰带上，踩着墙外的大树爬上了墙头。徐月香正咿咿呀呀唱得起劲儿，听到墙外的动静，吓了一跳。谁？是谁？这还不到接生意的时间，怎么会有人来得这么早？不会是张寡妇又来上树了吧？当看到来人是王二时，你还敢来找我？你那婆娘将我打得遍体鳞伤，连你的人影也见不到。快走，别耽误老娘做生意。月香，你也知道我在她手下过得很艰难，那女人比母夜叉还难缠呢。这次委屈你了。王二说完，从兜里掏出一根素银簪子递过去。徐月香接过，翻了个白眼。这根素银簪子就当你给的瞟刺了。来吧，速战速决，我后面还有生意呢。王二也没犹豫，直接将徐月香抱上了床，一番不可描述之后，你快走吧，否则你那婆娘杀过来，我可没有多余的命。王二叹了口气，将今天所发生的一切告诉了徐月香。陆大人没走。哎呦，来之前特意去拜见陆大人，不曾想被他的侍卫赶出来了。陆大人血气方刚的年纪，我私心想着送个美人讨好讨好，谁知连大人影子都见不到啊！既然想送美人讨好，不如舍远求近。你看看我怎么样？王二眯了眯眼，打量徐月香半晌。怎么嫌弃我拿不出手？知道自己拿不出手还问？你也不打听打听，方圆几十里能找到老娘这么标致的人吗？免费帮你讨好大人，你还不愿意？徐月香气得掀开被子，一脚将王二蹬了下去。快滚快滚！一根素银簪子就耽误老娘的时间，我还要接下一单呢。王二不紧不慢地捡起地上的衣服穿上，头也不回就走。等等，我突然想到一个主意，这村子除了我，还有一个标致的女人。谁啊？王二虽然这样问着，脑海里却突然冒出来一抹人影，不正是今日讹他钱的女人吗？不过那女人不好搞，他也没这个胆子。徐月香白了他一眼，嘲讽了句：怂货，她不过是逃荒来的女人，无权无势的。今日不就是仗着陆大人的势力才讹走了你的金指环？陆大人为何会向着她？
两人素未谋面，还不是见色起意？男人嘛，你懂的，都是用下半身思考的。你若是想法子将他送到陆大人的床上，我敢保证，以后升官发财的机会任你挑选。王二被说的有些心动，但还是有些怕。哎呀，行了，大人物的主意咱们少打，好好保住自己的小命要紧，别想那些有的没的。我县城里有个小姐妹，专门倒卖些药物，就是那些男女动情的虎狼之药。你想法子给那女人下了，她生扑陆大人可就不关咱们的事了。陆大人就是发怒，找的也是那个女人。以王二的阴险，此事恐怕不会善罢甘休，咱们以后行事得小心了。怕什么？小小喽啰敢在我面前撒野，一枪崩了他。枪崩谁啊？意识到说漏嘴了，沈乔打了个哈哈，开始打马虎眼儿唱了起来。蹦蹦锵，蹦蹦锵，蹦蹦锵，蹦锵蹦锵蹦锵。你耳朵眼花了吧？我在唱歌呢。听着牛唇不对马嘴的解释和女人满口胡诌，裴岩满头黑线，一问到关键的问题就开始装疯卖傻。上次说自己是9天仙女下凡，现在又开始蹭蹭蹭枪，枪枪蹦。我要睡觉了，别打扰我。裴岩无语，他明明听到这个女人说用枪崩了谁，枪崩，想到收藏起来的那块铁片，裴岩总觉得那玩意儿是崩出来的。整整一日晒下来，白花花的土豆淀粉晒成了干块。沈乔小心翼翼地将淀粉块装在干燥的盆里，准备明天再晾晒几天。这时有人敲响了他家的门，打开门就看到张寡妇贱兮兮的模样。他抄着手闪身进了院子，打量了一圈，问道：哎，你不是要磨淀粉吗？粉呢？我还没找你算账呢，你自己倒是找上门来了。说你掐我人中，是不是公报私仇？什么公报私仇啊？你瞎说什么大实话？还不是，我是说你装晕太像了，我真以为你不行了。我一着急就想到了掐人中。哎呦姐妹啊，咱们一路逃荒能够活着安定下来，多亏了你，我可对你感恩戴德，恨不得日日对你叩拜呢。哎，行了，少在我家逼逼赖赖的，我忙得很，没闲工夫招待你。张寡妇脸皮超级厚，任沈乔如何驱赶，愣是不走。我就是好奇，你啥时候吐血了？而且血还蛮香的。我全身都是香的，血液自然也香。张寡妇嫌弃地撇了撇嘴，拉开架子就要走，见沈乔不喊住他，又转身返回，神秘兮兮道：你不问问我为啥来你家？爱说不说。昨夜里我又去爬徐月香的墙头外的大树了，你猜我看到谁了？你又爬树啊？还是专门爬徐月香院外的树？我还不是为了你考虑呀，咱们俩也算半个姐妹了。白日里你得罪了王二一家子，我怕你遭受报复，私心想着王二心里气闷，肯定会找徐月香发泄呀。说到这里，他顿了顿，抬眸看向沈乔，一脸坏笑。你猜我听到了什么？还能听到什么？左右不过是男女之间的那些事儿。沈乔现在已经不忍直视张寡妇了，他不仅癖好特殊，就连口味也……别用那副表情看老娘啊！告诉你，我听到的可跟你有关，跟我有关。难不成他们商量着怎么算计我？嗨，这都被你猜中了！哎呦，你这脑袋瓜子是怎么长的呀？他们是怎么算计我的？是套麻袋打我，还是让他的岳父逮捕我？都不是，他们要将你送到陆大人的床上。你还真是好福气呀！陆大人可是锦城的土皇帝，姐妹，你要是跟着陆大人发达了，可别忘了拉我一把，到时候帮我家二狗子讨个媳妇儿，我感谢你18倍。去你丫的！哎，姐妹，我来为你通风报信，你怎么能出手打人呢？没天理啊！闭嘴！张寡妇能来通风报信儿，沈乔感激的紧，但她的嘴实在太瓢。姐妹，过来！我不过来，万一你打我怎么办呢？你过来，我保证不打你。我需要你帮忙。张寡妇还在犹豫，沈乔直接来了句：你帮了我这个忙呢，我保证你家二狗子能娶个如花似玉的媳妇儿。什么忙啊？你说。夜幕降临后，一家人吃了饭，洗洗睡了。沈乔又听到敲门声，他以为是张寡妇没完没了，气得他一脚蹬开被子。干嘛这么大火气啊？你躺着，我去开门。不用。说话间，沈乔已经下了床，捏紧拳头去开门。除非张寡妇有了不得的大事儿，否则扰人睡眠，天打雷劈。开门后被3个乞丐模样的流放犯人惊了一跳，沈乔捂住通通跳的心脏，问道：你们干嘛？沈妹子，怎么是你啊？沈乔的余光从无敌身后扫过，接着看到了脸比锅底还黑的人，他正咧着嘴，满脸惊喜，嘴里不停地喊着：姐啊，缘分呢！黑漆漆的犯人正是骆冰。紧接着张立正不好意思地从后面冒了出来：
裴家的，我找你商量个事儿。一炷香后，裴衍和沈乔携手送李正出了门。吴迪和骆宾的到来令人始料未及，更离奇的是，他们竟然是受了清水县县令张松的牵连。而令沈乔更加愧疚的是，清水县县令是受了方子的牵连。裴衍烧了一大锅热水，让几人洗洗。谁料想吴大善人扑通倒在地上，吴迪急忙跪在地上喊爹。离奇的是，骆宾也跪在地上喊爹，那焦急的模样就跟吴大善人是自己爹似的。骆宾为他把了脉，无大碍后才松了口气。爹只是饿晕了，吃点东西就好了。光顾着收拾前院了，忘了给你们弄点吃的，我这就去煮面。你为什么喊吴大善人爹啊？难不成骆宾认吴大善人为干爹了？还是说骆宾是吴迪流落在外的妹妹？我现在嫁出去了，是吴迪的妻子，怎么样，神奇吧？以后再也没有人说我是老处女了。虽然我现在也是处女，但是相信不久的将来，我和吴迪骆宾一直在那儿傻笑，也不知道脑子里在想什么。只有吴迪拱了拱手上前，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沈乔。都怪我，只想着将方子拿出来救万民于水火，没想到给县令大人以及各位朋友带来了灾难。怪不得空间里的系统没给奖励，原来他救人不成，反倒害了人。几人吃完后便告辞了，还说明日男人们要去采石场上工，早睡早起。只有张松磨磨唧唧不想走，他抬头看了看沈乔，欲言又止。张大人，你是有什么话要问吗？别，我现在就是一流放犯人，别乱叫什么张大人了，以后叫我老张吧。你有没有找我那外甥要钱呢？我那外甥如何了？听说他在稽查司担任司长，也不晓得会不会到这犄角旮旯来呀。我哪敢找你的外甥要钱，不过我相信他很快就会来找你的。翌日，沈乔将骆宾喊来，将做好的一大锅稀饭包子端给他。早饭还没吃完，我煮了4人份的，应该够你们吃。骆宾那一脸娇羞的模样，沈乔就知道他们已经嘿了。想想自己和裴衍，自从他上次受伤后，裴衍总是有意无意地躲着他，要想嘿，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。胡思乱想些什么呢？你为什么打自己啊？被滋润了就是不一样啊，整个人有女人味多了。你别打趣我出尝情滋味，自然比不得你们老夫老妻日日夜夜的。老夫老妻日日夜夜，沈乔摩挲着下巴怔愣住，谁跟裴衍日日夜夜了？跟骆宾相比，她才是真正的老处女。哎呦，此事千真万确，是徐月香亲口告诉我的。她可嘚瑟了，还说以后攀上了高枝，照我好看呢。张寡妇唾沫星子满天飞，不断的将她撞见王二和徐月香的事儿添油加醋。人家两人私会的事，怎么回让你撞见？就算王二要将他送去八戒上头的，这么私密的话题，怎么就让你听到了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我和徐月香有仇，他们俩幽会，专门找我经过的地方。那天夜里，我家的鸡不见了，谁知道跑到了徐月香的家里，不是他偷了我的鸡，将我引过去，还能是谁啊？他早就想找我报仇了，这下好了，让我知道他攀高枝的事儿。我呸！人家大人能看上他一个阿杂的破烂货。张寡妇眉飞色舞地描述着，恰恰王梦娇捏着帕子经过，他往采石场转了一圈，本想一睹陆慎行的风采，谁知连个人影子也没见着。张寡妇，你再污蔑我爹的名声，信不信我让外公找人将你抓起来？还有你家二狗子，以后也别想在村里好过。张寡妇并没有给他吵，而是用一种怜悯的眼神打量着他。哼，真不知道王二的脑子是怎么想的。他闺女好歹是清白人家的姑娘，年纪又不大，怎么就将主意打在了徐月香的身上？年纪又大又不干净，还你个满嘴喷粪的寡妇，竟然公然侮辱人！骂人就骂人，怎能说话这么难听啊？孟娇，你误会了吧？你难道不知道你爹打了主意要将徐月香送去伺候大人物吗？要我说呀，送那个娼妇去讨好，还不如送你去呢。起码是清清白白的姑娘家，与其成全一个娼妇，还不如成全咱们自家人。张寡妇摇摇头走了，语气十分可惜。王孟娇一愣，呆呆地看着张寡妇的背影，半天没缓过神来。想到这些天他爹的不寻常，还有藏起来的那包药，当时他和弟弟以为是糖，想要来吃，谁知被他爹狠狠呵斥了一顿，还说这玩意儿姑娘家的千万不能碰。我爹果然是被狐狸精勾了魂，明明知道我喜欢陆慎行，却不为自己的女儿创造机会，白白便宜娼妇。沈乔将土豆粉、山芋粉丝弄好后，开始熬制火锅底料。姐，你会变戏法吗？我上个茅房的功夫，你就炼制了一大锅牛油，还
有这些牛肉，你是从哪里拿出来的？我家有地窖，什么东西都能储存。沈乔满口胡诌着，端出早已备好的大料，八角、桂皮、香叶、花椒、肉蔻、良姜、千里香，一股脑全倒进去炸香。你倒这么多药材干嘛？太奢侈了吧！你说我刚才倒进去的全是药材？骆冰点了点头，沈乔这才想起，所有植物类香料十有八九都是药材。你姐夫刚开了回春堂，先前的掌柜留下许多药材，你姐夫不想用，非要自己进山采。我想着留着也是浪费，索性把它吃了。唉，老毛病犯了，看到药材就想辩证一二。刚才观察了一会儿，这些药材放一块吃也没啥大碍，只是我从来不知道它们还可以当调味料。三人行必有我师焉，你懂的我不一定懂，我懂的你也不了解，咱们互相学习的地方多着呢。这时门被敲响了，沈乔将瓜子揣进兜里去看门，谁曾想竟然看到了低眉顺眼的如花。那个沈妹子啊，前2日都是我不好，不分青红皂白就与你起了冲突。我家王二啊，狠狠地将我教训了一顿，我也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。今日特意备了这些薄酒薄菜，想邀请妹子去我家，希望妹子能够原谅我。沈乔眉眼跳了跳，如花跟他道歉，比白日见鬼还离奇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我不去。妹子不去就是不肯原谅我，我家王二知道了会打死我的。我为什么要原谅你？哎，沈妹子呀，我实话跟你说了吧，上次咱俩发生冲突，因为我有眼无珠，得罪了陆大人，当家的训斥了我。今日特意想邀请妹子去我家吃酒，就是为了当众向你道歉。陆大人看到我们的诚意，肯定不会怪罪当家的了。如花说完哭了起来。沈妹子呀，我们真的知错了，我家孟娇到现在还没嫁人，不能落了个仗势欺人、泼辣悍妇的形象。你去我家接受了孟娇的道歉，于她的名声也好听些，过了年可就19了，再嫁不出去呀，就成老姑娘了。哎呦，都说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，沈妹子就原谅我这一次吧。行吧，我跟你去。既然他们想玩沈乔，就陪他们玩玩。如花还杵在原地不走，你先回去，我换身衣裳打扮打扮，马上就去。陆大人要来了，还不是上赶着打扮？说到底啊，还是要攀高枝。哎，那行，我在家好酒好菜等着妹子。等如花走后，沈乔带着骆冰去找了张寡妇。事情办得如何了？我办事你放心，大半个村子的人都知道了，王孟娇也知道了此事。放心吧，她绝对会搞破坏，这个鸿门宴呐，伤不了你分毫。希望你能靠谱。当他带着骆冰出现在王二家时，如花皱了皱眉。哟，怎么还带了个人呢？多一个人多嫌麻烦，我还怎么算计这个贱妇啊？不让多带人，那算了，我们回去了。哎，来都来了，吃杯酒再走吧。好不容易来了，若是走了，就前功尽弃了。陆慎行被王二缠得不行，虽然黑衣恐吓了好几次，但这人脸皮忒厚，每日天不亮便来跪拜，点头哈腰的伺候着。今日更是邀请他去家中小坐。陆慎行一直想查采石场和流放村的贪污，一直找不到突破口。这个王二明晃晃的送上门来，陆慎行打算试探一二，就答应了去他家中小坐。王孟娇狠狠地瞪了沈乔一眼，跺了跺脚走开了。要说今天陆大人会过来，我可得好好的打扮一番。我真想将许月香献给陆大人，也不知道那个娼妇会不会过来。还有那些药，怎么能让如此二杂的药玷污了风神俊朗的陆大人？这种药就应该放在锅底下烧了。弟弟啊，爹和娘的屋子里有包糖，你将它偷出来拿给我，我再给你10个铜板。王小胖接过铜板，满口答应。王孟娇回厨房稳住如花，还颇为好心的为沈乔端了杯水，只不过那杯水里被他吐了口唾沫。想到那贱人喝了后再知道的模样，王孟娇得意的差点飞起来。沈乔在屋里坐了很久，也不见上菜，倒是等来了王孟娇送的一杯水。看着上面漂浮着的不明飞行物，沈乔想呕吐。如花，我原谅你了，你和你女儿不用道歉了，天色也晚了，我要回家做饭了。他刚做好的火锅底料还冒着热气呢，也不知道奶奶从地里回来后会不会吓一跳。他没时间跟如花玩了。哎呀，不能走，不能走！如花焦急地望了望门口，正好门被打开了。如花松了口气。大人，您里面请。陆慎行这才注意到院子里还有2个女人，站在最前方的不就是庄晕倒的妇人吗？怎么，2家冰释前嫌了？陆慎行扯了扯嘴角，收回视线，往堂屋走去。如花使劲拉着沈乔的手往屋里推，非要将骆冰留在院外。如花，陆大人如此金贵，我等平民怎敢与其同坐？你推着我进去，岂不是要害我？大人脾气温和，平易近人，自不会与咱们计较。你快进去伺候着。伺候着？
沈乔咀嚼着这几个字，怎么听怎么别扭。听如花的语气，好像她就是个陪酒的。要陪让你闺女亲自去，别拿老娘当垫背。大人，贱内将饭菜做好了，小的帮忙端菜。去吧。大人，小人总觉得气氛诡异，王二怕不是要算计大人？他没有那个胆子。王二走过去，看到如花和沈乔还在拉拉扯扯，掐死如花的心都有了。这妇人怎么办事啊？让他将沈乔喊来，不知道事先下药将他迷晕吗？王二上前又是陪笑又是道歉，才堪堪将沈乔稳了下来。行吧，进去就进去，只要大人不怪罪，我这个小平民百姓受宠若惊啊。王二安排沈乔坐在陆慎行旁边，面上露着谄媚的笑。大人，小人这样安排如何呀？大人一身凛然之气，小夫人不敢靠前，站着就好。王二讪笑两声，出去喊如花端菜了。沈乔静静地站着，一句话也不说。骆冰被留在了门外。王二说，流放犯人的家眷，只怕会污了大人的眼。大人想吃火锅吗？这妇人在打什么主意？陆慎行看了他好大一会儿，发现这妇人长得确实不错。这妇人自认为长得不错，想要攀上他。刚才王二话里话外就是这个意思。沈乔被盯得有些不自然。大人，小夫人今日研究了一道美食，叫做火锅，麻辣鲜香，闻一口让人食欲大增。哼，果然如此。沈乔被这句话蒙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什么果然如此？门外传来嘈杂的声音，夹杂着女人的斥骂声。沈乔心中一喜，连忙冲了进去。哎呦，我的儿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儿啊！只见王小胖倒在地上，呼吸急促，脸色涨红的厉害。这孩子怎么回事？莫非那药被他吃了？这孩子怕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，去给他把脉看看。骆冰上前，却被如花推开，怒骂：滚滚滚！我儿子才不要他看呢，肯定是你不安好心害了我儿子。沈乔看向王二，咱们放下私人恩怨，孩子这么小，若不及时医治，怕是要毁了。王二咬咬牙同意后，可如花非要阻止，被王二狠狠扇了2巴掌。王家若是绝了后，我剥了你的皮。沈乔露出一抹意味不明的笑，看向捂着脸的如花，用口型说出了2个字：蠢货。哎呦！如花气得跳起来要打沈乔，却被王梦娇拉住。娘，现在不是收拾他的时候，你先消消气儿，陆大人还在家里呢。如花呲着下牙，硬生生地咽下这口气。本来办砸了事情，当家的恨不得生吞活剥了他。若是再惊动了陆大人，王二能将他挫骨扬灰，恐怕他娘家人来了也不顶用。边骆冰已经把好脉，当着大家的面蹭地将王小二的裤子一扒，众人瞬间惊呆。沈乔赶紧捂着眼睛别过脸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不可能！如花大概猜出来了什么，她愤怒地瞪向王二。要不是他乱出馊主意，儿子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完蛋了，完蛋了！万一爹娘知道是我怂恿爹爹去偷药的，是不会将我抽筋剥皮呀！小家伙看着也就11、12岁的模样，你们就给他施虎狼之药，这不是害他吗？王二虽然猜到了，但骆冰的话还是炸得他脑袋瓜子嗡嗡作响。求求你，救救我儿子！先前辱骂你是我嘴贱，我该打，求你救救我儿子呀！骆冰看向了沈乔，似乎在寻求他的意见。如花又连滚带爬到沈乔脚下，抹了把眼泪，继续祈求。沈乔将他搀扶起来，露出一副无比心痛的表情。就算你不求我，我也会想方设法的救小胖，他还只是个孩子，他有什么错？骆冰得令，赶紧从衣袖里掏出银针，让王二夫妇按住王小胖，他来施针。过了好大一会儿，王小胖终于不乱滚，脸上的酡红也慢慢消散。也不知道你们哪里来的虎狼之药，此药是朝廷禁药，凶猛得很，成年男子都受不住，更何况是个孩子。我们的医术只能保他的命，怕是以后对子嗣有影响。话音刚落，如花和王二齐刷刷变脸。这药是从哪里来的？如此害人不浅的玩意儿，竟然让孩子拿到！大人，这药是小人买来和妻子调情用的，没想到被孩子吃了去。大人，让大人看了笑话，小的有罪，小的知错。身居高位的哪个不是人精？陆慎行并未拆穿他，只是猛地甩了甩衣袖，阔步离开。小人物的把戏他并未放在眼里，如今竟算计到他头上来了。陆慎行私心认为，凭王二的胆子是不敢算计他的，他的背后肯定有人。沈乔赶紧追上去，陆慎行蹙着眉看向拦向他的女人。今日发生的一切，你怕是早就知道。大人，那王二分明不安好心，大人就这么轻飘飘的走了？大人做事何时轮得到你过问？还不快退下！沈乔扁了扁嘴，退到一旁。陆慎行连个多余的眼神也没给他，直接越过上了马车。
沈乔回到家已经又正18点左右。小朱小轩呢？奶奶带他俩去睡了。今日做的火锅有些辣，不适合一劳两小吃，改日给他们安排清淡的。快点洗手涮火锅吧。裴燕吸了吸鼻子，盯着火锅眼睛不眨。这就是你说的火锅？汤底不停地翻滚着，几人推门进来了。好香啊！几个人围成一圈，橘红色的汤底咕嘟着热气，旁边摆满了菜，就自然有一种热闹的气氛弥漫开来。这是我片的牛肉卷，滑嫩可口，你们尝尝。吴大善人迫不及待地填进嘴里。水，我要喝水。辣死了，好辣，好辣，好辣！快喝点儿，温水能止辣。如果吃不了辣，桌上还有清淡的小菜，你们可以尝尝看。虽然辣，但很过瘾啊！一整天的疲惫都一扫而光了。不得不说，你做的这个火锅吃起来真爽啊！众人一听纷纷动筷，桌上全是嘶哈嘶哈的声音和咕嘟咕嘟灌水的声音，尤其是这麻辣的口感，直接冲击人的灵魂，让人忘掉一天的疲惫和烦恼。翌日，沈乔起来晒淀粉，裴燕蹲下身子，捏起一小撮淀粉碾了碾，又放进嘴里尝了尝。这就是你制作出来的淀粉？对，火锅里的土豆粉还有粉丝，都是这些粉制作而成。裴燕动了动唇角，觉得不可思议，这女人怎么什么都会？涮火锅的食材也是她自己做的。今日怎么不去回春堂？自你盘下回春堂后，3天2头的不去铺子里坐镇，本就偏僻的地方，恐怕日后会荒废下来。裴燕想说我没钱买药材，沈乔突然打断了他。对了，那日娥送青雨的玉佩和王二的金指环你当了没？没有啊。那你还不去啊？赶快将东西当了，换成银子。回春堂缺什么东西，该添置的添置，好不容易盘下来，不能让它空着。裴燕眸色动了动，往牛车的方向走去。既然女人发话了，那她就不客气了。裴燕牵着牛出了门，碰巧在门外看到了张寡妇。张寡妇踮着脚尖往门缝里瞅。你在干什么？你媳妇儿在家吗？在家。裴燕蹙了蹙眉，张寡妇何时跟那个女人这么要好了？好嘞好嘞，我去找她玩啊。张寡妇喜滋滋地越过她进了院子，嘴角快咧到了耳朵根，眼神透露着八卦和兴奋。今日一早，王小胖的事传遍了整个村，屁大点的村子，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能传10几个不同的版本。怪不得闺女嫁不出去，儿子也传不了宗，接不了代，造孽造多了哟。众人七嘴八舌地说着，当时张寡妇正在遛神儿，看到人群就钻了进去。当听到不同版本的说法后，她斜了斜眼睛，朝徐月香的方向看。要我说呀，这事情跟那人脱不了关系，说不定是他被如花打了一顿，恼羞成怒，故意陷害呢。哎呀，完了完了，我也打过他，以后被他报复怎么办呢？说完，擦了擦额头的汗，跑掉了，一直跑到沈乔家门口。沈乔刚刚摊好淀粉，张寡妇就笑眯眯地进来了，一见面便手舞足蹈，唾沫横飞地描述着村子口所见所闻，最后还狠狠唾了一口。王小胖猪头巴脑的，不管啥东西硬是往嘴里塞，变成这样子呀，怕是王家要绝后。沈乔表情淡淡，既没有幸灾乐祸，也没有八卦之心，掏出一把瓜子嗑了起来。哼，你还有闲工夫嗑瓜子呢？你就不怕如花将屎盆子扣在你头上？跟我有毛关系啊？要是我弄来的嘛，我也是受害者好不好？不过他们害人不成，反害己，你瞧着吧，出馊主意的人不会有好日子过。张寡妇愣了半晌，恍然大悟般拍了拍大腿。哎呦，我得走了，得去看热闹了。以如花的暴脾气，指不定怎么收拾徐月香呢。这样精彩绝伦的大戏，他可不能错过。他要去看看，顺便举着双手为两人加油助威。此时此刻，如花气势汹汹去找徐月香算账的消息不胫而走，大家从村子口跑到徐月香家门口。张寡妇正好赶到，赶紧钻进人堆里。大战到哪一步啦？哎呀，刚才可精彩了，2个人从屋内到屋外大战了整整300个回合。你也知道如花的彪悍，徐月香被打的哟，鼻青脸肿，头发被扯得一缕一缕的掉。不过那徐月香也不是吃素的，手里捏着几根绣花针，扎得如花嗷嗷的叫。张寡妇看了看紧闭的大门，小眼睛眯了眯。哎，这门怎么关上了呀？也没动静传出来。刚才王二进去了，将2人拉开之后，拽着如花的衣领就走，结果被徐月香拦住，不让走，非让他们给个说法。如果不给，他就鱼死网破，将王二的秘密道出来。王二吓得脸色发白，3个人将门关上，也不知道在屋里商量啥呢。为啥王小胖误食了虎狼之药？都说徐月香想攀高枝儿，让王二拉皮条，可王二那胆子怎么敢呢？要我说呀，就是这王二不行，又怕如花看不起他，所以从徐月香那里买了药，想重振雄风。
不对呀，明明徐月香跟我炫耀，她要飞上枝头变凤凰，怎么可能是王二不行啊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男人不行这种事最是忌讳，徐月香肯定不敢说出去，不然她的生意怎么做呀？王梦娇18了也没嫁出去，村子里没人敢娶她，你说会不会王二媳了？要是买给自己闺女的。好家伙，真是越传越玄，版本有10几个，说啥的都有。快吃晌午饭了，不少人撑不下去想回家，这时门打开了，王二一脸歉疚的跟徐月香道歉。真是对不住啊，本想从你这儿买点东西，缓和一下我和如花的夫妻感情，没想到阴差阳错的被孩子当堂误食。好在大人来得及时，我儿身体已无大碍，以后娶媳妇儿传宗接代不是问题。说完扯了扯如花的衣袖，如花不着痕迹的挣开，刚想发火，猛然听到王二的话，狠狠咬了咬牙齿，压下心中的怒火，对徐月香道：是我冲动打了你，对不住了。不过那害人不浅的玩意儿，还是不要贩卖为好。幸亏我儿救得及时，不然老娘撕了你的皮。他快要气死了，本来以为是王二一人的主意，谁曾想王梦娇吓坏了，将所听到的事情一股脑道了出来。他才知道徐月香也参与其中，他生吞活剥了徐月香的心都有，但他现在不能。王二说事情败露，已经引起了大人的不满，若再闹下去，恐怕会落个满门抄斩的下场。沈乔没心思跟他们一起八卦，他的淀粉已经晒干了，他准备带到回春堂，再想法子推销售卖。去把淀粉搬上牛车，先在你的回春堂放着，等我联系好了买家，直接去回春堂验货。自家有了铺子就是不一样，来去县城，搁放东西都方便得很。裴衍二话不说，将淀粉搬上来牛车，完了后从兜里掏出100两递给沈乔。玉佩当了130两，金指环20两，我拿了50两购买药材，剩下的给你。沈乔顺手接过，塞进了衣袖里。赶了近2个时辰才到县城，沈乔跳下牛车，指使裴衍将淀粉搬到回春堂。他顺便打量回春堂的后院，还挺大啊，别看门面又破又小，里面是又宽敞又大。多谢大夫，自从吃了你的药，我腰也不疼，腿也不酸了，吃嘛嘛香。今日就想再喝2剂中药，巩固巩固。裴大夫还真是细心呐。裴衍笑笑没说话，直接隔着帘子喊道：下一位。从门外走来一个扭扭捏捏的女人，坐下后就掐着嗓子道：大夫，我手脚冰冷，头晕发热，气息血弱，有时候蹲下来再站起来还会头晕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手伸出来，脉象缓静，血不养汗，舌头发白，血不养肝，此乃产后导致的阴阳两虚。我给你开几副药，用8碗水煎成1碗，文火熬制，喝上2个疗程，就会药到病除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谁产后了？你到底会不会治病啊？裴衍没搭理他，直接喊下一个。庸医，误诊的庸医！我一个姑娘家，他却说我产后虚弱，到底安的什么心毁我的名声？一个大男人看妇科，呸，忒不要脸了！既然不相信裴某的医术，可以另请高明。在下说的是否为真，你心里清楚。那女人眼里闪过心虚，很快被他压了下去。什么另请高明？你毁了我的名声，还想将我推给其他医馆，哪有那么好的事？那你想如何？赔钱？想要讹钱啊？回春堂虽然小，但也不能担得了庸医的名声，不如报官吧。报官？那女人一听，心里发怵的后退几步。她本来就是想讹钱，没想到竟然不按套路出牌，看来不使出绝招不行了。没天理了，毁人名声还要报官呀！这要是报了官，弄得人尽皆知，我还有脸见人吗？老板娘，前头有人闹事儿，那妇人1哭2闹3上吊，我们治不住啊！谁敢在回春堂闹事啊？沈乔气势汹汹地冲出来，闹事讹钱还戴着面纱，怎么怕人看到你的样吗？对于这种泼妇，他出面最好不过，万一裴衍碰了，有理也说不清了。我一个未出阁的姑娘家，怎可抛头露面？你们用意害人，竟然扯掉我的面纱，彻底毁掉我没脸见人了！你诬陷我相公是庸医，想要见官，我们没有任何意见。身正不怕影子斜，到了县太爷那儿，你是否为生产过的妇人一查便知。县衙里有稳婆，他们的经验可是相当丰富，单凭面相便可查验出来。回春堂欺负人呢，他在县衙肯定有熟人，到时候白的说成黑的，我却是长满嘴也说不清啊！麻烦各位帮个忙，有没有生过孩子的大娘大姐们，咱们一起给这个女人验个身，若她真的是个姑娘家，我们100倍赔偿，并且磕头致歉。若她诬陷回春堂，我一定将她的手脚打断，扭送官府。我都生了7个孩子了，
是不是产后的女人，我一眼便能看得出来。走，我帮你去验。有了第一个就有第二个，不一会儿就有4个妇人自告奋勇上前，甚至有一人做过接生婆，直接指着春桃道：这人一看就像生过孩子的，而且月子还没做，我做了10年接生婆了，一眼就能看出来。就是，你看他满脸的斑，暗沉发黄无光泽，就连眼珠子都是黄的，明显是产后气血不足造成的，说不定连月子都没做好。这事儿我可有经验了。要不要坦白？坦白不就证明自己诬陷回春桃了吗？可是若是见官什么都暴露了，到时候当家主母找到我，将孩子抢走怎么办？我好不容易逃出来，千万不能再步入地狱。我知错了，我不该诬陷。可是我是没办法了呀，家中只有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，如今没吃没喝，我一个富人家到处找活计，可没人收我。可怜我那不满周岁的孩子，饿得只剩皮包骨，吃不饱饭，我又没有奶水，孩子就生病了呀。如今高烧不退，只怕是凶多吉少了。即便如此，也不该当着众人的面诬陷我家相公的医术。你儿子生病，你可以抱过来让我相公瞧病。若你没有银两，我家也不是那种强盗般的医馆，非要收银子才肯医治。你说你孩子病了，到底是真是假？今日我跟你去看看。沈乔以为他在说谎，想炸一炸他，谁知春桃立马止住哭泣，抹了把眼泪站起来。我家就住在这巷子尾部，离回春堂很近，孩子就在家里躺着呢。裴大夫的医术没有任何问题，是我诬陷，是我该死。我也是孩子病了1级才走的下坡路，我这就领你去看看孩子。众人跟着春桃去了巷子尾部，春桃推开摇摇欲坠的门，从屋里抱出一个瘦骨嶙峋的小孩，看模样也就10个月左右，双目紧闭，一动不动。春桃摸摸他的小脸，想将他唤醒，无论怎么唤，小家伙仍然一动不动。春桃嗷的一嗓子哭了起来。虽然犯了错，但这母子委实可怜，不如让裴大夫看看。我瞧着呀，这孩子不大行了。沈乔蹙眉，上前摸了摸小孩的额头，果然烫得灼人，将食指搭在他的鼻息处，发现气息微弱。快去回春堂，让我相公看看。春桃赶紧抱着孩子狂奔，身后哗啦啦跟了一群人。不一会儿，众人赶到回春堂，春桃扑通往地上一跪：裴大夫，先前是我不对，不分青红皂白的就污蔑你，求你救救我的孩子吧，我愿有为奴为婢，只要能救活我的孩子，即便是当牛做马我也愿意。裴岩二话不说，将2指搭在孩子的脉搏上，蹙着眉，好大一会儿才摇摇头：孩子没救了。你说什么？不可能的！抱着孩子的身子摇摇欲坠，两眼一翻摔倒在地。裴岩眼疾手快接住了孩子，任由春桃摔得震天响。这孩子确实没救了，但遇到了我，算他命大。说完，抱着孩子进入内堂，并嘱咐丸子和沈乔看好外面，任何人不得进来。在他治病期间，也不得有任何人闯入。裴大夫治病需要安静，任何人不得发出声音，更不允许闯进去看。沈乔就纳闷了，裴眼治个病还那么神秘，那孩子他摸着还有气儿，不像是没救的样子。一炷香过后，从里间传来一阵孩子的啼哭。躺在地上的春桃听到哭声，支棱爬起来就要冲进去，被沈乔一把拦住。干嘛？我相公正在为孩子治病，祖传的治病疗法可不能被你偷了去。我没要闯，我只是听到孩子的哭声急了。安心等着，孩子哭了说明活着。又过了一炷香，裴岩喊丸子进去。丸子进去没多大会儿便出来了，古怪的看了春桃一眼，便跑了出去。我儿子怎么样了？我能不能进去看看呀？不少人劝阻，这妇人担心孩子，让他进去看看吧。不能进，我家祖传的医术不能被他偷窥了。刚才孩子啼哭声大家也听到了，我相公已将他救治回来，相信很快就会抱着孩子出来了。众人一听也是这个理儿，纷纷劝阻春桃。人家不计前嫌为你家孩子治病，你该好好感恩戴德呀。祖传的医术不能外露，你就耐心在外面等着吧。裴大夫是个好的，不会对你家孩子怎么样。春桃这才安静下来，只是不知为何神色愈发不安。她试探地问了句：刚才那药童跑出去干嘛了？沈乔也不知道丸子为啥跑出去，抿了抿唇回答：
应该是缺少某种药材吧，相公让他去买了。原来是这样。春桃松了口气，紧攥的五指放了下来。大约半个时辰，丸子领着4、5个官差过来，他伸出食指，怒指春桃：“就是他，诬陷讹人，拐卖孩子虐待，关大爷，快把他抓起来！”春桃吓得脸色煞白，也顾不得孩子了，扭头就往后院逃窜，被沈乔一个扫堂腿绊倒，4个官差按住手脚，将他抓了起来。我没有，那就是我的孩子。官差根本不听他的解释，拿着手里的画像对比了一下，朝同伴打了个手势：“堵了嘴，捆起来！”你们干嘛？你们凭什么抓我？你们可知道我是谁？裴衍抱着孩子从里间出来，瘦弱不堪的小孩耷拉的眼皮扫了扫四周，当看到春桃时，吓得瑟缩一下，就往裴衍怀里钻。咋回事啊？为啥报官了？官爷们，先前这个妇人诬陷回春堂，后来又说是因为孩子才不得已而为之。我妻子以及门外众人相信了他的话，将那孩子抱来让我诊治。结果诊治时发现，孩子身上布满淤青，全是掐痕、咬痕，甚至有绣花针扎的伤。孩子受到如此伤害，我不知是何人而为，索性让药童报了官，望官爷们彻查，不能让小小的婴孩受此迫害。官差更感谢裴衍及时报官，并拿出画像让他看，说春桃是官府缉拿的逃犯，因拐走了霍四爷的儿子而遭到官府通缉，他们已经循着画像通缉了2个多月，如今总算将人捉拿归案。沈乔握紧了拳头，准备胖揍人贩子一顿。这时门口来了4个凶神恶煞的带刀护卫，朝官差拱手坐好，并说霍四爷和夫人来了。门外走来一男一女，春桃看到霍四爷不停地朝他呜呜大喊，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扑簌簌地落，模样悲惨。霍四爷有些动容，朝春桃伸了伸手，突然一阵冷哼打断了他：“美人受了委屈，还不拥进怀里安慰一番？”哎呦，夫人哪里话呀？什么美人啊，不过是生孩子的工具罢了。给他几分颜面，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，竟然将霍家骨肉偷出来跑路，要打要杀，全凭夫人做主。姜四夫人连个多余的眼神也没给他，直接来到沈乔跟前，伸出手指，温柔地抚摸着孩子的脸颊，放轻了声音：“孩子如何了？”“孩子一切都好，就是高烧不退，大概跟身上的伤有关系。”“夫人，这是家事，不如让官差将他放了吧。好歹他是孩子的。”“贱婢，霍家的子孙也敢偷，失了雄心豹子胆了！来人，将贱婢押到霍家，请老夫人处置。”一个爬床生下贱种的贱婢而已，妄想母凭子贵跃到他头上，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。听说要交给老夫人处置，春桃和霍四爷齐刷刷变了脸色，尤其是春桃惨白着一张脸跪在地上，不停地朝霍四夫人磕头。霍家老夫人说一不二，霍老夫人也绝不允许春桃活下去。霍四爷即便再心疼也无济于事，只能看向霍四夫人的眸子有些埋怨：“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，此事事关霍家血脉，我可做不得主，只能交给老夫人处置。”“啊，夫人说的是。”说完也不管身后的春桃如何哭泣，头也不回地出了回春堂。“多谢你们夫妻2人，不然霍家的子孙恐怕凶多吉少了。”“夫人客气了。”“这孩子既然是你救活的，不如接下来几日裴大夫继续去府上为孩子诊治，直到他康复为止。孩子身体已无大碍，回府里好好养着，不日便可康复。”说完朝丸子招了招手，丸子急忙拿出准备好的药方子。这是调养方子和注意事项，夫人带回府后按上面的为霍小少爷调养即可。回春堂刚刚开业，在下实在是走不开。这样也好。临走之前，霍四夫人留下一块铜牌和100两银子，言明裴氏夫妇的这份情他记下了，以后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，都可以拿着铜牌去霍府找他。裴衍只留下了铜牌，将100两退了回去。他说救治孩子本就出于恻隐之心，他也为人父母，看不得孩子受苦。霍四夫人接过银子，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什么也没说，抱着孩子就走。人群散去后，回春堂冷清下来。本以为那女人是讹人，谁曾想是人贩子，后来又是通房小妾的，大户人家真乱呢。你以后有钱有势了，会不会小妾通房一大堆？裴衍沉默了好大一会儿也没有回答。切，男人都一个德行，哪个男人不想3妻4妾左拥右抱？看吧看吧，裴衍也不例外，他都犹豫了。女人呢，还是要有自己的实力，不能养着男人的鼻息过活，不然一辈子凄凄惨惨，哭都没地方哭。